并州财阀孟杰魂穿了一个刚被豪门找回来的真千金，被当成移动血包不说，还处处遭人白眼，样样被人嫌弃，又土又村，没有大家之风，带出去只会丢人现眼。可晚宴上他从容得体，惊艳众人，举手投足皆是上位者的姿态。贾千金样样都会，画画、设计，就连管理公司也很有一套。不曾想，著名油画大师清末是他，天才设计师子木是他，富豪榜第2的财团决策人还是他。并州满级大佬手握一副塔罗牌，搅乱帝都风云，层层马甲掉落。孟杰淡然承认：“我是孟杰，桀骜不驯的桀。”让外人闻风丧胆的他，却只在艺人面前卸去狠戾，全心依靠。曾有人问为什么？言明，在一个他们做什么都束手无策的年纪，孟杰是我家爷用命护下来的。第一章，就凭我是郑家的千金。孟杰魂穿了一个刚被豪门找回来的真千金身上，因为性情懦弱，被当成了移动血包，抽血过多而导致休克死亡。原主跟他同名同姓，不过他从来都不会死得这么窝囊。他的鼻尖萦绕着不太好闻的消毒水味，他向来讨厌医院这种地方。二人交谈的声音近在耳畔，这算是医疗事故了吧？明明他都快不行了，小青还抽，这下好了，出事了。这好像还是个千金小姐，万一他家里人追究小青责任怎么办？就是他家里人让抽的，豪门那点事你还不懂？刚被找回来，贾千金能让他好过？咱们做好分内的事就行了，走吧。他想醒过来，可是眼皮好似有千斤重，他睁开得很费力。意识清醒过来，第一时间抬手去抓即将离开的那个护士的手。啊！冰冷的触感让护士一个哆嗦尖叫出来。他回头去看，孟杰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过来，因为刚醒过来没什么力气，护士很容易就挣脱。手机，孟杰开口。护士心有余悸，有些烦孟杰吓了自己一跳，随即不耐烦地说：“我们工作不带手机。”孟杰缓缓抬眸，黑漆漆地盯着他，冰冷的语气透着不容置喙：“那就去拿给我。”护士冷哼一声：“求人应该要有一个求人的态度，我是郑家的千金。”一句话，孟杰说的轻飘飘的，像是善意的提醒。可是护士丝毫不领情：“千金怎么了？还不是说死就死？有人全骂你？”旁边的护士听不下去，赶紧去拿了手机递给孟杰，并且示意自己的同事别说了。孟杰打了一个电话，直奔主题：“奶奶，我是孟杰。”20分钟，整个楼层被清得空无一人，原先空荡荡的病房此刻满满当当，保镖统一黑色正装，无形的肃杀之气弥漫整个病房。再看孟杰跟老太太坐在沙发上，他的脸色还是一如既往的苍白，身上宽大的病号服衬的他身形越发瘦弱，不过眉眼间无意间透出的凌厉有些骇人。刚刚那个跟孟杰顶嘴的护士此刻站在他的面前，不敢抬头。大孟杰薄唇轻启，云淡风轻的，一点都不把人当回事。保镖听命上前，手劲很大的给了护士一巴掌，带了掌风，刮得人生疼。还要继续第二巴掌的时候，护士尖叫：“你们凭什么打我？”孟杰笑了，那轻蔑的眼神仿佛在笑他的蠢。就凭我是郑家的千金。郑家在帝都是权力的代名词。明明是护士嘴不干净，可他就要骄纵跋扈的以权压人。他很喜欢别人带着恨还无能为力的眼神。有人说过他是个变态，或许他就是。护士被2个保镖抓着，挣扎不开，目眦尽裂：“你不得好死！”谢谢。他已经死过一次了。巴掌声一个接着一个，护士的脸肉眼可见的肿了起来。趁这期间，老太太跟孟杰交流：“我刚回国就听见你在医院的消息，怎么回事？”孟杰眸子低敛，面色晦暗不明，只是玩世不恭的笑了笑：“害我的一个都逃不掉。”老太太看着挨打的护士，有些生气地说：“你是我找回来的，如果他们再欺负你，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奶奶给你找回公道。”孟杰微微颔首：“这边的事情我自己处理，奶奶刚回来，还是先回去休息吧。”老太太沉思了下，最后妥协点头：“好，有事情给我打电话。”老太太给孟杰留了20个保镖离开了。孟杰抬手，保镖停了动作，护士要死不活的一下跌坐在地上，呆呆愣愣的，嘴角见了血。此刻门从外面被猛地推开，郑冉一从外面走进来：“第二章，老子跟你说话呢。”郑家风水养人，这些年郑冉一长得很好，身形高挑，眸子澄澈，一眼看过去可让人以为是什么好东西。身上的穿着少说也在30万，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孟杰，你什么意思啊？奶奶回来你就开始耀武扬威？郑冉一先发制人，咄咄逼人的质问。然而孟杰没理他，指尖轻扣沙发，在等东西。郑冉一见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模样，有些诧异，怎么感觉醒过来后换了个人？随即又不屑哼笑：“渣子就是渣子，再换能换到哪儿去？他能让他死一次，也能死第2次。”不一会儿，病房门从外面被推开，一个保镖跟拎小鸡一样提溜进来一个女人。女人眼神闪躲的厉害，是小青。人到齐了。
孟杰那轻扣沙发的手停了，整个人站了起来，松松垮垮的病号服耷拉在身上，袖子都不知道要长多少。他优雅从容的轻挽袖口，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小青心跳加快，他不是心中有愧，而是在害怕在场的保镖。孟杰单膝蹲下身，狭长的眸子盯着他，献血最高不超过400cc， 你抽了多少？小青瞪了他一眼，闭口不谈。孟杰嗤笑一声，重新站了起来，面色掠过一抹狠厉，一脚踹翻小青，老子跟你说话呢。小青面色错愕，反应过来后直接站起来要还手，没成想孟杰直接一巴掌甩了上去，啪！小青被打得偏过了头。啊！我杀了你！孟杰又是一巴掌上去，打完了还甩了下手，活动了活动手腕。一个保镖瞬间压制乱动的小青，孟杰握手成拳，朝着他的脸就给了一拳头。小青闷哼一声，牙混着血碎在嘴里。拖出去，走法律程序。孟杰下了命令。小青被拖出去，孟杰视线落在郑冉一身上。郑冉一下意识咽了口水，孟杰什么都还没问，他就自己都说了。姑姑那时候危在旦夕，整个家里就只有你的血型匹配，多抽点没什么问题吧？孟杰长腿迈了2步到了他的面前，身高跟他所差无几，但那与生俱来的肃杀跟威压确实吓到了郑冉一。孟杰扣住郑冉一的后脖梗，眼睛动都不动地问：我劫后余生心情不好，多扇你2巴掌也没什么问题吧？不等郑冉一说话，孟杰另外一只手直接给了他一巴掌。巴掌声清脆，郑冉一那白皙的小脸上刹那间出现了一个偌大的巴掌印，脸一下就肿得天高。郑冉一被打得发麻，脑子更是嗡嗡的。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一下就气得发懵，一动不动地瞪着孟杰。孟杰开口：一个没背景的护士敢做这种丧良心的事吗？在郑家20几年，让你迷失自我了是吧？真以为自己就是郑家的亲生女儿了？郑冉一眼眶含泪：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那今后千万也别这么想，如果让我察觉，就不是简简单单给你一巴掌的事了。孟杰恶狠狠地擒着他的下巴说道。语罢，他撒了手，自己从桌面上抽了一张湿巾出来，擦手的力气很大，就好像碰了什么脏东西一样，擦完了随手扔在地上。孟杰看都没看地说：出院，回郑家。老太太留下来的保镖办事很利落，仅20分钟就把车子停在了郑家的门口。3月的天气还有些凉，保镖给孟杰披上了一件大衣。孟杰抬腿直接就往里面走，门口的护卫才刚抬起手想阻拦，孟杰身边的一个保镖直接抬手卸了他的胳膊。孟杰进主楼可谓是畅通无阻，一路上就跟黑社会出街一样猖狂。路上几个女佣看见了连忙闪开，不是都说孟杰死了吗？现在怎么回事？主楼的大门被保镖打开，里面的一个老女佣迎了出来，手上还提着一双拖鞋，低声说：冉一小姐跟我提前打了招呼说孟小姐要回来了，孟小姐先换鞋吧，毕竟跟乡下还是有区别的，您可一直记不住换鞋的习惯。本以为孟杰会跟以前一样抱歉的笑笑换鞋，没想到下一秒孟杰的行为让他瞠目结舌。拖鞋在地面上躺着，孟杰看都没看，直接踩着过去。第3章，屁也不是。女佣看他没停下来，赶紧追上去：孟小姐，你的房间在1楼。他挡在孟杰面前，不让他上楼。孟杰看他一眼，一般1楼都是客房跟女佣的休息房间，谁安排的房间？老女佣看他的眼神带了疑惑，从医院出来怎么还失忆了？尽管心中疑虑，不过面上还是没表现出什么。冉一小姐亲自收拾出来的，她说您还很喜欢。郑冉一房间在几楼？老女佣不明所以的回话：在3楼拐弯左手边。孟杰一把扒拉开他，跟保镖进了电梯，直奔3楼而去。老女佣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不太对，赶紧找了几个看家护院的走楼梯上了3楼。孟杰很有目的性的去了郑冉一房间，门被推开，里面的装修、陈设还有处处可见的细节，无一不再让人感叹之主人装扮之用心。不过在孟杰眼里，屁也不是。搬！一声令下，身后的保镖洋洋洒洒的都进了房间，陆陆续续搬了家具往外走。上来的老女佣看见这一场面，吓得差点昏厥。孟小姐，你这是干什么？你别趁着老爷夫人不在就乱来。孟杰侧眸看他，不是说我房间是郑冉一用心布置的吗？我思来想去，还是不能辜负他一片好意，那就让他自己住，我委屈下自己，睡楼上。他着重咬着委屈下自己几个字。保镖动作很快，一下就把里面搬空了，期间因为磕磕碰碰碎了不少东西。您不是很喜欢冉一小姐布置的房间吗？现在何必麻烦的搬呢？老女佣着急了，她不能看着孟杰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孟杰舌尖抵了抵后槽牙，眼睛眯了眯，语气重了一些，透着危险：喜不喜欢由我自己说了算，别人是什么东西，妄图猜测我的意思。老女佣被噎了一下，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看着东西都被搬了下去，同时不少新家具被人从外面搬进来。他这是早有预谋吧？
老女佣一直待在梦洁身边，无力地看着她指挥保镖做事。保镖进进出出，她跟其中一个说着，拿把椅子过来，还有吃的。她有些累了，因为抽了血，她只是站了这么一小会儿就眼前发黑，身体被抽亏了，不是那么快就能补回来的。然后女佣生无可恋地看着梦洁舒舒坦坦地坐在椅子上吃着东西，看着他们往里面搬东西。无法无天，以后谁能管住？半个小时，主楼恢复一片安静。厨师按照梦洁的要求炖了汤出来，于是郑冉一拉着姑姑到了的时候，就看见脸色苍白的梦洁坐在餐厅淡然从容地喝着汤。餐厅外面站的都是保镖，这女人真是无法无天，走哪儿把保镖带哪儿。不过她不怕，因为姑姑郑美珍就在自己旁边。郑美珍是郑家出了名的不讲理，只要有人不让她好过或者欺负了她的人，她一定会10倍100倍的还回去。这么想着，郑冉一收敛了自己无意间露出的笑意，严肃地叫梦洁：“梦洁，姑姑来了，赶紧起来。”餐厅的梦洁全心全意地喝着汤，汤的味道差点，不过勉强也能喝。郑美珍看看委曲求全的郑冉一，再看看目中无人没教养的梦洁，想想郑冉一路上跟她说的，她火一下就上来了，3两步就走到梦洁面前，抓住了梦洁拿着勺子的手，制止住她正要喝汤的动作。“姑姑来了，你这么没礼貌不好吧？”郑冉一有些疑惑地看了眼餐厅门外的保镖，他们怎么没动呢？如果动了郑美珍，还能更生气一点。殊不知是梦洁授意，不过她可不是因为怂。梦洁扔了勺子，温热的汤溅了郑美珍一手。郑美珍脸色难看，不过依旧没撒手。梦洁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整个过程郑美珍都没有撒手，这正合她的意。梦洁左手握着刀片，动作极快地朝着郑美珍的手腕割了下去。郑美珍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手腕一阵刺痛，刺眼的猩红慢慢从静脉外的伤口渗了出来。她下意识地想抽回手，没想到梦洁直接反握住她的手腕，她抽也抽不回去。另外一只手想推她挣脱开，梦洁眼疾手快地摁了下来，而后一气呵成地捏住她的肩胛骨，逼迫她跪了下去。手腕的刺痛跟肩处的钝痛让郑美珍倒吸一口冷气，血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砸出一朵朵血花。郑美珍最害怕的就是血液流失的感觉，这让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在一点一点地流走。“你给我松开！”郑美珍挣扎无果，害怕的歇斯底里的吼叫出声。第4章，有病就应该在家待着。梦洁面无表情，一张脸冷漠的可怕，声音凉薄平淡无波。“我听说姑姑在我来之前是很惜命的，我来了之后，你才开始肆无忌惮的惹事，导致遭了报应，被人绑架割了腕，熊猫血还有血友症，让你活过来是难上加难。”梦洁手上用力，血液流动速度加快，一次我当你是无心之举，后续2、3次都控制不住自己，每次你一有事都抽的我的血，怎么？我回来给你当移动血包的？真没扎你身上不疼是吧？放开我！郑美珍置若罔闻，只是害怕死亡。见状，梦洁手劲又中了1分。郑冉一想上去秀存在感，但是想想病房里面梦洁的所作所为，还是算了。他可不指望自身难保的郑美珍能护着自己。有病就应该在家待着，再这么兴风作浪，我让你看着自己的血被放干。梦洁松了手，郑美珍完全没了来的时候的张狂，现在整个人都在发抖，嗓子都要吼破一般。快送我去医院！他的手死死摁着手腕上的口子，妄想以此减慢血液渗出速度。郑冉一赶紧叫了女佣送郑美珍去医院。整个餐厅都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郑冉一受不了这种味道，也就没进去。只见梦洁转身，好整以暇地看着郑冉一：“你的好姑姑都进医院了，你这个侄女不跟着？”郑冉一抿了抿唇，没说话。他又不是想不开，干嘛明着跟梦洁对着干？等以后有机会了暗中算计。现在家里没有能做主的，他针对梦洁自己也没什么好处。郑冉一转身就要走，今天发生的太多，他想回房间静一静，一切等父母回来再说。老女佣上前低声跟他讲话：“冉一小姐，你可回来了？你的房间被他占了，我好说歹说都不管用，现在可怎么办？”郑冉一看了眼餐厅，笑了笑，一副不在意的样子：“没事，我住哪儿都一样。你别跟他对着干，他村里来的，没什么教养，一举一动都带着戾气。你别因为这个受了伤，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我希望你们不要受了委屈。您也上了年纪，每天开开心心的最重要。您也是看我长大的，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要跟这种人赌气气着自己。”一番话说的老女佣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这下她越发看不顺眼梦洁了。郑冉一唇角微勾：“那我就先回房间休息了。”“好，你快去。”郑冉一回了房间，房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笑容消失，一张脸冷若冰霜。他会让梦洁付出代价的。太阳快下山，天边晚霞瑰丽烂漫。梦洁躺在阳台的躺椅上，惬意地眯着眼。房门被敲响，女佣的声音响起：“孟小姐，老太太来了，让您下去。”
孟杰伸了个懒腰，穿了家居服下楼。他出了电梯，就见郑冉一在那里献殷勤。反观老太太一脸淡然，没什么过于亲近的举动。他走过去，老太太听到动静抬头，脸上这才浮现了不太明显的笑意，不过微皱着的眉头倒是松开了。回来感觉怎么样？还好。孟杰低了下头。老太太莞尔一笑，从身边的人手里接过一张邀请函，射箭俱乐部的邀请，到时候上层圈子里的人会到一些，可以参加一下预热。今后这样的场合只会多不会少，身为郑家人要处处得体。好。孟杰明显兴趣不高。郑冉一见老太太已经没了动作，更没有主动邀请自己的意思，他忍不住开口讲：奶奶，孟杰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场合，一个人去未免会紧张，他可是代表郑家，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乱子，不好看的也是郑家。老太太挑眉，所以呢？不如我跟他一起去，两个人也好有个照应。老太太没有直接同意，而是看向孟杰，小杰的意思呢？第5章，他才是正主。可以。这时候一个女佣上来，孟小姐，你的房间需要打扫吗？老太太蹙眉，胡闹。女佣吓得赶紧低头。你们叫她什么？孟小姐。睁大你们的眼睛，她才是正主，不会办事的东西。老太太大发雷霆，给整个郑家的下人都敲了警钟。她心情不好，走的时候脸都是黑的。老太太的所作所为无疑是给了郑冉一难堪。一夜之间，郑家下人对孟杰都开始换称呼为大小姐。次日，孟杰简单的装扮出了房间，刚下楼就看见郑冉一打扮的花枝招展，跟一只求偶的花孔雀一样，身上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是大品牌的最新品，都是些很难抢到的东西。孟杰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郑家怎么就养出个这种货色？郑冉一下巴微抬，格外傲气。走吧，姐姐。射箭俱乐部门前都是各种豪车，下来的人也都是一身名牌，一身衣服的价格都能抵一套市中心的房子。郑冉一下了车，视线扫向周围，发现到场的豪门千金没有比自己更好的，瞬时间虚荣心得到满足。他乖巧地站在车门旁等孟杰下车。他想着，孟杰这样的乡下人一定没见过这种局面，到时候他的窘迫就会越衬托出自己的游刃有余。孟杰下了车，郑冉一正准备看好戏，只见他目不斜视，步子一迈，格外利落地走去大门。他里面格外简单的白色衬衫，下面一条直筒裤衬的长腿越发笔直，外搭墨绿色大衣，肤色极白。今天微风正好，衣角被风带得翻飞。恣意，这是他脑海里浮现的词语。回过神，他连忙摇摇头，自己在想什么。他赶紧跟上去。门口的保安是检查请柬的，郑冉一声音不低，那才刚蹦出一个字，孟杰把请柬丢给保安往里面走，状态松弛的就好像来了不止一次。郑冉一心中疑惑，孟杰的举动可一点都不像个没见识的乡下人。就一晃神的时间，孟杰就不见了。郑冉一站在原地，柳眉微蹙，管他呢，反正自己已经进来了。他倒希望孟杰今天丢人丢大一点，让老太太看清楚他接回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也明白一下谁才是郑家的牌面。冉一一边响起惊喜的声音，郑冉一看过去，是李夏。李家在帝都也是能排得上名的，我没想到今天你也会来啊！你这胸针是 LT 的最新品吧？我都抢不到。李夏的惊呼让郑冉一很满意，这是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给我的，还有一个，等下次见面我带给你。李夏眼睛都亮了，好啊，我太爱你了。两个人一起去了一边参观。李夏随口一问，你会射箭吗？郑冉一摇摇头，不会，他从来不碰这种野蛮的运动。淑女就应该看看书，喝喝下午茶。我跟你说，我看见个贼帅的男人。郑冉一无奈一笑，花痴。不，那个男人真精致，就跟假的一样啊！你看了也会心神荡漾的。不等郑冉一说话，李夏直接拽着他就去了那边。郑冉一不在意的摇摇头，你看。李夏强行掰着郑冉一的头，让他往那边看，只一眼他就愣住了。第6章，我叫孟杰，桀骜不驯的桀。男人的五官犹如雕刻般深邃俊美，剑眉星目，棱角分明，裁剪得体的西装将男人劲瘦的腰身勾勒无遗。他一定很好抱，肩宽腰瘦，呜。好的男人下汗腺都是性感的。郑冉一无疑是吞咽口水，确实很帅。上帝最完美的作品莫过于此。那边就像有什么在勾着他一般，脚步不受控制地走过去。2楼的孟杰把一切尽收眼底，本来是看的郑冉一，眼神一错就看到了那里的男人。他瞳孔一阵紧缩，心脏一阵钝痛。浴池，脑海中零零碎碎的画面一闪而过，在并州发生的一切。看着离他越来越近的郑冉一，孟杰举起了手中的弓，纤细修长的手指抽出一根箭，箭瞄准了下面的郑冉一。他还在往前，孟杰拉满弓，弦已经绷紧，
他猛地松手，咻！剑矢划破空气，刺郑冉一面颊而过，嵌进他旁边的幕墙，入木3分。郑冉一是在李夏的尖叫中清醒过来的，他感觉到脸上有一股温热，他伸手去摸，摸到了一手血，他心慌地往上去看，这边动静很大，不少人都看了上去。孟杰一下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站在上边，脸色晦暗不明，手里握着弓。尉迟眸子微抬，二人的视线在空中碰撞。孟杰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慌不忙地下了楼，因为在乡下，整个人都没有长好，瘦得皮包骨头，下面的一些人都是看颜，看到他长成这样，自然没什么兴趣。孟杰径直走向尉迟，视线都没有偏离一分。郑冉一以为他在看自己，没什么表情，在他看来就是在挑衅，他难得挑衅。孟杰，你疯了吧？他的脸如果破相了怎么办？他现在感觉整个面颊都是温热的，从这女人回来就麻烦事不少，他现在表情一狰狞，脸就发烫的疼。孟杰，尉迟不由得多看他2眼。他叫孟杰。尉迟看着孟杰，等着他的下文。离他远点。仅仅4个字，仿佛在众人面前给了他一巴掌。尉迟看着他的神色，有那么一刹那的恍神，他好像他。郑冉一脸色铁青，你没毛病吧？这女人从医院出来就没正常过。孟杰把郑冉一的心思看了个透彻，嗓音冰冷地说，你配不上她。郑冉一也顾不上跟他算账，被孟杰牵着走，我配不上？谁能配得上？你？他差点被气笑，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孟杰没说话，只是一动不动地看着他，看得他有点慌。李夏知道这么僵持着不是个办法，赶紧插话进来，冉一，我们赶紧去处理下伤口，脸不能出事，架一会儿再吵，脸不能破相。郑冉一咬牙切齿地逼出来一个字，走。他们2个走后，尉迟站起来，嗓音磁性，你叫什么？孟杰抬眸，对上他的视线，说得郑重其事，格外认真，嗓音夹杂的尽是温柔，如山间清泉一般悦耳。我叫孟杰，桀骜不驯的桀。第7章，不是像，我就是。尉迟眸光深了一些，盯着他的脸，想要从中看出些什么。他声线压低，你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孟杰微微挑眉，我的荣幸。尉迟拿出手机，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当然。然后他大方地接过手机，将自己的号码输了进去，顺带打通。他抬起自己的手机示意了下，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一些杂音不绝于耳。现在长得好看的男人都是这种审美吗？要我说，刚刚走的那个女的比现在这个好看多了。长得帅的眼睛不好，真可惜。尉迟拿回手机，手中慵懒把玩着，没说话。孟杰想形影不离地跟着尉迟，但是不行，就他现在这个身份，跟他不熟。罢了，来日方长。今天他来这种地方，本就是为了老太太开心。对于在场的人来说，今天的作用是为了结交达官显贵，而他完全没那个必要。这么想着，他跟尉迟打了声招呼，转身离开了，也不管丢下的这一堆烂摊子什么结果，走得干脆。行事豁达自意。老太太安排给孟杰的那群保镖此刻在俱乐部外等着，他直接带着保镖去了中央商务区，简称 CBD。中央商务区高度集中了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咨询等多种功能，并配以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到了这里，孟杰才感受到了那么一点在并州的生活气息。勘测好了自己想看的，他进了一家餐厅，牛排还没入口，突然想起来自己身无分文，父母没见到，老太太也没想起来这回事，面前的牛排突然就不香了。他无比屈辱地拿出手机打通了尉迟的电话。在这里，他最熟的不是所谓的亲人，而是所谓的旧人尉迟。虽然旧人跟他不熟，刚接起来那头声音慵懒磁性，才刚分开就想我了。孟杰面无表情，借点钱，活像个没有感情的要钱机器。你在哪儿？尉迟挑眉问。孟杰报了个位置。大抵过了10分钟，一个条件优越的男人出现在楼梯处，还是几个小时前的装扮，黑色短发下瞳孔漆黑深邃，直奔他而来。他在他对面落座，简单扫了一眼桌面上的餐品，没说话。尉迟随身跟着的手下严明去付钱。豪门千金就穷成这个样子。孟杰吃着牛排没吭声。尉迟声线略沉，视线挪开，不再看他。你不说话，还真像我认识的那个人。一言一行中的随意，不经意间眸中透出的自信笃定，一举一动中无意间渗出的张扬，无疑不再告诉他，面前这个人就是并州的孟杰。他瘦的皮包骨头，白皙的手背能轻而易举地看清楚其中的青色脉络。尽管瘦骨嶙峋，但仔细一看还是能看出来不错的五官底子。睫毛很长，在眼底投下一片暗影，看不出他眼中情绪。孟杰放下刀叉，不是像，我就是。尉迟轻扣桌面的动作一致，眸光一暗。第8章，难不成平常父亲在家都是跟王妈平起平坐？
孟杰开口，一些东西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解释。如果今天在俱乐部你不避开郑冉一，只是为了他背后的郑家，他语气一顿，2个月，郑家会是我的势力。尉迟眸底是任何人都察觉不出的柔情。我信。他向来说到做到，有那个手段，也有那个实力。他指骨分明的手拿出一张黑卡，放在桌面上，推到他面前。事情既然已经成了这样，就不急着回去，在帝都休息一段时间也挺好的。说着，他起身要离开。孟杰同一时间起身，我会尽快，不会让并州的那群人高兴多久。他只要一想起玉家的所作所为，就恨不得撕烂他们的脸。尉迟停了离开的步伐，回头3两步过去，一把抱住了孟杰，不急。说完，他摸了下孟杰的头顶，这一次是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严明跟上去，虽然觉得一切都有点匪夷所思，但还是多嘴了一句：既然孟小姐都这么说，你们何必不再联手一次呢？尉迟一把将严明推到了一边，眼眶有些猩红。他为了我死了一次，你让我怎么再继续跟他联手？他怎么还能第2次再眼睁睁看着他出事呢？失去了一次重要的东西，之后的行动都会瞻前顾后。严明愣住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反应过来后，第一时间低头，是我多嘴了。还在3楼的孟杰站在偌大的落地窗前，看着尉迟离开。他没有同意，他怎么突然开始犹豫了？直到回了郑家，孟杰都是魂不守舍的。他想不通尉迟的行为。刚踏进主楼的那一刻，跟郑冉一关系很好的老女佣蓦地大声喊了起来：哎呀，大小姐终于回来了！孟杰烦的就是在自己想事情的时候，别人突然这么喊，周身瞬间笼了一股子杀气，直接一脚踹了上去。老胳膊老腿的女佣怎么经得住这么踹？直接惨叫一声，摔在地上一动不动。孟杰再一看，所谓的父亲郑恒洲跟母亲季归婉已经在明如白昼的大厅里坐着了。刚刚他的所作所为，他们都看到了。孟杰身后跟着一批保镖，隐在黑暗中，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郑恒洲站起来，紧蹙着的眉头彰显着对孟杰的不满。你这是做什么？孟杰一脸淡然的往里走。我喜静，受不了有人在我面前咋咋呼呼。王妈再怎么样也是个长辈，你连基本的教养都没有吗？孟杰停住脚步，好整以暇地问了一句：哦，难不成平常父亲在家都是跟王妈平起平坐？郑恒洲背对的一梗，跟一个下人平起平坐算怎么回事？可是这话说出来就有些自相矛盾。客厅安静了那么1秒，郑恒洲跟孟杰对峙着。季归婉转移了话题：小杰，我听说你跟冉姨换了房间。哼。孟杰承认的不卑不亢的。季归婉笑了笑，温声温语地说：是这样的，不然你在3楼重新选个房间，把原来的房间还给冉姨。主要是这孩子住习惯了，到了一个新环境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状况，他适应一个新环境要很长的时间。这下轮到孟杰反问了：怎么？他明天就要走了？适应时间不够。第9章，他爱吃不吃。那倒也不是，那就慢慢适应，娇生惯养也应该有个度。季归婉的脸都快笑僵了。自从我们回来，冉姨就已经在房间里面了，不说话也不吃饭，不然小杰服个软，去道个歉。他爱吃不吃。正在房间里面偷听的郑冉一猛然皱眉，听到孟杰上楼以后，他才打开了门，恰巧听到了季归婉说的一句：小杰跟你年轻的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嚣张跋扈，目中无人。郑恒洲眉毛微挑，也不看是谁的女儿。郑冉一心猛地一沉，父母已经开始慢慢接纳孟杰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家里就逐渐没有自己的位置了。眼尖的季归婉见他出来了，赶紧上前询问：冉姨你没事吧？你饿不饿？我让厨师炖了汤，一天没吃饭了，先喝点吧。我就知道妈妈疼我，没关系的，我没事。你脸上的伤是小杰弄的吧？郑冉一以为他会责怪孟杰，赶紧故作宽容的劝慰，毕竟刚从外面回来，一些不好的风气还带着，我会带着他改正的。季归婉叹了一口气，目光怜惜：你多担待些，小杰这些年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我们对他好点。就差一点。郑冉一脸上笑差点没绷住，合着季归婉没打算骂孟杰，反而还让他多担待，还对孟杰好点。哼，对孟杰好点，下一秒他就能蹬鼻子上脸，他配吗？郑冉一面色没多大变化，母亲说的是，刚刚你大舅舅来过了，看你心情不好，也就没叫你，这次他公司的珠宝设计就交给你了。郑冉一受宠若惊，有些惶恐，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没关系，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这次设计你放轻松，就当是你在设计路上的启蒙史。郑冉一重重的点了下头，我一定不让你们失望，我会好好做的。郑家跟季家都是上层的大家族，家族中的每一个人单拎出来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大佬，一想想现在这些大佬都在给自己的未来铺路，他就高兴。这是孟杰都没有的待遇。尽管一些机会摆在他面前，他一个乡下来的能有什么本事接下摊子？这么想着，他心情越发的好了。喝过汤后，他回了房间，研究子木设计师曾经的作品。
子木在这个圈子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孟杰回了房间，收到了老太太让他去老宅的短信。翌日天刚破晓，所有保镖都在院子里等着。孟杰上了车，径直去了老宅。到的时候刚好赶上吃早饭。老太太精神抖擞，看着孟杰心情格外的好。听说你父母回来了，对你怎么样？餐桌上，孟杰行为举止完全跟大家闺秀一样，并无半分不妥。停了手中的筷子，侧眸看过去，一切都好。想着你回来也没什么事，你看郑家的产业里面，你有没有感兴趣的？一开口就是郑家的产业。老太太能看出来孟杰有野心，况且她也愿意扶持。奶奶怎么突然说起这个？孟杰冷静沉稳，随口一问。老太太不动声色地说，我听你父亲说，季家的人给了郑冉一个项目，比起宠后辈，我郑家也不能落后。这样吧，我们郑家的珠宝品牌交给你来打理。说得格外豪爽。这时老太太身旁的老人上前一步，低声提醒，老夫人，郑家所有产业中，我们珠宝饰品是短板，季家才是珠宝行业垄断般的存在，而郑家完全就是临近破产的惨败模样。这也足以说明季家把这一次设计交给郑冉一有多看重他。餐厅有那一瞬间的安静，1秒后响起老太太茫然的疑问，是吗？老人强颜欢笑，是的，并且季家在珠宝行业处处压郑家一头，明明是亲家，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亲家关系的友好。老太太想了想，不行，不能这么磕碜，那换一个。孟杰开口，不用，就这个。第10章，抄你，也不看看自己画的什么屎。他说的一脸淡然，不知道是已经胜券在握，还是不在乎。一时间谁也看不透。老太太反驳，不能这么磕碜，如果季家知道了，指不定怎么刺挠你，我郑家的牌面不能这么差。孟杰笑了，这么多天难得笑出来。奶奶不信我能翻盘？当然不是。那就够了。孟杰答应之后，还能听到老太太在那里低声嘟囔，以前这一块是谁负责的？怎么能菜成这样？一边的老人赶紧说，各行各业我们都有涉猎，只不过这一行不太精，除去这个，我们医疗、酒店、旅游跟餐饮一些还是可以的，在这些上面他们是碾压季家的。老太太咽不下这口气，小杰，碾季家。孟杰配合的来了一句，好。吃过饭后，孟杰留下来陪了老太太一下，处理完这边的事情之后就回郑家了。主楼中的下人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事，桌面上有几张纸被风吹得飘落在地上。一个女佣怕桌子上剩下的纸也飞走，直接全拿在手里去捡剩下的，有一张正好到孟杰的脚下，他俯身捡了起来。与此同时，女佣也到了他的面前。他草草看了一眼，是张设计稿，线条过于稚嫩，好像在刻意模仿一种风格，最后反而成了4不像，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好。这是设计师的本能，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所在。孟杰正要给那个女佣，只见远处的郑冉一从楼梯处一路奔过来，脸色难看的把纸从他手里抽走，用力很大，纸划破了孟杰的掌心，伤口肉眼可见的渗出血丝。他没什么感觉，收回手，以一个自然的弧度垂在身侧。正巧后面的季归晚也走了过来，郑冉一气的眼眶都红了，孟杰你干嘛？孟杰眼角抽搐了下。季归晚温声插话进来，怎么了？郑冉一仗着季归晚在，有些话说的理直气壮，你不知道设计师最忌讳别人没经过本人允许就看他的稿子吗？我知道你嫉妒我被大舅舅看中，可你也不能不经过我允许看我稿子吧？如果你也想设计，你去找大舅舅啊，看我的作品是怎么回事。你肯定会说，只是看看，谁知道你会不会抄袭我？最后一句话是撕着嗓子吼出来的。许是郑冉一情绪过于激动，季归晚不由得有些重视，小杰，不然你道个歉。这一次的设计冉一很重视，季家也很重视。这一次的季节主题宣传本就人尽皆知，如果在此之前爆出来作品被抄袭，那多辜负公司那么多人的策划跟宣传。这么看，事情还是很严重的。孟杰没搭理季归晚，反而不屑地逆着郑冉一，抄你也不看看自己画的什么屎。有钱人家养的孩子就是好，什么本事没有倒是自信，你就是嫉妒我。郑冉一认定了孟杰是小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孟杰身高比郑冉一高一点，他上前2步，居高临下的看着他，沉声说，我好想把我的自卑分你一半。第11章，飞来的锅我可不接。郑冉一红了眼眶，心疼的受不了，他怎么这时候还能这样？一想想自己好不容易画出来的稿子被看了，他突然就不想继续画了。季归晚冷了脸，够了，小杰，道歉。不管怎么样，你偷看了冉一的稿子就是不对，不管他画的怎么样，他终究是认真了。你看也看了，谁让你这么没教养的批判别人的心血？孟杰眯了眯眼，危险的气息刹那间迸发，我行事光明磊落，飞来的锅我可不接，谁浪费时间偷看垃圾？画的恶心就是恶心，还拿他是脆弱不堪温室里的花护着呢。郑冉一没好气地说，你就是看了，
你不看怎么知道垃圾？况且女佣就站在这儿，她的手里拿着我的稿子，如果不是你让她拿过来，她为什么在这儿站着？说到这儿，女佣刚打算张嘴，却又被郑冉一打断。还有，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作品？能这么理直气壮评判，并且让我心服口服的，只有子木老师。你以为你是子木吗？这么猖狂！孟杰不想跟郑冉一在这里浪费时间，转身就往外走。没成想郑冉一不依不饶，他3两步跟上去，一把拽住孟杰：“你去哪儿？刚刚还说我垃圾，现在说不出个门道就走。”孟杰脸上飞快掠过一抹嗜血与狠戾，立马转身轻而易举地擒住了他纤细的脖颈，把郑冉一整个人带到自己面前，二人只有咫尺之距。郑冉一第一次被这么拎着对上孟杰，孟杰微微用力，郑冉一感觉自己的双脚离地了。知道上一个在我面前无理取闹的人什么下场吗？郑冉一无力反抗，甚至呼吸都有些困难，脸涨得通红。他微微俯身，嘴挨着郑冉一的耳朵，嗓音冰冷刺骨：“坟头草都长你现在这么高了。”郑冉一看着天花板，在听清楚他说了什么之后，瞳孔紧缩，他眼前一会儿黑一会儿白的。孟杰就跟丢垃圾一样的撒了手，郑冉一如同一滩烂泥一般跌坐在地上，捂着自己的脖子咳嗽，心跳很快，明显被吓得不轻。季归晚还没来得及阻止，就已经结束了。孟杰头也不回地出了主楼，季归晚赶紧招呼着人把郑冉一送回卧室，刚出来去给家庭医生打电话，女佣拦住了他，双手把手中的稿子递了出去：“抱歉夫人，刚刚郑小姐跟大小姐吵得太严重，我不方便插嘴。不过确实是郑小姐误会了大小姐，刚刚客厅有风，把郑小姐的设计稿吹在地上，正好大小姐进来帮我捡了一下。至于偷看，我想谁在那种情况下下意识也会看一眼的吧。”季归晚表情复杂的接过了设计稿，女佣低了下头去做自己的事了。她只是一个下人，说太多也不合适。不过郑小姐无理取闹的太过头了。季归晚回头看了眼还在房间里昏迷不醒的郑冉一，领口的地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了血。他叹了口气。孟杰出了郑家，手里把玩着手机，想着去哪里吃饭，没注意身后有辆车尾随自己。严明有些兴奋，前面好像是孟小姐。第12章，在这儿待着别出来。坐在后面的玉迟早就已经看到了孟杰，闻言悠悠的透过后视镜跟严明对视上：“你这么兴奋做什么？”严明咳嗽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没，我替你兴奋行吗？”严明车技很好，很快就将车子开的跟孟杰到了同一水平线。孟小姐，去哪儿呀？孟杰闻声侧眸：“你怎么在这儿？”说着下意识的看了眼后面车窗，玉池应该在车上。严明停了车，下来帮他开了车门，非常自然的忽略了他的问题。孟杰上去之后，周身都萦绕了一股冷香，果不其然，玉池坐在后面。玉池掌心温热，把他拉到了自己身旁，从口袋掏出帕子绕在了他的手上，眉头微蹙：“怎么弄的？”“没注意。”玉池没说话，不过整个车内气温都降了几个度。孟杰尽量忽视自己手上的温度，转而问前面的严明：“你们去哪儿？”严明，他怎么知道去哪儿？今天没什么安排，也就让他开车在郑家周围绕着圈的开。实不相瞒，在孟杰出来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开了10几圈了。他都感觉这里的住户快把他当成不太聪明的傻子了。想见面打电话不就好了，还故作高冷的装偶遇，苦的都是下属。去吃饭。玉池凛然开口。最后车子停在一家餐厅门前，孟杰跟玉池结伴往里面走，背后一个隐秘的角落拍了下来，二人相对无言。这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朴素装扮的男人，那人手中不知道拿了什么，就伸去了玉池那边。玉池还没动手，孟杰已经擒住了那人的手，目光透着骇人的寒，明显吓到了那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护着玉池已经成了本能反应。不远处的服务生赶紧跑过来，二人把男人架走。抱歉吓到二位，他经常在这里发小广告，我们马上处理。孟杰淡然颔首。餐厅整个格调成暖黄，往里面走的时候，玉池语气平和搭话：“听说你接了郑家的珠宝生意。”“反正无聊。”他向来擅长回狂澜于既倒。吃饭的时候，玉池一直在给孟杰布菜，3天后陪我参加个晚宴。可以。孟杰想都不想的就回答。在他吃饭的时间，玉池视线一刻不离孟杰，脸色还是有些白，纤细的手腕仿佛一用力就能掰折，弱不禁风的看着看着，眉头逐渐皱了起来。刚吃完，孟杰就接到了一个电话，那头好像很急。孟杰征求意见的看了眼玉池：“玉池，需要送你吗？”“不需要。”“好。”听到玉池同意后，他才走人。毫无存在感的严明这时候上前询问：“爷，我们要不要帮帮孟小姐？毕竟在帝都，她无亲无故的，怎么打赢季家？”玉池头也没抬：“你忘了她在并州是做什么起家吗？”严明恍惚了那么一下：“是啊，孟杰就是做珠宝起家的。”
当初一个刚冒头的新品牌出现的那一刻，直接垄断行业，成为龙头。这个标签10几年屹立不倒。现在珠宝行业的龙头还是 Octi， 神一样的设计师还是子木。孟杰打车报了个名字，等他到了的时候，那头已经乱得不成样子。孟仲伟脸上已经挂了彩。孟杰缓了那么1秒，脑海里翻着这人的资料。哦，原主在乡下的哥哥。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一个妇人，小杰，你怎么没找人来？我们赶紧走。刚刚就是他打的电话，让孟杰找人过来。孟杰推开了他的手，把他推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角落，在这待着别出来。起身的刹那，余光瞥见了垃圾堆中有玻璃瓶，他3两步走过去，随手拿了一个出来，拎着瓶子就竟把一个男人的脑袋开了瓢。啊！男人惨叫一声，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整张脸。第13章，只需要3.5秒，我就能送你上路。男人杀猪般的叫声让剩下的人动手都有了些迟疑。一个男人手里还抓着孟仲伟。撒手！孟杰直勾勾地看着那个男人。男人不屑地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你让我撒我就撒，你他妈算老几啊？孟杰走过去的同时，手上加了力道，直接把瓶子甩了出去。所有都发生在一瞬间。瓶子碎了的地方凹凸不平，突出的地方直接刺入了男人的眼睛里。啊！男人歇斯底里的叫出声，给我抓住他！他的手松开了孟仲伟，双手捂着眼睛，本想以此缓解疼痛，但这是徒劳。剩下的几个混混蜂拥而上，老太太之前留给孟杰的保镖顷刻间从暗处涌出，他们的动作极快，动作干净，一看都是经过训练的。几个男人瞬间被孟杰的保镖制服。孟仲伟的一句快跑还没说出来，这边就已经结束了。他尴尬地耸了耸鼻子，带走。孟杰发号施令，保镖带着几个惨叫的混混退了出去。巷子恢复一开始的宁静，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除了地上还流着的血。孟杰转身走去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双手把妇人搀扶出来。妇人还有些发抖，明显被吓坏了。尽管如此，妇人还是颤颤巍巍地说：“小杰，我没想打扰你的，但是事发突然，现在……”孟杰出声打断：“我都知道，你们怎么来帝都了？你父亲借了高利贷，被他们带走了，我们刚来就被他们盯上了，他们说再不还钱就杀了我。你哥哥这才一时激动动了手。”说着，孟杰回头看了眼被揍得不能看的孟仲伟，无语凝噎。你们先找个地方休息。说着，上前来2个保镖。帝都寸土寸金，就凭他们这样，根本没办法在这里立足。妇人有些惶恐，明明你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却还这么帮我们。孟杰抿了抿唇，已经过去的事就不用再说了。3两句吩咐完了之后，保镖带着妇人去了酒店，而孟杰带着孟仲伟去找刚刚的那群混混。孟仲伟狼狈的不行，鼻青脸肿的，身上干净的衬衫此刻也揉皱的不成样子，灰头土脸。他安静的跟在孟杰身后。孟杰推门而入，保镖就近租了个院子，明显把房东吓到了。几个人凑成一堆，远远的看着。孟杰目标明确，走到被自己瞎了眼的男人面前蹲了下来。你们老大在哪儿？报个地址给我。男人哼斥一声，口出狂言的垃圾。孟杰抬手，保镖很有默契的递过去了一把折叠刀。孟杰把玩在手里，猝不及防的把刀刃比在了他脖梗处的动脉上，只需要3.5秒，我就能送你上路。他手下力气加重了1分，脖梗处的刺痛让男人慌了那么一下，也明白过来面前这个女人不是开玩笑。他诚实的说了个地方出来，反正地址告诉他了，活着出来的几率不大。孟杰收了刀，把刀扔给了保镖，带着一大批人出了院子。孟仲伟跟个小弟一样远远的跟着他们。他突然感觉孟杰跟以前不一样了，也不是大家闺秀的模样，反而像个痞里痞气的土匪。仅20分钟，孟杰就在郊外的一个废旧仓库下了车。此刻天色渐晚，天边残留着丝丝缕缕的霞光。2个保镖动作一致的抬腿踹开了仓库的大门，里面的人瞬间警惕了起来，也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可是再快也没有保镖动作快。20秒，20个训练有素的保镖掏枪出来，恐吓性的开了几枪，偶有几个想反抗的，保镖一概卸了胳膊跟腿。里面处理干净，孟杰颀长的身影才悠闲的出现在仓库门口。第14章，老子问你打成这样怎么办？没问你为什么打人。他整个人的装扮无疑不再彰显他与这里的格格不入。他笔直的长腿直接踩着地上的一些人而过，所谓的老大也被保镖压在地上动弹不得。他愤恨地瞪着孟杰，孟杰使了个眼色，保镖把在地上趴着的男人拎了起来。男人以一个极为屈辱的姿势跪在孟杰面前，放高利贷的就是你。孟杰语气轻飘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处处透着轻蔑。保镖也第一时间递上了他们查的资料。孟杰看一张扔一张，不过片刻，杨超的周边已经扔满了纸，那些纸上都是他这些年的光荣事迹。孟杰俯着身，微微侧开了点，抬手指了指远处的孟仲伟，唇角勾着不羁的弧度。
你把我哥打成这样，说说怎么处理？他欠了我一大笔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孟杰揉了揉耳朵，仿佛已经不下10次听到这种话，反手就是一个大耳光，眸底阴鸷尽显。老子问你打成这样怎么办？没他妈问你为什么打人。孟仲伟看的眼睛都睁大了几分。杨超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屈辱啊？你个贱人！他怒不可遏的张嘴就来，略黑的皮肤都盖不住他的青筋。啪！孟杰又是一巴掌上去，手腕放在膝盖上，手垂在那里，搞清楚状况，现在是你被我的人压着。杨超恨不得生吃活剥了孟杰，眼睛瞪大如铜铃，血丝布满整个眼球。别这么瞪着我，不然我可忍不住把你眼球摘了。孟杰云淡风轻的说完，还伸手拍了拍他的脸，侮辱性极强。你不得好死！孟杰白皙的手比了个数字3，3个要求：一，高利贷清了；二，态度好点，回答我所有问题，我好心一点，把你们送医院；三，把孟庆峰放了。他笑得玩世不恭，完全就是高高在上的态度。他们没得选。杨超瞪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孟庆峰被我关在后面的院子里，高利贷没办法清，还差300万没还清。他借了5万，那5万早就已经还得干干净净，你的300万从何而来？你搁这儿跟我卡 bug 呢？随着最后一个字音的落下，孟杰脸上早就已经没了笑。杨超咬牙切齿地逼出来一句话：好，我不再追债。孟杰抬手，保镖将合同放在他手中。孟杰在杨超面前看着合同，逐字逐句地给他讲清楚合同里面的条例。你也看出来了，我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我也知道你们这些人孑然一身，没什么好怕的，所以如果让我发现你追着孟庆峰不放，我让我的人追着你们打。他把合同扔在他面前，签吧。这一份合同简直堪称不合理，可是有什么办法？孟杰比土匪还像土匪。杨超不甘心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合同到手，孟杰也不再为难，异常干脆地放人。杨超跟死鱼一样瘫在地上，他真的没力气起来。已经走出去好远的孟杰抬了抬手，有爱心一点，把他们送医院。第15章，别在我面前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孟杰的行为行云流水，以暴制暴，半个小时把事情处理得漂亮。身后的保镖忙前忙后，孟杰云淡风轻地问了孟仲伟一句：你饿吗？孟仲伟不明所以地看着他，然后孟仲伟就被他带到了大排档。夜市很热闹，大排档人也不少，不过因为孟仲伟脸上伤太过严重，引得不少人一直往这边看。孟杰坐在那里，一脚踩在旁边的凳子上，坐姿豪放，在他身上不见一丁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他心无旁骛撸串，就是这样都被不远处的人拍了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孟仲伟莫名觉得自己理亏，孟杰不说话，自己总想解释什么。他好几次都想说话，但是不知道说什么，油然而生一种挫败感。孟杰把签子扔在桌面上，想清楚了吗？孟仲伟知道他问的是什么，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想清楚了，以后绝对不那么草率的动手。明知道不是对手，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如果不是孟杰，今天自己可能就已经被打死了。孟杰眯眯眼，嗓音沉稳：我想知道，命跟你的自尊心比起来，哪个更重要？命。那你不跑，跟他们动手？孟杰看着他，仿佛看见了一个心智不成熟的小孩子。孟仲伟有些迷茫，面前坐着的是自己的妹妹，但是他怎么感觉灵魂换了个人呢？才几天没见，他的变化可谓是脱胎换骨。气氛尴尬的时候，孟仲伟就想抽烟，烟才刚拿出来就被孟杰抽了去。他指尖夹着烟，改了这个习惯。雨爸，他扔在了垃圾桶，继而说：我听说你对经营管理有兴趣，珠宝行业有涉猎吗？说起这个，孟仲伟眼里闪烁着光：有的，介绍给你一位老师，这2天跟他学习一下，一段时间过后让你有地方动手实操。孟仲伟强行抑制住心底的兴奋，面上故作镇定：什么意思？孟杰没有说太多，字面上的意思，一会儿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之后有人带你去酒店。孟杰中午出来，一下午都没回去。季归晚客厅已经坐了一下午，时不时的往门口的地方看一眼，终究是没等到孟杰。季归晚叹了口气，自己还是太急了，事情都没有弄清楚就越想越后悔惭愧。郑冉一出了房间，嗓子受到了创伤，声音有些哑：妈妈，我有朋友拍到了孟杰。季归晚抬头疑惑反问：你的朋友怎么会认识孟杰？我看自从中午孟杰出去，你也挺担心的，把照片发给了朋友，让他帮忙留意一下。你太懂事了，冉一。郑冉一把手机递过去，季归晚看了一眼，他揉了下眼睛：这是小杰。2张照片，一张是中午孟杰跟尉迟在餐厅，后面这张就是他跟孟仲伟在大排档，并且手里拿着烟，脚踩在凳子上放荡不羁。孟杰抽烟，郑冉一心中窃喜，看穿着似的。季归晚放下手机，气息有些不稳，他怎么回事？怎么身上一股子市井气？
既然回来了，豪门千金就应该有千金的样子，跟一群狐朋狗友勾搭在一起算怎么回事？一个女孩子还抽烟。说曹操就到，孟杰从门外走了进来。季归晚一时没忍住，直接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你去哪儿鬼混了？孟杰脚步不停，表情不变。什么？季归晚苦口婆心的劝道，我没想到你小年纪不学好，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郑冉一上前一步火上浇油，我的朋友都意外拍到了，姐姐就别狡辩了。季归晚把手机递出去，让孟杰自己看。孟杰垂眸看了眼，是他抽走孟仲伟烟的那个时候。郑冉一故作娇柔好心，姐姐快跟妈妈道个歉吧，我们没想到你会抽烟。跟郑冉一关系好的女佣也开始煽风点火，谁家千金还抽烟？果然是从乡下回来的，市井气沾染了不少，哪像郑小姐从小乖巧懂事。孟杰接过季归晚手中的手机问，照片哪儿来的？郑冉一还没意识到危险，有些不耐烦地说，刚刚说的不是很明白吗？我朋友意外拍到的。一边站着的几个女佣还在多嘴。孟杰猛地扬手把手机砸在了地上，砰！嘴碎的女佣突然闭嘴，嘈杂的大厅突然鸦雀无声。意外拍到的，不管是角度还是清晰度，可不像意外拍到的啊！孟杰语气不善，咄咄逼人的架势让郑冉一一时间反应不过来。你找人偷拍我？孟杰明知故问。我没有。郑冉一第一时间反驳。不知道什么时候，孟杰已经到了郑冉一面前，最后一次警告你，别在我面前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第16章，没人告诉你敲门没人应就别进。郑冉一有些匪夷所思，他没想到孟杰敢在季归晚面前发脾气。孟杰瞥了他一眼，自顾自上楼了。地上都是些笨贱的手机零件，手机被砸得稀巴烂，看情况是不能用了。季归晚也被吓住了。孟杰离开后，他才缓过神来。40多年了，没有人在他面前发过脾气。孟杰那猝不及防的一下，吓得他心跳一滞。郑冉一也没好到哪儿去，从来都没有人在他面前这么放肆。家里的下人做事都是小心翼翼的，其他人更是不敢大声喧哗。孟杰一出现就是行为粗鲁。季归晚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他回头看了眼郑冉一，眼神夹杂了些失望，不过语调还是没什么变化。冉一，给小杰送上去一杯牛奶吧，这是要让他道歉了。郑冉一心有不悦，最后还是强颜欢笑，我知道了，妈妈不用担心。于是郑冉一在季归晚的注视下进了厨房，热了一杯牛奶后上楼了。他耐着性子站在孟杰的门前，气得牙都要咬碎了。这个房间本来是他的。敲了门之后，发现里面没什么动静。好你个孟杰，明明听见了，还装听不见。郑冉一直接推门而入，里面空无一人，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香，有些好闻。他把牛奶放在桌子上，没好气的又看了眼房间，蓦地几张设计稿出现在他的视线里。他下意识的看了眼周围，确定孟杰不在以后，才出手伸向设计稿。白色纸张上的图案一下就抓住了他的眼球，设计之奢华，风格之独特，太震撼了。郑冉一一下就看得入迷了，就是没有上色，上色之后肯定更好看。你在干什么？孟杰没有温度的嗓音响起的那一刻，让郑冉一一个心颤，手控制不住的一抖，设计稿尽数掉在地上。他慌忙回头，只见孟杰墨色长发还在滴水，身上裹了浴袍，一只手拿着毛巾，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身后。郑冉一指了指桌面上的牛奶，妈妈让我给你送牛奶上来。孟杰看了眼桌子上，确实有一杯牛奶。没人告诉你敲门没人应就别进。孟杰嗓音凉薄，狭长的眸染了骇人的冰。本来慌张的郑冉一此下不乐意了。孟杰什么意思？真是有趣极了。他堂堂一个贵族千金，现在竟然被一个村里出身的纨绔教什么是规矩。麻烦你纠正一下跟我说话的态度，我上来是给你送牛奶的，你别不识好歹。郑冉一说话的时候，脸都快仰到天花板上了。虽然我看你稿子不对，但你不是也看我的了吗？一来二去扯平了。孟杰薄唇轻启，傻逼。下一秒，郑冉一就被孟杰拎着衣服甩出了房间。孟杰用力很大，郑冉一差点一个没站稳坐地上。季归晚刚想上来看怎么样了，他不希望他们两姐妹反目成仇，没想到才刚上来就看见这一幕。郑冉一踉跄一步，刚直起身，孟杰直接指着他鼻子，语气加重说：滚！第17章，我有钱有权，没点教养怎么了？砰！门在他面前被用力关上，门关上而带起的风好像狠狠地扇了郑冉一耳光。季归晚，郑冉一没忍住，踹了一脚门，猛地房门又从里面打开，孟杰黑着一张脸，直接把牛奶带杯子扔给了郑冉一，短时间内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不然见一次打一次。郑冉一整个人格外狼狈，精致的衣服上被洒上了牛奶。他觉得不对，侧眸一看，季归晚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想想刚刚自己的所作所为，他有些尴尬且难堪。季归晚没说话，微微蹙了下眉离开了。
房间内，孟杰一手擦着头，一手把稿子从地上捡起来。这是今天回来路上随便画的，不算成熟，之后找时间再改改。在季家开始宣传季节设计新品预热的时候，郑家也开始了。两家的时间只差1天，季家在前，郑家为后。网上热评一片，不知道今年季家会出什么高奢品。往年季家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我已经准备好抢购了。不知道郑家凑什么热闹，他家的饰品普普通通，设计师也挖不到好的，来来回回就那些花样，太大众了。本来以为他家安安分分的追风蹭季家的热度就好了，没想到今年突然开始大肆宣传，期待一下吧。撞在一起的还没遇到过。上层圈子中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认定季家吊打郑家。郑家在其他方面很突出，但是在珠宝行业的成就是真的不够看。一家咖啡厅。什么？李夏突然惊叫的站起来。郑冉一看了看周围，赶紧拉着他坐下来，小声的说：“你别这么激动。”李夏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一双眼睛瞪得很大。你说今年季家新品的设计师是你？是，我的好姐姐，你别激动。哇，你马上就要成为万人追捧的设计师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不知冉一设计师设计出这样传世的作品有何感想啊？郑冉一害羞的拍了他一下，别逗我了。好，我不逗你，你都这么忙了还陪我出来，我真是受宠若惊。你赶紧回去画你的作品吧，我已经开始期待了。郑冉一抿唇一笑，好。他今天出来是找灵感的，可是不管他怎么想，昨天梦洁房间里的设计稿就好像是刻在了他的记忆中一样，想忘也忘不掉。于是画出来的作品若有若无的跟梦洁的作品有些像。他回了家，发现大舅舅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并且他对面就坐着梦洁，隔了老远都能感觉到他们二人之间的剑拔弩张。季青云一举一动都透着优雅金贵，是大家族中的少爷，他眉眼间跟季归晚有几分相似，看着很儒雅随和的一个人。不过现在对着梦洁态度就没那么好了。我听家里人说你不仅偷看了冉一的稿子，还对他大打出手，并且不止一次。季青云面相很善，但是质问起人来还是有些令人害怕的。他什么态度，梦洁就会什么态度。您不分青红皂白，过程都没调查清楚，就找我兴师问罪合适吗？长辈行事就这么草率合适吗？一没称呼，二没尊敬态度，季青云平白有些恼怒。他没见过梦洁这种人，既然回了郑家，还跟以前一样没有教养不好吧？梦洁翘着二郎腿，状态完全松弛，黑眸漫不经心地睨着季青云，我有钱有权，没点教养怎么了？第18章，我怕你会亏得底裤都不剩。季青云拍桌而起，放肆！梦洁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冷眼看着季青云。一个小辈做此姿态，也不怪季青云生气。长辈跟你说话，你就这种态度？季青云匪夷所思地反问。梦洁不卑不亢，是您先不讲理的。外面回来的就是外面回来的，骨子里都透着野性。如果不是看是归晚的女儿，我早就不给你留情面了。这话说的跟您现在留了似的。梦洁有些想笑。相比季青云的气急败坏、目眦欲裂，梦洁可谓是气定神闲、进退有度。这时候女佣也泡了茶上来，梦洁开口：“多喝点茶，下火。”季青云砸了杯子，转身就走，迎面撞上回来的郑冉一。郑冉一愣了一下，季青云才想起来今天是要跟郑冉一要稿子的。冉一，你稿子怎么样了？郑冉一赶紧从自己的包里掏出稿子递给季青云，在这里，大舅舅。季青云刚接过，郑冉一补充道：“大舅舅，姐姐也画了，可能也想参加，不然你也看看她的稿子。”季青云正在气头上，人品不好，画出来的东西再好我也看不上，字里行间都透着对梦洁的看不上。再看沙发那边的梦洁，置若罔闻的喝茶。季青云白了他一眼，转身就走。郑冉一当着众人的面劝梦洁：“你何必呢？你对大舅舅态度好点，下次万一就给你机会了呢？”我没讨东西的习惯，讨这个字用得很刁钻。郑冉一脸色白了又白，终究不想跟梦洁一般见识。季家有了稿子，宣传中透了点小细节，感觉这次的也很不错啊，就等上线那天抢了。期待！季家风头过剩，完全夺走了郑家的风头。直到新品上线那天，第一批商品已经全部售出，这是季青云所没想到的。而后他家订了第二批。虽然季家跟郑家是亲家，可商场如战场，谁会在战场上留情面？他不留余力的宣传。郑家的最后一次宣传还没出来，网友各种猜测，郑家怎么突然没动静了？不是被季家弄得自闭了吧？大概想着反正也比不过，索性也就不浪费那个钱了吧。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郑家的尴尬，既然不擅长，为什么还要强行抢这碗饭？网上众说纷纭，说什么的也有。季青云在当天晚上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且让郑冉一也出面接受采访，这是郑冉一第一次得此荣誉。于是季归晚叫上郑恒洲跟孟洁都到场加油。孟洁不喜这种场景，坐在角落低头把玩手机。季青云在当天晚上接受了记者采访，并且让郑冉一也出面接受采访，这是郑冉一第一次得此荣誉。于是季归晚叫上郑恒洲跟孟洁都到场加油。孟洁不喜这种场景，坐在角落低头把玩手机。
季先生身边的这位就是这次新品的设计师吗？哇，年轻有为。正装出席的郑冉一闻言露出羞涩的笑容，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反馈，已经很棒了。想当初我在郑小姐这样的年纪还在玩泥巴呢。角落里的梦洁眼角抽搐了下，20岁还在玩泥巴，痴呆吗？现在的记者真是没水平，调侃都如此智障。采访接近最后，媒体记者问季先生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季青云儒雅随和的笑着，可是目光却投向了远处的梦洁身上。冉一这么年轻就有此成就，他谦虚好学，我也愿意培养，不像某些人明明没什么优点，还那么自信张狂。人自信我不会说什么，但如果自信过了头，可就是自大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地培养冉一，成为更优秀的珠宝设计师。至于有些人，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洋洋自得吧。聪明一点的摄像已经随着季青云的视线拍去了梦洁那边。采访结束，梦洁并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去。季青云看见了，指桑骂槐地说：“已经很晚了，女孩子乱跑什么？真是一有机会就去找不三不四的人。”郑恒洲脸上掠过不悦，不太喜欢季青云这么说话。季归晚拉住郑恒洲，不想看见自己的哥哥跟丈夫吵起来，自己刚打算说话调解，已经走出去几步的梦洁突然转身走了回来，仗着优越的身高优势跟他平视，气场丝毫不输季青云。我会让您明白，有些东西是你硬捧都捧不起来的。梦洁没说完，黑眸一转不转地盯着季青云，还有，赶紧停止加定吧，我怕你会亏得底裤都不剩。季青云同样冷笑，怎么？你认为郑家会让我的产品滞销？第19章，郑家宣传席卷网络，子木重出江湖。梦洁笑笑，您等着看。季青云虽然心有疑虑，但是没有阻止加定。郑恒洲从老太太那里知道这次的珠宝活动是梦洁在负责，也就听不得季青云说这种话。他冷了脸，哥对一个小孩这么说话不妥吧？季青云拧眉。季归晚看过去有些着急，不能让他们吵起来。郑恒洲也不是不讲理的人，看在他是妻子的哥哥，话也就没有说得太重，也就不见得郑家比季家差，只是无厘头这么丢下一句就上了车。季归晚歉意地笑了下，哥你别放心上。季青云松了松领结，一边看着的郑冉一以为只是父亲不服季家，到了不久以后才知道，那句话的潜在意思是，也就不见得梦洁比郑冉一差。这时候距离郑家发最后一次宣传还有10分钟左右。郑恒洲在车上打开平板，手不断刷着官网，手心渗出了些汗。郑家选的新品上线时间不碰巧，跟季家撞在一起，不免有人拿两家做比较，不太占优势。虽然郑家比不过季家是定势。与此同时，采访的视频也第一时间公开。公开后，一些吃瓜群众疑惑，季青云说的是谁啊？不知道，不明白豪门里的弯弯绕绕。摄像拍到了那个女孩，不过不太清楚。真羡慕郑冉一有这么一个可以培养自己的人。有培养的人是有，但是更多时候看的是自己本身的才能。你们不觉得郑冉一本身也很优秀吗？他第一次的设计作品就已经这么优秀了，别是2代子木。是啊，不过子木已经5年没发过作品了，我跟我母亲都是他的忠实粉丝，突然没了动静，有点可惜。今天看见季家的作品，我还以为看见子木重出江湖了呢。李夏知道郑冉一在家里经常受梦洁压迫，趁此机会给他报仇，找了一群水军在下面评论，附梦洁高清图片1张。郑家从乡下接回来的亲生女儿，当初郑冉一跟梦洁报错了，我母亲在郑家做事，亲眼看见梦洁以自己是真千金的身份怎么压迫郑冉一的。哇，太过分了，这个当初也不是郑冉一的错啊，梦洁身为真千金也不能这么做吧。我看梦洁就是气郑冉一夺走他的20年豪门生活。你们想想，一个人在村里吃苦吃了20年，如果一直这么下去就算了，但是突然被人告知自己是豪门千金，自己本来不用吃这些苦，你们想象心里没有怨气正常吗？支持楼上所说，更何况一个偷自己人生的人还比自己优秀，这就更不能忍了。我们明白梦洁的心理，但是不体谅她的做法。幸好冉一有季青云这样的大舅舅护着，不然指不定要被欺负成什么样呢。网上讨论的如火如荼，在指针指向9的那一刻，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微博还是论坛，无孔不入的都是郑家最后一次活动的宣传。子木设计师倾情打造，新品300件限量发售，宣传刹那间席卷网络。第20章晚宴。这时候距离新品上线只剩下3个小时，上层圈子跟设计行业都惊了一下。5年没有动静的子木此刻突然有动静了，还出现在了一个名不经传的公司。卧槽，子木不是 Octi 的首席设计师吗？怎么突然在郑家的品牌跳槽了？小道消息，要知道曾经季家都没挖动，没想到竟然现在在郑家。先搞清楚到底是不是子木的作品，这些年滥竽充数的可不少，况且子木5年都没有过任何照片，怎么知道真假？
确认过是真的，不管是手稿签名还是风格，亦或者是用色，是真的。子木出现了。郑恒洲看着网上的反馈，莫名激动的有些眼眶发热。0点那一刻，新品上线300件，一秒抢空。尽管子木的作品是天价，是郑冉一作品价格的5倍以上。与此同时，第一批新品完全售出后，郑家出了第二批的预告。第一批只是预热，第二批数量仅有100件，价格更是翻了3倍。平时生意惨淡的郑家门店，一时间凌晨涌进大量顾客，都是在预定第二批。一些贵族太太也不看现在几点，是否不妥，直接找人托关系要到了季归晚的手机号。一些跟季归晚关系好的，直接打了电话过来。一晚上季归晚的手机都被打爆了，无非都是一件事，托他帮忙弄到子木的第二批新品。季归晚脖子疼的挂了电话，还没说一句话，又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他正要接，孟杰拿过电话直接挂断，并且把手机关了机。季归晚疑惑地看向他，孟杰漠然地看了眼时间，很晚了，母亲早点休息。在季归晚迷茫的凝视下，孟杰上了楼，明天要陪尉迟参加个晚宴。他在衣帽间翻看着，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是穿着去晚宴的，都是些平常的衣服。他沉吟片刻，在想要不要设计几件衣服创个品牌。小杰睡了吗？是郑恒洲的声音。孟杰出了衣帽间开了门，郑恒洲手中拿着一个很大的盒子，盒子通体为高奢黑，上面没有任何 logo， 他看不出是什么。郑恒洲穿着家居服停在门口，并没有进去。这是你奶奶找人送来的东西，也是欢迎你回来的礼物，送的有些晚，你别介意。孟杰摇摇头，不碍事，谢谢父亲。他伸手接过，郑恒洲欲言又止，被他看出，他顺着往下问，父亲想问什么？听你奶奶说这次郑家的珠宝活动是你策划？他否认，不是，是我哥哥孟仲伟。郑恒洲以为他说的郑希婷，转而一想郑希婷在国外，并且看他亲昵的语气，应该是孟家那边的人。他点点头，不错。对了，明天是市长夫人的生日，你跟你母亲和冉一起去吧。不了，明天我有事。既然孟杰不想去，郑恒洲也不多说什么，那你早些休息。父亲也是。孟杰的一字一句中都透着跟郑恒洲的疏离。待郑恒洲走远，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件礼服。他摩挲着布料，材质上佳，设计前沿，这件礼服到得很是时候。他妥帖收好，等明天。最近上层的话题全部都是关于子木，郑家一下成为了他们攀关系的对象。市长夫人的生日宴在郑家的腾悦酒店办。郑冉一一身白色长裙，长发简单做了个造型，脸上化了淡妆，五官的优点被放大到极致，犹如世间不染尘埃的天使，乖巧的跟在季归晚身后进了酒店。在他们进去没多久，尉迟跟孟杰到了。第21章，你为什么问他呢？你跟你妈不熟吗？车内，尉迟轻捏孟杰的脸，左右看看，随即满意的松了手。吃胖了，比起第一次见面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今已是面色红润，身材姣好。尉迟下了车，伸手向车中，孟杰将手搭了上去，下了车。二人站在一起是不一样的般配。进了酒店后，人已经到了不少。二人出现的那一刻，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尉迟样貌出众，活脱脱的衣架子，肩宽腰瘦，高定西装在身上格外好看，长腿瞩目，眉宇间是淡然的疏离，唯独看向孟杰的时候，目光会柔。再看孟杰，一袭黑色长裙，裙摆轻盈飘逸，长发烫了卷散在身后，眼角上挑，眼影淡红，邪里邪气的，唇角若隐若现的笑意，眸中流露出的随意，整个人高贵优雅，艳压群芳，郎才女貌啊！一个人发自心底的感叹。在场的人都知道郑家找回来了亲生女儿，本以为是土里土气的村姑，没想到如此惊艳众人，果然是基因好。孟杰的美具有攻击性，一眼就能让人记住。人群中小声交流，他给我就好像是狐狸跟蛇的感觉，又妖又媚。真千金出现了，不免有的人拿他跟郑冉一做比较。你发现了吗？孟杰身上是不需要取悦任何人的从容高贵，尽管是从小在郑家长大的郑冉一都做不到这样，他总让我感觉在若有若无的讨好那些长辈。尽管那人说的再小声，郑冉一还是听到了，他脸上的笑意慢慢的淡了下去。真的那么明显吗？在孟杰到之前，他是备受瞩目的存在，但是他一出现就不一样了。郑冉一暗自咬唇，孟杰回来就在抢自己的所有东西。是，孟杰当然不用讨好，他从出生就是成功的，但是他必须卑微的讨好每个对自己有用的人，才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他不止一次在想，孟杰凭什么？孟杰带着尉迟到了季归晚面前，恭敬的低头，母亲。季归晚笑笑而过，视线落在尉迟身上，俊美异常，比照片上看着还要精致些。但是他为什么跟自己的女儿站在一起？郑冉一看见尉迟站在孟杰身边，牙都快咬碎了。他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尉迟不是不喜欢别的女人靠近吗？
按理说，孟洁这样不知廉耻往上贴的女人，她应该反感才是。怎么看着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那么好，势均力敌的感觉？这个词才出现第一秒，郑冉一就打碎了去他的势均力敌。伯母，季归晚向来不在外人面前显露自己的心情，不过此刻淡然的嗯了一声，扭头跟孟洁说话。昨天你爸爸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我还以为你不来，没想到你是有伴了。说着还睨了尉迟一眼。不得不说，尉迟在帝都那群纨绔子弟中，算得上是出类拔萃。是，尉先生3天前联系了我，小杰待在我身边吧。季归晚道。孟洁拒绝不了母亲。郑冉一附和，是啊，姐姐，你跟男人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别人又会怎么看我们郑家？孟洁好整以暇的看他，真以为自己姓郑就是郑家人了。郑冉一语塞，面对周边人吃瓜投过来的视线，有些难堪。小杰，季归晚不悦蹙眉，不太喜欢孟洁在这样的场合说这种话题。没事妈妈，是我不知好歹了。郑冉一轻轻捏住季归晚的裙摆，姐姐说的没错，是我逾矩了，希望姐姐原谅我这一次，以后我不会了。孟洁没说什么，郑冉一就已经把她塑造成一个恶人了。孟洁斜他一眼，跟季归晚打了声招呼，那我就去那边了。说的不容置喙的，季归晚根本没时间拒绝了，只见孟洁拉着尉迟到了一边。郑冉一从来都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过人，对孟洁的嫉恨又多了一分。这时旁人交流的话题引起他的注意。孟洁身上穿的那件裙子我认识，是手工制作，刚当她走过来，我近距离看了下，绣工精细，裙面上的刺绣，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能绣出来。谁？一个人问了句。郑家老太太。那人极其笃定。哇，这么一看，老太太真宠孟洁哦，自己做裙子送孙女。都知道郑家在服装行业是帝都的龙头，但谁都不知道这个品牌是郑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创的，这个牌子已经屹立40年不倒了。老太太已经上了年纪，视力弱化，但还是亲自做了一件裙子给孟洁。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她都给孟洁撑腰。郑冉一看向孟洁的时候，眼里带着羡慕。要知道自己在郑家的20年老太太都没有送过她裙子。尉迟跟孟洁还没安静一会儿，从楼上跑下来一个女孩，面容未脱稚嫩，看着还是有些小孩子气。她别的什么都不看，直奔尉迟而来。一旁的孟洁眉心一跳。尉迟第一时间侧眸看孟洁，我跟她不熟。看着孟洁的眼睛中带了紧张。我知道。孟洁笑得从容不在意，脸上笑着，可眼睛里没笑意。严明适时上前，小声跟孟洁说，市长家的千金在一次酒会上见到爷，然后就开始穷追猛打，这小孩烦得很，爷多次拒绝未果，我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女的。孟洁面无表情地喝了口红酒，静等他过来。尉迟哥哥。女孩天真无邪，直接到了尉迟面前。她的眼睛里只能看见尉迟，眼神带了无尽的仰望。尉迟态度淡淡的，可女孩亲近的不行，还以为你不会来啊。不管尉迟说不说话，女孩自顾自地说，这次母亲的生日宴是我筹备的，我只希望因为这场宴会能让妈妈心情好点。哎，实不相瞒，最近妈妈心情都不怎么好，也不知道怎么了，饭吃不下，每天唉声叹气的，我也不懂这方面。尉迟哥哥，你知道我妈妈怎么了吗？严明满头黑线，说了一大堆，说了个什么玩意儿，太小孩子气。他正想着自家爷怎么回复，孟洁随手把杯子放在一边，眼睛半闭半睁，慵懒地反问市长千金，你为什么问他呢？你跟你妈不熟吗？第22章，看来还是我手轻了，血放少了。后面的严明眼睛都睁大了，心里默默地竖起一个大拇指。你谁啊？杜景这才不得不看向孟洁，他已经尽力想忽略孟洁了，可是孟洁在他面前反复横跳。我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孟洁一点颜面都不讲。杜景脸色难看，你是谁？你有邀请函吗？尉迟嗓音凉薄，我带来的。杜小姐有问题。尉迟哥哥，你……杜景看看尉迟，又看看孟洁，最后气得跑走了。你可真是1分钟都不安分。孟洁顺着声音抬头，原来是郑美珍。今晚郑美珍都来了。孟洁好笑，哟，姑姑出院了。说着视线下移，落在她的手腕上，纤细的手腕上缠了装饰用的纱带。我听说在我住院期间，你没少欺负冉一，我劝你有点自知之明。现在我出来了，我可看不得你继续为非作歹。孟洁冷声说，看来我还是手轻了，血放少了，不然姑姑怎么还能在我面前这么没轻没重的挑衅呢？孟洁，你不要太放肆。孟洁没说话，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郑美珍哼哧一声走开了。孟洁有些烦，一群苍蝇在自己面前飞来飞去。需要我帮你处理掉吗？不用，再怎么样也是个长辈，只是被郑家的几位宠得没什么脑子，这些年被郑冉一洗脑洗成智障了，找时间我给他打清醒。尉迟笑出声，好。宴会开始，市长夫人讲完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吃饭。一些地位重的名门权贵都跟市长夫人一家坐在一桌，于是孟洁挨着郑美珍
郑美珍旁边是郑冉一，而后是季归晚。孟杰没什么兴趣跟他们虚与委蛇，全程安静。蓦地，市长夫人把话头挑到了他身上。最近季家跟郑家都有活动是吧？我听说季家的设计师是谁来着？孟杰，是你吗？杜景还生着气呢，皮笑肉不笑的插话，他没有那个本事，是冉一姐姐，她的作品我看了，我还买到了呢，很好看。啊，抱歉，记错了，冉一小年纪就这么优秀，将来指不定有什么大作为。郑冉一羞愧的笑笑，我功夫还不到家。郑美珍不留余地的夸赞，冉一从小就优秀，不仅仅是设计，在画画上也天赋异禀。季家这次可是出尽了风头啊，哈哈哈！这一次多亏了有冉一。一桌子的人和和睦睦。正当这时，尉迟突然出声，季家好像亏了不少。全场静默，一句话打了10几个人的脸。郑美珍目光不善地看向了尉迟，当事人没有被盯着的觉悟，继续说：子木设计师的作品刚上线就抢空，第2批都抢不过来，这时候谁还会注意季家的新品？桌子上还坐着一个男人，在帝都市出了名的纨绔子弟，他看上了尉迟的才华，这时候自然附和。据我所知，季家第2批可价定了不少，在子木的衬托下，还有人买吗？可不是亏了。2个男人一唱一和，对着他们脸青一阵白一阵。市长夫人只能出声调解这僵硬的气氛。这一次郑家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对了，归晚，你有第2批的新品吗？你看我配不配从你这里取一件？季归晚温声说，可能把握不大。这次他也能看出来郑家的营销有多成功，子木本身就自带商业价值，再加上后续营销，这一次郑家确实狂撵季家。郑家的人都说把握不大，看来确实是拿不到了。吃过饭后，所有人开始送礼，都是有钱人，送的都是些俗物，市长夫人一一谢过。郑冉一把礼物拆开了送，祝夫人生日快乐。礼物一出，不少人唏嘘，这是清末的画，清末的画千金难求，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尉迟看了孟杰一眼，没说话。冉一用心了，夫人喜欢就好。郑冉一腼腆地说道。很快轮到孟杰，他从严明手中接过盒子，双手递给市长夫人。盒子并没有打开，夫人回去再看吧。市长夫人笑着应声，好。李下，所有人的礼物都是打开的，只有孟小姐是合着的，别是送了什么见不得台面的东西吧？不管送什么我都喜欢，礼轻情意重，既然小姐让我回去再看，那就回去再说吧。说着，市长夫人就要把礼物放到一边。杜景也在猜测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是个让孟杰在尉迟哥哥面前丢人的好机会。如果送的东西拿不出手，尉迟哥哥肯定会看不起他。妈妈，你打开吗？你看这么多人都想看，我也想知道孟小姐送的什么东西。市长夫人是个理智的人，不然也做不到市长夫人这个位置。她责怪地看杜景，小景，不可以这么不懂理。然而杜景这时候听不进去，一心只想着让孟杰出丑，直接抬头问他，孟小姐，只是一件礼物而已，你不会在意吧？孟杰也是醉了，他不想惹事，没有爆粗，随意的点头，想开就开。妈妈，你看，孟小姐都同意了。市长夫人无奈地叹了口气，也不能在这么多人面前给自己的女儿难堪，于是她把盒子外面的包装撕开。她刚摸上盒子的质量，就让她为之一惊。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盒子，材质也很新奇，四目四部，过于顺滑，清凉的手感竟让她一时间不愿意抬起手。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质量这么好的盒子。尉迟知道孟杰从一件商品产生到售出，他盯的就是品控，品控就是对产品质量的控制。郑家这一次的新品的品控是孟杰一步一步盯的。孟杰手底下的牌子品质从来都没有出过问题。或许别的品牌会因为产品质量消失在市场上而引起公司破产，但孟杰旗下公司不会。所有人都看过去，市长夫人打开了盒子，盒子设计得很巧妙，单单就是一个盒子都能作为收藏品。打开的那一瞬间，有人惊呼，是子木的第2批新品。第23章，等着我给你拖。新品还没有发售，但是孟杰已经弄到了，连郑家人季归晚都没有把握弄到，可是孟杰弄到了，还这么大方的送了出去。一套珠宝安静地躺在饰品盒中，宝石在灯光的照耀下折射出璀璨迷人的光，比第1批还要精致，还要奢华。市长夫人脸上的惊艳跟喜爱转瞬即逝。又有哪个女人不喜欢珠宝呢？李夏还在继续叭叭叭，只是刚刚那个惊呼的小姐，你怎么知道这是子木的第2批新品？万一是季家的呢？我见我家冉一的设计稿，其中有这个很像。对面的人翻了个白眼，你住深山老林里吗？郑家的宣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几乎关注的都知道有第2批，并且第2批他们小有剧透，几个细节跟盒子里的这一套如出一辙。你在无脑乎什么？那人不依不饶。对了，你说郑冉一设计作品跟子木的有相似的地方是吧？赶紧让季家下架吧，别爆出来抄袭，
就又亏一笔钱。李夏无语凝噎，你……苏饶曼翻了个白眼。前一秒苏饶曼跟李夏剑拔弩张，后一秒狗腿的贴向孟杰。孟杰，为什么还没发售的东西你能弄到？你还有没有呀？没了，就这一套。苏饶曼强颜欢笑。好的。那边还在打闹，郑冉一已经开始慌了。他的有些细节确实跟子木的一样。等等，说起设计稿，孟杰是子木，子木取自孟杰2字。突然郑冉一就心如死灰。孟杰看向杜景，杜小姐看够了。看着珠宝的杜景有些呆滞。怎么可能呢？这边闹剧结束，孟杰成了他们的目标。孟小姐，送给市长夫人的那件珠宝你是怎么得到的？是你哥哥什么的送给你的吗？或者你跟子木有关系？女人的直觉很准，孟杰跟这次活动的策划者有点关系。不过也是，他是郑家人。可是季归晚就弄不到。孟杰一时间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孟杰拒绝回答，抱歉，暂时不方便告知。他赶紧从人群中出来，逃去了洗手间。刚出来透口气，就听到不远处有声音：“你放开我！”女人的声音很熟悉。孟杰想了想，很像苏饶曼。迟疑片刻，他还是往那边走，越走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大。我警告你，不要对我动手动脚的，不然我家里人不会放过你。啊，我王冰冰看上的女人还能跑得掉？啪！他一巴掌扇了上去。我看上你是给你面子，你别这么不知好歹。我要了你是你的荣幸。苏饶曼想要尖叫，没想到被王冰冰捂住了嘴。放开我！现在才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孟杰到了厕所门口，苏饶曼被堵在洗手台上，王冰冰一直在对他抛着媚眼。苏饶曼错开他的眼神，无助地看向门口的孟杰。孟杰看向一边，门的旁边放着一根拖把，他拿了起来，一脚踹断，手抡着一根棍，直接捅住王冰冰的腰，把她捅开。苏饶曼瞬间脱力，软软的就要倒下去。孟杰抱住他，把他扶起来。王冰冰被捅到一边，破口大骂：“谁他妈的瞎了眼，坏老子好事啊！你爹！”孟杰冷冷地吐出2个字。不等王冰冰反应过来，孟杰一脸狠厉地伸手摁住他的头，就把他砸在洗手台上。王冰冰的脸贴在冰冷的洗手台上，水迷了他的眼，他挣扎地扭来扭去，然而孟杰死死压着，动弹不得。还不够！孟杰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清脆的一声咔嚓，王冰冰疼得尖叫：“啊！”他的身子瞬间没了支撑点，往下掉。孟杰用拖把棍打折了他的2条胳膊，他的头在水龙头下面。孟杰拨开了水龙头，水哇哇往下流，王冰冰呛了几口水。他想逃，却逃不掉。孟杰转身扶着苏饶曼出了厕所，正好迎面碰上尉迟。“给我件衣服。”尉迟没动作，严明也没。孟杰拧眉看着他们2个。尉迟看严明：“脱呀！”“你愣什么？等着我给你脱。”严明这才反应过来，赶紧脱。哦，他接过严明的西装外套，披在苏饶曼身上，把他给裹得紧紧的。出来2个人。孟杰话音刚落，从暗处出来2个保镖。“孟小姐，把她安全的送回去。”是。2个保镖扶着苏饶曼往外面走。孟杰注视尉迟：“以后这种活动别找我来了。”停顿了一下说：“你也少参加，没什么营养，还浪费时间。”尉迟听话的嗯了一声。孟杰反手把厕所门给堵上，跟尉迟离开了。很快到了郑家第2批新品上线这天，依旧很快就被抢空。一些抢到的人晒朋友圈，图片上的珠宝跟市长夫人生日宴上见到的一样。聪明人已经开始怀疑孟杰身份了。在第2批新品出来后，网上掀起了不小的浪。你们发现没？季家的新品细节跟郑家的撞了。抄袭？看对比图，季家在这一行已经是老品牌了，郑家反而新出，会不会是郑家抄袭？楼上脑子没病吧？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郑家设计师是谁？是子木。设计行业的几个领头人物出面了。子木是我的老师，我押上我的前程，老师不可能抄袭。我是被子木一手带出来的，说他抄袭的，我第一个不同意。季家设计的作品明显线条稚嫩，主题不明显，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是一个新人在模仿子木。我们希望季家或者郑家出来给个说明。季家一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本就难以售出的第2批，这下因为抄袭的事情更难弄了。季家爆仓了，亏损很多。季青云第一时间联系了郑冉一，没有多余废话。冉一，这里没有外人，你诚实点跟我说，你的作品是真的抄袭了吗？在季青云还在追问郑冉一的时候，孟仲伟已经按照孟杰所说，用官方账号爆出子木照片，并且还上传了郑冉一偷看孟杰作品的监控视频。这么多年，没有人知道子木长什么样子，曾经的合作品牌也闭口不谈。然而这一次，郑家爆出了子木的照片，一下就上了热搜。第24章，周末，
带人去找他。卧槽，孟杰！卧槽，子木是孟杰！呜，原来子木老师长这个样子。要知道，曾经子木老师教学生都是线上，学生没见过他的样子，竟然这时候为了证明郑冉一是抄袭爆出来了。是，孟杰完全没有必要爆，外人要说就让他们说。可这一次他不忍让孟仲伟的劳动成果付之东流。想想季青云曾经说的话，我真觉得脸疼啊。让季青云可劲儿培养吧，最后培养出来一个抄袭者，不管什么时候抄袭都是可恨的。给个道歉吧。本来季家可以用些手段压下去，前提是在郑家给声明之前，但是现在郑家有了动作，他们处于被动，他们就只能道歉。郑冉一看着网上的谩骂，彻底崩溃了。季家找的公关还在转移群众注意力，家里面为什么要装摄像头？就跟专门在那里等着郑冉一抄一样。是啊，在房间里面装摄像头的心里的可怕什么样子？看见有人说子木，粉丝跟一群设计师可不乐意了。人家自己的房间，你管人家安不安摄像头？你拉屎我管你用几节纸，你乐意吗？如果不安摄像头，我们还真就不知道季家找一个抄袭的人做设计师呢。季青云使劲捧自己外甥女吧，我就不明白了，无才无德你硬捧什么？网上乱成一团，孟杰毫不关心。第二天他去找了苏饶曼，查的资料上面说他是个孤儿，但是凭借自己努力开了娱乐公司，这样的人很合孟杰眼缘。苏饶曼开了门往里走，孟杰进去还没走2步就被绊了个踉跄，他无语站直身子，回头一看，半个南瓜倒在地上。苏饶曼赶紧去扶，孟杰往里面走，发现他家里都是各种各样的垃圾。孟杰一言难尽，你破产了吗？牙刷只有半个，跟牙膏盖子粘在一起。苏饶曼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牙膏用完，牙刷也就该换了。一个天鹅样子的塑料瓶挂在墙上，里面放着卫生纸。我自己做的纸巾收纳盒是不是很棒？厨房里面放餐具的竟然是洗发水瓶子，至于那些番茄酱、甜面酱瓶子，盖子竟然是雪碧盖子。孟杰，你已经活得这么落魄了吗？没有啊，我看生活小妙招学的，就是看完之后家里就像个收废品的。孟杰找了一个能坐下的地方。你找我过来干什么？啊，我本来是一档唱歌节目的评委来着，但是你也看到了，我重感冒成这个样子，所以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下？没兴趣。孟杰，你同意吗？同意吗？苏饶曼求了他半天，最后孟杰无奈之下同意。在这期间，并州的人已经找到了孟仲伟。孟仲伟看着自己办公室中的一批人，有些发愣。偌大的办公室中，中间站着一个男人，他的身后洋洋洒洒站了不少人，身后跟着的应该是他的手下，但是站在那里就让人喘不过气来。栗棕色短发，高挺的鼻梁上夹着金丝框眼镜，手中撑着一根手杖，手杖上面盘着一条足以可以以假乱真的黄金蟒。他一身西装外搭黑色大衣，随意不失庄重。孟仲伟突然感觉自己在这群人面前渺小不堪，这些人好像才是贵族，是上层圈子的顶层。男人嘴角始终噙着笑，但相处起来绝对不是看起来那么好说话。孟仲伟在他的注视下，后背渗出冷汗，硬着头皮问：你们是？周末褐色的瞳透过镜片看向孟仲伟，我们想知道孟杰小姐现在身在何处。不好意思，我不方便告知。那我就直接去找了。周末始终笑着，云淡风轻地说完一句话。并州的情报组织在世界上都是排得上名的。孟仲伟只愣了1秒，便反应过来，这群人知道孟杰在什么位置，过来问你。你说了，他们会按照自己的情报去找。如果没说，他们过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跟你打声招呼，告诉你他们要去找。行为十足的绅士。你们找他什么事？周末带着人直接离开了，并没有回答孟仲伟的问题。孟仲伟也能看出来，面上周末客客气气，但是眸底隐藏着的眼神，分明是在看一只随便就可以碾死的蝼蚁。孟杰什么时候跟这种人勾搭上的？同时他还注意到，那群人走路很轻，路过他的时候都是冰冷的杀气。现在想想都是一个哆嗦。在找孟杰的途中，周末想起在并州上的事，所谓的子木的作品跟孟杰的一模一样。他们急切地拿了到手的新品放在桌面上，第一批新品多数都落在了并州的人手上，而这些人都是各行各业顶级的存在。这设计跟孟杰几乎如出一辙，不管是风格还是用色。抄袭？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别让我查到是谁，如果让我逮住了，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允许那群心思不正的垃圾沾染孟杰的东西。如果孟杰还活着，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突然，周末不知道想到什么，拿了一件首饰去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厚重的大门上雕刻着古老的图文。他刚到，大门从里面开，一个老妇人坐在中间，缓缓睁开眼睛。周末将首饰放在桌面上，他注意到桌面上有3张牌，这牌我记得是孟杰死去的当天你抽的。妇人，而你现在又摆了出来，
妇人怔怔地看着3张牌：死神逆位、世界正位、愚者正位。什么意思啊？死神正位代表已经消失去世，可逆位代表结束就有现状，面临新生。世界享受成果并创造新生，是大阿尔卡纳的最后一张，代表一个阶段的结束。而愚者，他嗓音一顿，是大阿尔卡纳牌的第1张，代表从头开始。妇人猛地抬头，望着脸色凝重的周末说：周末，带人去找他，他可能还活着。第25章，我来问王夫人要人。妇人拿出一副牌，这是他的牌，带着牌去。先生，到了。一句话拉回周末的心绪。透过车窗看向外面，独栋别墅看起来有点磕碜。要进去吗？周末，等孟杰谈完事情出来，已经近傍晚，一排车就那么停在附近等着。苏饶曼裹着一条毯子，鼻音有点重，麻烦你了，今天还过来一趟。孟杰垂眸整着袖口，不麻烦，有事给我打电话。好。苏饶曼看着孟杰走远才要关门，没成想这时候突然一只手伸进来，他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谁就没了知觉。孟杰走出去没多远，感觉一直有视线粘在身上，他抬眸，闪过凌厉，滚出来。一个略微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从他背后靠近，快到他身边的时候，孟杰转身，神情有那么一瞬间的呆滞。是周末。周末不发一言，面不改色的直接动手。孟杰抬手挡住，抬腿侧踢，周末微微侧身避开，随即又是一轮猛攻。二人动手的速度都很快，一眨眼的功夫，周末已经站住没再动了。傍晚的风带了凉意，吹动空气中的暗潮涌动。孟杰气息有些不稳，他现在身体还是太弱了，勉勉强强能跟周末打个平手。只见周末恭敬90度弯腰 ，Lord。孟杰没有多做解释。并州做事之前会确认，没有十足把握周末不会来，所以他不用解释。您回去吗？目前还不想。那我暂时陪在你身边。孟杰颔首。周末跟孟杰并排走在一起，声音如同泛音一般干净。在你刚刚走之后，那个女人被人抓走了。孟杰停下脚步。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周末眨巴眨巴眼睛，我以为你知道。你看我像知道的样子吗？孟杰反问。周末沉默。不像。被谁抓的？周末看了眼暗处，去查。不过1分钟，出来个人，被王家人抓的，目前看去的方向是回生医院。周末抬了下手，那人退了下去。回生医院。王彬彬还在吱哇乱叫啊！你给我轻点。如果他脚还能动，应该直接一脚踹向那个医生。但是他现在跟个废人一样，动弹不得不说，还得憋屈的等这个老头子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王母溺爱孩子是都知道的，此刻他扭动着看着就富态的身子蹬了医生一脚。你会不会治？如果回生不是帝都最好的医院，谁还带儿子来这里受罪？被踹的医生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被他这么一踹，顿时来了气。我不治了。你！王母气结。王彬彬疼痛之余，还抽出时间劝自己母亲：好了吗？赶紧让他给我治，我快疼死了。王母憋着一口气，强硬的憋出一抹笑：麻烦医生了呀，我儿子疼得受不了了。昨天自己儿子一晚上没回去，平常也是常有的事，可第2天早上就回去了，但是这次却没有。他去了腾悦酒店，才在一个男厕所找到自己儿子。那是一副什么惨状啊！他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疼的不行。王母可以为了自己的儿子对任何东西妥协，但是导致他儿子成这样的人，他一定不会放过。医生心不甘情不愿的继续治，不过手下了狠劲儿，整个病房传出杀猪一般的叫声。半个小时后，医生满头大汗的退开，伤筋动骨100天，在医院里面静养吧。王母没搭理医生，3两步到了窗前给王彬彬擦汗：好点没啊，儿子？你放心，我已经找人去抓那个小贱人了，妈妈给你报仇。王彬彬点头，一定别放过他。病房门被敲响，夫人，人我们带来了。2个保镖拎着昏迷的苏饶曼走了进来。王母冷哼一声走过来，抬手捻起苏饶曼的下巴：就这么个东西，敢对我儿子动手？他想也没想的就是一巴掌。苏饶曼闷哼一声，迷药的药效的刚好过去，脸上的疼痛让他清醒了一点。他费力的抬起犹如千斤重的眼皮，入眼竟是一片白，鼻尖的消毒水味告诉他这是医院。王母使了个眼色，保镖把苏饶曼随手扔在地上。王母踩在苏饶曼的背上，恶狠狠地碾了几下：小贱人，就是你让我儿子成了这样的。王彬彬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吃着一边护工喂过来的苹果。妈，下手再重点，我都骨折了，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对了，还有一个，好像是郑家刚找回来的什么千金，不能放过他们。王母笑着：好，我去郑家要人。保镖此刻也到了郑家，来郑家要人就不能像找苏饶曼那样，他们毕恭毕敬地说完过程。季归晚面露难色：你说小杰打人？保镖：是，烦请夫人把孟小姐叫出来。季归晚开口：她不在，我跟你去。
郑冉一在一旁听得清楚，母亲，我跟你一起。好。正巧郑恒洲从外面回来，疑惑地看着门口的这大阵仗，怎么了这是？小杰把人打进医院了，我们得去看看。郑恒洲表情一下就变了，一起过去看看。郑恒洲他们进病房的那一刻，正看见王母让保镖脱苏饶曼的衣服。苏饶曼拼死不从，疯狂抵抗想挣脱，可于事无补。而王冰冰在大叫：“给我动作快点！”即使郑恒洲他们进来了，他都没有收敛，满脸兴奋激动。苏饶曼眼泪涌出眼眶，绝望带着恨意瞪着他们，歇斯底里的叫：“放开我！”季归晚第一时间捂住郑冉一的眼睛，不让他去看。郑恒洲闭上了眼睛。王母态度较个优雅从容，不过是开了一个娱乐公司，就觉得自己是人上人了。我们王家收购你一个公司，绰绰有余。他也不多说，见郑家人来了，该有的态度也得有。你们来了，就是因为他还有你们女儿，所以我儿子才这样，你们不要见怪。郑恒洲黑着一张脸，不去看苏饶曼那边。即使这样，王夫人的行为是不是欠妥？三位进来说。王夫人笑着说。他们三人坐在沙发上，苏饶曼那边还没结束，上衣被扯得七零八落。王夫人冷了脸，没见人来了，让他安静点，继续。季归晚心跳还是有些快，还没缓过来。郑冉一也是。王冰冰哈哈大笑，得罪我就是这样的下场。砰！病房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所有人望过去，孟杰收回了腿，满脸阴鸷，声音彻骨的冰冷。我来问王夫人要人。第26章，你王家的脸值几个钱？门被狠狠地砸在墙上，震得郑冉一有些耳鸣。王冰冰猖狂的笑声戛然而止，刚刚的放肆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油然而生的害怕。孟杰走到苏饶曼那边，两个保镖抬手阻拦，孟杰一身戾气直接踹去他们的要害。至于另外一个，他握手成拳，往死里打。一个保镖在他手里毫无反手之力。苏饶曼见孟杰来了，开始肆无忌惮的哭，委屈的像个孩子。孟杰大衣长及脚踝，他脱了下来，把苏饶曼裹得紧紧的，衣服上带的暖香安抚了他。孟杰身后的周末将手杖给了一人，上前2步把地上的苏饶曼抱起来退了出去，手下异常贴心的带上了摇摇欲坠的门。一系列动作看得郑家三人是目瞪口呆。我来了，夫人不妨跟我谈。孟杰只简单的站在那里，嚣张的气场狂撵他，整个病房的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我儿子这样是你弄的？是。你可知道你废了他的4肢？知道。你不怕我王家报复？那又怎样？他反问。孟杰的态度可谓是猖狂的肆无忌惮，就是明着告诉你，我就是搞你，你看我怕你吗？王母语塞。王母停了，那主场就是孟杰这边了。不知道苏饶曼做了多丧良心的事，让夫人这么对待。孟杰一步一步地靠近王母，他一个无名无分的贱人，把我儿子弄成了这样。孟杰依旧在靠近，夫人好像没有听懂。你儿子是我废的，第一时间没找我是把苏饶曼带过来，你这是捡软柿子捏啊！啊，我王家好歹也有几十年的基业，何必捡软柿子捏？王母一脸不屑。哈！孟杰笑出声，眼里丝毫没把他当回事，才存在了几十年就把你牛逼成这样了。孟杰粗俗的用词让王母不满，放肆！你一个小辈都敢这么对我说话，你让我王家颜面何存？你王家的脸值几个钱？季归晚，他好像第一次见孟杰在外人面前是什么样子。郑恒洲，不愧是我女儿，跟我年轻的时候如出一辙。王母刚要侧头让郑家的人管管他，没想到孟杰直接捏住他的脸，逼着他看着自己，明天我就让王家消失。王母掐着孟杰的手，发现自己挣脱不开，于是看向那边郑恒洲他们。郑先生郑夫人不管管吗？郑冉一看向旁边的父母亲。郑恒洲，晚上吃什么？季归晚，听你的，小杰最近身体不好，得补补，加个鸡汤吧。好。二人心无旁骛的想晚上吃什么。王母崩溃的大吼，你们怎么助纣为虐？然而依旧没人鸟他。郑冉一看不下去了，母亲，孟杰会不会太过分了？再怎么样，王夫人也是长辈。季归晚难得没顺着郑冉一的话继续，冉一，话不能这么说，人犯了错就得纠正。郑冉一，你别这么猖狂，迟早有一天我会让你付出代价。这种话孟杰听了不下百遍，听腻了。啪！孟杰反手就是一巴掌。夫人不太了解我的行事风格，我属于睚眦必报的人，别说你了，你儿子今天也别想跑。话音刚落，门打开，周末亲自将自己的手杖给了孟杰。手杖的材质与众不同，质地厚重，通体漆黑冰冷。孟杰拿着它，抡着就往王夫人脸上去。啊！手杖掠过带起的风声都透着凌厉，王夫人被打倒在地上，嘴里掉了3颗牙。孟杰摩挲着手杖走向床上的王冰冰，手杖杵着她的头，加了力道，她的头贴着冰冷的墙壁。你想干什么？我没来之前你可不是这么一副怂包样，
你好像叫的比谁都大声。他拿着手杖往下移，尖锐的底端刺着他的喉结。王冰冰一动不动，全身止不住的发抖，喉结上下滚动。啊！不少医生涌进病房。郑冉一出了病房，还有些呆愣，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孟杰硬生生把王冰冰的喉结打进去了，那惨叫还在他的脑海里荡来荡去，光是看着就疼。本来只需要卧床休养的王冰冰，现在被孟杰打进了手术室。郑恒洲跟季归晚明显有话跟孟杰说，但是碍于场合不合适，并且郑冉一也在，他们只好说让孟杰赶紧回去。他们一肚子的问题等着问，譬如这个戴金丝框眼镜的男人是谁？看着斯文但是无意间透露的杀气，告诉他们这人身份并不简单。待他们走后，孟杰问周末：“苏饶曼呢？”在下面的一个病房，受了惊吓，没什么其他问题。我下去看看。好。当孟杰的身影出现在3楼的时候，杨超的手下连跑带爬的冲进杨超的病房。卧槽！头儿，孟杰来了。杨超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来干什么？不知道啊。我听说上面刚出了事，那群护士传一个年轻的女人把王家的少爷打进了手术室，说的应该是孟杰吧。杨超，这女人每天打打杀杀。手下，头儿，你这说话语气怎么并没有带着恨，反而像嗔骂。滚滚滚，滚出去！杨超不耐烦赶人。唉，3个人互相搀扶着出了病房。病房恢复安静，杨超看着窗外，想起孟杰。这些年他们催债的同时被不少人追着打，只是表面上看着风光而已。他们上面还有人，催不到被打的也是他们。长时间身体早就破败不堪了。但是从孟杰上门找他们那天，他们被送来了医院，医院给他们安排最好的病房，最好的医生给他们做了全身检查，还给他们找了护工。他们这群人孑然一身，这种时候都找不到人照顾，可孟杰还给他们找了护工。这女人外冷内热。想着，杨超想着得当面感谢一下。孟杰看了苏饶曼出来，留2个人看着他，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我安排。孟杰嘱咐了2句，出了医院，敏感的感觉有人在后面跟着自己。他拐进巷子，看着面前有个熏井盖，他把井盖挪了。杨超跟着孟杰进了巷子，下一秒身后一股重力把他踹下了通讯管道。卧槽！第27章，你跟着老子干什么？猝不及防的杨超反应过来，自己就已经在井底了。通讯管道都不怎么深，如果放在以前，杨超轻而易举的就上去了。但是他现在是个伤残病患，站起来都是问题。孟杰缓步走到井旁边，俯身看着下面，全然一副地痞流氓样。你跟着老子干什么？杨超，快把老子弄上去！行啊，叫爸爸。杨超只觉得匪夷所思，孟杰你要不要脸？孟杰不以为然，行，那你在下面待着吧。杨超见他真要走，急了，1秒钟犹豫，利落干脆的来了一声爸爸。孟杰回头看了眼周末，把我儿子弄上来。周末嘴角含笑点了下头。杨超脸黑成锅底。病房，杨超好不容易快好了，因为被踹下通讯管道，脸上多了几道伤痕。他别别扭扭的看沙发上的孟杰一眼，我就是想谢谢你。他不是没良心。不客气。孟杰也是随手做了一件善事，能不能有回报，他其实不在乎。杨超想要感谢，那他就受着。以后你若有什么事，知会我一声，我定肝脑涂地。杨超说的极其认真。好。在回家的路上，周末给孟杰看了季家的声明跟郑冉一道歉的视频。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孟杰没打算深究。明天让王家消失。好。孟杰一人进了郑家。郑恒洲跟季归晚在大厅坐着，听到门口有动静，动作难得一致的起身，双双朝着那边看去。小杰回来了。孟杰抬头看着他们2个急切的眼神，有些意外，即使如此，面上没什么波澜的应了一声。季归晚温婉贤淑的说：“吃饭吧。”女佣把菜都端上桌，今晚只有3人吃。季归晚主动解释，冉一不舒服，先吃了回房间休息了。孟杰漠不关心。小杰，以后有事别那么莽撞，提前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孟杰吃饭动作一顿。季归晚没停，你本事再怎么大，在我这里终究是个孩子，所以有事先告诉我，跟你爸爸好吗？季归晚那关切的眼神过于炙热，孟杰只看了一眼就移开了视线。好。季归晚跟郑恒洲笑着对视了一眼，继续下一个话题。在家里的这段时间还适应吗？适应。孟杰往嘴里送菜。适应就好，妈妈不知道你以前的成绩，你也没有参加高考，但是你这个年纪还是要上大学，后天就是周一，你去上学好吗？孟杰抓筷子的手一抖，抬头对上季归晚那带着希冀的目光。上学？他都多少年没听过这么个词了，更别说高数对他来说就是噩梦。是呀，你有没有出国的打算另说，但是现在必须上学。见鬼的上学！他如果没记错，原主今年已经20了。都20了，
现在上大学是不是有点晚？没有这个必要吧？他一口回绝。季归晚的表情也是在这个时候变的。我也知道你不想学习，也不想给你任何学习的压力，所以我给你看了一个专科，你好歹混个毕业证出来。冉一在清北大学，我本想着把你也安排进去，但是清北是一所985院校，先不说你进去有多困难，即使进去了，里面的学习压力也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所以我希望你开开心心的过完2年出来，爸爸会给你安排工作，或者你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总而言之，就是得拿到毕业证。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到时候直接去就好。季归晚笑得一脸和善，孟杰满脸写着开心。孟杰刚进了学校，一个传闻就已经传遍了。听说了吗？季科系进来一个富二代，家里人砸钱把他送进来体验生活的，混个毕业证完事儿。羡慕啊，不像我们还得为了未来拼搏。孟杰来学校这天像极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报道机器。他从大2开始上，中途插进来。他听计算机课听着跟弱智似的，讲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技科女生少，他一进来就成了众矢之的。有钱，气质好，系花已经都默认是他了。他感觉进来就是浪费时间的。牛逼学校看谁都牛逼，傻逼学校看谁都傻逼。这句话是他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的，本来觉得是子虚乌有，但是在他待了3天以后，发现就是如此。班级里班长撒手不管事，业务能力垃圾的不堪入目，学生会的仗着这一重身份为非作歹，老师憨批的不知道成了什么样，真就乌烟瘴气。孟杰在这所专科院校仿佛大佬进了新手村，大学生每天只知道干饭，思修课上老师问一句你们对未来的打算，都是双目无神，一脸迷茫。孟杰在这种环境待得有些抑郁，好不容易没课的下午出来透气，却又被告知杨超被带走了。被带走了？被谁？孟杰上了车，头疼地问。车内的清香缓解了他身上的燥气。他老大。周末说着，从一旁的柜子里倒了杯红酒给他送过去。孟杰放在鼻子下面轻晃，酒香让他眼睛清明了点。什么时候的事？周末看了眼腕表，10分钟前。你没拦，我没有救他的义务。周末一板一眼地说，不是任何人都值得他动手。孟杰无言以对。杨超在哪儿？就在这附近。孟杰将红酒一饮而尽下了车，周末紧随其后。废旧房屋的院子里，暮风肆意而吹。砰！一声沉闷的拳击声，杨超应声而倒。身材魁梧的男人没管地上的杨超，反而摩挲着揍杨超的拳头。小子，知不知道你是在给谁办事？住了2天医院就住傻了，敢跟我顶嘴了？他又一脚上去。杨超闷哼一声，一股腥甜涌上喉咙，想金盆洗手也得看看自己之前干了多少缺德事，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带着你手底下的那帮废物给我催债去。杨超呼吸困难，空气入肺的过程刺痛的不行，他拼死抵抗。我们不会再给你做事了。男人一脸煞气，做事就要动手，你他妈再说一句。杨超紧闭双眼，意料之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他缓缓地睁开眼。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这里。孟杰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平常的穿搭，上身内搭白色打底，外套黑色卫衣，下面黑色8分裤，他的脚踝很精致，长发竖起，高马尾显得整个人干练异常，妖孽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他被黑色包裹着，露在外面的手皮肤白皙，此刻他的手正牵着男人的手腕，手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青色脉络。第28章，你赢了。男人想挣脱，发现一切都是徒劳，看着不怎么有劲的女人抓着自己的手跟钢筋一样。你他妈谁啊？孟杰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说以后别再找杨超。男人突然狂笑起来，哈哈哈哈哈！你他妈算老几啊？教老子做事！面对男人的讥讽，孟杰面不改色，只是沉声说，那就打个赌，各打对方1次，如果你赢，他随你处置，如果我赢，人我带走。趴在地上起不来的杨超一时间想不明白孟杰想要干什么。男人跟自己的兄弟对视一眼，有钱人养出来的孩子脑子都不怎么好使啊。男人一口应下，一双眼睛中是极其笃定的神采，抬手轻抚了孟杰的面颊之后，大笑的有些放damn，我赢了。一旁看着的兄弟们也配合的大笑，他不可能还比他轻。周末的周身无意识笼罩了一股戾气，杨超眼睛红了，他受不了孟杰在自己面前被这么对待。如果孟杰因为自己出一点事，他都不会原谅自己。周末面无表情，异常了解孟杰，把从车上带下来的实心烟灰缸递了上去。孟杰拿了过来，面上掠过一抹狠戾，直接抡了上去。男人被打得眼冒金星，脑子嗡嗡的。这还不够，孟杰猛地抬腿，直接踹了上去。男人的身体犹如断了线的风筝，撞倒了桌子，上面花花绿绿的瓶子噼里啪啦碎了一地，细碎的玻璃渣子横飞。男人身上肉眼可见出现了不少划痕，所有人的笑声戛然而止。男人倒地不起，
费力的抬手摸了下自己的头，手瞬间被浸红。梦洁随手把沾了血的烟灰缸扔了，东西结结实实的掉在地上。她从口袋掏出一条帕子，面无表情的擦着手，配合男人说了一句：“你赢了。”语气风轻云淡的。杨超看呆了，男人的兄弟本来想动，可是突然就背影僵直，一下没了动作，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无声的抵上了一个冰冷的东西，是枪，并且对方人数还在他们之上，全部都是周末带来的手下。愿赌服输。梦洁全神贯注的低着头，擦得很认真。不过好像你没那个能力带走杨超。话说得很明白，我人给你留这里了，但你没能力带走，那我就带走了。无赖的明明白白。安静了一会儿，这时好像手被擦干净了，他把帕子丢在了男人的身上，他嗓音冷沉的补充道：“对了，我叫梦洁，桀骜不驯的桀，以后找事别找错了人。人如其名，嚣张跋扈，名字都是带着戾气的。”门口的两个男孩子看完了全程。卧槽，那个好像就是技科系的梦洁吧？你没看错。那人沉思一会儿，不然我拉他进跆拳道社吧。他的身手真的好好哦。二人赶紧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他们怕再看一会儿小命不保。本来在这附近吃完饭打算回学校的，可是听到这边有动静，他们控制不住的过来，本来只打算看看，没想到就看见梦洁在这里。他好飒我好爱。两个男生回了宿舍还是震惊的，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吴志清跟宿舍里面的7个儿子模仿了一下当时的场景。我就没见过那么帅的女的。一个儿子打断：“行，你赶紧说，都磨叽了大半天了。”吴志清模仿了全程，最后神情跟梦洁的如出一辙，漫不经心夹杂了嗜血。我叫梦洁，桀骜不驯的桀。卧槽，帅呆了好吧？其他几个男生仿佛身临其境，真假的呀？你彻底勾起我的兴趣了。啊，他是这个洁啊，我还以为是整洁的洁呢。我还说好好一女孩被名字给毁了。梦洁这个名字简直就像是为她量身打造的一样，狂傲不羁，不拘一格。吴志清亢奋的不行，我的跆拳道社就缺这种人才。次日下了课，吴志清就尾随着梦洁，哪里都不去。梦洁吃饭他跟着，梦洁打球他跟着，梦洁看书他还跟着。本来还想着梦洁忍无可忍的时候开口问他想干嘛，但是问了2天都不见梦洁有任何反应，他憋不住了：“梦洁，你记得我吗？”吴志清。梦洁准确无误地说出他的名字。吴志清惊喜地追问：“你记得我的名字？”梦洁放下手中的书，嗓音没有起伏：“你跟了我2天，中间不断有人喊吴志清，你干什么呢？我想记不住也难。”吴志清。是这样的，你有兴趣进跆拳道社吗？没兴趣。梦洁从来都不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上面浪费时间。真的不要考虑一下吗？你的身手那么好，平常不打架手不会痒吗？你这话说错了，我身手好并不是为了打架。好，实不相瞒，我也是穷途末路了才找你的。我们学校跟另外一个学校合并，他们也有跆拳道社，但是学校只让存在一个，于是他们就3番2次的来挑衅。我们只有被吊打的命，从一开始就被吊打，何必坚持？废物从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梦洁的语气没有任何温度。话不能这么说，我们虽然渺小，但我们有梦想啊。梦想跟妄想是有区别的。梦洁毫不留情的泼冷水。吴志清被噎了一下，想了想还是说：“明天他们会来踢馆，如果这一次失败了，我们跆拳道社就得解散了，我希望你帮帮我。”梦洁从口袋掏出塔罗牌，走到桌子前，动作娴熟的摊开，想自己想问的，然后抽一张。吴志清不知所云，不过还是按照他说的抽了一张。他看了眼牌，一座高塔着了火，一个人摔了下来。他看不懂这是。梦洁拿过牌，问的什么？明天如果你不帮忙，跆拳道社会是什么结果？梦洁嘴角抽了下，不过还是给了他解释。高塔是大阿尔卡纳中唯一一张正位逆位都不是好寓意的牌，所以结果不好。吴志清星星眼，不肯放过梦洁。那你帮忙我们跆拳道社的结果就肯定不是高塔了。梦洁收了牌，没说话，离开了。第二天上午，吴志清满课，正好梦洁没课。这就是吴志清他们所在的跆拳道社了。走了兄弟们，砸场子。吴志清他们今天好像不在，满课，就挑没人的时候来。等他们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一切都成定局。到了那时候，吴志清怎么蹦跶都没用了。原来的跆拳道社就是一群废物，存在干什么？浪费资源。一大批人有说有笑的往上走，在那人踩上最后一个楼梯的时候，他的面前突然挡了一个人。那人抬头去看，是梦洁。他站在那里，墨色长发随意的绑了个马尾，气质精干。他一双眼睛中没有任何情愫，微风拂过，吹动他额角的碎发，上挑的眉眼莫名带了妩媚余狠。第29章，把他衣服给我扒了。领头的那人反手给了身旁的人一拳头。你不是说今天社团没人吗？
所以他才大张旗鼓的过来。我之前看的确实他们今天都有课，那现在怎么有个人站在这儿？黄文江质问。身边那人看了眼孟杰，随即无所顾忌的说：“你还打不过个女的？”黄文江看了看孟杰，确实是，我只是不对女人动手，真动起手来，就现在在这里站着的这个女的，哭天喊地都没用。10分钟后，正上大课的时候，离吴志清不远的一个男生突然惊呼起来：“卧槽！吴志清，孟杰跟黄文江在跆拳道社打起来了！”吴志清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老师往这边看了眼：“老师，我肚子不舒服。”“去吧。”老师草率应了一声，也就没放在心上，继续上课。吴志清都走了，其他的人哪里还有心思留下，一窝蜂的全跟着走了。等他们到了的时候，他们正好看到孟杰抓着黄文江的领口，直接把他硬生生灌到了地上。卧槽！众人异口同声。孟杰直起身，不屑地睨着地上的黄文江：“这就是你的水平？”吴志清看看地上的黄文江，再看看那头不是捂着胳膊就是揉着腿的那些人，心中已经明了，他们被孟杰揍了。黄文江全身上下跟散了架似的疼，只能瞪着孟杰，没有下一步动作。孟杰身穿跆拳道服，白带绑在腰间，双手握着，这衣服一看就随便拿的，孟杰这个水平至少也在黑带。他转身去换衣服，打开柜子，拿起手机，发现上面有几个严明打过来的电话。他打了回去，电话刚通，严明急迫地问：“孟小姐有时间来回生医院一趟吗？详细的等您来了再说。”孟杰脸色变得凝重，这下衣服都没换，直接就让周末安排车。他跑得极快，长发飘逸，掠过中途想要叫住他的吴志清。周末准备好了衣服，拿给孟杰，让他在车上换。二人之间隔着挡板，周末开口：“别急。”挡板那头是换衣服的声音。很快到了医院，孟杰去了住院部，直奔5楼而去。严明早就在门口等着。孟杰到了他面前：“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能中枪？”严明一脸严肃，也从病周出来开始，家族里的人时不时就会派人来，每次都会搞点小动作，之前也从来都没受伤过，这次是怎么了？孟杰追问。尉迟那么谨慎的人，不会想不到尉家人的作为。严明欲言又止，最后闭了闭眼说：“枪战发生在商场，也本来能躲开，但是那个时候他突然看到了杜景。”杜景？孟杰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那个跟郑冉一关系好并且没什么脑子的市长千金。尉迟为了护杜景被枪打中了？周末沉声问。不是，今天杜景从头到脚的穿衣风格都跟孟杰小姐一样，仿若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个时候尉迟以为那是孟杰，揽着杜景的腰把他带到一边，再看清楚他是谁的时候，尉迟松了口气，也就是放松的这一刻，被对方带到机会，子弹穿过尉迟的胳膊。严明知道自家也永远不会认错孟小姐，可他也不会容许出一丝的意外，不管是不是，只是像也要救。手术结束后，尉迟被推进普通病房，好在伤口不深，还在胳膊上，没有打中要害。孟杰就那么站在病床前一动不动，尉迟躺在床上没敢说话。医生进来检查，叮嘱了几句就离开了。出去了。孟杰精致的面庞上没什么表情。你以前好像没废物成这样，之前他能在枪战中衣不染尘，现在竟然能被子弹打中。尉迟没什么血色的唇抿了抿，看错了。枪伤好了，去看看眼睛。周末带了人在外面守着，严明在门口站着。周末，让你家爷离我家 Lord 远点。这我可管不了。严明毫不客气地对回去。周末没说话，严明同样沉默，反正两个人相看两相厌。周末如果不是为了孟杰，他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踏踏踏，二人同时抬头看过去，杜景狂奔过来。周末出了个手势，没有人看清楚那两个手下是怎么动的，一晃神的功夫，他们就拦住了。杜景不明所以，隔过这两个手下，看向那边的严明。在这里，他只认识严明。严明，让我过去，我想看看尉迟哥哥。被叫到的严明一阵心烦，真想扭过去不理他，但好歹是个市长千金，他得给他几分面子。也刚做完手术，不见任何人。杜小姐先回去吧，改天再来。杜景急了，我不做什么，我就是担心他，我只看一眼就走了。抱歉，杜小姐，我不能放你进去。杜景挣扎着，两个保镖一动不动，不苟言笑。是不是我爸爸来了你才能让我进去？杜景有些气急败坏了。严明怎么软硬不吃呢？此言一出，严明连表面功夫都不想维持了。怎么，一个市长就把你狂成这样了？周末的听力很好，听动静就知道孟杰要出来了。他站起身过去，把门打开，孟杰走出来。不知道林千金的父亲要以什么理由带你进去？孟杰腿长，一手插在裤兜，一只手自然垂落在身旁，就那么走出来，气场强大。严明给了杜景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就不再管了。本来你安安静静走人完事儿，你说说你，非得闹出动静来，等着孟杰出来找你算账。杜景退了一步，警惕地盯着孟杰看，你怎么从尉迟哥哥的病房出来？
他们两个之间果然有猫腻。孟杰没说话，一双眸子安静的上下打量杜景今天这一身。严明说的时候，他没想到有多像，但是现在看着，衣服、裤子、鞋子他都有一件，头上喷了发胶，维持发型不变，就连头发丝的位置都是恰到好处。孟杰重新审视杜景，眉毛微挑，语气沉重凉薄，一字一句说得清楚，把他衣服给我扒了。第30章，你怎么跟人说话呢？杜景恐慌地瞪着他，你放肆！两个手下反手那么一下，杜景直接跪在地上，疯狂扭动自己的身体。他不敢想这些保镖真的敢对他上下其手。杜景怒不可遏地开口，我是市长千金，你爸来了我也这个态度。孟杰一双眼没什么波动。孟杰！许是杜景吼的声音太大了，一个男生从隔壁出来，这是医院，你能不能安静点？周末看过去，男孩吊着一只胳膊，脸上贴着创口贴，转动轮椅停在走廊。他看了一下，发现地上跪着的是杜景，眼睛瞪大，你怎么在这儿？郑云彬救我！杜景抱住一根救命稻草。周末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孟杰身旁，微微侧身小声说，你弟弟郑云彬。孟杰重新看向郑云彬，看着像个傻缺。郑云彬推着轮椅上前，仔细地看了眼孟杰，盛气凌人，不像个好鸟。他俯身把地上的杜景拉起来，把他弄到自己身后，你干啥呀？光天化日，这里这么多人都看着呢，你这么做不好吧？他看了眼周围，没有一个人，有的也都是孟杰的人。他吞咽了口唾沫，敌众我寡，这时候不赶紧跑还干什么？他转着轮椅就准备走，孟杰一把拉住他的轮椅，面容阴恻恻的，弟弟准备去哪儿啊？现在主动权在孟杰手里，他不撒手，郑云彬走不了也动不了。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如果我爸知道你打我，他不会放过你。你爸谁啊？孟杰问。郑恒洲。郑云彬格外骄傲地说完这一句，就没听到孟杰那边有动静了，心中不屑，听见郑恒洲这3个字就怂了，也不过如此。孟杰意味深长地看着他，啊，那我就放心了。郑云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女人什么意思，一抬头就看见季归晚到了，于是下一秒季归晚就看见孟杰笑那叫个挑衅，一脚就把郑云彬踹下轮椅。卧槽！郑云彬面门朝下滚了一圈，想避开，没成想压住了自己那条受伤的胳膊，顿时嗷嗷乱叫起来。杜景慌忙的过去要扶他，不小心又踩在了他受伤的脚上。啊！郑云彬头顶飞快掠过一群草泥马。杜景这傻女的！季归晚赶紧跑过来，把郑云彬扶上轮椅。郑云彬坐都没坐稳，就朝着季归晚告状：妈，有人打我！你看那么多人！他回头一看，原先满满当当的走廊，此刻就孟杰一个人。他妈的人呢？季归晚叹了一口气：你怎么受伤了都不安分？你惹你姐姐干什么？姐？谁啊？郑云彬眼神迷茫，抬手指着孟杰：他。郑云彬破音：她是我姐。季归晚无语：赶紧进去吧你。他推着郑云彬进去之前问孟杰：小杰，你怎么知道彬彬受伤住院？还想着要不要告诉你，没想到你就过来了。孟杰含糊其辞：意外碰见了。季归晚这才看向一边不太起眼的杜景：杜小姐也在啊，你也是来看彬彬的吗？杜景脸上笑容恰到好处，极有礼貌：是的阿姨，我已经看过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小杰，送送。杜景脱口而出：不用。他看着季归晚投来疑惑的眼神，很近阿姨，不用，我认路，不麻烦孟杰姐姐了。说完他赶紧跑了。他怎么敢让孟杰送？隔壁病房，周末的眼神冷的跟要杀人一样，你离我远点。严明举起双手有些无辜：谁让你带这么多人来？病房虽然大，可是也放不下40个人吧。刚刚外面的手下看到季归晚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了周末，而后季归晚出现的前一秒，周末带着手下尽数闪身进了尉迟的病房。他不能给孟杰找麻烦。孟杰无聊的在病房里坐了大概3个小时。季归晚说：小杰，你去打点水，我去买饭，一会儿冉姨也过来。哦。孟杰拿了暖壶去打水。在孟杰出去的那一刻，郑云彬突然感觉整个病房都晴朗了。孟杰在的时候，他大气不敢出一下的。季归晚跟孟杰前脚刚走，一群社会混混就进了病房。哟呵，小少爷住的环境挺好啊。文俊动作不安分，随手拿了桌子上的葡萄扔进了嘴里。郑云彬脸色难看：滚出去！文俊不乐意了，抬手就对过去一个葡萄，葡萄砸上了郑云彬的脸，挑衅意思满满。他吃着葡萄，口齿有些不清楚：小少爷这就不厚道了，我来看看你，你的态度很不好啊。郑云彬薄唇紧抿，没说话。彬彬。郑冉一这时候也到了，打扮年轻，清丽的脸上表情疑惑：怎么回事？文俊回头看呆了，这女的还挺好看。姐你快走。郑冉一非但不走，还走了进来。怎么了？
文俊眼神粘在了郑冉一的身上，这种眼神让他很不舒服。也没啥大事儿，你弟弟脱了裤子道歉说自己是怂逼就完事儿，我们也不是那种不讲理的。郑冉一不想惹这群人，这里也没有他们的人，如果硬碰硬肯定不讨好，现在肯定是赶紧道歉的好。他看了郑云彬一眼，希望他能懂自己意思。彬彬，先道歉吧。他回头看了文俊一眼，是不是道歉就行了？你弟弟抢别人女朋友，我来问个公道。对了，最好保证以后见了我兄弟绕着走，也别动不该有的心思。床上的郑云彬反驳：你放屁，明明是那女的贴着我来的。郑冉一瞪了郑云彬一眼，文俊说着就又是一个葡萄扔过去砸郑云彬脸上，你给老子放客气点。这时候打完水的孟杰也回来了，刚站在门口就听到这么一句，孟杰一脸暴躁，直接就给了那人一脚。你他妈怎么跟人说话呢？文俊被踹得一个踉跄。第31章，跟我说话最好端正你的态度。突然这么一声暴躁的怒骂让郑云彬感觉真出气，如果可以他也想来一脚。郑冉一看孟杰来了，见他态度这么强硬，暗骂他无脑。平时再怎么猖狂可以，但是你现在没有任何靠山，你跟他们当什么？文俊站直了身子，猛地把手里的葡萄砸在地上，一脸狠厉的回头，立马就被孟杰甩了一巴掌。你起什么火？巴掌声格外清脆。文俊被打懵逼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剩下几个男生还想上前，见状立马停下过去的脚步。郑云彬看得一愣一愣的，郑冉一也没反应过来。孟杰一手提着暖壶走进病房，带了审视的视线扫过众人，只一眼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他放下暖壶，直接坐在了沙发上，动作一气呵成。文俊怒目圆睁，他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打过？还是在这么多人面前？你谁啊？他姐姐。孟杰指了指床上的郑云彬。文俊被气笑了，真以为老子不敢动你是吧？孟杰手边就是葡萄，他直接捏着盘子，劈头盖脸的朝着文俊扔了过去。谁给你的胆量来这里撒野？你！孟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文俊被吓得下意识退后一步。孟杰眯了眯眼，危险的气息由内而外散发。我问你，郑云彬这样就是你打的？文俊挺了挺胸脯，是啊，信不信我把你也打成那样？孟杰二话不说就又是一巴掌，老子都不敢这么打，你给打成这样。床上的郑云彬，你不敢个屁呀你！刚刚是谁把他踹下轮椅的？不过他姐姐好帅哦。文俊恼了，你他妈真以为我不敢动手是吧？蹬鼻子上脸这人。下一秒孟杰直接把他踹出了病房。刚到病房门口的季归晚，他手里提着饭，疑惑地望着房间里的人，还有地上的一片狼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杰。季归晚看向孟杰，孟杰带了威胁的眼神睨了文俊一眼，让他谨言慎行。文俊憋屈，心不甘情不愿地嘟囔出一句：阿姨你好，我是郑云彬的朋友，听说他受伤了，我来看看。季归晚恍然大悟，啊，这样啊，那你这脸。偌大的巴掌印隐隐发红，想忽略都难。文俊摸着自己已经有些肿的脸，一不小心磕碰的。郑云彬我也看过了，就不打扰他休息了，阿姨再见。房间里的一众小弟连滚带爬的扶着文俊就跑。季归晚心中有数，面上没表现出什么，进了病房无意间提起一句：改改你这二话不说给人巴掌的习惯。郑冉一跟郑云彬都小心翼翼的看了孟杰一眼，该阴得阴，该打还得打。隔壁病房，尉迟，他真的是来看我的吗？得到的是一片沉默。周末还在跟严明你挤我，我挤你。周边的杀气让一众手下大气都不敢出。你为什么还不走？严明太阳穴突突的跳，真受不了一个男人离自己这么近。周末虽然受不了，但嗓音如沐春风。Lord 过来之前，我是不会走的。终于过去2个小时，孟杰走了进来，然后又退了出来。你们2个堵门口做什么？周末直接推了严明一把，脸色不怎么好看的整理自己身上的西装，有多少嫌弃都写在了脸上。周末带着手下都出来，眨眼间的功夫，手下已经四处散开不见。孟杰走进病房，看着尉迟，面色淡然地说：看你一眼我就走了，你好好养伤。尉迟俊美的脸瞬间浮现不满，你要去哪儿？我得回学校。尉迟沉默了那么一刻，你上的什么学？孟杰有上学的必要吗？孟杰回答：专科。想想也是郑家的安排。他依稀记得曾经孟杰18岁就已经博士了，他在专科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孟杰看了眼严明，照顾好你家也。严明低头，好。你明天几点来？尉迟坐直了身子，直勾勾看着孟杰。孟杰想了想，不确定。夜幕降临，孟杰回了学校，殊不知吴志清在大门处等着他。见他回来了，他3两步上前，孟杰。吴志清很高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眼里熠熠生辉。跆拳道社保住了，真的谢谢你。
孟杰大步往里面走，不客气。你真的不考虑进跆拳道社吗？好吧。虽然孟杰的答案是自己意料之中的，但还是难免失落。直到把孟杰送到寝室楼下，吴志清站了会儿才走。他回到宿舍就被一个宿舍的人逼问：吴志清，你实话说，你是不是喜欢孟杰？孟杰盘正条顺的，是挺不错，想追就追。吴志清有那么一丝动容，随即浅笑：别开玩笑了，他不可能看上我。艺人听了故意这么说：是吗？那我就追了。不行，几乎是脱口而出。随着最后一个音落下的那一刻，宿舍里的人看他的眼神都带了暧昧。吴志清抿了抿唇，想了一晚上，还是决定追孟杰。第二天上课，孟杰走哪儿，吴志清都形影不离的。上课跟着他坐他旁边，吃饭跟着他坐他对面。孟杰从来都是独来独往，此下有不少人在议论：你听说了吗？综治部部长好像跟技科系的孟杰在一起了，最近看他们两个形影不离的。人家两个长得本来就好看，果然爱情都是属于长得好看的人的，像我们这种穷逼，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爱情。呜呜呜！平常孟杰爱答不理的样子，还以为他有多高冷，没想到跟吴志清这么容易就在一起了。食堂不大，议论的人也离孟杰不远，他们交谈的内容尽数落入了他的耳朵。啪！孟杰把筷子拍在桌面上，他狭长的桃花眼没有一点温度。不如各位来我面前说。周围没了声音。吴志清调解气氛，别理他们。孟杰把视线落在吴志清身上，我帮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这么形影不离的跟着我，成为他们茶余饭后讨论的对象。是，离我远点。孟杰一句话说的不留情面。吴志清听得呆滞，还没从他说的话里回过神。孟杰拿了餐盘转身就走，众人看向这边的眼神带了多种情绪。孟杰刚出了食堂，两个人挡住了他的去路。保镖身材魁梧，身后那个女的咳嗽一声，两个保镖闻声退开。女人态度高高在上，摘了墨镜，仔细端详了孟杰一番，随即悠闲地问：你就是子木？因为是中午，食堂人流量很大，突然有两个训练有素的保镖挡在门口，这架势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不少人拿出手机来拍。其中一些人小声嘟囔：孟杰自从来了学校就目中无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这是来寻仇的吧？看他不顺眼很久了，果然恶人有恶报。孟杰看女人一眼，跟看白痴似的，他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他错身想离开，女人拉住孟杰的右胳膊：哎，我在跟你说话，你好像太目中无人了一点吧？孟杰侧眸，目光带了锐利的警告，左手动作干净地擒住他的手，反手一掰，女人疼得尖叫出声：啊！跟我讲话最好端正你的态度。孟杰的瞳孔中充斥着漠然，随便一瞥都带着威压。第32章，你3天没挨过打了是吧？女人面部五官疼得扭曲，两个保镖要动手的时候，孟杰撒了手。女人捂着自己的手腕，疼得她受不了了。刚刚孟杰好像要活生生掰折她的手腕，拦住他。两个保镖挡住孟杰的去路。我来跟你谈合作。你什么态度？孟杰回头，平静的面庞没有多余表情。你好像没有搞清楚，是你求我做事，不是我求你。女人憋屈的一口气堵在胸口上，不去下不来。她咬牙切齿的继续：是，我是景慈的总裁，我想挖你去我们这里。听到景慈2个字，孟杰神色微微一变，很快恢复原状，没有任何人看到他的微表情。没兴趣。他扭头就走。你在郑家那样的公司能有什么前途？那也比景慈有前途。孟杰头也不回地说道。你知道我们景慈的设计师都有谁吗？现在业内最受欢迎的阿曼达就是从我们公司出去的。孟杰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女人一喜就知道现在没有人不喜欢阿曼达。孟杰回头3两步走到女人面前，抬手一把拽住她的领口，拉到自己面前。即使女人穿了高跟鞋，在孟杰面前也没有丝毫气场可言。你还有脸提他？当初他被人污蔑抄袭的时候，你们跟个死人一样不作为，现在知道提他了。女人被孟杰吓得一句话说不出来。孟杰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等等 ，Octi 旗下总共签了5位首席设计师，以子木为首的5位，其次就是阿曼达。他跟阿曼达是朋友？女人回神，看着近在咫尺的孟杰，有点慌。孟杰离他极近 ，Octi 一直在打压景慈，你就没反思过为什么是吧？每天依旧兴风作浪。女人大气不敢出一下的。周围的学生，为什么孟杰永远这么吊？谁给他的资本昂？孟杰猛地松开他，女人一个没站稳，摔了一个屁股蹲。一个保镖赶紧把西装脱下来盖在他腿上。孟杰指着他的鼻子说：别在我面前晃悠，不然我让你亲眼看着景慈破产。外人不知道，景慈现在已经是外强中干，被 Octi 为首的几家公司打压，已经濒临破产。所以他看到子木的作品让郑家一夜间起死回生，他也想来试试。
没想到子木跟阿曼达竟然认识。他亲眼看着梦洁一步步走远，心有余悸地站起来，给了保镖一个眼神，让他们处理好这边的事。毕竟有不少人拍下了视频，视频绝对不能传出去。季归晚给梦洁打电话，让他抽空去医院看看郑云彬。他明白季归晚什么意思。郑云彬10几年的生活里都没有梦洁，季归晚想着现在一有机会就让梦洁跟家里的人多接触。然后梦洁到了医院，还没进去就听着郑云彬要死要活的不喝药。他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上一秒郑云彬还在嗷嗷乱叫不喝药，下一秒梦洁进来，他动作极快的把数量不少的西药全扔进了嘴里。下一秒，哦，梦洁站在门口有点无语，看着郑云彬一边干呕一边猛灌水，泪眼婆娑的喝完了药，整个过程给他一种要死了的感觉。梦洁面部表情近乎扭曲，真受不了这傻缺。他把水果放一边就要走，郑云彬叫住梦洁：“这就走？”梦洁挑眉看他：“不然呢？等你睡着了我再走。”郑云彬满脸不自在：“行行行，你要走就走，别来看我。”梦洁被他吼得莫名其妙的：“你3天没挨过打了是吧？”丢下这么一句，梦洁就去隔壁病房了。郑云彬，他就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白菜。这时病房的门又被打开，郑云彬的眼睛都亮了，眼巴巴地看着门口。没想到走进来的是郑冉一。刚刚还百花齐放的郑云彬突然花就死光了，熠熠生辉的病房没了光。你怎么来了？郑云彬靠坐在床上平淡地问。郑冉一没察觉到他的冷淡，路过这附近过来看看你，既然没什么事我就走了。他走出去2步突然返了回来，温声说：“彬彬，昨天的事情想了想，我应该跟你解释一下，我不是不帮你，而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不适合硬碰硬。如果起了冲突，那种情况下我怕你会伤上加伤，所以我才先让你道歉的。”郑冉一的解释像极了欲盖弥彰。郑云彬是个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他直接反驳：“可是梦洁帮我教训他们了。”他现在对梦洁的一句话记忆犹新：“老子都不敢这么打，你给打成这样。”这句话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他也是被人护着的，他比一些人重要。郑云彬在学校经历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能让家里人知道，他这些遭遇不知道跟谁说，就连父母亲都会让他理性的处理问题，只有梦洁，只有他是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什么结果的护着他。郑云彬缺这种明目张胆的偏袒，他没想到竟然是梦洁给的。郑冉一嗫嚅了下，想不到要说什么，只能沉默地离开了。出了病房，他面目逐渐狰狞，这么下去不行，梦洁已经在一步一步地征服郑家人的心了。过不了多久，郑家季家的人都会像郑云彬那样喜欢梦洁。梦洁在尉迟病房里待着，尉迟看新闻，梦洁看文件，两个人莫名的契合。梦洁看了眼时间，快到晚饭时间，他站起身：“有什么想吃的吗？”尉迟还没张嘴，梦洁自顾自地走了：“得吃清淡的。”尉迟，梦洁刚拉开门，就撞上急匆匆进来的严明，二人只对视了一眼，梦洁直接抬手封上了他的嘴，把他拖到一边：“你这么着急，有什么事？”严明不知道说不说。梦洁整理着微乱的袖口，头也没抬：“给你3秒。”3，我们抓到了在商城对爷开枪的那群人，也就是并州派来的。梦洁动作一顿：“现在在哪儿？”港口周边的废旧仓库。梦洁拖着他：“走吧，带我过去。”港口废旧仓库内不见一丝光，并州的几个人用外语破口大骂。此刻厚重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朝两边拉开，并州的人往门口那边看去，是一个身形高挑的女人，因为背光走，他们看不清脸，只能模糊见得那人拎着一把狙击枪。蓦地，梦洁停下了，他扛起了狙击枪，对准了那群人。并州的人突然屏住呼吸，铺天盖地的杀气让他们有点慌。第33章，奶奶的宠爱就养出来你这么个骄纵跋扈的东西。但是下一秒，梦洁突然转身，枪口对准了斜上方。随着梦洁的动作，周末的人直接开了强光灯，顿时整个厂房明如白昼。而早就埋伏在上面的人此刻无处巡航。梦洁一顿扫射，上面的人尽数掉了下来。他随手把枪扔在了一边，枪掉在地上，激起尘土四起。严明猛地反应过来，上面还有人。这群人是假装被降服的，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一网打尽。但是他们唯一没有算到梦洁会来。接下来的20分钟是玉家那群人这一辈子觉得最漫长的20分钟，血腥异常。处理完这群人，梦洁回头看向严明，留一个活口放回并州。处理好，我先回去了。严明等一些人恭敬低头。梦洁出了厂房，海风肆意而起，凌厉的风吹乱了他的长发，有些迷眼睛。他不回并州，那就把玉家的人引到帝都。尉迟总也想不通，为什么每次梦洁来看他每次都有事呢？他每次留在这里的时间还不够半个小时。梦洁回了郑家，
得知郑希婷最近2天就要回来了，郑冉一明显兴奋的不行。大哥出国2年了，终于要回来了。郑冉一脸上的笑意是遮也遮不住的，从小到大郑希婷就对他很好。如果郑希婷回来，孟杰一如既往的欺负自己，有他好果子吃。季归晚一身打扮温婉，形象居家，不只是你大哥回来，子舒也跟着一起回来。说着，季归晚看着郑冉一的眼神带了小暧昧。郑冉一有些害羞，娇嗔道：“妈妈。”这一番行为恶心的孟杰一身鸡皮疙瘩。安安稳稳的过了3天，孟杰正惬意的晒太阳呢，手机一阵夺命连环铃，把他吵醒了。妈的！孟杰接起来电话，声音催了冰似的：“什么事？小杰，你姑姑过来了，说来跟我接下工作。”孟仲伟的音量很低，孟杰本就不怎么好看的脸色瞬时间又黑了一些。郑美珍，真是一天都不安分。我马上过去。孟杰随手拿了一件大衣，跨步出了郑家。半个小时后，孟杰的身影出现在了孟仲伟的办公室内。本来还叽叽喳喳的郑美珍突然安静了那么1秒钟。孟杰看了眼办公室，除了郑美珍，还有一个男人。他安安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举手投足都是一种云淡风轻，气质干净，长得也很干净，一头墨色黑发有淡淡的光泽，紧紧露着的脖颈处皮肤细致如瓷，光洁白皙的面庞棱角分明，透着冷峻。他有印象，他是郑希婷，回来的还挺快。孟仲伟从沙发上站起来：“小杰。”闻声，郑希婷有了动作，只是淡然地看了孟杰一眼，没有什么变化，让人看不出他的心思。孟杰走过去，从容地在郑美珍对面坐了下来。“姑姑有什么事跟我谈？”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郑美珍调整了下坐姿，态度越发高高在上。“也没什么事，只是觉得这个 LK 交给一个没有任何能力的人来打理不太合适。”孟仲伟在一边站着，有些窘迫。虽然这么长时间他也算是接触了上层社会，但是在他们这种从容尊贵的人面前，还是不免有些拘谨。孟杰挑眉，好整以暇地等着郑美珍说出个所以然来。“我想听听怎么不合适。首先，我们的产业交给一个外星人来打理，我不放心。其次，我听说孟仲伟是半路出家，一次运营的好可以是运气好，加上子木的名声在外，一只傻狗挂上名也能做得好。我也是防患于未然，提前止损。”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孟仲伟的脸色有些苍白，像他们这种人自然入不了上层社会的眼。孟杰靠坐在沙发上，双手自然交叠放在腿上，状态放松，完全一副主人姿态。“姑姑没搞清楚状况， LK 的背后决策人是我想让谁管就让谁管。现在孟杰还能好好说话？你好像有些胡闹，郑家这么大的家业，你掰得起吗？还有，在你来之前 LK 是我在管。”孟杰嗤了一声，笑得漠然：“我就说是哪个没脑子在管，亏本那么多。你什么意思啊？意思还不够明显吗？你仨也来错地方了。如果你想直接把 LK 拿回去，就让老太太来跟我谈，你还不够格。希婷，你看见没有？一个乡下来的敢给我公开叫板，这就是你的妹妹。”眼看着孟杰这边没有攻破点，他将主意打到郑希婷身上。孟杰没看他们，只觉得闹心。郑希婷温文尔雅，坐着浅笑了下：“姑姑稍安勿躁，不如先去问问奶奶。”郑希婷没有帮着郑美珍，这是孟杰没有想到的。郑美珍看着这么一个挣钱的公司拿不到手里，心情不怎么好，冷哼一声，拿了包就打算走人。“站住！”孟杰叫住他。郑美珍置若罔闻，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一个戴着金丝框眼镜、拿着手杖的男人堵在门口。周末瞳孔死寂一片，被他盯着，有些后背发凉。郑美珍不耐烦回头：“你还要怎么样？”孟杰字字铿锵：“跟我的哥哥为你的言辞道歉。”孟仲伟不愿孟杰跟郑家人起冲突，毕竟是要生活在一起的。“算了，小杰。”话音刚落，郑美珍嗓音尖锐：“你开什么玩笑？你让我一个身价100万的人给一个村里来的道歉？孟杰，你不要太过分！”孟杰猛地一脚踢翻了梨木茶几。本来我想着今天有别人再给你几分面子。茶几翻了，上面的茶水泼在了地上，地毯上升起腾腾白雾。他的眼睛眯了眯，不过姑姑好像太不识抬举，句句不离村里，字字不脱傻狗，不知姑姑的教养在哪儿。孟杰站了起来，身高优势瞬间压了郑美珍一头。在豪门几十年的生活，就让你学会了如此不尊重别人，如此目中无人吗？他逼近郑美珍，一字一句用力到极致：“奶奶的宠爱就养出来你这么个骄纵跋扈的东西。”第34章，他姐姐太可怜了，呜呜呜！孟仲伟看的是目瞪口呆，他没看错吧？孟杰这是在顶撞长辈。孟仲伟赶紧上前拉住孟杰的胳膊，语速较快的劝说：“小杰，算了。孟杰，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给我等着！”郑美珍回头就想走，没成想刚刚一动不动的周末突然拿着手杖抵在了郑美珍的眼睛处。周末脸色晦暗不明，嗓音诡谲难测，
夫人还是道歉的好，不然手杖里的伸缩刀下一秒会不会刺穿夫人的眼球，我可不敢保证。郑美珍被吓住了，睫毛微颤，一时间没了动作。这时候郑西婷动了，她走过去，抬手压在了手杖上，加了些力气，让手杖避开了郑美珍。周末顺利收了回来，他站在郑美珍身侧，笑得刚刚好。我替姑姑道歉，她也是在气头上才说出如此不理智的话。孟先生别放在心上，等日后有时间我们约一局。孟仲伟视线飘忽不定，没敢正眼看郑西婷。这男人周身都围了一股不知名的气息，他自然知道郑西婷说的话不能当真，只是在这时候给双方一个台阶下。郑西婷依旧笑着，那姑姑能走了吗？他怕孟杰不知道，后续还又补了一句，小杰。孟杰自便。郑西婷看了眼周末，在刚刚孟杰说话的那一刻，他就已经退开了。这人一举一动都透着贵气，身上所穿的衣服也极其贵重，样貌出众，在帝都都是找不到的优秀人才。偏偏他对孟杰如此忠心。郑西婷不动声色地敛下情绪，郑美珍拿着包转眼间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孟杰刚准备说话，就被孟仲伟拍了下脑袋，一声闷响。孟杰捂着头面无表情地站直身子。周末下一秒就要动手，不过被孟杰制止了。孟仲伟教育孟杰，才几天没见你，怎么就这么胆大？虽然我现在没资格管你，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说你两句。你在家也没这个样子，怎么才来郑家2天，见谁都是剑拔弩张的样子？好歹那也是个长辈，你再怎么不服气也得客气点啊，万一你回了家被针对怎么办？孟仲伟一脸愁容，他是真的担心孟杰，自己管不管 LK 都无所谓，可孟杰却因为他在郑家受了委屈。孟杰一言不发，孟仲伟看他一眼，看什么？本事大了还踢桌子？去，扶起来。郑西婷看看孟仲伟，再看看孟杰，他竟然真的动了，真不可思议，这神奇的食物链关系。孟杰还没走2步，周末闪身进来，挡在孟杰身边，外面进来个手下，把桌子扶了起来，并且打扫干净才出去的。周末一盯，那种森冷的恐吓狂压孟仲伟。孟仲伟，你出去吧。孟杰一说话，周末也不再看孟仲伟，安静地退了出去。孟杰回头看了眼孟仲伟，那我就先走了。孟仲伟说话软了几分，不坐下休息会儿？不了，路上注意安全。晚上因为郑西婷回来，所以郑恒洲一家都去了老宅吃饭，除了他们，还有小叔郑光中一家。餐桌上菜色让人眼花缭乱。孟杰从一开始就盯着一盘虾，别人也看不出来。今晚老太太明显心情不错，西婷也回来了，现在就剩下老二了。说着就要倒酒，季归晚坐在老太太身旁，叮嘱：“妈，你可别喝太多。”老太太盯季归晚，好声好气打商量，就一点点。季归晚忍俊不禁：“一点点。”气氛很好，开始吃饭，都在说一些有的没的。不知怎么的，话题就扯到了孟杰身上。郑光中跟郑恒洲搭话，冉一可真是不错，听说在清北是数1数2的学霸。郑恒洲回话不足挂齿。最后郑光中看向了不远处坐着的孟杰，眉眼跟郑恒洲季归晚很像，听说今天刚打了郑美珍的脸，他从小宠到大的妹妹竟然被这么一个小孩子欺负。想了想，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郑光中把话头挑在了孟杰身上，听说孟杰在帝都的一个专科。郑恒洲吃着菜，也没听出来他接下来想说什么。果然还是冉一优秀一点。冉一，你好好学习，等从学校出来，小叔培养你。郑冉一腼腆地说：“谢谢小叔。”说着，余光还不忘看孟杰一眼，他明显没注意到这边在说什么。孟杰在全心全意地剥虾，就是有些手残。他旁边的郑云彬看不下去了，看得眉头直蹙：“你行不行？你看的我都急死了。”孟杰悠悠看他一眼：“你要怎么的？”一个眼神看得郑云彬有些害怕，往后稍了稍身子，自顾自壮了壮胆：“虾不是那么剥的。”“你怎么这么大连虾都不会剥？”郑冉一故作生气：“彬彬，别这么说话。孟杰从小在乡下长大，自然吃不到虾。”明里是在责骂郑云彬口不择言，应该照顾孟杰，暗里确实在暗示孟杰乡里长大没见识，吃菜也只知道吃一些自己没见过的，眼界小。郑冉一此言一出，郑云彬噎了一下，看着孟杰剥虾那么狼狈的动作也不急了，反而鼻头有些酸。他姐姐真是太可怜了，长这么大虾都没吃过。孟杰被看得满头黑线，小声跟郑云彬说：“你他妈要是再用这种眼神看我，我他妈把你快好的胳膊给你打残疾。”郑云彬控制不住自己，吸了一下鼻涕，小声斧头过去：“我现在只有1只手能用，等我手好了给你剥虾。”他姐姐太可怜了。孟杰头顶奔跑过一群草泥马，他累了，不想说话。郑光中说：“
孟杰在专科出来能有什么成就？专科里面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可得看好了，不然本来不太好的习惯，因为环境不太好，就更恶劣了。字里行间都看不上孟杰。孟杰听不到，正跟一只虾在较劲，突然从旁边过来一只修长好看的手，他拿走了孟杰面前的盘子，继而推过来一盘剥好的虾。郑希婷优雅地用热毛巾擦着手，您这就有偏见了，就我看，小杰并不比冉一差。第35章，你嗓子里卡了个坏了的收音机吗？郑希婷突然开口，这是让郑冉一没有想到的。郑云彬反应过来，立马附和，就算姐姐一事无成，我家也养得起她，她享受生活就好，心无旁骛的当一个千金小姐也蛮好。郑光中冷哼一声，这不就是别人口中的混吃等死吗？郑希婷把毛巾放在一边，每个人追求不一样，混吃等死没什么不好。郑光中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太太的脸色已经黑成了锅底，可郑光中愣是没感觉到。他的妻子江落雪轻轻推了下郑光中，小杰，你小叔没别的意思，只是希望你往更好的方向走。没事。孟杰完全不在乎，毕竟他也没听。郑光中还要张嘴说话，老太太警告的咳嗽的一声，他一句话生生卡在嗓子里。看着自己母亲不好的脸色，他没说话了。一顿饭吃的人心各异，也就孟杰吃得开心。一晚上光顾着吃虾了。吃过饭后，孟杰陪老太太聊天，而郑光中找了郑冉一私下聊天。冉一，小叔是看着你长大的，对你不说了如指掌，那也是比较熟悉。郑冉一谦逊懂礼，小叔对我的好，我都铭记于心。是，我记得你初中的时候好像做过曲，最近有一个节目缺一个评委，不如你去看看。评委？郑冉一投去疑惑的眼神。这是一个公司新办的一个节目，我想给你机会，评委里面还有苏饶曼，你可以跟他打好关系，你也需要有自己的关系网。时间大概在后天，全程直播。其他选秀节目都是录好再播，可苏饶曼这一次一反常态，噱头打出去，还没播出就已经有不少人关注。郑光中是铁了心的培养的郑冉一，反正不能让孟杰那样的野人在郑家为非作歹，一个姓都不愿意改的外人，凭什么插手郑家的产业？好，郑冉一应下。为了能做好，为了不辜负郑光中的一片好心，郑冉一做了很多功课。一个破旧的小区，某一家住户响起争吵。王嫣然，你醒醒吧你！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敢肖想上节目？王嫣然身上还穿着不合身的衣服，由于眼镜被打掉，她看不清东西，勉强看着那个虚影，泪眼婆娑，忍住哽咽地说：“你把我的谱子还给我，别的东西你都可以拿走，你为什么要抢走我最重要的东西？”他上前争夺，但是瘦弱的他完全不是那人的对手。楚萧用力推他：“你爸妈死了之后就在我家住着，吃我们的喝我们的，钱不给也就算了，我们体谅你，可是你什么也不付出一下，这不合适吧？求求你，这是我唯一的梦想了。”楚萧拨开挡了自己眼睛的头发，告诉你，后天我会上节目，你就在家里看着吧。他踢了地上的王嫣然一脚，呼吸不顺地离开他的房间，并且把王嫣然反锁在里面。隔着房门，王嫣然绝望地跪坐在地上抱膝痛哭。门外的声音不绝于耳：“妈妈，我要好看的衣服，明天我就能上电视了呢，我一定要非常好看。”楚萧的声音在王嫣然听着有些刺耳。楚母顺着自己的女儿：“好，对了妈妈，等节目开播当天，你一定要让他看电视，必须看着。”好好好，你说的妈妈都记下来了。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王嫣然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眼泪淌下面颊。她有想死的心思都有，可是她不能这么简单的死。如果她死了，不就彻底便宜了楚萧这王八蛋？节目开播当天，郑冉一早早就到了，李夏陪伴在他身边。别紧张，你很好看，也很上镜，你这样的脸不进娱乐圈真可惜，我在后面坐着，加油。李夏给他加油打气。郑冉一深呼吸，他看向评委那边的位置，人还没有来。他私下做了很多功课，对苏饶曼的喜好了如指掌。尉迟在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坐着，严明在他旁边。在临近开始的时候，孟杰入场，一身休闲的穿着，一手插在裤兜，豪放不羁的走了进来，很自在的状态。尉迟稍微直起了身子，严明嘟囔了一句：“爷的伤口真的不疼了吗？”他径直走向评委席落座。李夏跟郑冉一面面相觑。李夏，那不是原先苏饶曼的座位吗？郑冉一脸色复杂。最后，郑冉一还是在孟杰身边坐了下来。他想了想，突然想起来苏饶曼没来的原因，可能病还没好。毕竟那天他被王家母子欺负的时候，他在场。导演那边喊了开始，郑冉一正襟危坐，一脸严肃，而他身边的孟杰慵懒地靠坐着，一手搭在椅子上，一只手自然搭在桌面上，手中游刃有余地转着笔。孟杰很上镜，他皮肤很好，
镜头推进也看不出任何的瑕疵，长相优越，一颦一笑之间，高贵的神色自然流露。开始选，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一个接着一个的上台表演。梦洁全程只是打分，跟别的评委几乎没有交流，而郑冉一始终笑着跟其他评委交流。直播的公屏上，除了一些支持选手跟评价选手曲目的评论之外，剩下的就是讨论郑冉一不错的。有那么少数人看不上梦洁拽拽的模样，他怎么不说话？只是打分？别是根本听不懂音乐吧？高傲的姿态放在那里，最后打个分就行了。他的颜值也是有目共睹的，节目组找来当花瓶的，也不是什么都不会，至少人家会转笔啊。哈哈，说什么的人也有。这一轮过后，楚笑上场了。楚笑礼貌的鞠躬，在电视机面前坐着的王嫣然双眼含恨，手逐渐攥紧。楚笑开口的第一句，梦洁就蹙眉了。接着往下听，梦洁转笔的手突然停了下来。唱完之后，郑冉一跟其他评委交涉，摄影机推进，把郑冉一说的都录了进去。他的曲子跟词都很不错，只不过唱功有待进度，所以给他过吧，之后跟着我好好练习就行。郑冉一说的温柔，公屏上一堆夸他的。呜呼，小姐姐太温柔了，善于给新人机会啊，这样的评委谁不爱？爱了爱了。王嫣然闭了闭眼睛，在郑冉一准备总结的时候，全程没说话的梦洁突然开口，她嗓音凉薄，带了审视的态度。你嗓子里卡了个坏了的收音机吗？他的话透过话筒清晰地传了出去。第36章，弹一段给我听。这一句说的可谓是猝不及防，给足了楚笑难堪。王嫣然有些错愕地睁开眼，同样观看直播的楚母已经开始破口大骂，这女人是个什么东西啊？另外3个已经准备给过了，她这是突然搞什么？这节目什么人也能上？该死的，如果我女儿因为她没被选上，我一定不会放过她。楚母在一边叽叽喳喳，而王嫣然此时眼睛里只能看见梦洁一个人，电视机多半都是梦洁的脸，她很好看。全场突然安静，气氛僵硬。楚笑尴尬地笑了笑，对不起老师，我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因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所以我的唱功可能比较差，不过请老师相信，给我时间，我一定让您看见进步。梦洁，你就是用这种水平来参加节目的？楚笑已经笑不出来了，不过依旧保持礼貌，这是我唯一一次机会，所以我想抓住。气氛这时候已经僵硬到冰点，导演要的效果也快达到了。公屏谩骂一片，这人什么意思啊？人家有梦想，所以来试试啊。他这么不尊重人是什么意思？看他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觉得恶心。支持歌手小姐姐，如果这个小姐姐不能晋级，简直就是黑幕。郑冉一小声开口，其实我相信假以时日，她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歌手。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不是为了给更多有梦想的年轻人机会吗？梦洁根本没搭理郑冉一，她想做烂好人，直播全程她都在给别人机会，但是今天自己既然来了，就需要负责。她的谱子给我一份。梦洁直接跟导演组的人开口，这种节目会让选手提供自己的原创资料。导演知道梦洁的背景，赶紧让人拿了谱子上去。梦洁飞快地扫了谱子一眼，而后抬头，这首歌你怎么创作出来的？楚笑被问住了，他想了想，王嫣然在家里经常把玩自己的那把破吉他，他想都没想的如实说用吉他。梦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跟工作人员说给他一把吉他。这一下楚笑懵逼了，他怎么会弹吉他？不是直接上来唱就行了吗？这个女人想干什么？电视机前的王嫣然眼睛里逐渐有了光。很快，楚笑手里抱着一把吉他，弹一段给我听。梦洁脸色冷得可怕。这是正常的流程，郑冉一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跟剩下3个评委保持安静。楚笑硬着头皮，他哪里会弹？不过如果吉他坏了，就不关他的事了吧？他用力一拨，弦果然崩断了。他无辜地看着下面的人，抱歉，我不是故意的。王嫣然眉头紧蹙，楚笑竟然会玩这种把戏，看来楚笑肯定会晋级了。刚刚那3个评委的讨论他已经看到了，虽然自己是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肯定，没想到梦洁突然嗤笑一声，把谱子扔在桌面上，这首歌不是你的吧？他说的极为笃定。楚笑，您可不能这么说，这是陈淼的谱子，陈淼的风格独树一帜，请问网上小众粉丝群体的偶像是你吗？梦洁的桃花眼淬了冰，眼神强势，语气铿锵有力，咄咄逼人。王嫣然心里一震，他知道自己，他怎么知道这是陈淼的谱子的？台上的楚笑脑子一堆乱麻，陈淼又是什么玩意儿？你拿别人的东西来参赛，却标榜自己是原创。楚笑语塞了，想到自己已经完了，节目组会联系陈淼进行核实，你可以走了。楚笑有些狼狈，只觉得丢人，赶紧跑下了台。郑冉一看得目瞪口呆，梦洁就跟没事人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继续了刚开始的模样，靠坐在椅子上转着笔，继续吧。
互联网的速度是很快的，上一秒说到陈淼，下一秒陈淼的粉丝群体就已经知道了，大量粉丝涌入直播间。妈的，就是这个不要脸的盗我们陈淼的歌，这是新歌吧？梦洁评委说的没错啊，你他妈嗓子里卡了个坏了的收音机。刚刚那个歌手恶不恶心啊？欺负我们陈淼没人护是不是？我们陈淼只想安安静静做歌，这他们也能有瓜？这位评委小姐姐也是陈淼的粉丝吗？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陈淼的谱子眼，多亏了有这种识货的小姐姐，呜呜呜，不然摊上郑冉一那样的培养抄袭的盗别人成果的，指不定得乱成什么样子呢。得有多少原创歌手受委屈啊？刚刚还搁那儿说给新人一个机会，你忙得过来吗？谁还想培养呢？可笑，有趣。因为这么一闹，节目的热度更高了。严明止不住的感慨摇头，哇，孟小姐真是帅呆了，她要是个女的早就嫁孟洁了。尉迟嗓音幽冷，停止你危险的想法。严明露出不失礼貌的微笑。过去2个小时，节目录完，需要所有晋级选手跟评委上台合照。孟洁不愿意掺和这种事，但因为是替苏饶曼来的，她再怎么不愿意也还是走上了台。照完之后，孟洁拿出手机给苏饶曼发了陈淼的家庭住址，让他找人过去签。苏饶曼回了个 OK。 孟洁站在台上没动，上面的人快走了个干净。孟洁回头发现是坐着轮椅的郑云彬。没走远的郑冉一也回了头，看着关系不错的2人，他的目光有些黯淡。他收起手机，上下扫视，你坐着轮椅乱跑什么？郑云彬不自在地说，今天不是你第一次录节目吗？我不是过来看看你吗？一起回家。话音刚落，突然整个演播厅陷入了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郑云彬骂娘，卧槽，什么情况？怎么还停电了？孟洁的听力很好，第6感也很准，他猛地抬头，上面有动静。即使什么都看不见，可他明显能从慌乱嘈杂的人群声音中听到灯体晃动的声音。不对，在漆黑一片的环境中，孟洁准确无误地抓到了郑云彬的轮椅，用尽全力把他往旁边一推，砰，灯体落地，火星四溅。孟洁第37章，他会不会以后流着口水说阿巴阿巴？郑云彬摔下轮椅，疼得龇牙咧嘴。就在不远处的郑冉一也受到了波及，他摔倒在地，灯体的碎片划伤了他，全身上下都是一些细小的伤痕。除此之外，他的腿部被灼伤。巨大的声响过后，一切归于安静。周末的人第一时间去查看了电路，演播厅亮了起来，不少女性工作人员尖叫起来。孟洁头下已经是一片猩红，她整个人被压在灯体之下。姐！郑云彬叫得撕心裂肺，连滚带爬的去找孟洁。孟洁完全丧失了意识。尉迟把灯体搬开，脸色慌乱，黑眸紧张。他先用正规的方法把孟洁的伤口止住，而后查看他有没有别的地方受伤。周末的手下已经做好了担架，尉迟把孟洁抱上去，一行人去了回声医院。路上，周末方寸大乱，语速都要比平常说话快，联系曾一燕，尽快把他接过来。曾一燕，医学界少见的奇才，并州人。没过一会儿，手下上前说，不巧，曾一燕医生不在并州。周末脸色一变，他信不过这里的医生。郑云彬坐在旁边哭哭唧唧，姐你醒醒啊，别吓我呀。尉迟始终无言，他的身上沾了不少孟洁的血。在抱着孟洁出演播厅的时候，他就已经吩咐了严明去帝都各大医院调孟洁同样的血型去回声。他的手一直在抖，血迹已经凝固。郑美珍的产业中本就有医疗领域，他得知郑冉一录节目的时候受伤，赶紧先去了医院安排，同时通知了郑恒洲跟季归晚。郑冉一被李夏送到医院，季归晚跟郑美珍站在一起，2个人同样关怀郑冉一。季归晚，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成了这样？郑冉一身上的衣服多多少少已经渗出血迹，伤口已经有凝结的趋势，并且跟衣服粘在了一起。把衣服撕扯下来也是一种煎熬。回声医院的股东是郑美珍，她的地位举足轻重，她安慰着郑冉一，不怕呀冉一，听说最近曾一燕医生在回声进行学术交流，我让他给你治。郑冉一听过这个名字，最年轻的精英医师。他想了想，会不会太麻烦了？本来他的伤口也不严重，让曾一燕这么精英的医生给他治，他觉得有些大材小用。郑美珍知道他在想什么，医生就是为了治病，不管大小，我现在让人去请他过来。郑恒洲从一边上前，现场只有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只有郑冉一一个，他不怀疑是故意针对。郑冉一抿了抿唇，正说着，一行人从那头出来，很明显是已经结束学术交流，排头的就是曾一燕，他的身后跟着各种德高望重的医学教授。郑冉一看过去，只一眼就愣住了。曾一燕很好看，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不管旁边的人说什么，他只是淡然应声。梅花，像梅花一样高洁。他个子很高，高贵浑然天成。他的手机响了，
他接通是并州那边人的电话，那头三言两语说清楚情况。本来面无表情的曾一燕突然皱紧眉头，我就回去。医生！郑云彬抬头大声叫道。曾一燕猛地抬头往门口的地方看去，周末也在，还有尉迟，那推进来的那个就是孟杰。曾一燕收起手机跑了起来，因为郑冉一他们跟孟杰是同一水平面，曾一燕跑向孟杰，在郑冉一看来就是在奔向自己。他破天荒的在这时候有些心动了。曾一燕为了自己跑过来的样子很帅，郑美珍欣慰的笑着，你们之前认识吗？看着他很紧张，不认识。郑冉一目不斜视，眼看着曾一燕越来越近，郑美珍脸上的笑意越来越大，郑冉一的脸肉眼可见的红了起来。郑美珍刚打算接话，没想到曾一燕直接掠过了他。随着他跑的速度，白色大褂飞起，短发凌乱。他带着一众医学教授全力以赴地奔向孟杰，阵势之大，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去。他跑过去，跟几个教授推着孟杰就往手术室走，嗓音冷沉：“什么情况？”周末语速极快地说清楚状况。转眼间就到了手术室，曾一燕眼神笃定：“交给我。”而后就关上了门。郑恒洲夫妇刚刚看见郑云彬就感觉不对，赶紧跟了过来，发现还有一些自己不认识的人。季归晚没过多的注意他们，他问郑云彬：“怎么了？”郑云彬红着眼眶：“妈，姐为了救我受伤了。”呜呜，他的眼眶通红。什么？季归晚倒吸一口冷气。刚刚推进去的是孟杰。郑云彬哽咽着，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本来能躲开的，可是因为我坐着轮椅，正对着吊灯，我行动不方便，所以他把我甩开了，他自己没来得及躲开。他抽噎的严重。妈妈知道了，你的腿也有伤，你先去看看。郑云彬不放心的不肯走，于是刚刚因为慢了一步没跟进手术室的老教授蹲了下来查看他的伤势。你没好透，因为动作过大导致2次骨折，我给你接回去吧。不等郑云彬同意，那个医生突然上手了。啊！郑云彬中气十足的惨叫出声，他突然哭得更猛了。他好疼啊！他姐姐得有多疼啊！重新给郑云彬打上了石膏，他不肯走，非得坐这里等孟杰手术结束。郑美珍走过来，听说孟杰受伤了。郑恒洲不能不理妹妹。郑美珍替郑冉一打抱不平，那你也不能一直在这里看着呀，一时半会儿手术也结束不了，冉一身上还有伤呢，你先过去看看吧。郑恒洲被郑美珍说的有些心烦，你想看你就过去看看，小杰还在手术，你身为一个长辈。他说了一句，觉得没办法跟他好好交流，也就不说了。大抵过了2个小时，手术室的灯灭了，尉迟猛地起身走过去，周末紧跟其后，就连郑云彬也被季归晚搀扶着，用一条腿到了手术室门口。郑恒洲上前，在最前面的尉迟跟周末突然意识到这是孟杰名义上的父亲，退后一步给他让开。曾一燕漠然地看郑恒洲一眼，手术很成功，灯体落下的那一刻，他躲开了，避开了要害，如果再严重一点，可能会脑瘫。每个人都很严肃。就在这时候，在最后面站着的郑云彬问：脑瘫？他会不会以后流着口水说阿巴阿巴？第38章霸气孟杰再现砸门。此话一出，尉迟跟周末那如同杀人一般的眼神直直射向郑云彬，气氛突然变得诡异起来。孟杰被推进病房，郑希婷听到孟杰受伤的消息，第一时间去了节目现场。殊不知这里已经被周末的人封了，连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郑希婷顺利进去，包括导演在场的工作人员一共有150人。从出事到现在，没有人能离开，整个演播厅都弥漫着一股烧焦味。郑希婷掏出方巾，捂住口鼻走了进去。他也带了人过来。导演认识他，虽然身为全力代言词的郑家人行事都低调，可他们怕有眼无珠得罪人，把郑家人的面孔都记了个清楚。此刻导演恭维的上前：大少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郑希婷看都没看他，妹妹在这里受了伤，过来看看是因为什么？一番话说的疏离。导演看了眼台上的一片狼藉，是我们工作的疏忽，吊灯松了，突然掉了下来。这时候郑希婷已经走到了舞台上，她俯身查看，而后又找人上去看了接口，是有人刻意为之，动了手脚才导致吊灯摔落。我要看监控。郑希婷说什么就是什么，导演赶紧领他去了监控室。他过去的时候，尉迟跟周末已经在那里了。3个男人在促狭的空间并没有觉得不妥，分工明确地看着监控。半个小时后找到了3个可疑的人，周末使了个眼色，手下立马去办。不过5分钟，3个人被带到他们面前。尉迟面色诡谲难测，又冷又沉地说：你最好祈祷这3个人不是你的工作人员。导演刹那间出了一身冷汗，看了一眼，立马松了口气：不是，他们身上的工作证都不是本人。郑希婷手中握着方巾：出去吧，这里没你事了。导演连忙点头：是。
他出了监控室，才感觉自己恢复了呼吸，在里面实在是太煎熬了。没想到郑西婷还挺疼郑冉一的，不知道郑家以后肯不肯放人，郑冉一才当了一期嘉宾。因为郑西婷在场，尉迟跟周末没做得太过分。等郑西婷走后，才是那3个人生不如死的时候。梦洁麻醉药过去在次日早晨，他已经有意识，可就是醒不过来。郑云彬跟只苍蝇一样嗡嗡嗡。你不是说我姐今天就能醒过来吗？现在已经9点了，她怎么还是一动不动的？你不是个庸医吧？接着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请你不要怀疑我的能力。有点耳熟。他发现脑子被砸了以后有点不太好用，他想不起来这人是谁。你让我不要怀疑，我就不怀疑。我姐醒不过来咋整？你不知道她有多可怜，刚从乡下回来，还没享几天福就被砸成了这样。她虾还没吃到，我还等她手好了给她包。郑云彬一把鼻涕一把泪，跟哭丧似的在病房哭了起来。曾一燕相对比较平静地说：“3秒钟之内，如果你冷静不下来，我就给你打镇定剂了。”郑云彬一瞬间恢复正常，坐在一边静声。曾一燕走进梦洁：“能听到我说话吗？”“能，就是不能回答你。”梦洁没动静。郑云彬跟看傻子一样看曾一燕，他怎么感觉曾一燕不靠谱呢？他轻轻拨开梦洁的眼皮，查看了一下，发现正常，他松了手，安静地坐在郑云彬旁边。大概过去半个小时，梦洁醒了过来，动了一下，立马倒吸一口冷气，全身刺疼。曾一燕看到了，走过来说：“万幸，你虽然被砸伤了，但没有到骨折的地步。有时候一个人的本能反应能救自己。”梦洁嗓子有些哑：“你是谁来着？”他想了大半天想不起来。曾一燕，曾一燕，他有些生无可恋。梦洁眨巴眨巴的眼睛，从宕机的脑子里疯狂扒拉资料，终于想起来他是谁。梦洁的身体素质好到没话说，从醒过来那天到现在才过去3天，就已经生龙活虎的了。周末形影不离的。季归晚来医院的时候，不止一次问这是谁。郑西婷看周末一眼，随即解释：“我给小杰找的保镖，他现在脆弱的很，偏偏管不住自己不动手，只能找个人看着他，我也省心点。”季归晚的眼神明显还是不相信，不管是从这个男人的气质，还是穿衣风格，亦或者是言行举止，都不像一个保镖该有的从容不迫。不过既然郑西婷都这么说了，他也不好追究太多。保镖周末朝着季归晚低头叫人：“夫人。”周末暗中的手下从来都没见过老大如此卑微过。周末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如果季归晚知道了，可能会慌。也就梦洁值得他留下来这么卑躬屈膝。苏饶曼只知道录制现场出了事故，他询问过后，都只是说郑冉一进了医院，并没有梦洁的消息。梦洁醒过来给他回了电话，说自己没事。苏饶曼这才松了口气，好几天没你消息，给我担心坏了。你没事就好。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是这样的，你让我去找陈淼，我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他的住址，不过家里人好像不同意他签约，我也不能硬来。梦洁一言道破，所以到现在你还没有把他签到手。苏饶曼叹了一口气，实不相瞒，我连人家面都没见到。梦洁思索片刻，把地址给我，还有你们公司的合同。好，苏饶曼答应的干脆。梦洁看上的人，他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地方。等季归晚走后，梦洁下了床，有些困难的换了衣服，跟周末说了一个地址。周末向来都不会忤逆梦洁的意思，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使他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外出。周末亲自开车把梦洁送到了一个破旧小区，他跟在梦洁的身后上了5楼。梦洁的脸色有些泛白，身上的多处位置微微泛疼。他走到一边，周末上前敲门，才敲了2声，里面立马传来一个妇人的怒骂：“你们这群人有完没完？我都说了不签约不签约！”王嫣然有光的眼睛立马暗淡了下去。周末回头看了眼梦洁，梦洁淡然开口：“砸开。”第39章，他要跟我一起吃饭，你让他去哪儿？周末直接一脚上去，破旧的门被轻而易举地打开，里面的人被吓了一跳。楚母瑟缩了一下，被锁在房间里面的王嫣然难免激动地站在中间，她紧抿着嘴唇，心中忐忑。她此刻竟然希望对方把自己带走。门打开以后，周末退后一步，梦洁进了房间，她才跟着进去。2个人本就贵气，楚笑在他们2个人面前自惭形秽。梦洁的眼睛里有东西，随便一看都没有人敢忤逆她的意思。梦洁走到一边的房间，一个手刀下去，门上的锁掉了下来，震得她手臂有些发麻。家里的装修都很破旧，家具的时间已经很长，所以她才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砸了锁。门被打开，梦洁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在王嫣然面前。她很高，身形干练，气场强大。她看自己一眼，悠闲自得地问了一句：“陈淼。”王嫣然上前2步，忙不迭点头：“是我。”梦洁道：“收拾东西跟我走。”
王嫣然动作利索的从床底拖出一个行李箱，站在了孟杰的身后。我收拾好了。楚母见状急了，这小杂种这么快就收拾好，明显很久以前就动了离开的心思，不能让他这么直接走。你们凭什么带走我们家的人？光天化日之下直接砸门就进来，有没有王法？女儿，报警！已经看呆了的楚笑被吼得回过神。哦，他赶紧摸索手机。孟杰开口了，多少钱？楚母明知故问。什么？孟杰没说话，楚母也识趣，没个300-500万下不来，还有你们砸坏了我家的2扇门，是不是应该赔偿？孟杰朝着旁边抬手，周末从怀里掏出一沓现金放在了他的手心，红色的钞票就在孟杰手里。楚母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下意识吞咽口水，看得眼睛都直了。人我带走了，有意见吗？楚母冷哼一声，我说了300万，少1毛都不行。这就是典型的蹬鼻子上脸，他就看准了孟杰不缺钱，不缺钱，但是不想给。王嫣然觉得他不配，别给他。楚母破口大骂，你这白眼狼，我打死你！他随手抡起来的东西就要打王嫣然，被孟杰拦了下来。他把钱扔在楚母身上，10万，修你那2扇破门，别想着从王嫣然身上拿到任何钱。楚母心一沉，你们还以为现在是几千年前吗？想带走一个人就带走，我可是有王嫣然的抚养权，将来不管他在哪儿，也得认我。孟杰挑眉，那就打官司吧。一句话说得风轻云淡。孟杰这边的律师团自然是并州上的，俗称地表最强律师团。一个小官司根本不足以劳师动众，可他们出面就只是孟杰一句话的事。孟杰丢下这一句话，就带着王嫣然走了。周末最后还不忘把他们家的门给关上。楚母气急，这个白眼狼，我看这个官司非打不可，还想脱离我们？不可能！刚刚一句话都没说的楚笑全程听下来，心里跟明镜似的。妈，现在打官司很费钱的，况且对方一看就是有钱人，人家找的律师跟我们找的能是一个档次吗？我们别浪费那个钱了。还有，王嫣然根本没什么用，唯一有点用处也就是这点钱了。你要为了王嫣然把这些钱花出去吗？楚笑一番话听得楚母是醍醐灌顶。是啊，王嫣然哪里配他们打官司？楚母赶紧蹲下来捡钱，一边捡一边嘟囔，这些钱可是你爸1年都挣不到的。孟杰在车上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合同递给王嫣然，签约合同，自己看看，不懂得问我。王嫣然双手接过，感激涕零地看了眼孟杰。王嫣然翻看着合同，他并没有没脑子的说完全相信孟杰，他是有理智在的，看合同看得极其认真，这也是孟杰所欣赏他的地方。他做事不感情用事，这也是苏饶曼所缺的艺人。路上王嫣然时不时的会问问题，孟杰不厌其烦地回答他。车子在苏饶曼的公司停了下来，周末下车帮忙打开车门。苏饶曼就在门口等着，看见孟杰真的把人带过来了，他一脸不可思议，我去了很多次人都没有见到，你竟然直接就把他带过来了。苏饶曼是讲究原则的礼貌人，可孟杰不是，他目中无人，无法无天，不受条条框框束缚，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干净的想法风格，都塑造了一个外人眼中恣意的形象。孟杰颔首，人我带过来了，你好好待着，我也欣赏他，我会的，你放心。孟杰，那我就先走了。一听孟杰要走，王嫣然猛地抬头，不一起吗？他只签合同，才短短一会儿，他就对孟杰产生了依赖。孟杰摇了下头，指了下苏饶曼，你的老板是他。王嫣然又继续追问，我可以有您的联系方式吗？孟杰在他的心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孟杰指了指那头的广告牌，什么时候你的照片贴在那上面，我会给你的，好好努力年轻人。只留下这一句话就离开了。也是这一句话给王嫣然留下了信仰，他眸中有光，格外坚定地看着对面楼上面的广告牌，终有一天他一定会在那上面，他一定不辜负孟杰。平安无事的在医院待了半个月，伤好了的大概，孟杰就去了学校。这天他准备找尉迟撸串，刚出校门就被杜景挡住了去路。他神色比较急，直接开口说，你有没有时间？没有。孟杰神色自若，抬腿就要绕过他走。杜景往旁边一挡，郑云彬在学校闹事了，对方家长找上门来不依不饶，郑冉一根本撑不住，所以我才想着来找你。文俊家长那么野蛮的人，也就只有孟杰这种路子野的人能压制住了。孟杰眯了眯眼，惬意的反问，你对郑云彬挺上心啊？杜景一愣，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最后恼怒的嗔骂，你到底去不去？尉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杜景的身后，他冷得仿佛是冰川中沥出的雪水，他要跟我一起吃饭，你让他去哪儿？第40章，抽他2巴掌我都觉得抽轻了。尉迟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为什么总有人横在他跟孟杰中间？杜景背后一凉，扭头就看见尉迟跟个煞神一样站在那儿，恨不得把他头摁下水道里。杜景不会说话了，孟杰倒是轻松，神态自若地拉着尉迟上了车，走吧，
弟弟闹了事，姐姐得兜着。如果郑恒洲知道郑云彬在学校这么浪，回去就把他腿打断。所以这些年郑冉一不知道给郑云彬跑了多少趟学校。尉迟还是不满，扭头悠悠地看了杜景一眼。京南高中，郑家地位高高在上，但是家中的教育是不能让孩子产生阶级观念，所以就把郑云彬送去了普通学校，根本没人知道郑云彬的家庭背景。校长办公室里正闹着，你们学校必须给我个交代。男人声音中气十足，吼得主任一阵耳鸣。尽管如此，主任还是需要心平气和、面带笑容的沟通交流。这位先生，你先别着急，火气也别这么大。郑云彬同学，我们已经叫过来了，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说。男人的嗓子立马吊了起来。好好说？怎么好好说？他把自己的手机对到了主任的面前。你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儿子被你们学校的学生打成这样，没一句道歉也就算了，医药费都不出。主任无奈之下只好再看一遍，刚刚他已经看过了，确实下手力道很重，脸肿的简直不能看。不管发生了什么，先认错总是没问题的。是，这是我们的错。男人生气了，怒目圆睁，大嗓门吼着主任，你别给我敷衍。主任满头黑线，他好累。教导主任为什么这么难做？快来个人救救他吧。文俊站在一边委屈巴巴，看到郑云彬投过来阴冷的目光，他阴恻恻地笑了下。郑云彬真是忍不住上去给他2巴掌。如果他姐在这里，早就1巴掌上去了，怎么还能等这玩意儿带着家长这么猖狂？学校肯定不想把事情闹大，顾忌较多。今天他已经能看到自己吃亏的结局了。偏偏学校联系的还是郑冉一，他根本没机会给孟杰打电话。越想越气，郑冉一已经听了好大一会儿了，对方家长冷静不下来，这件事就没办法谈。他侧头小声跟郑云彬交流，你实话实说吧，就说不是你打的，这样也好解决。孟杰不是这个学校的，你说了也没关系。郑家家大业大，不会让孟杰受委屈的。不行，凭什么我要说就是我打的？郑冉一真头疼，他感觉跟文父这种听不进道理的人讲道理鸡同鸭讲。他在辩论队好歹也是优秀辩手，面对野蛮不听的人也是没办法。那头还在继续，我告诉你，别以为你们是好学校我就会善罢甘休。如果你们今天不给我个交代，我立马打电话给电视台曝光你们。遇事不决，打给电视台。事情闹大，他们一定会妥协。主任看向一边站着的郑云彬，郑云彬，给个交代。文父哼嗤一声，鼻子里出热气，等着郑云彬给回复。你最好谈谈为什么打我儿子。郑云彬刚准备张嘴，门口响起一声，我打的，跟我谈。人还未到，声先到。众人看过去，孟杰从门口走了进来，从穿着就能看出他的身份不简单，很年轻漂亮的一个人。他身后紧跟着一个男人，同样尊贵。文父上下打量孟杰，你谁啊？郑云彬姐姐。他大步走进来，没人问尉迟，他自报家门，郑云彬姐夫。郑云彬，他哪里来的姐夫？主任看看孟杰，又看看郑冉一，没听郑云彬说自己有2个姐姐啊？孟杰走到文俊面前，睨他一眼，文俊被看得一阵心虚，无端想起来自己在医院被扇巴掌，突然已经好了的脸又开始隐隐作疼。文父正对着孟杰，你就是郑云彬姐姐？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什么东西都是。本来全程安安静静做鹌鹑的郑云彬此刻暴躁了，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一个身为长辈该有的态度。郑冉一拉都拉不住。杜景在门外偷偷摸摸看着，孟杰看他一眼，郑云彬突然停止了暴举，退了回去。办公室安静了下来。文俊是我打的，想要公道跟我要。文父真就差点跟孟杰动起手来，这女的拽什么呢？神经病！你凭什么打我儿子？凭什么？孟杰咬着这3个字重复了一遍，问得好。杜景往里面探头，想要看得更清楚些。孟杰手里拿出一沓照片，看来你不清楚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那我先让你了解一下。这些照片都是孟杰在来学校的路上，周末让人查到的。文父狐疑地看着孟杰，孟杰捏着一张照片，这是你儿子带人堵我弟弟。照片中文俊为首，背后跟着一堆混混，把郑云彬堵在中间。这是我弟弟被打得骨折在医院的照片，这是医院的检查报告，这是你儿子调戏同校女孩的照片。除此之外，你儿子打老师，砸教室。孟杰说一句，扔一张照片，不一会儿地上已经铺满了掉落的照片。他丢下手中最后一张照片，语气轻飘飘地说，他们跟谁要公道？一边看着的教导主任差点给孟杰拍手鼓掌了。果然文人跟野蛮人没办法好好处理。他当了教导主任这么多年，第一次知道原来问题还能这么解决。这一次没有低声下气，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反而步步紧逼反问的对方都觉得理亏。文父再无理取闹也觉得自己不占理。你别转移话题。
别的先不管。为什么不管？你把儿子培养成如此垃圾的社会败类，你怎么敢问心无愧的来这里闹？孟杰说的铿锵有力。不仅如此，孟杰还格外挑衅，一字一字咬得清晰，抽他2巴掌我都觉得抽轻了。第41章，为什么不反驳？你喝502了。文父，他听到了什么？如果硬说道歉，也是你儿子给我弟弟道歉，你觉得呢？文父脸色难看，瞪了一眼文俊。孟杰侧头看了眼教导主任，那我能带我弟弟走了吗？孟杰不怒自威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主任赶紧摆摆手，可以了可以了，真辛苦你们还跑过来一趟。孟杰礼貌颔首，回身拎着郑云彬出了办公室。刚出去，尉迟就给了郑云彬一脚。郑云彬被蹬得向前绊了一步，他回头莫名其妙地看着尉迟，他好像没得罪过他吧。只见尉迟泰然自若地说，帮你姐姐踹的。孟杰的伤还没好透，大幅度动作做了还是会有些疼，所以之前半个月周末没少替孟杰动手。现下他不在，尉迟就代劳。孟杰问，你没错，为什么不张嘴反驳？你喝502了。我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郑云彬一双眼睛时不时地瞄一下孟杰，说话没什么底气。孟杰指出问题所在，你就是孬。郑云彬一下就要反驳，可是就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孟杰从某一种程度上说的没错，他就是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借口。他做不到孟杰那么洒脱。你在顾忌什么？这一句要比前一句的语气温和，但也算不上多好听。我不知道。郑云彬，你的烂摊子我只给你收拾这一次，你的人生是你的，不是我的。遇到事情就想别人给你出头，你是傻逼吗？孟杰说话说的难听，可就是这个道理。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郑家的教育是让孩子礼貌谦逊，可太过谦逊就是懦弱。孟杰说，如果下一次还有文俊那样的人出现，我希望你直接动手，家里让你明事理，不是让你犹犹豫豫像个娘们儿。孟杰声音一顿，忽是想到什么，来了一句，如果郑家会因为那么一点小事影响，就做不到现在的位置。孟杰瞥他一眼，就跟尉迟离开了。杜锦这时候从一个角落出来，他站在郑云彬面前，赞同孟杰所说的，你姐说的没错，郑家让你隐藏身份是为了让你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是让你做事畏首畏尾。他或许能明白郑云彬的想法，他是郑家人，不管做什么都跟郑家绑在一起。不少人盯着他，万一哪一次的行为不妥被记录下来，媒体会大肆报道，原来郑家就是这么个德行。到那时候，受牵连的不只有他，还有他的家人，还有郑家的产业。不得不说，孟杰看得通透。一番话说的郑冉一微微动容。在郑家这么些年，他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仪态，生怕在公众场合出丑，被他人看了笑话。这些年他也很累。说实话，他很羡慕孟杰这么无所顾忌。孟杰吃饭的时候，突然跟尉迟说起了正事。我被吊灯砸的那天，人抓到了。并州尉家的。孟杰说的没有一点迟疑。尉迟没有否认。孟杰安静了，柳眉微蹙，不知道在想什么。上次在港口放走的那个人动作很快，尉家这次动作不大，看来也只是试探他到底是谁。表面上这次处理那群人是以郑希婷的名义，因为他们的人意外伤到了郑冉一，所以尉家这才安静的半个月没动静。孟杰在想接下来怎么办。尉迟黑眸深邃，你安分点在帝都待着。好的。孟杰应得干脆，听没听就不知道了。然后尉迟就没理他了。耶。孟杰在床上坐着，周末在一边站着。我怀疑他是生气了。周末附和，是的。那怎么办？你安分点。周末在这一件事上面跟尉迟达成共识。经历过孟杰一次死亡，他们不希望孟杰出事。孟杰双手撑着下巴，觉得不行，尉家那群孙子做事太过猖獗，我忍不住想动手。周末冷冷地说了一句，这跟你没关系。尉家人再怎么过分也是对尉迟。孟杰看他一眼，回想了下，想起我被他们的人射了15枪，我就恨不得把他们千刀万剐。周末握着手杖的手一紧，面部表情是杀，不会放过他们的。只是时候还没到。小孟杰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他只是想说服周末同意他跟尉迟一起动手。孟杰对周末的反应很满意。不过周末又说，您目前还是乖一点，在学校好好学习吧。就您现在这小胳膊小腿，连我指甲盖都打不过。孟杰真他妈猖狂，所以我应该怎么跟他道歉？他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周末闭着嘴没回答，最后还是苏饶曼回了孟杰一段，异常坚定地说，发过去他一定不会生气，你信我。然后孟杰看都没看，就直接给尉迟发过去了。有一天，有一群小鸭子在过河，有一只鸭子想要让他们对齐，但怎么也对不齐，然后就一直叫对不起呀，对不起呀。尉迟几乎是秒回，你号被盗了。孟杰看到这一句愣了一下，然后往上面翻了翻苏饶曼发给自己的话。
他立马找了苏饶曼：“你他妈在哪儿找的智障话？”苏饶曼无所谓：“网上啊。”尉迟别以为我他妈是个智障吧？是挺智障的，都不像梦洁了。梦洁还不信邪，一直返回去看那句话，真是没眼看，要了命了，真是。相比梦洁那边的抓狂，尉迟浅笑，看着屏幕的眼睛中满是宠溺。梦洁当评委的照片被网友疯传，如果她在娱乐圈，这样的颜值简直就是内娱颜值天花板。因为梦洁的热度，节目受到了不少关注。苏饶曼也是个颜狗，看着网上的照片还不够，一直缠着梦洁发自拍给他。正在上课的梦洁觉得他烦，随便对着脸拍了一张就发给了他。收到照片的苏饶曼喜悦凝在了脸上。梦洁是好看的，360度无死角好看的那种，但是她的自拍硬生生找出来了那361度。郑老太太中午的时候直接找去了学校，从进了学校开始，老太太就不太满意，直到见到了梦洁，她的脸色才好看了那么一点。梦洁带着老太太进了自己宿舍，奶奶怎么过来了？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就好。老太太不掩脸上嫌弃，我也是前2天跟朋友见面的时候听到一些话。梦洁挑眉，说什么不重要，他们那群人处处拿你跟那个外人比较，外人就是郑冉一，奶奶还在乎这些？梦洁浅笑，所有事情我都听你的，你说不改姓那就不改，你说不办接风宴那就不办，你说不公开你是真千金我也不公开，可他们蹬鼻子上脸，都在说你不如郑冉一。小杰，奶奶听着生气，现在我竟然是在别人嘴里知道你再上一个专科，不行，你得上清北，奶奶相信你有那个实力。第42章，梦洁，门萨俱乐部会员。梦洁只觉得老太太在胡闹，没有这个必要。奶奶，她觉得上学都是在浪费时间。我认识清北的校长，已经约了这周见面，到时候你必须得来。奶奶这是徇私。梦洁无奈劝说。老太太看着梦洁，眼神格外坚定，只要你不让校长失望，我就不是徇私，而是他们错过了你这么一个好人才。梦洁有些看不懂，老太太为什么一直相信她可以。梦洁目光微正，老太太的那种相信，就好像是知道她原来是什么样子。梦洁中午跟曾一燕和周末吃的饭，曾一燕俊秀的面庞没什么多余的表情。你终于有机会上清北了。周末同样端着姿态，是啊，在专科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别说梦洁了，她在里面都觉得浪费时间。快放过孩子吧。曾一燕倒茶的动作停在了那里。你现在也是有奶奶宠着的了。梦洁不争不抢，可老太太帮她争帮她抢。既然梦洁认为不管在哪里同样都是浪费时间，那不如就去最好的那一个。老太太擅自做主，直接给梦洁办理了休学，这下连学校都不用去了。晚上梦洁回家，季归晚并不意外，他就知道老太太已经提前跟他们说了。季归晚把梦洁迎进来，跟他面对面坐在沙发上，先问了一句：吃饭了吗？吃了的。那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聊聊。可以。说话间隙，郑希婷也下来了，她跟季归晚坐在梦洁的对面。季归晚温和的声音响起：小杰，今天你奶奶给我打了电话，问我为什么把你安排在专科，我说希望你开心轻松一点，可奶奶说你不应该再委屈自己在专科，你适合在清北，清北那样的地方才是应该待的。梦洁静静地听着季归晚说话，也是妈妈考虑不周，当初去专科没有询问你的意见，我也是今天听到你奶奶说专科环境不好等一些问题才意识到，你可能并不愿意。所以小杰，你想去清北吗？季归晚询问梦洁的意思，他继续说，既然去专科妈妈已经强迫你一次，没提前问你的意思，你委屈了一段时间，那清北呢？你想去吗？如果不想去，妈妈明天就跟奶奶去谈谈。每一句都是在替梦洁着想。大厅没多少人，王妈端了果盘上来，放在了桌面上，就规规矩矩地站在旁边。梦洁说，既然奶奶已经约了人见面，那我就去一下，如果对方不满意，自然也不会让我进，所以妈妈也不用担心我进清北跟不上课程压力大等一些问题。季归晚点点头，是这个道理。那你别受了委屈。话里有话，梦洁听出来了。季归晚是在怕清北校长看不上他这么一个没有基础的人，还会因此受辱。梦洁心软了一下，奶奶也在，不会让我受委屈的。季归晚点点头，但脸上还是担心的，恨不得那天自己也去。一直旁听的郑希婷说话了，不用紧张，不出意外，那天校长可能会带一个教授过去看你的水平，到时候你随机应变，如果真的不想去表现差点也没关系。郑希婷的意思在表示不想去，所以才表现差。郑家人说话处处都是在为梦洁着想，这都在梦洁的意料之外。他们谈完以后，王妈私下联系了郑冉一，并且把老太太的安排告诉了郑冉一。郑冉一无意识攥紧手机，梦洁也要来，他为什么会这么不安呢？郑冉一目前没对梦洁做什么，就是因为他在清北如此优秀的学校，梦洁这辈子都进不来，
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超过梦洁的地方。可是现在梦洁也要进来了，不过梦洁一个乡下的，不管老太太再怎么培养，她始终上不来台面。他松了口气，是自己敏感了。时间很快，如指尖流沙，很快就是周日。梦洁这天起得比平常早一点，简简单单搭了一身衣服，坐车去了老太太安排的酒店。他到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到了。老太太今天精神焕发，笑眯眯的，手中撑着拐杖，坐在中间。梦洁推门而入，就坐在老太太身边。他背后还跟着周末，周末进来不发一言，守在梦洁身后，俨然一副保镖模样。老太太看了眼，没说什么，只对梦洁说：“她一会就来。”梦洁心中狐疑，正常情况不应该是多嘱咐她几句，不让她出错吗？大抵过了10分钟，包间的门才被人从外面打开。进来一个银发矍铄的老人，虽然满头白发，可看着精神，为人谦逊有礼，不是一个把情绪摆在脸上的人。校长跟老太太打招呼：“真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迟了。”老太太没有挑明，笑笑没有追究：“您坐。”校长水还没喝一口，老太太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孙女，之前电话里跟您聊过。”校长这才细细端详梦洁，他之前也见过郑冉一，在一次颁奖典礼上，两个女孩相差甚多。郑冉一会害羞，直视人不敢直视很久，但梦洁不一样，在自己看她之前，她就已经在看自己了。现在看过去，她丝毫不惧地跟自己对视。她在打量她的过程中，她也在审视她，完全就是上位者的姿态。看着看着，她平白无故感觉自己在她面前低了一头。不是刚从乡下找回来吗？看着魄力不小，果然有钱人家的孩子养出来就是自信。校长收回视线说：“老太太也知道清北大学的标准，我也不能自砸招牌。最近门萨俱乐部的会长正好在清北进行学术探讨，他一会儿就来。等他看过之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话题。门萨俱乐部，高智商天才的集结地，尽管是好学生都入不了门萨中人的眼，他一个村姑何德何能？看来校长是要让这件事黄了。”老太太始终笑着：“您看着办就行。”梦洁心中明了。不一会儿，门又被打开，一个银发绿眸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他第一眼不是看校长跟老太太，而是一下就注意到了周末。他在门萨组织的多次会议上都见过他，他好像是陪梦洁的那个。周末从来都不跟别人，他只跟梦洁，而梦洁也是俱乐部的会员。因为他见周末次数多，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往下一看，那坐着的就是梦洁了。第43章，之前你跟我要的题是梦洁出的。校长起身，笑容满面。查尔斯，这位高智商俱乐部的会长向来看不起这种攀关系走后门的人，他只要不同意，自己顺着他的意思拒绝就好了，也不得罪人。校长打着小算盘，殊不知查尔斯认识梦洁，并且梦洁在俱乐部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查尔斯大大咧咧地在桌前面坐了下来，外国人不懂弯弯绕绕，有什么说什么，直接用英文直接跟梦洁说话，也不见外。老太太怕梦洁听不懂，今天来的时候就带着翻译，那个翻译很有眼色的，就要上前给梦洁同步翻译。校长尽管掩饰的再好，此时也没忍住投去鄙夷的目光。他还是第一次见有钱人家孩子英语不好的。这个想法刚出现，只听见梦洁游刃有余地跟查尔斯交谈，翻译只能退到自己原来的位置。抛开二人讲话内容，只看态度，梦洁都要高人一等。校长逐渐听出来了，他们两个认识。老太太意料之中的冷静，也没大惊小怪。查尔斯转眸看着校长：“我跟他认识，他是我们俱乐部的会员，并且有很多项目都是梦洁投资。我并不觉得他进清北有什么不妥。”查尔斯说的直接，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甚至没什么上学的必要，这是实话。但如果梦洁想上，他会助他一臂之力。校长还是不肯相信，不用做一套门萨的题吗？门萨的题，清北的学生多数能过30分，那梦洁呢？查尔斯已经说累了，简洁地说：“之前你跟我要的题是梦洁出的。”校长怀疑自己耳朵所听到的，不过查尔斯都这么说了，校长也不好拒绝。他讪讪地笑了笑：“是我没看出来好苗子，这里跟梦洁道歉，没问题的话就周一过去吧。”老太太很满意，今天麻烦你们过来一趟。不麻烦不麻烦，事情就这么定下来。老太太一路上夸赞自己，我就说你进去没问题，叫校长过来都是多此一举。那些搞教育的人清高，非得面对面打他脸才服。一路上老太太嘴不停，对了，我好像认识一家人，他女儿就是在清北上学，你过去了可以有个照应。不等梦洁说话，老太太就已经打过去电话约吃饭了。梦洁，月朗星稀，郑家老宅。梦洁对这种聚会不太感兴趣，兴致不太高。她趁着人还没来，出去花园里透透风。回暖的天气，夜里吹起的风都是温热的。张家这时候到了，张父张母带着2个女儿，梦洁就在暗处看着他们进去。
周末适时出现在他身边，出生张国强的原配妻子跟他离婚，现在跟着的是绅士。今晚出现的2个女儿，大女儿张青妍是原配所生，小女儿张菲菲是现任所生。孟杰敷衍的应了一声，勉勉强强认识了人。他抬腿往大厅走，待他走后，周末才引入黑暗。张家小门小户自然不能跟郑家相提并论，可老太太为了他主动联系张家人，用心良苦。孟杰刚入大厅，身前站着的大抵是张青妍，被张菲菲推了一把，一下没站稳，就要朝后倒去。孟杰抬手接住他，把他推了回去。张青妍受宠若惊的回头，呼吸还是有些乱，不过他礼貌的低头，小声道谢：“谢谢。”孟杰错过他往里面走。老太太出来跟张家人客套：“真是麻烦你们今天跑过来一趟。”张母保养的很好的脸上浮现笑容，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了：“不麻烦不麻烦，平常想见您还没那么容易呢。”老太太笑而不语。张母一眼就看到了孟杰，这就是冉一吧？早就听说老太太疼你。老太太笑容淡了下去。孟杰反倒是笑了：“是吗？”“是啊，看看孩子长得多标致。”张母还要再夸，孟杰打断：“可我是孟杰。”站在最后面的张青妍觉得丢人，揉了揉眉心。张母笑容都僵住了，有些结巴：“是吗？”张父赶紧上前把他挡开，他嘴瓢了：“老太太别在意。”老太太已经不想说什么了。今天在场的还有郑恒洲，郑恒洲掌握的领域是餐饮业、旅游业等，刚好就是张家想要合作的，得讨好郑恒洲啊。张父给了张菲菲一个眼色，张菲菲明白了。一行人坐在餐桌上，孟杰挨着老太太。孟杰兴致缺缺，直到上来一盘虾。孟杰有精神了。虾还没到他面前的时候，张母自顾自转到了张菲菲面前，他给她加了虾，吃点虾对身体好。张青妍也加了一些，动作有点快。张母瞪了他一眼，压低音量说：“你吃慢点怎么了？饿死鬼投胎。”张青妍拘谨地收回了筷子，没再动了，声音很低，没什么人听到，可孟杰听到了。孟杰挨着他坐，在旁边是张菲菲。张母给张菲菲加了不少虾，这才作罢。张母抬头望向老太太：“老太太今天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听说你的2个女儿都在清北，而小杰马上也要过去了，想着提前让孩子们认识一下，去了学校也有个照应。”张母连忙附和：“是应该提前认识认识，菲菲可是好学生，可以帮衬小杰。”张菲菲低声道：“奶奶放心。”老太太很满意。张母一说起自己这个女儿就滔滔不绝，孟杰听的都觉得有些聒噪。这时候从旁边推过来一盘剥好的虾，孟杰侧眸看去，张青妍正擦着手用气说话：“我看出来你喜欢吃。”“谢谢。”孟杰道谢。郑恒洲注意到了低调行事的张青妍：“青妍呢？什么专业？”张青妍笑容得体：“我是计算机。”郑恒洲点点头：“这个专业怎么样？”说起自己擅长的，张青妍话就多了：“清北的计科系还是可以的，有一次不知道是谁直接黑进了学校的系统。”话没说完，张母就打断：“要我说啊，女孩子就应该学经济贸易。”话题瞬间被带跑，在场的人开始问经济贸易的问题。张青妍被人打断有些尴尬，她碰了碰鼻子，已经习惯了这种尴尬的场面。在她觉得无限尴尬的时候，孟杰的声音不高不低的响起：“然后呢？”一句平淡的反问，如一股暖流淌进张青妍的心里。第44章，原来郑家把你送进清北是让你为虎作伥的。孟杰声音不高不低，恰好能让所有人听到。张母被迫闭嘴，有些不满孟杰的教养。张青妍眼睛亮了一下：“然后我就把它破解了。”孟杰忍俊不禁：“真棒。”张青妍笑得很甜。他看着孟杰吃东西的侧颜，有些发愣。说实话，经历了这么多次被别人打断，孟杰是第一个问他然后呢的人。孟杰是一个很好的人。孟杰问过之后，所有人注意力都落在了张青妍身上。郑恒洲也会问一些问题，每次扔出的问题都被张青妍得体地回答了出来。他言行举止很恰到好处。一顿饭吃的张母跟张菲菲不是个滋味，一直到离开的时候，他们2个都没有说上什么话。张青妍很开心，很期待在周一见到你。孟杰嘴角噙着一抹很浅的弧度。好。周一孟杰直接去了清北。清北的占地400公顷，一眼望不到头，相当于一个小城。孟杰住进了宿舍，而郑冉一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孟杰真的进来了。校长不可能让他那种文盲进来，肯定是老太太利用郑家的地位威胁了。孟杰何德何能可以让老太太这么支持？他手的力气越来越大，中性笔在他手中断成2半。清脆的一声引起了张菲菲的注意，他扭头：“冉一，你没事吧？”郑冉一回过神，赶忙撒了手：“我没事。”张菲菲的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在断了的笔上。郑冉一赶紧扔到垃圾桶里，想事情太出神了。你也在烦那个孟杰吧？
郑冉一故作不知，实不相瞒，昨天我被爸爸喊回家，说要去见郑家的老太太，我去了，谁知道老太太只是让我跟张青岩在学校多关照一下梦洁。她嘟囔着，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又不是没胳膊没腿，还让人关照，她是废物吗？想想昨天晚上饭桌上发生的事就心烦，那个梦洁真的好讨厌。郑冉一叹了口气，自从梦洁回来，奶奶就很宠她。别担心冉一，你比梦洁不知道强多少，一个靠钱砸进来的人，又能在这种地方待多久？好，一会儿陪我去找下张青岩。昨晚上因为梦洁跟他说话较多，连带着爸爸对他态度都好了起来，他有些得意忘形了，我说话都不理我了。郑冉一无奈，好，清北这么大，张菲菲找个人很困难，不过她有技科系的课表。过去他们教室随便打听了一下，就知道她在厕所。张菲菲的羊毛卷披在身后，青春洋溢的一个女生，她直奔厕所而去。这时候已经快上下一节课了，厕所都没什么人，她进去都不用找，张青岩就站在一个厕所门前等着。张菲菲跟郑冉一走了进去，张青岩听到动静回头，看到是他们两个，没什么多余的动作，也没搭理，自顾自地转过了身。被无视的张菲菲有些好笑，真是有趣，看见我不打招呼。张青岩觉得他在无理取闹，眉头一皱，你在无理取闹什么？谁无理取闹？昨天在家里我没好意思说你，现在来了学校，你还是这么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我就不能忍了。怎么憋屈了这么多年，因为昨天梦洁多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就飘了？你不会以为自己会因为梦洁在父亲面前有存在感吧？张菲菲抓住张青岩的长发，狠狠地往后一扯。郑冉一想要劝，但想了想，还是没动。张家的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况且张菲菲才是自己朋友。张青岩忍无可忍，手里还抱着书，他不能反抗。你给我松开！你发什么疯？张菲菲非但不松开，还越发变本加厉。请你端正跟我说话的态度，你要是再这么说话，我就不客气了。张青岩嘴唇紧紧地抿着，他真的受够了。他把书一把扔了，抬手就去扇张菲菲的脸。一直不动的郑冉一动了，他擒住张青岩的手，打人是不对的。张青岩猛地拨开他的手，放开我！张菲菲死死抓着他的头发，见状又是往后一扯，你敢打冉一？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告诉你，别以为傍上梦洁，你就后顾无忧了。你想得美！尽管梦洁是亲生女儿，可是你看看，郑家并没有大肆宣扬，就这么一个举动，你还看不明白？冉一终究是千金，没有人能动摇她的位置。你这个没眼睛的东西，看清楚点，有点自知之明。你不是跟梦洁关系好吗？现在你都被我这么对待了，怎么？他人呢？有种你现在把他叫出来啊！他猛地一推，张青岩即将撞上身后厕所隔间的门。突然，隔间的门从里面被打开，梦洁抬手扶住张青岩的腰，朝着上来还要继续的张菲菲就是一脚。啊！张菲菲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摔得屁股有点疼。梦洁从厕所里出来，完美的身高优势带着欺压的气势，让人望而生畏。张青岩赶紧站稳，梦洁淡然拍了拍自己的衣服，随即抬眸看向郑冉一，原来郑家把你送进清北是让你为虎作伥的。一番话说的郑冉一有些心虚，一时间没张嘴说话。地上的张菲菲站了起来，梦洁一眼就看到她手里抓着的一缕头发，墨色长发，是张青岩的。再看张青岩头顶一片狼藉，梦洁直勾勾地盯着张菲菲，你很爱抓人头发？张菲菲有些害怕，梦洁怎么会在这儿？早知道这样，她应该先检查一下厕所里面都有谁。张菲菲瑟缩地挺了挺胸脯，这是我们张家的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梦洁根本就没打算跟他讲道理。他低头看了眼身旁的张青岩，他是不是抓你头发了？张青岩如实告知，他没有隐瞒的必要。梦洁看着张菲菲，眼睛一眨不眨。周末拿个推子进来，张菲菲就跟见了鬼一样，这里哪还有人？不一会儿，从门口进来一个优雅金贵的男人，他递给了梦洁一把推子，随即走向自己，然后自己的膝盖就是一阵刺痛，他被迫跪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梦洁拿着推子走了过来。第45章，看不出来老子已经在忍你了。他扭来扭去的想挣脱，眼睛睁得越来越大，不敢相信梦洁真的敢这么做。郑冉一挡过去，还没张嘴说话，就被周末的手下拖到了一边。郑冉一脱口而出，梦洁，你太过分了。梦洁没鸟他，拿着推子，动作干净利落。没过一会儿，张菲菲的头比脸都干净。张菲菲尖叫起来，啊！梦洁把推子一扔，推子掉落在一堆头发上。周末这才松了手，带着手下离开。郑冉一第一时间扑过去安抚张菲菲。梦洁从张青岩手里拿了自己的书，领着他走出了厕所，没管在厕所里绝望尖叫的张菲菲。二人直接去上下一节课，直到坐下，张青岩才搭话，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张菲菲好歹是自己的妹妹，刚刚孟杰动手，自己却没有阻拦，至少在外人看起来，她挺狼心狗肺的。孟杰头也没抬，拿着 iPad 不知道看什么，无暇顾及她，在那样的家庭长大，不反抗就是怂包。人都有傲骨，也亏的是张青言。如果这种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剃个头都是轻的。听到孟杰这么说，张青言松了一口气。下周我有篮球赛，你要来看吗？考虑考虑。张青言笑了，好。孟杰进了清北，课程比较重，私下跟尉迟见面的时间都没了。尉迟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在想什么。严明在一旁煽风点火。孟小姐的身体养得越来越好了，条件优越，身材出挑，长相更是攻击性的美。长得好看的人，不管在哪里都是被关注的。以前没上学还好，接触不到异性。在专科，他也没有那个心思。可他现在进了清北，在那里优秀的少年少不了。严明说的一句一句的，说着说着，还不忘悄悄地瞥尉迟一眼，也不知道爷跟孟小姐是什么关系。如果是朋友，孟小姐最后会不会让爷帮着选男朋友？尉迟直接一个平板对过去，语气阴冷，滚出去。严明赶忙90度弯腰，赶紧滚出去。出去了还不忘带上门。门关上的那一刻，一个跟他关系不错的手下上前调侃：你也真敢说。严明双手抱胸，看了眼门，从我跟着爷开始，他跟孟小姐就认识了，少说也有10几年的交情。现在他们两个跟朋友一样，我看着都着急。万一人家就是朋友呢？严明瞪他一眼，朋友会为了你去死？朋友会为了你调动整个家族势力，针对你的仇人？朋友会怕你出任何闪失，尽管认错人也看不得你受伤？手下，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就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朋友都是借口。如果不逼一把，有一天他俩盖一床被子纯聊天都有可能。他可真是个平平无奇小天才。在距离女子篮球赛开始前3天的时候，张青言的脚踝肿得严重。孟杰蹲在他面前看他的伤势，脸色微凝。你这怎么弄的？这么严重？似是想到什么，他抬头，2天前你回过张家。他话没有说得太明白，可意思昭然皆知。张青言笑容苦涩，没事，只不过3天后就是跟国贸系的半决赛了。他突然成这样，篮球队临时找不到人。他试探地问了一句：孟杰，你会打篮球吗？孟杰只一个迟疑，他就知道他会。然后张青言就开始缠着孟杰，甚至技科系的篮球队都亲自找上了孟杰。孟杰同学，青言跟我们推荐的，你试试吧。技科系本来女生就少，我们真的凑不到人了。赢不赢是其次，但现在人的够。他们好不容易打进半决赛。孟杰没有给答复，只是要了国贸系的参赛名单。他这2天被张青言念叨的有些烦，他中午躲了出去，美其名曰给他买饭。食堂有5个，偏偏就在3食堂碰到了郑冉一他们。冤家路窄，孟杰不经意地扫过张菲菲，头上戴着假发，跟原来没什么不一样。就是这一眼，就让张菲菲以为孟杰是在故意挑衅。他一个没忍住就冲上来了。中午食堂人多，稍微有个什么动静都能聚集吃瓜群众，郑冉一拉都拉不住。孟杰正在排队，突然来这么一下，他冷冷地看过去。你刚刚看什么呢？张菲菲不怕孟杰，此刻中气十足的质问。孟杰就见了鬼了，怎么总有不知好歹的东西上来找事呢？张菲菲长得不算高，孟杰低头看他，不屑地说，还敢过来挑衅？头发长太快了。你！张菲菲气结。正巧这时候孟杰前面的那个人已经打完了饭，那人转身没走多远，端着饭在不远处看着。孟杰置若罔闻，不再管这傻批，他给张青言选菜，打包好了以后就要走，没想到张菲菲抓住他的饭就扔到了地上，一片狼藉。不少人看过来，郑冉一欲言又止，下意识看了眼身旁的男孩子。你不上去拦一下？萧子舒扭头问郑冉一。郑冉一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菲菲心里讨厌孟杰，我还是不拦了。他怕萧子舒想多，孟杰做得很过分，在厕所里面把菲菲的头发剃了。萧子舒脸上掠过一抹诧异，而那头孟杰就那么悠悠地看着张菲菲。张菲菲被看得一阵哆嗦。你看什么看？孟杰看他一眼，问阿姨又打了2份，他不能影响后面的人吃饭。阿姨动作很快，直接打包好了2份，小心翼翼地看着孟杰。据他多年看人经验，现在的孟杰已经到了发火的临界点，只是不屑跟张菲菲计较。而张菲菲还想故技重施，她知道孟杰给张青言打饭，一想到张青言活得那么开心，她就恨不得把所有饭都给倒了。她的手才刚伸出去，孟杰直接摁住她的脖子，把她摁在一边的墙上。张菲菲贴着冰冷的墙，加上不少人的目光，她觉得很恨。孟杰的声音冷厉，咬着牙关逼出来一句，看不出来老子已经在忍你了。第46章，赛场上见，看老子怎么血虐你。怎么会有这么不知好歹的垃圾？孟杰，你给我松手！你把我头发剃了还有理了？张菲菲挣扎不开，也就不挣扎了。
而是用空余出来的手一把将自己头上的假发摘了下来，光秃秃甚至有些反光的头颅彻底显露众人眼底。众人倒吸一口冷气，没有人拿手机拍照，这是他们的素养。孟杰手上戾气加重一分，张菲菲的脸紧贴墙面，恶人先告状。大学里面不能闹事，可孟杰不管这些。孟杰，你不要脸！你这样的垃圾怎么能进清北？郑老太太给你砸了多少钱？孟杰没搭理他，直接把他撂倒在地上。张菲菲闷哼一声，还没来得及起身，下一秒孟杰直接踩在了他的脚踝上，他紧张的呼吸都忘了。孟杰只是压了上去，没有使劲，至少外人看起来他是嚣张跋扈的。郑冉一不能再看下去了，他跑过去，孟杰，你别闹了。菲菲只是一时生气，你别跟他一般计较。他看得着急，你赶紧把脚抬起来，马上就是篮球比赛了。这时候你让他不能上场，是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是技科系技不如人，可你也不能这么卑鄙吧？一番话把形势颠倒，明明国贸系是被技科系全程压着打，好不容易才进了半决赛，现在却被郑冉一说成了技科系耍小手段。在场技科系的参赛女生听了都有些生气，郑冉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真生气！孟杰看都没看郑冉一眼，只是垂眸，没什么温度的问地上躺着的张菲菲：“我问你，张青妍的脚踝怎么回事？”张菲菲：“你有病吧？他脚踝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孟杰听了面色一狠，脚下戾气重了不少。啊！张菲菲疼得叫出来。像这种事，孟杰已经让周末调查清楚了。在张父不在家的时候，张菲菲回家跟张母告状，他们不能拿孟杰怎么样，所以张菲菲很聪明，说了张青妍傍上了孟杰在学校为虎作伥，他的头发就是张青妍剃了的。张母立马打电话让张青妍回了家。在张青妍很小的时候，张母就进了张家，他知道张青妍怕张母已经成了骨子里的本能，张母说什么就是什么。张青妍才刚进家门就被张母用棍子打向脚踝，并且恶言相向，这一棍子让你认清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自己妹妹也下得去手。死杂种，别让我知道还有下次。张青妍疼的眼泪涌出眼眶，张父后续知道也并没有什么作为，这也正是让孟杰生气的地方。孟杰把脚挪开，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也打篮球是吧？赛场上见，看老子怎么血虐你！”孟杰提着饭抬腿离开，郑冉一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担忧地查看他的脚踝，红了，没什么事吗？张菲菲泪眼婆娑地看了下自己的脚踝，一直旁观的萧子舒上前俯身看了一眼，不碍事，他并没有用什么力气，只是看起来有些红。既然萧子舒都这么说了，张菲菲也不好意思继续闹下去。不过这件事还是闹到了老师面前，辅导员最终还是联系了孟杰的家长。虽然说这是一次情节不严重的打架斗殴，可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他必须为了学生的安全着想。他好像听说孟杰还是乡下找回来的，行事也蛮不讲理，不过被奶奶宠着，所以无法无天，想进也就进来了。他看不上这类学生。孟杰的电话留的是孟仲伟的。孟仲伟在学校门口的时候被正来学校办事的郑希婷撞到了，孟仲伟来这里只能是跟孟杰有关系，他跟了上去。孟仲伟见到了孟杰的辅导员，一身得体的西装下是略有粗鲁的行为。辅导员没过多关注，只是将情况如实告知，这就是孟杰的在校表现，您看您作为家人方面是不是应该做些什么？辅导员说话说得柔和，旁敲侧击的在提醒些什么。孟仲伟附和辅导员所说，您说的是孟杰从小在乡下也惯了，等他回去我说说他。辅导员镜片下的双眼漠然，正要说话的时候，郑希婷从外面进来，辅导员赶紧站起来，郑教授。郑希婷是新请过来的授课教授，最年轻的教授。孟仲伟认识他，孟杰在郑家的哥哥。郑希婷抬了下手，示意他不用这么紧张。郑教授过来是有什么事？郑希婷从容地在沙发面前落座，我是孟杰的哥哥，有什么事可以再跟我复述一遍吗？辅导员知道一些孟杰的事情。郑希婷长得好看，女辅导员没什么抵抗力，于是又跟他复述了一遍。文化人说起来没孟仲伟那么浅薄。郑希婷态度淡然，小杰是我妹妹，我妹妹我清楚，她一般不对人动手，如果动了，那就一定是对方做的不妥。不知辅导员您通知小杰家长的同时，了解过对方做了什么事吗？辅导员一愣，就这么一个动作，郑希婷就知道没有。郑希婷靠坐在沙发上，您什么都没有了解过，就把小杰的家长叫过来，不知是因为他的身世，所以对他有偏见，还是就认为这件事就是小杰的错？他说的一板一眼，公平公正。辅导员有些羞愧难当。郑希婷站起来，您再了解下情况吧，如果后续真的是小杰蛮不讲理肆意滋事，我再过来跟您讨论后续该怎么解决。一番话说的辅导员头都抬不起来。郑希婷逻辑清晰，比起孟仲伟什么都不说的认错，他把护短做到了极致。孟仲伟在反思自己。篮球赛的半决赛在下午，
因为孟杰跟张菲菲在食堂那一出，这一次的篮球赛到了不少人。萧子舒给郑冉一加油，不用太紧张，正常发挥就好。郑冉一回以甜甜的笑，好，那我先去准备了。两队上场，孟杰恣意张扬，宽松的篮球服穿在身上有些帅气。他目标很明确，他就是看准了张菲菲跟郑冉一。郑家的人也来看，季归晚还是第一次看他们打篮球。郑云彬，我姐真帅，我敲。郑恒洲跟郑希婷没说话，不过也有些期待。郑光中、郑美珍同时不屑，尉迟就坐在他们后面，严明感慨：孟小姐真帅啊！坐在观众席上的张青妍始终笑着看场上的孟杰。裁判吹响了口哨，第47章，他的腰伤没好透。郑冉一他们先一步抢下了球，场上的队形立马变了。国贸系下面看着的男生提不起兴趣，女生的比赛无非就是打着玩，不太专业，当个热闹看看就算了。在旁边的萧子舒不认可这种思维，还是不要有这种偏见的好。男生 A， 哦豁，孟杰从张菲菲手里抢到球了。男生 B 哼嗤一声，这球要是投进去，我吃屎。只见孟杰3步一个跃起，一个极其标准的投篮动作后，球进了。男生 A 看向男生 B， 男生 B 表情不太自然，这球不算，运气好而已。郑云彬星星眼，姐姐臂力可以啊，那么远都能投进去。3分球，对面摸不准孟杰到底是什么位置，是前锋还是中锋，亦或者后卫，他顶替张青妍应该是大前锋，可他做的明明是小前锋的事。张菲菲看向郑冉一，刚开始不能让孟杰把比分拉得太多。眼见着孟杰已经到了篮板下面，张菲菲跑过去阻拦，然而孟杰一个漂亮的带球过人掠过了他。中锋是郑冉一，他得守住篮板，不让孟杰进球。孟杰看都没看他一眼，避开他的动作，直接跃起把球投了出去。只见篮球在空中划过一个好看的弧度，稳稳当当的进了。孟杰，孟杰！技科系的男生兴奋的不行，很难见到女子篮球这么精彩的。精彩不是说他们打得有多激烈，而是孟杰单方面碾压太爽了。不论是运球技术还是球性都好的压劈。张菲菲他们有些挫败，一个女生跟他们说不能再让他进了，到现在时间过了大半，我们一个球都没进。他们也不想这样，可是球在孟杰手里，他们根本拿不到球。刚开始就这样，后面他们怎么拿分？终于他们找准了球不在孟杰手里的时候，张菲菲邪魅一笑，直接夺了球奔向篮筐。众人看过去，郑冉一紧张的一动不动，一定要进，不然国贸系输得太惨了。张菲菲最后选择扣篮板，在她离篮板只有咫尺之距的时候，突然出现一只大手，乍一看，妈的，又是孟杰。孟杰直接把快要进去的球硬生生给他盖出来了。张菲菲眼睛瞪得很大，真他妈见了鬼了。国贸系的女生有些挫败。上半场孟杰以一个漂亮的扣篮结束，分数36-0，欢呼声一声高过一声，全场都是孟杰的名字。技科系的男生全成了小迷弟，孟杰的名字传遍了整个篮球场，所有技科系的男生都很亢奋。郑光中跟郑美珍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叫孟杰的声音震耳发聩。这群学生真烦。严明的神情犹如老父亲看自己的女儿一般欣慰。你知道对这些少年来说，异性什么时候最具有吸引力吗？尉迟没搭理他。严明是在篮球场上发光的时候呀。孟小姐英姿飒爽，太帅了。尉迟真想把他踹下去。上半场孟杰在整个球场上跑来跑去，结束了都不见他脸色变一变。孟杰坐在休息区，毛巾随便搭在脖子上。这时行动不便的张青妍上去递给了他一瓶水。孟杰顺着手臂往上看，他站起来让张青妍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水哪里都有，你脚疼就别过来了。张青妍笑而不语。孟杰疑惑，下一秒张青妍直接疼得站起来扑向了孟杰。卧槽，你太帅了，下面的男生都在叫你的名字。孟杰跟会发光似的，身影过快，牢牢抓住上面男生的眼睛。会运动还阳光的女孩子在哪里不讨喜？孟杰有些无奈。想想也是，上半场孟杰就一个心思，压着郑冉一跟张菲菲狂打，贼狠，无暇顾及其他，抓住机会就进球，对面都被打自闭了。比起这边的轻松的气氛，郑冉一那边相对就要严肃许多。张菲菲双手撑着额头，有些自闭。郑冉一心情也没好到哪里去。今天郑家的人到了不少，不止这些，听说萧子舒的父母今天也要过来，他没有看到，不知道在哪里看着。他不能表现得这么差。郑冉一跟队员说，孟杰有腰伤，1个月前他没有好透就出院了。虽然日常生活中看不出什么差别，可从一些细微的动作中还是能看出来他的不舒服。几个队员投去狐疑的目光，他的意思不是那么晦涩难懂。他们在考虑真的要这么做吗？张菲菲抬起头，也在思考。休息时间很快就到，
双方上场。国贸系多多少少有些体力不支，可孟杰生龙活虎的，喘都不带喘一下的。裁判吹响口哨，下半场开始了。一个技科系男生欣赏地看着下面的孟杰，如果第一个球是孟杰进，我就追他。说完这一句，以尉迟为首，郑家人为后，所有人的视线统一落在了那个男生身上。男生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怎么感觉有点冷？严明见缝插针，看见了吧爷？就说孟小姐这么优秀的人，不可能没人喜欢，得给自家爷一点危机感，不然他们两个什么时候更进一步？本来上场前张菲菲还在犹豫，可是看着神采奕奕的孟杰，她坚定了想法。在孟杰夺了球之后，张菲菲跟另外一个女生堵了上去。他们的小动作在孟杰看来不值一提，可他手里带着球，避开的动作稍微笨拙了那么一下。也就是这一下，张菲菲角度刁钻的直接对上了孟杰的腰，还没完全好透的腰突然一阵刺痛，他表情一变，不受控制的俯身下去就起不来了。他的手摸向腰，张青岩一下就站了起来，表情紧张。尉迟黑眸一凛，几个在场的家长一下就看出来不对。郑恒洲问：小杰怎么了？郑希婷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场上一动不能动的孟杰，他的腰伤没好透。如此有针对性的一对，说是无意没人信。张菲菲借机把球夺走，直接传给了离自己最近的郑冉一，而郑冉一也把握住了机会，在技科系晃神的那一刻直接投了进去，得分。第48章，爷，你情敌真不少。这种小手段在篮球场上是常见的，一些爱打篮球的男生更是屡见不鲜，所以张菲菲的小动作没有瞒过多数人。那个打算进球就给孟杰表白的男生一下脸就黑了，而他旁边的男生并没有察觉到场上的不对，一边笑一边拍着他的后背，哈哈哈哈，上天都觉得你们两个不合适。男生没有搭理自己朋友的玩笑，而是表情严肃地说，场上的26号对上了孟杰的腰。突然朋友的笑意就没了，不是吧？这人输不起。突然出现的状况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裁判上前暂停比赛，过去询问孟杰的状况。张菲菲有些心虚的看了眼郑冉一，郑冉一回过来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孟杰缓缓直起了腰，看着裁判说，没事，继续。裁判只好继续。季归晚满脸担忧，还能打吗？看着挺严重的，刚刚都站不起来。郑恒洲安抚他，相信我们的女儿。孟杰直起身子，狭长的眸子直勾勾地看向了郑冉一跟张菲菲，透着嗜杀。接下来的比赛，国贸系被打得爹都不认识，球在他们手里还没捂热，孟杰总能窜出来把球夺走。整场比赛都好像已经是孟杰在控场，难得球在他们手里，快到篮板了已经，孟杰直接给他们扣出来。他们再反应迟钝，也转过来那个弯，孟杰在逗他们玩。国贸系忍不了了，反正也赢不了了，不打了。一个女生说道，反正也是被人家当成猴子耍，我们认输。字里行间都在指责孟杰行为荒唐。孟杰没说话，手里把玩着球。张菲菲附和，孟杰你太过分了。郑冉一没说话，在一边漠然地看着。场上突然安静，这时候一个技科系的男生站起来，嗓音醇厚，几乎穿透整个篮球场，你们要不要脸？那个女生直接在场上跟那个男生对骂，你说什么呢？你们赢不了人家就是小动作，自己赢不了上半场就认输啊？我真看不起你们。技科系的男生全力维护自己的系，上不了台面没体育精神，受不了，看不得这种暗地里对人家下手的，真是越来越看不起国贸系了。本来大学里面系与系里面都有竞争，现在国贸系跟技科系更是势不两立了。暗处的萧家夫妇，萧母，孟杰的腰有问题，那个女孩子明摆着冲着他的腰去的。萧父不以为然，小孩子之间有些矛盾是正常的，不过就场上的情况来看，那个动手的女孩子跟冉一很熟。萧母可能是冉一告诉的那个女孩，两个人都是聪明人，话说的不怎么明白，可心里清楚。萧母征求自己丈夫的意见，本来今天结束跟郑家约了饭，还要继续吗？当然。萧母回想了下，还是觉得太有心机的女孩接近自己儿子不好。孟杰扔了球走下场，张青岩第一时间迎过去问情况怎么样。我看你刚刚挺严重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孟杰脸色有些白，是疼的。他嫌弃的看了眼张青岩，决赛你自己打吧，疼死我了。张青岩被气笑了，这时候也只有他才能说出来这种话。孟杰在那一阵刺痛过去后，他就自己对了回去，不过因为下半场动作过猛，骨头可能又错位了。他换了衣服，发现尉迟就在门口。我看看你的腰。孟杰乖巧的转过身去，撩起衣服来给他看。尉迟摸了上去，错位了，我给你弄回去。这种事他们在并州经常做，也没有其他情绪。你忍着点。尉迟猛地一推，孟杰身子往前一个踉跄，一阵刺痛疼得他眼前发黑，呼吸有些重。
尉迟把他衣服给整理好。好了。孟杰竖起一个大拇指，可以呀，尉师傅手艺不错。尉迟睨他一眼，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不能太久，更何况今天郑家人也在场。他换好衣服就出去了。郑家人在外面等着。他出去后发现萧子舒跟自己的父母也在，他只看了一眼，随后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郑西庭上前，手摸向了孟杰的后腰，发现没什么异常才收回手。有事没事？没事。兄妹两个说话太过官方，多一个字都没有。郑云彬不懂那么多弯弯绕绕，只是上前崇拜地说：“姐，你今天太帅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你在学校这么飒。”我在下面看着都激动。除此之外，郑云彬的嘴就不停。我在下面听到了不少人说要追你呢。孟杰看他一眼，郑云彬愣了一下。哦，今天还有家长在场呢。他乖巧晋升。季归晚引他认识萧家人，这是萧子舒在国贸系跟冉一一个系，平常你们可能见不到。这是你萧叔叔跟萧阿姨，小杰叫人。孟杰低了下头，叔叔阿姨。萧母不动声色地观察孟杰，听说是从乡下接回来的亲生女儿。听外面的传闻，还以为他行为有多粗鄙，今天一看，这孩子还真是优秀。萧母上前，态度亲昵地摸了摸孟杰的头，早就听说小杰回来了，只是没时间认识，好在今天见到了。孟杰笑了下，他真的不习惯应付人。萧母看了眼季归晚，归晚啊，我看见小杰这孩子，第一眼就觉得亲切。本周六我想叫小杰跟我出去参加一个宴会，不知方不方便呀？季归晚不好说什么。小杰，有时间吗？孟杰不苟言笑，有。萧母这下开心了。郑冉一看着不开心。在孟杰来之前，萧阿姨是喜欢自己的，也常常带自己去参加一些宴会。如今孟杰来了，萧母立马就换了目标。果然人人都看重真千金这一层身份。想着想着，郑冉一脸上逐渐没了笑容。萧母说：“这是子舒，有时间了，你们也可以一起约着出去。”暗处的严明，爷，你情敌真不少。第49章，孟杰护短。学校里面有，学校外面也有，况且人家在孟小姐面前还是光明正大的，哪像他们见面都得避开人。尉迟直接给了他一脚，滚！严明默契的闪开。听到萧母这么推销自己儿子，郑西庭上前，言行得体。伯母，他们都成年了，想认识渠道也很多，所以你没必要拉郎配。严明暗中给郑西庭打 call， 真给力。他们一行人去了最近的酒店吃饭。在路上，郑西庭跟孟杰并排坐在一起，他把萧家的情况大致给孟杰说了。孟杰揉着手腕，郑家跟萧家的实力背景都差了不止一星半点，这样的两家人也能凑在一起吗？话不中听，可也是这个道理。郑西庭没否认，在当初奶奶创业的时候，萧家老爷子帮衬了不少，郑家起来之后，萧家日渐式微，我们家也要知恩，自然是要帮衬着点。不过尽管有我们的帮衬，别人还是对萧家存了些看不起的心思。孟杰了然于心。而另一边，萧子舒态度温和，母亲，我跟冉一是青梅竹马，尽管您再怎么喜欢孟杰，也不能那么强逼着人家认识我啊。只是随口一说，你要是不喜欢，妈妈就不说了。萧母知书达理，没为难他。萧子舒这下无语凝噎了下。进了酒店，萧母感慨，郑家这些年是越来越好了。酒店装修富丽堂皇，处处看着都值钱，炫富到令人窥叹的地步。季归晚熟忍地挽住萧母的胳膊，别这么见外。三三两两结队往里面走去。孟杰在队伍最后面，乐得清静。前面的郑西庭放慢自己脚步，最终跟孟杰同行在一起。今天老师叫家长了。孟杰意外，你去的？他没记错，自己好像留的是孟仲伟的电话。没，意外听到几句。以后在学校里受了委屈，可以直接告诉我，没必要亲自上手去做。尽管你能只手遮天，现在的身份也只不过是个学生。孟杰睨他一眼，你能把张菲菲摁在地上打吗？郑西庭把他给整不会了。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孟杰继续说，我能。二人进了包间，孟杰低声说，我还是喜欢活得无拘无束一点。他也向来如此。郑西庭挑了下眉，罢了，如果妹妹懂事，还要哥哥干什么？顶多以后多帮他兜着点。所有人落座，长辈说事情，小辈坐一边安静的吃。郑云彬刻意跟孟杰坐一块，自从坐下手就不停。他多点了几盘虾，他动作娴熟，包虾不在话下。不过一会儿，一盘虾已经见底，他把包好的放在孟杰面前，格外豪爽霸气，大手一挥，你敞开了吃。孟杰、郑西庭，有郑云彬在，每次郑冉一要加虾，整一盘都被郑云彬端走。郑冉一无语的看过去，不至于吧？郑云彬没看他，一桌子菜不够你吃，光盯着虾干什么？反正他的手已经好了，今天他什么也不吃，就给孟杰包虾。他包，孟杰吃。
郑西庭蓦地伸手摁住郑云彬的手，他今天已经吃得够多了，不能再吃了。郑云彬跟孟杰对视一眼，饭吃到中间，萧母起身，我去下洗手间。郑冉一第一时间站起来，伯母我也要去，一起吧。萧母笑得慈祥，好。出了包间去厕所的路上，一个雍容华贵的妇人迎面走过来，萧母还没看过去，那位妇人冷嘲热讽的声音先一步响起，哟，隔了老远我就看见你跟傅娟长得像，走近了一看，还真是傅娟啊。萧母脸上的笑容淡了下去，好巧。妇人挑眉，确实好巧，毕竟郑家的酒店没点身份的可进不来。你旁边这是郑家的女儿吧？我说怎么在这儿看见你？被点到名的郑冉一回以一笑，妇人同样投以赞赏的眼神，很有教养的一个女孩子。不过跟傅娟在一起未免有些浪费时间，有时间了我们可以一起出去。郑冉一不好拒绝，微微点了下头。他们两个当着萧母的面如此，萧母脸上很过不去。我是高晴。郑冉一礼貌叫人高阿姨。高晴很满意，没再多说，错过萧母就往那边走。他走远后，郑冉一才安慰萧母，伯母没事吧？萧母扯了扯嘴角，没事。郑冉一察觉到他的情绪不对，可他没去多说，萧母对他来说作用并不是那么大。萧母回了包间，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周日，孟杰准时出现在了萧家门口，管家领着他进去。进去后，萧母的精神好像不太好，他干什么都有气无力的感觉。抱歉啊，小杰，本来是我约的你，可我今天可能不太想去了。他很抱歉。孟杰没应他那句话，只是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双手递过去。奶奶听说我要来跟您参加一个宴会，让我好好跟着您，这是我准备的一点小礼物，您要是不嫌弃就收下。这盒子萧母认识，这是 LK 的产品。这时候他才想起来设计师是孟杰，他推了回去，太贵重了，这我不能收。孟杰固然不动，想当初萧家也是名门世家，对郑家的恩情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忘，只是件小东西，不足挂齿。您要是喜欢，下次新品出来我给您留一份。萧母眨巴眨巴眼睛，有些期待，也有些小心翼翼。能留下吗？孟杰眸中含笑，我是设计师，不让我留我就不给他们设计了。玩笑话把萧母逗得开心了点，那我上去换衣服。好，不急。一言一行都恰到好处，短短几句就把萧母哄得开心。楼上看着的萧子舒松了口气，不知道跟郑家吃到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从那天回来母亲就萎靡不振的，直到今天孟杰来了才好了点。尽管孟杰说了不急，萧母还是抓紧时间换好衣服，收拾好自己下了楼。她戴上了孟杰送的珠宝，珠宝美而不俗，正好衬她今天的礼服，萧母喜欢的不得了。一路上都开开心心的。二人在腾悦酒店下了车，才刚走进去，高晴就过来了，而他旁边跟着的赫然是郑冉一。萧母的身体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僵住了，孟杰挽着他胳膊的手安抚的拍了他两下。转眼间高晴就到了萧母面前，傅娟，你怎么也来了？言语间无疑不再透着自己的鄙夷。第50章是哪个马桶盖没盖好，让你爬出来了？萧母面上的礼貌有些绷不住了，高晴又要故技重施，当着小辈的面羞辱自己。在高晴戏谑的扫视下，孟杰嗓音凉薄，字里行间尽是向着萧母，萧家也是名门望族，出席这样的小场面有何不可？孟杰一出声，萧母扭头看着自己身旁的女孩，高晴被这么一对，颜面上有些过不去。你是郑家那个从乡下接回来的，果然没什么教养。孟杰丝毫不惧，对什么人我用什么态度，是您先挑衅的。高晴眯了眯眼睛，有些不好惹。你可知道我高家在帝都是什么地位？你刚来不懂，我可以理解。他话还没说完，孟杰就打断，高家再高的地位，在我郑家面前也得低头。想问夫人一句，郑家可以为了我压迫高家，而你高家敢为了你得罪郑家吗？一句话对得高晴无言以对。郑冉一觉得孟杰说话有些过了，出声劝着，孟杰说话不可以这么无礼。孟杰睨他一眼，是哪个马桶盖没盖好，让你爬出来了？你……郑冉一眼睛瞪得很大，偏偏还没话可以对孟杰，憋得他有些难受。高晴晃神的功夫，孟杰又加了几句，萧家跟郑家的关系高夫人看不明白，那我说的清楚一点，没有萧家就没有郑家，夫人懂了。以权压人，跟郑家关系好，你只要敢惹萧家，郑家立马让高家从商场上消失。小小年纪如此不知礼数，谁让你这么猖狂的？孟杰答非所问，如果夫人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萧伯母面前挑衅，那高家明天就会跟前段时间无声无息消失的王家一个下场了。高晴一愣，上层圈子的事根本没有秘密可言，王家消失的时候，他们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没有人知道是被谁搞的。不过有个消息是在说王家得罪了孟杰。孟杰拉着萧母错身而过，两个人走远了，萧母还没反应过来呢。小杰，你……
他一肚子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哽在喉咙里。他还以为孟杰会跟郑冉一个态度呢，没想到孟杰竟然敢直接对高晴。孟杰笑得轻松，我来的时候奶奶让我护着点您，一句话交代清楚所有。萧母眼眶发热，等我有时间一定登门拜访。孟杰颔首，下个季度夫人如果想多要几件新品，直接跟我说就好。一句话突然出来，听得萧母云里雾里的，一件新品就够贵重，他怎么会多要几件？刚刚在门口的一出让不少人注意到了那边，孟杰说话声音不算小，所以他们听清楚了，郑家跟萧家的关系很好，一些有眼力见的已经上前跟萧母攀关系了。这边人越来越多，孟杰退出人群，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待着。周末无声出现在他身后，需要对高家下手吗？知孟杰者，周末也。不用，再等等。孟杰对那些没有攻击力的势力向来很有耐心，就像猫慢慢虐杀比他小的物种一样。周末不发一言的陪在孟杰身边。再看萧母那边，热闹得很，一人惊呼：“夫人，这带着的是 LK 这个季度的新品吧？”闻言，众人看过去，仔细一看，果真是子木的作品。子木的作品可难抢了，萧夫人怎么搞到的？是啊，您透露一二吧，我们真的抢不到。如果您有渠道可以告诉我们吗？我母亲可喜欢子木，可我没有能力弄到新品。萧母这时候也明白过来孟杰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突然笑了，是真心的。我可以问问，可不可以帮你们搞到？此言一出，几个豪门小姐更是倍感荣幸。真的吗？会不会太麻烦？是啊，真的太感谢您了，萧夫人。萧夫人，过2天我家有茶会，您也一起来吧。萧母笑得从容。一晚上，孟杰困得不下5次。他不太爱出席这种活动，如果不是陪萧母，他才不会来。周末拿了毯子盖在他腿上。您如果真的撑不住，我们就先回去。不碍事，再等等。本来高晴才是亮点，没想到一晚上他们那群肤浅的人光顾着在萧母身边转了。高晴气节不就是一个设计师的作品吗？他们一群没见识的用不用那样？郑冉一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宴会结束，孟杰陪萧母离开，他没有跟萧母一路，而是直接回了学校。第二天一下课，他发现萧子舒在楼梯处等着他。下课人流量本来就大，大量学生涌出教学楼。郑冉一3两步窜到了萧子舒面前，娇羞地说：“你怎么在这里啊？”张菲菲一脸暧昧地看着他们2个，哎呦呦，真是分开一下都不行，这里人太多了，不如换个地方。郑冉一有些羞涩，而萧子舒态度比较淡，好歹是一个校草级人物，出现在这里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孟杰路过萧子舒的时候，一直不说话的萧子舒突然叫住了孟杰。孟杰停住脚步，连带着张青妍也看过去，低声跟孟杰咬耳朵：“他叫你干啥？”孟杰也不明白，他们2个没什么交集。萧子舒拨开了郑冉一抓着自己胳膊的手，走向孟杰：“这里人有点多，能换个地方说话吗？”然后他们2个就当着郑冉一的面离开了。张菲菲直接质问张青妍：“喂，怎么回事？”张青妍轻飘飘的睨了他一眼：“傻逼。”丢下这么一句，直接离开了。郑冉一看着离开2人的背影，有些发愣。张菲菲在一边骂：“真是没想到孟杰是这么个东西，抢自己妹妹的东西。”郑冉一怔说：“他已经抢走够多了。”2人去了学校里面的奶茶店，等着没课，所以比较悠闲。有什么事？一个陈述句。萧子舒想了想，开口说：“昨天我听母亲说了，所以想当面谢谢你。”孟杰淡然说：“我应该做的，更何况本就是高晴太过分。”萧子舒上身白色衬衫，整个人干净清俊，不管怎么说也要谢谢你，今后在学校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好。孟杰没应：“还有事吗？”“没事，我就走了。”萧子舒摇摇头。只见孟杰抬腿就走，一点都不拖泥带水。萧子舒有够冷淡。大学课程比较丰富，见到课上，张菲菲直接逼近孟杰，语气不好的开骂：“孟杰，你要不要脸？”第51章，我真没你这兴风作浪的厚脸皮，我怎么就没看出来还有抢人家男朋友的习惯？张菲菲忍无可忍，故意找了个人多的时候质问孟杰，她要让所有人知道孟杰是个什么东西。张青妍上前一步就想对骂，孟杰抬手拦住他，没让他上去。他垂眸看张菲菲，跟看苍蝇一样。这种智商竟然出现在了清北大学的校园里。孟杰，你想怎样？跟我比一场，你输了就离萧子舒远点。你已经抢了冉一很多东西，他性子软弱不好意思说，可我这个旁观者看不下去了，敢跟我比吗？张青妍出声，张菲菲从小就学，现在已经剑道5段了，这东西我也从小学，不然我帮你跟他打。孟杰还没说话，张菲菲就耐不住性子的说，你是孟杰的狗吗？我跟他说话，你插什么嘴？如此不堪的言语，让在场的人都是一阵蹙眉。孟杰拉着张青妍到了一边，距离上课还有10分钟，我会在上课前解决。好，我信你。此外，张青妍还补了一句，
打得他爹都不认识。二人去换了衣服，看好戏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拿出手机准备录像。自上次篮球赛以后，梦洁可是学校的红人。梦洁一身黑色剑道服，右手拿着竹刀，整个人又飒又帅，倾城绝色的面容尽管素面朝天，也美得不可方物，气质跟平常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菲菲站在他面前，莫名有点怂。下面的人开始讨论，你们压谁能赢？梦洁。大部分人异口同声。一旁的人说，我听说张菲菲好像是从小在学，现在已经剑道5段了。他回头望向刚刚支持梦洁的那群人，你们这么笃定的压梦洁怎么说？梦洁也从小学吗？旁观者 A 不知道，我就是相信梦洁。旁观者 B 直觉相信梦洁。旁观者 C 梦洁掉啊。站在那里，张菲菲就怂得不敢动了，看不出来吗？场上，张菲菲先动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竹刀径直劈下，带着凌厉的风。剑道讲究一个快，短短2-3秒过去，二人已经过了很多招，跟见了鬼一样。每次张菲菲的竹刀已经快碰到梦洁的时候，她总能提前1秒闪开。整个切磋过程中，张菲菲陷入了一个名叫梦洁的阴影中。想都不用想，张菲菲被梦洁完全压制。梦洁的速度快到出现残影，啪！梦洁的竹刀直接把张菲菲的竹刀劈向一边，趁着这个空隙，梦洁带着竹刀捅向前方，竹刀稳稳地停在张菲菲的脖颈处。如果这刀是真的，张菲菲现在已经没命了，胜负已然分晓。这还不够，在张菲菲反抗的时候，梦洁向右一拨，看着力气不大，可一阵闷响之后，张菲菲的脸直接红了起来。爽快！梦洁面不改色，直接劈去了他的腰。啊！张菲菲一下俯身下去，动弹不得。梦洁收回动作，默然看着下面的他，还你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段视频又一次被上传到学校论坛。郑冉1、3、2步上前，剑道馆此时安静的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清楚。他什么都没说的询问张菲菲的情况。只短短过去一瞬，张菲菲已经直冒冷汗。冉1，我动不了了。郑冉1直起身子，梦洁，你太过分了。你在郑家的这些年脸保养的挺厚，我要是你就找个犄角旮旯躲着不出来了，我真没你这兴风作浪的厚脸皮。最终张菲菲被送去了医院。郑希婷又一次出现在了辅导员的办公室内。辅导员有些无语。郑希婷气定神闲地讨了杯茶喝，又见面了老师。想必郑教授已经知道我叫你过来是什么事。梦洁在剑道课上把张菲菲打得直不起腰来。剑道课本就是搏击类项目，小打小闹很正常，这也值得您把我叫过来。听到郑希婷这一句，辅导员差点没一口血呕出来。小打小闹？你妹妹直接把人家打得腰间盘突出了，这是小打小闹？张菲菲的家长听了很是生气，一会儿会过来，不然你们2位先交流。可以。郑希婷一点都不慌。半个小时后，张母气势汹汹地找人踢开了辅导员办公室的门。张母带了2个保镖过来。这位老师，您最好给我解释一下，我女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故。辅导员赶忙起身，对于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也很抱歉。他余光看了看沙发上坐的舒坦的郑希婷，梦洁的家长也在，不然你们2位先聊聊。辅导员不说，气得没有理智的张母还没看见郑希婷。听他这么说，张母才转身正对着郑希婷，眼睛一眯，梦洁家长，他认识，是郑衡州的长子，刚从国外深造回来。这件事是他们郑家没理，说破了天也是他们的错。这么想着，张母说话都有底气了。对于我女儿，你有什么好说的？梦洁打了人是真，这是没办法反驳的。郑希婷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想听听夫人想要怎么解决，让梦洁去医院给我女儿道歉。郑希婷想也没想的直接回绝，不可能。让梦洁去医院，梦洁能再把病床上的张菲菲打一顿。张母瞳孔放大，怀疑自己所听到的，麻烦你搞搞清楚，是梦洁做错了事，那也是你女儿挑衅在先。张母被气笑了，郑家人真是都长了一张巧舌如簧的嘴。此时张清言出现在门口，辅导员让他进来。张清言本来想自己把错认下，没想到张母也在，事情果然闹得很大。不等张清言说话，张母上前2步，干脆利落的就给了他一巴掌。菲菲被打的时候你在哪儿？你一个做姐姐的不护着自己妹妹也就算了，你还跟旁人一起算计。张清言被打得偏过了头，他眼眶微红，这件事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拦住，我们回家说。为什么回家？我就要在这里说。张清言难得抬头跟张母对上视线，回家任你怎么样，这件事跟梦洁没关系。啊，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跟梦洁还挺姐妹情深？这头闹得大，而梦洁从剑道馆换好衣服出来就没看见张清言。他随便拉住一个人问，见过张清言吗？女孩子一个瑟缩，好像去找辅导员了。张菲菲的家长来了。梦洁瞬间拧眉，
第52章，如果你还有下次，我让你知道一巴掌能掉几颗牙。孟杰到了办公室的时候，正好撞上张母又给了张青岩一巴掌。他大步走进去，把张青岩扯到自己身后，颀长的身影直接挡住了他。几日不见，您越发端庄静雅，闲花淡淡春了。孟杰都来了，张母态度不好，太过强硬，不过依旧冷着一张脸道谢，多谢孟小姐夸奖。张母听不出来，可另外在场的3个人听出来了。这句子出自张先的《醉垂编》，这是一首描写烟花女子的词，在现代也有指小3、4、5、6的意思。不知道张青岩怎么了？你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他耳光？我管教自己女儿，应该不需要孟小姐同意吧？啪！孟杰直接一巴掌甩了上去。辅导员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郑希婷见怪不怪。张青岩震惊的反应迟钝，晚了1秒才想起来去拉孟杰的胳膊。张母捂着自己的脸尖叫起来，眼睛瞪得很大。啊！你疯了！孟杰揉着手腕，悠闲说：“自然不需要我同意，不过我看不得他被打。”张母身后的保镖立马到了孟杰跟前，打算动手的那一刻，周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冒出来，速度极快的擒着保镖的头就拖了出去。张夫人控制不住自己打人的手，我帮你控制。张夫人管教不好自己的女儿，我帮你管。张青岩懂理，所以这些年在张家并没有为难你。你在他之后进了张家，身份低下，他再怎么样是张家的千金。你在古代就是一个妾想动大小姐。一番话说的张母脸面上过不去。孟杰字字句句皆为狠厉，张家乱成什么样子我不管，这一次我动手只是警告，如果你还有下次，我让你知道一巴掌能掉几颗牙。如此光明正大的威胁，张母还是第一次遇到，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视线错过孟杰，看向张青岩，你看不见我被这么欺负吗？你不说点什么？张青岩一动不动，脸上笑容有些自嘲，原来我竟怕了你这么个东西这么多年。如果你还要脸，就赶紧走，别逼我把话说得太难听。对了，依你的性子，回去指不定在父亲面前说些什么。张母以为张青岩说到这里是怕了，他抬了抬头，态度傲然。你现在害怕，觉得后悔还来得及，我也想想你，也就不说了。张青岩看张母的眼神透着轻蔑，那样的态度跟孟杰如出一辙。那你最好使出浑身解数说狠点，不然我会让你慢慢的滚出张家，1毛钱都拿不到。张母怔愣了下，张青岩斜他一眼，还不滚？张母紧紧地咬着后槽牙，真是反了。他黑着一张脸落荒而逃。孟杰这才看向一边看得目瞪口呆的辅导员，老师还有什么事吗？辅导员连忙摆摆手，没，他哪里还敢有事？孟杰简单的跟郑希婷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张青岩紧随其后。孟杰头也不回地问，你来这里干什么？怕你被家里人为难，所以想着过来能不能让他算了。很显然以暴制暴是最有用的效果，自身难保还看不得别人受委屈。下午的时候，孟杰拿给了张青岩一份合同，这是郑家最新的餐饮领域合同，回去拿给你父亲。张青岩双手接过，有些错愕地问，你别是为了我？孟杰应了一声。张青岩抿了抿嘴唇，想了想，还是把合同推回去。我清楚张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还不够那个资格跟郑家签合同，他也不能让郑家亏本。如果郑家这么容易会被一个公司拖垮，怎么在帝都这样的地方立足？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孟杰不耐烦地看他一眼，滚滚滚，看着你烦。张青岩什么都懂，他还是把合同收下了，郑重其事地说谢谢。晚上，张青岩拿着合同回家了。他才刚进家门，一个杯子突然砸过来，他侧身躲开，杯子碎在地上。他冷眼看过去，父亲跟张母坐在客厅，他抬头的那一刻，正好看见张母那挑衅的眼神，仿佛在说，小杂种，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赶出张家，你还有胆子回来？张父厉声呵斥。张青岩手里拿着包往里面走去，我为什么没胆子回来？张父态度不好，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孟杰在郑家蛮不讲理，你母亲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不得罪人就好了。他调整了下自己的坐姿，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了？你跟在孟杰身边，你也飘了。今天白天的时候，你怎么能跟着外人一起欺负你母亲呢？你有什么不满，在家里说出来。你怎么丢人丢外面去了？你今天的这一番行为，无疑就是给他们说张家家里乱成一团。你母亲今天被打，你竟然跟着外人一起压迫她。张母故作委屈，其实我也明白你的安排。今天青岩那么做，肯定不是故意的，我也能体谅。只是我被一个小辈打了耳光，传出去不知道要有多难听。张父安慰他，这件事没那么容易过去，尽管郑家地位再高，也不能这么放肆行事。说话间，张青岩已经到了他们跟前。是他自己闹事，他今天还想对孟杰动手。张父蹙眉，不是没动，我让你跟在孟杰身边帮忙，给郑家人混个眼熟，没让你做孟杰的一条狗。张父也是有骨气的人，但凡今后有机会跟郑家人合作，
在外人看来还是他们为了钱连底线都不要了。到了那个时候，尽管公司有起色，不还是被人看不起？明面上不说什么，暗地里指不定怎么看不起你呢。张青岩坐了下来，如果在以前这样的情况下，他是不敢顶嘴的。可今天孟杰肆无忌惮的动手，让他知道一味退让不是个办法。他要开始反击了。他拿出了一份合同，这是郑家新开发的项目合同。郑家的项目很多人都想沾染，都没有那个机会。可现在合同他就那么拿了出来，那么的轻而易举。张父伸手去接，张青岩收回了手，避开了他。父亲不如再说说，打算怎么惩罚我？第53章，我就喜欢你这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性子。张父的手悬在空中，我刚刚说话有不妥之处，你别放在心上。我自然不会跟父亲计较那些。他视线一偏，火力集中在张母身上。不过阿姨虽然是个妾，可一举一动都跟张家绑在一起。你对孟杰出言不逊，就不怕郑家秋后算账？张青岩的言行举止皆跟孟杰如出一辙。孟杰看在我的面子上，打一巴掌就算了。如果我不在，他明天就能让张家跟王家一样消失。王家消失的速度让上层的生意人都震惊了那么一下。那个时候完全就是多方势力断了他们的后路。听说并州都有插手，这么一看，郑家的实力大到不容小觑。张父思索再三点了点头，是我想的浅显了，这件事你做的没错。张母欲言又止，张父扭头看他一眼，语气不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为了张菲菲你就能不知好歹的得罪郑家？滚上去自己想想今后怎么做。是。张母心有不甘的上楼，离开之前愤恨地看了张青岩一眼。他上去，张父才重新看向张青岩，那合同？张青岩把合同递了过去。张父心情好了许多。次日，张青岩一个字不落的给孟杰讲了一遍。语罢，张青岩又一次郑重的道谢，谢谢你。这一份合同让他彻底在张父面前说话有了价值。客气。二人并排走在校园中，张青岩说，今晚上有个帝都大学的聚会，过去看看吗？这聚会是常有的，两所大学的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算是一种联谊。通俗易懂点讲，就是联络有益的聚会活动或组织，以情感交流为手段组织起来的较为松散的群体活动。怕孟杰拒绝，张青岩环住他的胳膊，陪我吗？我一个人怕尴尬。好。夜晚时分，二人打车去了聚会的场所，一家中餐厅。孟杰抬头看了眼，这是郑衡州的产业。张青岩带着他往上走，整个2楼都被包了下来。二人一出现在2楼，就迅速引起那群人的注意。上前2个人客气地打了招呼，不论是素质还是言行，都从容得体的刚刚好。他们2个被带着往里面走，气氛很融洽。帝都大学的一个男孩子主动上前打招呼，先是跟张青岩说话，之后明显带了重视跟孟杰说话，我是乔宁。孟杰伸出手，孟杰。乔宁是一个笑起来很阳光的大男孩，我听说过你，你是你们学校的红人，论坛上面我也有关注。孟杰礼貌一笑，没了后续。在吃饭的时候，乔宁也很关照孟杰。趁着乔宁不在的空闲，张青岩附耳过去说，乔宁是不是想追你啊？孟杰吃饭动作不停，不知道。今晚上这一阵穷追猛打，但凡长了个眼睛的都能看出来乔宁有那个心思。可孟杰就跟一个撩不动的石头一样。在张青岩这里，孟杰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甚至放眼望去，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他。孟杰在他心里是犹如神邸一般的存在。可就算是这样，也不能看着他孤独终老。更何况乔宁还是帝都大学的校草级神仙人物，不论是样貌还是性格都好得无可挑剔。于是张青岩就起了撮合的心思。他站起来，我上个厕所。张青岩给不远处的乔宁使了个眼色后下了2楼。乔宁上前顺势坐在孟杰身边，你喜欢吃虾？他面前的虾壳堆了个满满当当。还好。说着，孟杰又塞嘴里一个包好的虾仁。乔宁没话题找话题，孟杰虽然态度淡，可不管他说什么，他都能接上。体育、金融、设计、写作、绘画、珠宝、物理，只要是他能想到的，孟杰都知道。这种认知是非常可怕的。孟杰的知识量大到骇人。乔宁态度谦逊，时不时请教问题，孟杰也耐心回答。旁边那桌，郑冉一注意到了这边情况，他知道乔宁比萧子舒还优秀一点。既然现在萧子舒对自己爱答不理，那郑冉一趁没人注意出去了一趟，没过一会儿又回了座位。孟杰正跟乔宁说话，没注意服务员上来，他刚回头，服务员手中的热水洒在了孟杰身上，卫衣一下湿了一大片。孟杰转眸，王金波，他的表哥，孟家小姨的儿子。穿着服务生衣服的王金波本来还有道歉的想法，可看见是孟杰之后，突然就没了下文。乔宁赶紧站起来，怎么回事？孟杰坐着没动，只是盯着王金波。
王金波脸上并没有歉疚这种情绪，他眼神看着别处，声音粗重：“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孟杰毫不迟疑，也根本没有跟他耗时间的意思，眸光凛冽，把经理找来。王金波没把孟杰当回事，这种小事也要计较？你回了郑家就开始如此目中无人，对我颐指气使了？声音过大，本还嘈杂的环境慢慢安静下来，所有人渐渐注意到这边。孟杰此时的脸已经冰冷的可怕，微微上挑的眉眼直勾勾看向了门口的一个女服务员，声音不高，可透着无尽的寒意，要我亲自去请。女服务员腿肚子一阵发软，赶紧跑出去找经理。王金波脸色一变，发现孟杰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马慌了。孟杰，你就这么对你哥哥？乔宁看看王金波，又看看孟杰，他们两个是亲人，可是看气质不像啊。包下2楼的是学生，并不是什么有身份的人，于是经理来的不算快。孟杰一只手放在桌面上，有一下没一下的扣着桌面。时间1分1秒的过去，终于5分钟后，经理出现在了2楼。他目的明确的到了孟杰面前，不知道这位小姐。声音戛然而止，经理的眼睛睁得有些大。这不是孟杰吗？郑家的真千金。只一瞬间的思考，他态度转变得极快，恭维的开口：“孟小姐，怎么了？他把水洒我身上了。”孟杰一板一眼地说。经理瞪了一眼王金波，摁着他低头道歉啊。王金波心不甘情不愿，曾经孟杰跟自己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他回了郑家自己就得卑躬屈膝？他一把拨开经理的手，她是我妹妹，只是小打小闹，道歉就算了。这么说，为了让经理知道自己身份，经理走到今天这个位置又不傻，看孟杰的态度完全不屑跟这种人为伍。我管你是谁哥哥，你在工作期间出现这种差错，不道歉还想怎么样？我没错。王金波的脸皮厚到一种地步。孟杰突然笑出声，他站了起来，没错。王金波理直气壮，是。孟杰看着王金波的脸，手径直朝着他裤兜而去，修长的手掏出一沓钱，脸上染上几分薄怒，调监控，我倒想看看他的这笔钱从哪儿来。他猛地把钱砸在地上，郑冉一心咯噔一下。尽管如此，王金波都没有诚恳道歉的举动。言罢，孟杰眸底迸射出骇人的光，我就喜欢你这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性子。第54章，我有，可我凭什么给你？够了。郑冉一上前，算了孟杰，他只是不小心的，每个人都不容易，你又何必如此得理不饶人？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可怎么行？孟杰看着经理，调监控给我。经理赶紧让人去掉。王金波气定神闲的查清楚了，他也是受郑冉一指示。监控只一会儿就调了过来，经理拿着平板过来，孟杰并没有接，头大屏幕上，郑冉一咬着嘴唇，这是要公开鞭尸了。监控画面一目了然，郑冉一拿了钱汇入王金波。经理看得惭愧，立马给了王金波一脚。郑冉一跟一个跳梁小丑一样，这时候了还想着垂死挣扎。我是看着他原来是孟杰哥哥，家里面也困难，我想不到更好的救助方法，所以才直接给钱的。这么说，王金波就不服气了。呸！你个贱人，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刚刚不是你找过来让我把水泼孟杰身上，你还有2副面孔呢，真尼玛的虚伪！这时候被拆穿了还推锅？清北大学的学生也不过如此，真是好学校过滤学渣不过滤人渣。你比我这种人好多少？众人看他们2个心思肮脏的人在那里互喷。经理看不下去了，怒声打断：你被开除了，给你20分钟离开这里，不然1分工资都别想拿到。王金波被2个膘肥体壮的服务员拖了出去，根本不给他抵抗的机会。经理低头道歉，很抱歉出现这样的情况。孟杰没为难经理，而是走到郑冉一面前，用最淡然的态度说：我真看不上你。他收回视线下楼了，他本来也没什么兴趣吃饭。乔宁赶紧跟了上去，一边往外走一边脱了外面的风衣。张青岩没跟上去，一辆劳斯莱斯就停在餐厅对面。严明眼尖，也好像是孟小姐出来了。话音刚落，他倒吸一口冷气，咦，怎么还有个人？还是个男的。他透过后视镜观察自家爷的表情，果然黑了。最近的天已经在回暖，晚上也没那么冷，就一会儿的功夫，衣服已经快干了。孟杰双手插兜下楼梯，乔宁跟了出来，直接把衣服搭在了孟杰身上。孟杰第一时间就要还给他，但乔宁态度强硬，他用力的裹住孟杰，一个女孩子衣服湿了不好看，有时间了我找你去拿衣服，现在就穿着吧。孟杰沉默。周末就在暗处，衣服都准备好了，实在用不着乔宁的。乔宁表情认真，罢了，知道了。听到孟杰同意，他这才松开手。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不远。哦。孟杰下了楼梯，越走越远。走了没一会儿，发觉后面有车跟着，他回头去看，发现是尉迟的车。他径直走过去上了车，严明把车停好就下去了。孟杰不明所以，整个车内都是低气压。尉迟问：
玩得可开心？一般。下一秒，尉迟的大掌轻微扯下梦洁背后的衣服，直接开了车窗扔了出去。尉迟逼近，俊美的脸一下在梦洁面前放大。下一秒，他就感觉自己的手被尉迟束缚在身后，他往前一推，他直接贴上了尉迟的胸膛。他感觉不对，尉迟，两个人的距离很近，到了呼吸交融的地步，冷香萦绕在鼻尖，很好闻。下一秒，柔软贴在自己的唇上。梦洁第一时间就要推，可尉迟抓他抓得死死的，他整个人僵硬成一块石头。尉迟嗓音阴哑：“小洁，离他们远点。”此时梦洁的脑子里面一堆乱麻，直到回了宿舍，梦洁都魂不守舍。张青岩早就回来了，看了一眼，立马瞪大了眼睛：“你们发展这么快的？今儿晚上才认识，然后嘴就这样了？嘴成什么样？”梦洁进了浴室，镜子中映射她现在的模样，嘴唇通红，狭长的桃花眼泛着氤氲。她一拳头倒在洗手台上：“尉迟这个王八蛋！”巨大的声音让外面的张青岩一惊，这是怎么了？第二天，整个大二技科系被通知辅导员被换，梦洁并不意外，可能是郑西婷动的手。原先的辅导员没有主见，那样的人怎么能做得长久？张青岩写着东西说，一会儿新辅导员要过来，说是认识一下。换不换跟他没什么关系。教室门被打开，从外面进来一个男人，班里面的男生惊呼。走进来的男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这样的人在学校是个教授都不为过，只是一个辅导员也太浪费了吧。张青岩闻声抬头，只一眼就愣住了，妈的好帅，竟让他这么一个985大学的人想不出赞美的词。张青岩笔掉在地上，他推了推梦洁：“梦洁，你看。”梦洁抬头，四眼相对。尉迟，他眉头一皱，尉迟身后的严明狗腿一笑，看见尉迟这张脸，他就想起来昨天在车上。尉迟黑眸深邃，整个人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场。“我是尉迟，以后你们由我接手。”梦洁沉思，那以后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下课后，梦洁出了教室，迎面撞上了郑西婷。郑西婷过来，中午一起吃饭。梦洁跟郑西婷出了学校，殊不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王金波的母亲申翠华瑟瑟发抖，抬手指了指没多远的梦洁：“高利贷你们找她去要，她是我外甥女，也是郑家千金，她不缺钱的。”催高利贷的人拍了拍申翠华的脸：“别给老子耍花招，走！”一行人堵住了梦洁的去路：“小妹妹，还个钱！”郑西婷上前一步把梦洁挡开，梦洁把他扒拉开，好整以暇地问：“哦，王金波欠我们30万，他没钱，他母亲申翠华说你有，你身上穿的也是值钱东西，30万不会拿不出来吧？”申翠华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指着梦洁就说：“你既然回了郑家，肯定有钱，只是30万对你来说很容易吧？给钱！”梦洁脸冷下去：“我有，可我凭什么给你？”申翠华冷哼一声，果然是个白眼狼，自己发达了就不念我们这群穷亲戚的好了，只是跟你要30万都不给。你哥哥比你可好说话多了，要多少给多少，同样是人，你怎么就不一样？申翠华脸皮很厚，如果你不给钱，我就天天来你学校闹。他自我感觉良好。对了，最好给你哥安排个工作，孟仲伟都能进郑家，凭什么我儿子不行？孟洁的世界观时时刻刻都在被孟家人刷新着。第55章，我来了，你打呀！郑西婷听着都有些忍无可忍了，怎么就摊上这样的人？孟洁随手从地上捡起个砖头，趁其不意地对了出去。催高利贷那人直接背对的身体向后仰，血从鼻子里流出来，他摸了一手血：“给我打，我看谁敢！”众人望去，杨超带着自己的一群小弟从后面走过来。杨超往那里一站，那群人就不敢轻举妄动，毕竟杨超以前也是个狠人，跟了孟洁之后才开始收敛。“超哥，你……”杨超没搭理他：“孟小姐做自己的事吧，这儿交给我。”孟洁走得干脆利落，周末开了车在10几米开外的地方。他回头说：“中午的饭怕是吃不成了。”郑西婷点点头：“你先处理你的事情去吧。”好。见孟洁要走，申翠华不依，上前2步死死抓着他，不让他走。“你不能走，你还没答应我的要求，你不同意就别走。”孟洁掐住申翠华的脖子，把他拎到自己面前：“识相点，趁我现在不想打你，赶紧滚！”他重重地甩开申翠华，抬腿大步离开。孟洁坐车直接去了 LK， 周末跟在他身后进了大楼，一路畅通无阻。孟洁进了电梯后，几个人凑成一堆吃瓜，难得见孟小姐这么生气，就是上次她姑姑来这里闹事的时候也不见她这么急。刚好中午孟仲伟不在，人不在，孟洁就坐在办公位等。秘书进了办公室上了2杯茶，还没说话，孟洁就问：“孟仲伟呢？”“孟总去吃饭了，叫回来。”孟洁脸色很不好看，秘书不好说什么，赶紧出去打电话，
打完之后进来毕恭毕敬地说，已经通知孟总了，孟小姐还有什么要求？把公司本季度的账调过来，叫过来2个会计，我要查账。秘书低头退出去，他动作很快，不多会儿，会计便带着账出现在了办公室里。孟杰没有多余的话，查。孟仲伟本就跑得不远，听到秘书打电话，他就赶紧回来了。刚进门就看见2个会计在孟杰面前查账，压抑的气氛让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他走进去，小杰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孟杰抬头，漆黑的瞳孔透着不太明显的怒气。孟仲伟一愣，不知道他怎么了，心里隐隐不安。本来忙碌不停的会计突然没了动作，他拿了账本让孟杰看，确实有500万不知走向。查出来了。孟杰盯着西装革履的孟仲伟，嗓音幽冷，解释解释。2个会计很有眼色的退了出去，顺手带上了门。孟仲伟慌了，小杰，我是有原因的。是什么原因让你挪用公款？孟杰把账本砸到他脚底。孟仲伟捡起来，手颤抖着，我也是没办法。小姨知道我在郑家工作，然后带着父亲来公司找我，我总觉得亲戚能帮就帮，不然跟没良心的畜生有什么区别？孟杰太阳穴突突的跳，所以你就能拿公司的钱了？我以为不会有人发现。孟杰恨铁不成钢，你可真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家庭教育已经把他造就成这样的性格，后期根本扭不过来。这一次是孟杰遇人不淑，500万都哪里去了？孟杰咬牙切齿，300万给了父亲，200万给了小姨救急，没钱根本在帝都这样的地方活不下去。孟杰闭了闭眼，收拾好你的东西，从 LK 出去。孟仲伟彻底怕了，他后悔，我会想尽办法把500万补上。小杰给我一次机会，我真的不会有下次了。孟杰不再说话，2个保镖进来把孟仲伟拖了出去。这件事闹得很大，郑美珍知道消息的时候，正在花园里头颇有闲情逸致地浇着花。本就是下层的垃圾，也就是老太太纵容孟杰乱来，这下偏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我倒想看孟杰这一次怎么收场。对了，物色2个人才送去 LK 接手。是。对了，找2个人给老太太透点消息。是。郑美珍浇着水，百转千回，最终 LK 还是我的。这边孟杰去了孟庆峰现在的住处，是一个坐落于郊区的2层小洋楼，很会享受。大门没关，佣人上前询问，请问您是？孟杰没动，周末抬手，手下直接把那个佣人拖了出去。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没发出一点声响。孟杰停在院子里，听着里面人的谈话内容。村里人讲话本就不顾忌，声音穿透很强，站在院子里就能听得一清二楚。申翠华跟王金波也在，说话肆无忌惮，毫无顾忌。孟杰这小贱人进了郑家，可真是风光无限。今天我看见他，人家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想当初他上学时候，还是我送他去的，没想到是个白眼狼。而后就是王金波的生意，你们是没见。昨天我在饭店看见他，他一点都没把我当哥哥，直接就用郑家千金的身份让经理把我辞了。我找一份工作容易吗？申翠华阴阳怪气地问孟庆峰。庆峰啊，你说呢？孟杰这小丫头片子可真是忘本没良心，这要是我闺女，我早把她腿打断了。进了豪门就认不清自己了，别人都是能怎么帮衬就怎么帮衬，她倒好，开始利用郑家权力断我们后路了。早知如此，当初说什么也不该让她回去。孟庆峰因为孟仲伟进了 LK 工作，有些得意忘形，是该好好教训，做人不能忘本。这件事孟杰确实没仲伟做得好。王金波吊儿郎当，是啊，再见孟杰，我一定不客气，上去就给他俩耳光，让他认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身份。好，狠狠地打。申翠华语气尖酸刻薄。周末砰的一声将门一脚踹开，孟杰从外面走进来，恣意妄为，进别人家跟进自己家一样随便。孟杰全身笼罩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场。我来了，你打呀！猖狂至极。第56章签份合同。客厅的人一时间全部噤声。孟杰往里走，那种骇人的气息越来越浓。王金波本来还吊儿郎当的靠坐在沙发上，脚放在前面的茶几上，眼看着孟杰离自己越来越近，他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脚规规矩矩的放在地上。放了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害怕。这么想着，他恢复了原状。周末直接出手，手掌划过空气，声音凛然，直接断了王金波的腿。啊！王金波惨叫出声，眼白瞬间爬上红血丝，他的腿直接折了下去。儿子！申翠华站起来，把自己儿子扶到一边。周末拿出帕子垫在沙发上，孟杰这才坐下。申翠华慌不择路，孟庆峰，你看看你闺女把我儿子打的。孟庆峰还是有些怂孟杰的，小杰，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听见有人想打我，等不到那人上门，我就亲自过来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孟杰的脸冷若冰霜。孟庆峰逼迫自己扯出一抹弧度，
小杰真会开玩笑。孟杰没在那些没有营养的话题上浪费时间，我来要钱500万。此言一出，申翠华第一个不同意，那是孟仲伟拿出来孝敬我们的，你凭什么拿？孟仲伟挪了公司的500万，你们拿不出来，那坐牢的就是他了。申翠华无理取闹，我不管，钱既然已经给了我们，就是我们的东西了，我可不管什么来处。你要想要，去找孟仲伟啊，是孟仲伟挪的公款，又不是我们。孟清风有些不忍，我们确实拿不出来，可你哥这么年轻，你真的忍心把他送进去吗？两个人的说辞让周末挑眉。今天孟杰过来要钱，钱拿到手他不动声色的就能补回去，如果郑美珍来插手这件事，就不是孟杰在这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么简单了。这件事最后顶多是孟杰遇人不淑，真正吃亏的还是这群人。既然你们这么说，我也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语罢，孟杰起身，嫣然一笑离开了。在车里，孟杰跟周末说，找人不留痕迹的把他们用那500万的钱购买东西的合同给郑美珍送过去。周末明白，这是要借刀杀人了。申翠华有些狐疑，想不明白里面的弯弯绕绕，孟杰什么时候这么好说话了？第二天，申翠华就知道了，郑美珍亲自上门，带了不少打手。他厉声厉色，给我砸！打手鱼贯而入，手中都掂着一根材质很好的棍子，看见什么打什么。不过一会儿，家里就狼藉一片。申翠华拦住，跟个泼妇一样大吼大叫，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就私闯民宅，还有没有王法？郑美珍难得做点人事，王法？今天你们要是拿不出500万，就别想四肢健全的出去。报警！快报警！申翠华尖叫。郑美珍拿出手机，行啊，我帮你报。就算今天警察来了，也是申翠华他们没理。你是不是孟杰那个小杂种让你们来的？钱已经到了我们手里，还想要回去？郑美珍挑眉，从一个打手手里接过一堆合同，全部扔在地上。你们用公司的钱买了房、车、地皮，这些东西现在归我，拿不出钱可以滚出这里。郑美珍说的毫不客气，你们不能这么做。现在已经不是申翠华无理取闹就能解决问题了，他们被强行赶出了别墅，车也没了。这边事情处理好了之后，郑美珍主动给孟杰打了电话，合同是你让人放我桌子上的。是。孟杰承认。你以为这样就能和我联手了？孟杰声音冷漠，不是联手，只是我懒得处理这种小事。行吧，不过我提前告诉你，我已经让人接手 LK， 你态度好点，我分你点股份。别异想天开，决策人永远是我。说完，孟杰便挂了电话。郑美珍挂了电话，孟杰把手机放在一边。最近学校有音乐节，张青岩是外联部的，最近忙得焦头烂额，时常见不到人。外联部好像是负责给校方活动拉赞助商。这天，孟杰路过学生会的办公室，听到里面起了冲突，受委屈的正是张青岩。他停了脚步，站在门口没动，听着里面动静。我说了，这个策划案是我的。张青岩态度强硬。然后就是郑冉一说话，你是在说我抄袭你？他嗤笑一声，没有不屑，可眼底的蔑视丝毫不掩饰。策划案上写了赞助方是景慈，平时我低调不拿家庭背景说事，现在我就忍不住了，只有我才能接触到景慈的总裁，你能吗？张青岩脸一白，他写景慈的时候是冒险了的。孟杰简单听了2句就离开了。外联部部长作为一个和事佬出声，算了，这个项目交给郑冉一来办吧。张青岩双手一下拍在桌面上，面有不甘，我说了，这策划案是我写的。艺人看不下去了，我也看到过张青岩半夜不睡觉在研究这次活动怎么能弄得更好。部长这样一句话，评判感觉有些不合适。部长想了想，行吧，那兵分2路，一路是郑冉一，一路是张青岩，谁能拿到景慈的赞助，那没拿到的就道歉。这个方法一点都不公平，可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张青岩黑着一张脸同意了。才刚回去，孟杰用平板看着数据问，什么时候去景慈？张青岩略有诧异，你怎么知道？意外听到了。哦，我打算明天去。还有谁去？跟着我的还有3个人。孟杰讲话不容置喙，明天我也去。张青岩搞不明白，不过还是同意了。安静了一会儿，孟杰突然问，景慈的负责人叫什么来着？上次他光记得打人了，没记得名字。张青岩回复，安文。为了赶在郑冉一前面，他们8点就到了，没想到还是郑冉一快，正好撞上安文往里走。郑冉一赶紧上前自我介绍，安总你好，我是郑家的小姐，今天代表清北学校过来，想跟您谈赞助。3言2语把自己的身份背景跟来意说清楚。安文脚下生风，极快地扫了他一眼，没搭理，直接就上楼。旁边的秘书赶紧开口，这是郑家的千金。安文反问，郑家千金怎么了？我该供着。跟在郑冉一身后的3人面面相觑，原来郑冉一也不过如此啊。孟杰带着张青岩他们直接往里面走。
前台赶紧迎上去，也有拦人的意思。抱歉小姐，你有预约吗？孟杰睨他一眼，告诉安文，孟杰来了。说完这一句，他不理秘书，直接带着他们进了电梯。前台赶紧给秘书部打电话通知。不一会儿，前台让郑冉一他们也上去，电梯缓缓上升。冉一，别太担心，我看安文很难说话，你都不行，更何况张青岩他们呢？另外一人说，是啊，孟杰不讲理，直接就进去又怎样？最后还不是被保安赶出去？可能我们上去正好能看见保镖拖人出去。郑冉一被安慰到了，浅笑嫣然。安文办公室的门大开，他们刚走到门口，就见孟杰拽的258万的把合同直接扔在了安文的面前，签份合同。第57章，你跟我说话为什么还能这么猖狂？是 Octi 打压的不够狠吗？门口5人，这是什么骚操作？接下来孟杰他们会被安文找人打出去吧？果不其然，安文冷笑着，你这态度是跟谁说话呢？换句话说，你求人就这个态度？安文毫不掩饰的看了眼门外的一群人，你们一个学校的吧？他们态度更好一点，我为什么不给他们赞助，而选择你呢？门外除了郑冉一的剩下4人，皆是倒吸一口凉气。上层决策者说话就是狠，说人不带一个脏字，可就是让你颜面扫地。他们看着孟杰的眼神有些怜悯了。谁知道孟杰更猛，他双手撑在安文的桌面上，他在安文的上方，阴冷地问，你跟我说话为什么还能这么猖狂？是 Octi 打压的不够狠吗？一句话让安文高高在上的态度出现皲裂。孟杰继续说，你看我谢玉来这里吗？潜在意思无非就是在说，如果不是为了张青岩，安文都不配见到他。孟杰不耐烦，赶紧签，别浪费我时间。安文压着一口气，态度卑微的看也没看翻开合同，在最后一页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把合同递给孟杰，赶紧走。孟杰没接，张青岩赶紧双手接过，麻烦安总了。安文气的牙都快咬碎了。孟杰直接带着他们在郑冉一一群人的注视之下离开了。安文看了眼外面尚且呆愣的几个人，赞助合同已经签了，你们可以离开了。孟杰中途带着张青岩去了一趟苏饶曼的公司，不起眼的角落连拍好几张照片。苏饶曼知道孟杰要来，公司里面的人格外有礼貌。进了办公室，他推了一把张青岩，跟他说你的策划，自己则坐在沙发上吃提前准备好的甜点。张青岩被推到苏饶曼面前，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只因为面前的这个女人太好看了。跟安文比起来，苏饶曼待人随和，一点都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他在跟苏饶曼沟通交流的过程中，状态逐渐松弛。既然是音乐节，我这边让陈淼过去。张青岩抬头，眼睛亮了下，陈淼，我喜欢他的歌。苏饶曼莞尔一笑，一会儿让你们见面。张青岩瞬间激动，可以吗？可以。苏饶曼答应的爽快。聊完音乐节的细节，张青岩跟王嫣然见面之后，苏饶曼送他们离开。暗处又是连拍好几张。苏饶曼创的是娱乐公司，对于狗仔偷拍一方面自己很敏感，几乎是一瞬间他就准确的找到了那人所在的位置。他悄无声息的靠近，最后猛地伸手摁住那人的脖子，一手把他的手反剪在身后。公司的安保人员过来3下5除2，把那人绑进苏饶曼的办公室。苏饶曼手里拿着单反，摁着按键，相机里面的照片都是孟姐，什么形态的都有。男人瑟瑟发抖，放过我吧，我就一拍照片的，更何况里面丑照都没有。就离谱，不管他怎么拍，都拍不到孟姐的丑照，几乎所有角度都是完美的。你这什么理论？没拍到我就能放过你了？你为什么拍孟洁？孟洁上过一次节目，就有人看不惯她，给我钱让我拍她丑照什么的。说起这个男人都快哭出来了，嘤的，我已经跟了他半个月了，一张丑照都拍不到，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唯一败笔。这女人太邪乎了。看着男人绝望的眼神，苏饶曼把单反还给他，沉思片刻，郑重其事的给他提意见，要不你让他自拍2张给你冲业绩。男人傻了吧唧的看着苏饶曼。张青岩拿了赞助合同回了学校，部长很高兴。至于郑冉一的事情，外联部里面所有人都心照不宣。郑冉一不甘心，他回了家，第一时间找上了郑光中，小叔，我没有办法才来找您的，学校有音乐节，我想让您帮我叫几个有名气的歌手去学校表演，例如陈淼那样的新奇之秀。郑光中很容易就答应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事，交给我就好了，麻烦小叔了。别跟小叔客气。挂断电话，郑光中第一时间联系了人，想要让陈淼出面，没想到那边给出的回复是那天本就要去清北。郑光中很满意，给了郑冉一准确回复。郑冉一在张菲菲面前随便那么一说，紧接着大半个学校都知道了。陈淼属于那种有深度的新人歌手，歌曲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在清北大部分的人都很喜欢他。知道这个消息后，不少人跟张菲菲确认消息。张菲菲不厌其烦地说，是啊，也就只有我们冉一能请得来陈淼了，
像赞助什么的都是小意思，根本没难度，请歌手过来才有难度。明里暗里讽刺张青岩。学校有些期待这一次的音乐节了。张青岩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是在食堂，他一掌拍在桌面上，明明是你请过来的，郑冉一怎么好意思这么说？孟杰表情都不带变一下的，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自己知道就行了。张青岩沉不住气，不能这么算了。那头张菲菲看见张青岩这么气急败坏，有些得意的轻轻推了推郑冉一，你看冉一，看张青岩气成什么样了，他就是嫉妒你。郑冉一端着餐盘在一边坐下，别管他们。张菲菲不是什么沉稳的人，有这样的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饭都不吃了，不行，我得过去。郑冉一刚抬头，张菲菲整个人已经到了孟杰那边，根本没机会拦住。哟呵，远远的就看见你在这里气急败坏，果然有些东西不服就不行。策划案你写的，你怎么不把陈苗请过来？张青岩冰冷的开口，本就是我们请过来的。张菲菲仰天一笑，哈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腰，明明就是冉一请过来的，麻烦你要点脸，一份赞助合同就把你弄飘了。张青岩忍不住了，马上就要暴走。孟杰看他一眼，薄唇轻启，但愿音乐节那天当着陈淼的面，你也能如此大方承认他是郑冉一请过来的。第58章，笑着看他们做不好吗？为什么不能？张菲菲大声问郑冉一，冉一说呢？这件事郑冉一很有把握，他也相信郑光中没骗他。没错，是我叫来的。张菲菲用鼻孔看人，听见了吗你？如果你还是不肯相信，那到了音乐节的时候，我们问陈淼好了。张青岩没见过这么不要个逼脸的。孟杰摁住他，双眸微弯，好的呢。张菲菲看着他这副模样，后背发毛，嗫嚅了2句离开，也不知道嘴硬什么。张青岩咽不下这口气，这就算了？当然不，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因为张菲菲插手，看学校论坛的人大部分都知道，音乐节在晚上7点，灯光璀璨，场地设置很大，人挤人。因为有景慈的投资，这一次音乐节办的比往年都要盛大。苏饶曼也来了，他很低调的戴了个墨镜，他的座位就在孟杰旁边。大晚上你戴墨镜能看见吗？苏饶曼鬼鬼祟祟的，你不懂，我不能让这里的人认出我，不然得引起多大的轰动。孟杰嘴角抽搐了下，放心，没人认识你。苏饶曼摘下墨镜，小半张脸都露了出来，发现周边的人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尖叫，他耸了耸肩，好吧。对了，昨天晚上郑光中那边的人给我打电话，说高价请陈淼来清北演出，我说本来就要去的。他想了想，我关注你们学校论坛了，张菲菲好像咬死了陈淼是他们叫来的，你怎么不解释呢？也亏得孟杰有那个耐力。孟杰声线平稳，解释什么？笑着看他们做不好吗？陈淼一出场，全场欢呼，一首曲子彻底把场子热了起来。陈淼，陈淼，这是陈淼的初舞台，他台风很稳，唱了3首新歌，结束后学生还有些意犹未尽。王嫣然抱着吉他，很飒的一个女孩，她眸中带笑，声线磁性，她的声音透过话筒传遍整个体育场。这是我的初舞台，在来之前我预想过很多场景，唯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热情的朋友。整个场子很静，几乎大多数人都在听王嫣然讲话。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是我的荣幸。他站起来，朝着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他拿着话筒，如果大家有什么疑惑可以问我。张菲菲勾起邪魅一笑，她站起来，大多数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疑惑。先前我听说你是因为朋友叫所以才过来，不知道那个朋友是。王嫣然有关注这件事，机会都送上门了，自然要抓住。你们应该都认识。都认识，那80%是冉一了。他好笑地看了眼孟杰他们，这下看他们怎么办？那方便透露名字吗？他说出名字是孟杰。张菲菲得意地笑一下凝在了脸上。什么？孟杰？郑冉一脸色一变，这不可能，小叔做事怎么可能有纰漏？台上的王嫣然还在继续，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唱歌，除了老板的赏识支持，还有孟杰当初不顾一切为我做的一切，我很感谢他们。一番话把郑冉一的脸摁在地上疯狂摩擦。张菲菲失魂落魄地坐了下来。怎么会这样呢？人群中有人说，感觉孟杰是一些人的光啊。拜托，前提也得有钱，家里没钱一切扯淡，我要有钱我也普度众生。郑冉一到了最后都没好意思问郑光中怎么回事，这一次只能硬生生把苦咽下去了。这边结束后，王嫣然主动找到了孟杰，格外乖巧懂事，我有好好练习。被冷落的苏饶曼摸了摸鼻子，听出来了，等着你成为巨星的那天。王嫣然的手止不住的颤抖，我会的。这次的音乐节效果很好，不少人都有些好奇孟杰背后的人脉。同时，郑美珍的生活助理拿了一张照片过来递给他，孟杰确实从小就在乡下，查不到什么，背景很干净。他身边跟着的男人，我们只找到了一张照片。郑美珍捏着这张照片，把茶杯放在桌子上，细细端详。这是什么场合？门萨的一次会议。高智商的人云集的俱乐部，
能参加这样会议的人怎么会简单？如此不简单的人又怎么会跟着孟杰？他看着照片没说话。照片中的周末一袭黑衣，高挺的鼻梁上架着金丝框眼镜，衬得整个人格外斯文败类。他旁边坐着的女人气场更甚，仅仅是照片中的一个神态都摄人心魄，美的过分了。除此之外，还有凌厉的煞气。有些人就好像是天生的主角，隐在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到。照片中二人皆是双腿交叠，长腿瞩目，神态自若，慵懒随意。他旁边这个女人查了吗？助理摇摇头，查不到，各种渠道都查不到这人的信息。郑美珍把照片扔在桌子上，查不到只有2种情况，一种是干干净净不值得查，而另外一种是背景实力远超我们，以我们的实力够不到那一层。助理脸色凝了下，如果是后者，那孟杰究竟是什么人？郑美珍也在沉思，能让周末那样的人跟着，孟杰又能差到哪儿去？孟杰不知道郑美珍已经在着手查自己。这边尉迟发了高烧，孟杰去了他住的地方，因为孟杰在学校，所以尉迟也住在这里。他推门而入，陈设简单，没有过多的家具，一个沙发一个桌子，环境不算太差，也不算太好。严明赶紧把他迎进来，孟小姐，找过医生了吗？找过了，也吃了药，医生说不过20分钟爷就能睡着，可是距离医生走了已经有半个小时，爷非但没有睡着，反而还越清醒了。孟杰脱下大衣，我进去看看。严明接过，周末把孟杰的衣服拽了出来。严明，你抽什么风？周末不苟言笑，抱着孟杰的衣服，我拿。你拿呗，有病。周末没搭理他。孟杰进了房间，尉迟还是跟以前一样，不知道什么毛病，吃了药就智商减退，目前看着年龄应该不超过8岁。尉迟穿着深灰色睡衣，被严明用被子裹得严严实实的，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孟杰。孟杰走过去问，为什么不睡觉？尉迟不说话，用那大眼睛看着孟杰。他无语，微冷的手轻轻地抚上了他的眼睛，语气不容置喙，睡。第59章，给老子小点声。尉迟睫毛很长，他的掌心有些痒，看着怎么也不肯睡的尉迟，孟杰真想直接一个手刀下去劈晕得了。他向来没什么耐心，他刚伸出手，有这么做的想法，严明直接冲进来，双手拉住他的手，满脸惊恐，万万不可压孟小姐。他知道孟杰手劲有多大，就这打下去，也明天都醒不过来。孟杰收回手，垂眸看床上的尉迟，睡不睡？尉迟闭上眼睛。严明松了口气，怎么感觉孟杰又当爹又当妈的？周末抱着孟杰的衣服从外面走进来，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孟杰问，萧家情况怎么样？已经从多方渠道不动声色的扶持了1个月，萧家恢复以前盛况不成问题。说着说着，周末视线控制不住的往尉迟那边看。孟杰看到了，他回头，原先睁着眼睛的尉迟赶紧闭上。孟杰没那个闲情逸致跟他在这里玩，恶狠狠地跟严明说，给我拿个宽胶带过来。虽然不知道孟杰要干什么，不过他还是拿过来了。下一秒，孟杰动作那叫个流畅，一扯一咬，直接用胶带贴在了尉迟的眼睛上。严明猛地瞪大眼睛，这……孟杰顺带抽出了风衣上的腰带，把尉迟的手一缠，万事大吉的继续跟周末说事情。严明一肚子话想说，好几次都张开了嘴，孟杰往他这边一瞥，他又闭上了。孟杰继续跟周末说事情，严明爱莫能助的心中祈祷，祈祷他家爷明天醒过来别打他。孟杰要扩在帝都的商业版图，不然实在是没有事情干。公司的位置在 CBD， 艺人目前还没签，需要从并州总部调人过来吗？不需要，我自己盯着。周末略微思索了下，如果需要有灵气的演员，光是学校里的可能还不够。孟杰接话道，需要去横店、片场、剧组看。孟杰办事效率高，趁着周3下午没课，并且尉迟已经没事了，他才跟周末去了横店。没名没分的人进剧组可能会被当成粉丝赶出去，所以周末过来之前露出自己是盛天娱乐的决策人的身份，无人敢拦。先前在并州也是如此，孟杰那如同蛛网般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在哪里都不需要看人眼色，从来都是别人对他恭敬有加，天生就是王者的命。2个人算是很低调的进了剧组。这部剧盛天也投资了，所以导演对孟杰跟周末都是客客气气的。听到盛天的老总今天过来，一些没有签约想出头的群演都格外兴奋，想着表现自己。孟杰直接跟导演坐在一起，看着拍摄成果。现代权谋剧，这一场是女配陷害女主，女主把女配推下水的戏。周末仅一会儿就弄到了演员的资料表。孟杰拿着，女主燕青，女配彭格。燕青把彭格推下水，没有说辞。卡！导演蹙眉，怎么回事？你词呢？燕青双手合十，非常抱歉，对不起啊导演，我忘了。孟杰先前博士修的心理学，燕青的一些微表情没有瞒过他的眼睛。他是故意折腾彭格的。
孟杰翻看资料，鹏哥没有签约公司，并且跟他之前有过节。短短10分钟，导演卡了3次。鹏哥体力不支地从游泳池爬上来，他冷得唇色发紫，一张小脸煞白。燕青是当红女明星，配有专业团队，她被水溅湿了，立马有人上去给她围毛毯。孟杰给周末使了个眼色，平常围孟杰是从的周末这时候突然没动了。孟杰抬眸，用眼神询问：怎么了？周末不去。孟杰：周末不给女的批。孟杰。导演凑过来看孟杰：你眼进沙子了？孟杰回头笑得一脸和善：我进没进沙子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要再问我就让你脑子进水。导演立马正襟危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等演员调整好状态，导演说：调整好状态，这么多人陪你们2个玩呢。工作人员叫苦不迭：燕青抱歉，真不好意思，我今天状态不好，等一会儿结束了请大家吃饭。周末知道孟杰无聊，不知道从哪儿削了个苹果给他。孟杰接过来啃着苹果，导演脸色没好到哪里去，喊了开始。燕青1秒进入状态，面色清冷，摁住手无缚鸡之力的鹏哥进了游泳池。知道算计我的下场了吗？鹏哥呛水，感觉都要快死了。明明恰到好处就好，可燕青没有松手，鹏哥手拍打水面。导演没有喊卡，演员就不能停。燕青怕闹出人命，也没有太过分，适时的撒了手，好整以暇的双手抱胸，逆着要死不活的鹏哥。鹏哥狼狈的咳嗽2声，没忘记说辞：你这个贱人。燕青冷哼一声：这一次只是给你个警告，如果你还有下次，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鹏哥站起来，二话不说的给了燕青1巴掌，力道很大，直接把燕青扇下了水。燕青的团队一时间过来叫停，卡卡卡。鹏哥怎么改戏？已经有人冲入镜头，不得不卡。导演站起来把剧本摔了。你们今天到底怎么回事？燕青的经纪人阴阳怪气地说：导演，这可不怪我们，要怪就怪鹏哥，怎么还私自改戏呢？燕青这时候从下面上来，湿哒哒的一步一个湿脚印。他很聪明，知道该什么时候装弱。他走了2、3步倒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听的人都揪心。我只是入戏太深，没有注意到鹏哥的状态。呜，如果是因为这个才想尽办法把我推下水，那我跟你道歉。鹏哥满脸黑线，真是什么话都让他说了。事情都发展成了这样，今天的拍摄怕是得延误了。经纪人一把又一把推着鹏哥，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燕青在地上鬼哭狼嚎，现场乱成一片。孟杰听得受不了，把手中啃到一半的苹果猛地甩了出去。还在嚎啕大哭的燕青被砸得身子一个踉跄，嘴里塞着个苹果，呜呜的发不出声音。孟杰面色阴厉的警告：给老子小点声。第60章，巧了，这牌子是他的。在场的人皆是瞠目结舌。燕青的嘴还在奋力拽苹果，孟杰的力气很大，他的牙可能被碰掉了。孟杰走得很快，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来过。因为他不在，所以完全错过了乔宁，刚好被郑冉一碰上了。他上前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乔宁。背对着他的乔宁闻声转身，他望着郑冉一这陌生的面孔，有些茫然。我是郑冉一，在聚会那天见过。哦，乔宁想起来了，给钱陷害孟杰的那个。这么想着，他的礼貌退了几分。你有什么事吗？郑冉一完全不在意他的态度，只是问：你在等孟杰吗？他不在，出去了。乔宁有些失望，追问：去哪儿了？郑冉一摇摇头，拿出手机给他看了眼自己的手机，这是我意外拍到的。他上车之后就走了。乔宁眸光一深，这是古斯特，价格500万左右，就看车牌号都彰显了这车主人的身份尊贵。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子上了一辆豪车，长了个脑子的都会想歪，更何况开车门的那个男人态度也很好。郑冉一若有所思，最近他总是早出晚归。乔宁，对于追梦洁这件事，你再想想吧。对了，他从书包中拿出一件衣服，叠得整整齐齐。这件衣服是你的吧？我记得聚会那天你穿了。乔宁狐疑的接过来，衣服怎么会在你手里？我在餐厅附近捡的，我想着可能是你不小心丢了，自己就留着了，等着哪天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给你。一番言语听不出什么，可让乔宁白了脸。在附近捡的，那就是孟洁把他的衣服给扔了。他抓着衣服用力的手指尖泛白。郑冉一点到即止，他不急于这一时，无声的退开了。像乔宁那种没有背景的男孩子，再怎么优秀也会有敏感的小心思，他们怕的就是自己在乎的人并不在乎自己。没想到才短短2、3句就挑拨了他跟孟洁之间的关系。从今天之后，孟洁都没有见过乔宁了。1个月的时间，孟洁都没物色到什么好苗子。这天肖母正好打电话过来，电话那头态度温婉：小杰，本周6有时间吗？我们举办了慈善晚宴，你想参加吗？孟洁现在听到晚宴2个字就头疼。尽管如此，孟洁还是多问了一句：慈善晚宴？是的，我们创办了基金会，
给那群家庭困难的孩子提供帮助，确实很有意义。好，那我等你。挂断电话后，孟杰把玩着手机，以盛天娱乐为主，郑家的势力，韦府的几家企业形势猖狂的直接跟萧家合作，周末算得很准。只是短短1个月，现在的萧家已经不是曾经任人欺辱的萧家了，想要攀关系的不在少数。周六那天，他准时出现在了萧家的门口，手中拿着周末提前给他准备的饰品，作为今天的捐赠。萧子舒在大门处等着，儒雅中含了几分少年感。见孟杰下了车，他走过去伸出手，大门到花园的路上都是鹅卵石铺的路，你穿着高跟鞋可能会不方便，扶着我吧。孟杰拒绝，不用。想当初他穿着高跟鞋走钢丝杀人都不在话下。萧子舒没放在心上，跟在他的身后往里面走。孟杰刚踩上那条路就崴了一下，身后的萧子舒第一时间上前扶住了他。孟杰头顶奔腾而过一群草泥马，他忘记了走钢丝是魂穿钱了，就他现在这弱鸡身体，走平地都能摔。萧子舒忍着笑，故作正经地扶着孟杰往里面走。他的笑意很显然并没有瞒过孟杰的眼睛，他脸黑了1寸。我再说一次，是意外。萧子舒脸上的笑容保持在了一个刚刚好的程度。孟杰进了主楼，他一身黑色礼服，沉稳优雅。萧子舒注意到他好像只爱白色跟黑色，他记忆中都不见他穿其他颜色的衣服。萧母赶紧下来，小杰来了。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萧家的地位在帝都一涨再涨，每个人见了都感觉有点匪夷所思。除此之外，有的是讨好。萧母的精神跟以前比起来好了许多。那我们走吧。好。在车上，萧母叭叭叭地说不停，孟杰极有耐心地听着，时不时附和1-2句。萧子舒满眼温柔地看着。到了会所，3人下车往里走去。今晚的场合，季归晚跟郑冉一也在。郑云彬被逼着来参加这种宴会，他本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来就来了，跟孟杰单独待在一起也是好的。没想到孟杰不跟他们一块，这一下就更生无可恋了。他站没有站相，浑身上下都看不到一丝一毫的贵族气息。郑冉一忍不住的斥责：“彬彬，站好，今天会来许多有身份的人，你这样不合适。”他很烦郑冉一每次用这个压自己，不耐烦的站得端正，这样可以了。郑冉一眉头隆起：“我也没有教训你的意思，只是觉得在外面我们是郑家人，还是要注意仪表跟影响。”我知道了。郑云彬一张脸已经黑到不能再黑了。他不经意的一看，孟杰从门口进来，他眼睛一亮：“姐！”叫完，他长腿一迈走向孟杰，还想着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来，原来是要陪萧伯母。你怎么过来了？孟杰问。郑云彬看郑冉一眼，像个小孩子怄气一般，不想看见他。萧母说：“那跟着我们一起。”郑云彬闷闷的点点头，跟在孟杰旁侧。活动还没有开始，整个场所放眼望去都是3两成群，服务生端着酒穿梭在人群中，朝着这边走过来。他们随手拿了一杯。郑云彬只觉得这里闷，一转身一下就碰到了一个贵妇，手不稳，红酒直接泼在了贵妇身上。贵妇抓着酒杯尖叫，刺得孟杰耳朵一阵耳鸣。郑云彬猛地后退，他也被吓了一跳。贵妇一下扔了酒杯：“你是谁家孩子？”郑云彬慌了一下，孟杰挡在了他面前，完全一副长姐风范。他不是故意的。妇人不依不饶：“你知道我这件礼服多少钱吗？这是 YG 的高定。YG， 巧了，这牌子是他的。可他怎么看这身礼服都不像是正品。”第61章，他是郑家的3少爷，你敢让他给你下跪？贵妇看孟杰一直盯着自己的礼服看，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听说过孟杰从乡下回来，自然没有见过这种高定的裙子。贵妇咄咄逼人，这也不是一句道歉能解决的事。郑云彬问：“那你想怎样？”衣服肯定是不能穿了，你们赔也赔不起。他故作思考状：“不然下跪喝干净地上的酒。衣服毁了没办法挽救，可他心情不好却可以好。可这样的要求无非就是强人所难，故意挑事。”萧母都听不下去了。衣服贵重，但也只不过是一件衣服，这要求太过分了。贵妇态度高高在上：“过分。萧太太，我不想跟你计较这些，我的这件裙子是好不容易抢到的，并且还是限量版高定，一般人都抢不到。世界上就3件，设计细致，近5年都不会过时，这样天价的礼服就被一杯红酒毁了，你不觉得可惜吗？同样都是女人，我也不想在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为男人，可一杯酒毁了我今天的好心情。我过来也只是看在萧太太的面子上，我如此捧你的场，现在你却为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说话，这样的处理态度让他很不满意。萧母听到他这么说，也丝毫不退让。可你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只是无心之举。听萧太太，我不想与您在这里争辩这些无足轻重的问题，我不看过程，只看结果。礼服已经毁了，不然跪下喝干净，不然就赔。双方僵持不下。
孟杰戴着入耳式耳机，周末的声音从中传出，已经查过了，您也没有看错，确实只有3件，您1件 ，H 国总统夫人1件，2国女皇1件，没有帝都人入手。孟杰摘下耳机，继续看闹剧。郑云彬紧咬薄唇，他还是闯祸了。孟杰拍了拍他手背，小事情。郑云彬压低声音说，可是听着很贵。孟杰开口，你自己也说了，只是听着很贵，穿的就不知道贵不贵了。郑云彬有些崇拜孟杰，好像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一副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模样，一切都了然于心，一切大场面都见过。季归晚赶紧走了过来，郑冉一紧跟其后。郑冉一鄙夷地看了眼孟杰，平时看起来那么厉害，见谁对谁永远一副吊炸天的模样，怎么今日不见他有动作？不过是纸糊的老虎，平常狐假虎威罢了。这种场合还得看他怎么处理。季归晚出面查看了下贵妇衣服上的污渍，确实很难弄。尽管能弄干净，那这件礼服也不能要了。我为我儿子行事鲁莽犯下的错而道歉，为了让您看见我们的诚意，今后您去我们郑家的商城都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想买什么郑家给你买单。吃瓜群众忍不住唏嘘，郑家的服装品牌虽算不上领头，可在国际上也是数1数2的实力。这样的条件彰显了季归晚的诚意。贵妇明显有了那么一丝动容，可是还不够，她还想要更多。她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就这，郑家也是名门世家，不会认不出我身上的这件裙子有多贵重。你们的品牌虽然也贵重，可哪里比得上 YG？ 季归晚应下，您说的没错，所以您有什么要求不妨都说出来，我尽量满足您。季归晚一步步退让，让郑云彬有些难受。他旁边的孟杰突然扭头问他，当时是你不小心碰的，还是他撞过来的？一句话让郑云彬如同醍醐灌顶，是他撞的我，没感觉错。郑云彬笃定地摇摇头，没有。他转身力道不重，红酒不多，也不会洒出来，能泼这么多，他撞自己了。他越发肯定，当时有一股重力，所以他才没拿稳。他想清楚后询问孟杰的意思，我要反驳他吗？孟杰看他一眼，眸底多了一丝赞赏，难得见他谨慎一次。再等等，他在等周末调这人的资料过来。郑云彬心里着急，可表面上没表现出什么。他听他姐姐的 ，LK 的新品我要1份，还有我去你们酒店消费同样免费。后面看着的人逐渐觉得不对，这件礼服再怎么贵重，看到郑家的诚意也应该见好就收，怎么这人没完没了的得寸进尺？实不相瞒，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股市井无赖的气息，太不知好歹了。毕竟圈子就这么大，平日里少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时候，他这么不把郑家人放在眼里，以后不打算见了。你这么说，我好像没在什么场合见过他，今天是第一次。季归晚迟疑了，毕竟 LK 是孟杰在管。他刚回头询问孟杰的意思，郑冉一就嫣然开口，孟杰 LK 是你的，你觉得呢？我不同意。孟杰说的干脆，不知道什么时候周末已经出现在了会所，他在一边站着。很好，郑冉一眼下眼中的得意，你的作品有那么珍贵吗？为了弟弟付出一下怎么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还不忘瞥了一眼郑云彬。今晚之后，郑云彬可能会认清孟杰。郑云彬对孟杰说的话并没有什么想法。孟杰走到贵妇面前，旁边站着季归晚跟萧母。贵妇反问，你说什么？孟杰咬字清楚，我说我不同意。哼，那就让你弟弟跪下来舔酒吧，没什么好说的。他是郑家的3少爷，你敢让他给你下跪？我为什么不敢？又不是我的错。贵妇摊手。孟杰嘴角始终噙着一抹冰冷的笑，是吗？是啊。那我们来算算账。贵妇挺了挺身子，我倒想听听你怎么算。孟杰垂眸，手抓着他身上穿的东西的布料。YG 从来都不会用这种廉价的布料去做高定礼服，面料太次，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可摸起来则是天壤之别。贵妇想要打断他，没成想孟杰不停。YG 礼服的高定贵就贵在礼服上的装饰品，采用的尽是市面上少见的宝石，灯灭之后会有微弱的星光。请问你身上的塑料有这么贵重吗？孟杰咄咄逼人，让贵妇语塞。你，孟杰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别急着狡辩。下一秒，孟杰抬手，一个手势让整个场子的灯都灭了，唯一亮起的是远处的大屏幕。第62章，知道老子找了你多久吗？上面的视频赫然是会所的大厅，也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这是会所的监控，监控录下了当时的情况。贵妇从进来目标就很明确的奔着郑云彬去，然后郑云彬刚好转身。孟杰说，可能看得不太清楚，我们放大看。画面直接放大10倍，在众目睽睽之下，贵妇刻意撞了上去，身体幅度不大，速度也很快，不过被孟杰这么一放大慢放，他的小心思暴露的彻彻底底。最后暂停在贵妇奸计得逞的时候，偌大的屏幕上他的表情格外狰狞可笑。此时会所的灯全部亮起，
孟杰抓着贵妇，让她动弹不得。孟杰眸子半眯问：“这件礼服我有1件，剩下的2件皆在别国。你身上的这件值那么多钱吗？”贵妇有些慌：“你说你有？开什么玩笑？有种你拿出来看啊！”郑冉一这时候都不忘上前损孟杰2句：“孟杰，口出狂言也要有个度，都知道 YG 礼服的贵重程度，你怎么会有？跟郑冉一关系好的几家千金小姐附和，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有，何必装呢？真没必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弟弟撒这种谎。如果真有的话，那就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啊！”“是啊，孟姐不会那么小气吧？”季归晚看向郑冉一的眼神有些复杂。郑云彬扭头无所顾忌地替孟杰说话：“我姐是郑家的千金，本身就是权势跟有钱的代表，她没有必要撒谎，也不屑撒谎。”这是郑云彬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承认郑家的势力。孟杰看着贵妇，眼神不曾偏离一分，回答刚刚那人问的问题：“自然不会。”“孟小姐，裙子拿过来了。”门口处进来一个男人，他走进来，身后的人拿着一个格外精致的盒子。孟杰听着这声音有些耳熟，他抬眼望去，是唐千亿，杀手榜第4，同时还是 YG 的决策人。喜爱品牌的人自然会关注背后的负责人，于是他们看见唐千亿的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女人惊呼：“是唐千亿！”郑冉一表情呆滞，竟然是唐千亿。唐千亿不是帝都的人，他的商业帝国在国外，此刻活的唐千亿就出现在了今天一个不怎么大的慈善晚宴上。唐千亿走到孟杰面前：“现在打开。”孟杰饮下情绪：“唐千亿看了身后那人一眼，男人打开盒子，礼服静静躺在盒子中，一些人好奇都凑了上来，只一眼就美得让人移不开眼。魅惑的黑色礼服材质上等，星光般钻石点缀其间，紫色宝石在灯光下折射出幽幽紫光，不论是面料还是配饰，搭配的恰到好处，简约中透着奢华。很多人关注礼服的同时也在疑惑，唐千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孟杰的衣服是唐千亿亲自送过来的，孟杰到底是什么人？见自己的事情做完，唐千亿退到一边，跟周末站在一起。唐千亿男生女相，五官阴柔清冷的美人，周末气质斯文败类，二人站在一起超凡脱俗。季归晚看着他们二人，再看看孟杰，看来自己的亲生女儿他并不了解。贵妇脸上原先的慌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骇人至极的冷笑。啊，没想到这次竟然栽在一个小女生手里。他的手已经悄然无声地摸向腰间，突然擦枪而出，对准了孟杰。啊！在场的妇人下意识地捂住嘴，惊恐地看着那边。是枪，稍不注意就会要人命。说着，郑云彬就要冲上去。姐！季归晚赶紧拦住自己儿子，别过去。郑云彬双眼着急，孟杰那白皙修长的手直接握住了他的枪口，眸子掠过一抹暗光。他在摸上枪的那一刻就清楚对方用的是什么枪，枪的构造霎时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是一种本能。于是孟杰掰下卡榫，直接把他手枪弹匣跟套筒给卸了。他随手往后一扔，黑色套筒掉在地上。整个动作很快，发生在一瞬间。贵妇反应过来的时候，枪里已经没有弹匣了。如此娴熟的动作，怎么可能会是一个豪门大小姐能有的？贵妇只是简单望了一眼手中的手枪，现在这东西跟废铁没什么两样。而后他拿着枪去砸孟杰的头，孟杰直接抬腿踹了上去，贵妇被踹得一个踉跄，转身就要跑。在挣扎之际，贵妇的脸颊侧面起来了一层皮，孟杰直接抬手把她皮给撕了，露出贵妇原本的面貌。众人又是一阵唏嘘。贵妇清晰地看见孟杰看见他原本长什么样之后起了杀心。孟杰脱了高跟鞋，禁锢住贵妇那肥胖的脖颈，直接卡着她到了窗口处。他面色很厉，今天你怕是跑不掉了。贵妇想要还手，孟杰直接抓着她的头砸向玻璃。啊呀！不少人看着这一幕都接受不了。孟杰真是……玻璃破碎，贵妇的头血迹斑斑，她被孟杰推出窗户，下面是万丈高楼，掉下去必死无疑。高空的风很大，透过破碎的玻璃泄露进来，3分冷意，7分杀意。孟杰掐着他脖子的手恨得发抖，知道老子找了你多久吗？听到他这么说，贵妇本疑惑，可突然想到什么似的，一脸震惊。这时候知道他认出自己，杀了我。他如果没认错，这就是并州孟杰。孟杰推着他又往外移了1寸，知道自己离死不远了。贵妇口无遮拦，笑得猖狂，杀了我你姐姐也回不来了。知道他生前被多少人男人碰过吗？20个，哈哈哈哈哈！对了，我还录了视频，虽然网上的删干净了，可我还有库存，你看不看？你姐姐就是人尽可夫的 damn 妇。周末心陡然一沉，坏了，一说孟杰姐姐，他就会失去理智。果不其然，孟杰眼眶是红的可怕，眸底含泪，直接把他推了下去。不少人又一次尖叫，那边说什么他们根本听不到，
怎么突然把他推下去了？孟杰这算不算杀人了？在贵妇自以为要解脱的时候，骤降的身子猛地停住，是孟杰拽住了他。他抬头看孟杰，你的胆量就这么小，来了帝都杀人都不会了？贵妇在激孟杰杀他，凛冽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得人皮肤生疼。第63章，他要是能让老太太醒过来，我就爬出季家。孟杰脸色阴森，嗓音死寂，好不容易找到你，怎么能让你死得那么痛快？曾经你对我姐姐做的事，现在我10倍100倍的还给你，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说完，他把贵妇拽了上来，随手丢在地上，不知道从哪儿进来2个人，架起来他就往外走。周末处理这种事已经顺手拈来了，处理好了今天在场的媒体，确保不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去。一场闹剧延迟了晚宴开始时间。郑家跟萧家难得意见统一，吩咐下去，今天的事谁也不能传出去。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隐瞒了下来。慈善晚宴正式开始，孟杰心不在焉地坐在一边，并没有跟郑家人挨着坐，他身旁就是周末跟唐千亿，2人默契的都没有说话，都知道孟杰心情不好。郑冉一也破天荒的有了点眼色，没去找孟杰的不快。各位豪门太太捐的东西都是些弥足珍贵的，拍卖的价格也不会低，而这些钱最终都会流去慈善机构。所有拍品一件一件的上，下面的人开始竞拍。原先不怎么热烈的场面，在看到孟杰捐了那件 YG 的礼服后，场子热了，竞拍价格越来越高，几乎到了顶天的程度，最终以3个亿的价格被季归晚拍下。郑冉一错愕，母亲，这件衣服不值这个价格。季归晚没什么表情，见季归晚不愿多说，郑冉一也识趣的没有多问。在郑家的这些年，他学会的就是察言观色。一晚上没什么特别的事，因为有周末跟唐千亿陪在身侧，想上来搭话的人也没了那个心思。季归晚回去先找了人查今晚出现在慈善晚宴跟孟杰起了冲突的那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因为他担心孟杰出什么意外，所以离得并不远，导致他们2个人的说话内容他听了大半，听着那个意思是孟杰还有个姐姐，并且还死于非命。殊不知在季归晚查之前，周末已经把那人的生平全部都给抹了。季归晚什么也没查到，他越发怀疑孟杰的身份了。孟杰回了学校，还没进去就在门口撞上尉迟，他黑眸深邃，见他过来了，主动上前拉住他的手，走。孟杰被迫跟着他走，去哪儿？看烟花。孟杰低头看了眼时间，10点半了，这个点看烟花。私人飞机停在广阔无边的场地上，他拉着孟杰上了飞机，飞机直接起飞，升入云层。孟杰看着窗外，此时飞机已经保持平面飞行，他看向窗外，把整个帝都尽收眼底。天空黑漆漆的，如一张不透光的黑色幕布笼罩在上空。这时候下面亮起了一朵朵烟花，转瞬即逝。原先能映亮一整个天空的烟花，在高空看犹如路边一朵朵不起眼的小花。周末也在飞机上，严明有些不明白，在地面上看不是更震撼吗？在飞机上看烟花未免有些小的不起眼了。周末懂孟杰，所以他理解尉迟为什么会这么做。烟花犹如帝都的所有人，而在上空的飞机才是 Lord 的角度。尉迟麻烦的做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让孟杰明白，他所在的高度是帝都那群人触碰不到、望尘莫及的。他现在高高在上，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任人宰割的小女孩了。下面的人玩再多的把戏，他都能看得清楚。而与他一起俯瞰整个帝都的，还有他们。尽管郑家跟萧家放话出去，尽管周末处理的再稳妥，学校里面还是传了出去。是真的，我舅舅是媒体记者，前些天的慈善晚宴他也在，他看到孟杰打人了，打得可狠了，孟杰直接抓住他的头砸向玻璃的。周边人听得心有余悸，有照片吗？那人拿出来手机，我问我舅舅要了电子版，你们凑合看看。他们凑过去看，这是血吧？我有点怕孟杰了，他也不是一次了，孟杰不会有暴力倾向吧？是啊，记得之前张菲菲的头发就是被孟杰剃了的，他是从专科上来的，家里砸了不少钱，亲自找的校长，所以他才能进来的，亏得他有个好家庭，不然他这种人怎么能进得来？天啊，以后看见他得绕着他走，真令人害怕，万一哪天他心情不愉快，把我头给剃了呢？不，还可能在食堂把你摁着打，哈哈哈哈！感觉孟杰得去看看心理医生，现在正常人哪会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几个人越说越兴奋，身后突然轻飘飘的响起一句，在我看心理医生之前，得先把你们送进 ICU 啊！原先讨论的叽叽喳喳，这时候突然安静下来了，他们几个人赶紧散开了，是打心底里害怕孟杰。在傍晚孟杰回家之后，发现家中空无一人，他刚要问女佣人都去哪里了，郑希婷刚好打过来电话，他接起来，小杰，姥姥不知道什么原因昏过去了，我们都在季家，你想过来吗？不想过来就别过来，这边我帮你看着。郑希婷想到之前孟杰跟季青云起过冲突，再见面可能会尴尬，
他在替孟杰着想。孟杰手中正整理牌，闻言随便抽了一张，抽出来的正好是一张死神正位，不是什么好牌。他放下牌，我过去看看。郑希婷叮嘱孟杰，好，路上注意安全。他想了想，还是给曾一燕发了短信。郑家的司机一时间都出去了，家中没有人。孟杰去了车库，随便挑了一辆车，开着去了季家。季家老宅在市区，路上有些堵，孟杰直接飙车去的。他下了车，把车钥匙随手丢给了走出来的佣人，自己则大步进了季家。好巧不巧，季青云就站在门口。孟杰眉头微蹙，想错过他直接进，没成想季青云语气不好的质问：“你来这里做什么？”孟杰对回去：“我来这里，难不成是来看你？”想想家里抽到的那张牌，他心神不宁。他在郑家的这段时间，能看出来老太太对季归晚很好。他今天过来，纯属是为了季归晚。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可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你也是。孟杰睨他一眼，不顾他的阻拦，进了主楼。大厅里有很多人，谁是医生，一眼就能看出来。孟杰走过去问：“怎么样？”医生摇摇头，很难说，因为倒下去的时候带下去了桌子上的水果刀，刺破了头皮，血流不止。为什么不去医院？许是知道孟杰在疑惑什么。郑希婷说：“姥姥身边的管家没让送，不知道在等什么。”说着，孟杰脱下了外面的大衣：“我进去看看。”季青云阻拦：“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丫头，能看出什么门道？医生都束手无策，你胡闹，能不能换个时间，换个地方？”郑云斌听不下去了：“让我姐进去，谁说进去就得看出点什么？小辈孝顺不行吗？”季青云吹鼻子瞪眼：“郑云斌，你别在我面前放肆。”郑希婷问：“万一小杰有办法呢？”季青云冷笑不止：“他要是能让老太太醒过来，我就爬出季家。”第64章，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外面响起女佣阻拦的声音：“这位先生，你不能进去。”曾一燕一把将那个女佣推开：“起开！”他不耐烦地退开，脸色黑成锅底，大步地走了进来。平常都是别人求着他治病，如果不是孟杰说话，他会来这破地方，还被人拦着。季青云有些头疼，怎么今天什么人都想闹事呢？你又是谁？曾一燕瞥他一眼：“关你屁事！我来又不是为了你。”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曾一燕走到孟杰面前：“谁病了？直说让他来季家，干什么也没说。”老太太。曾一燕说：“那进去看看。”他扫视大厅，再找医生问情况。就这空闲，季青云都不忘上来损两句，真是什么牛鬼蛇神都能进来。他认为能认识孟杰这种人，能是什么厉害人物？没人搭理他。曾一燕问那个医生：“什么情况？再跟我复述一遍。”医生已经呆住了。曾一燕叫了他2、3声才回过神来，他赶紧说老太太的情况。曾一燕跟孟杰对视一眼：“你主刀还是我？”“我。”曾一燕应得干脆：“好，我辅助。”二人去换了无菌服，进了房间。房间是根据医院的手术室标准来的，不用在医院也能完成手术。两个人就这么进了手术室。季青云还想再说什么，直接被医生那崇拜的声音打断了：“曾医生啊！”“那是曾医生，我竟然在这里见到曾医生了，他很厉害。”季青云不信，国际上有名的医生，手术成功率100%。虽然不知道那位小姐是什么身份，不过能在曾医生面前主刀的，一定也很厉害。医生崇拜意思满满。季青云逐渐怀疑自己，真那么厉害？那么厉害，还这么年轻？季归晚忧心忡忡。大概过去2个小时，孟杰跟曾一燕走出房间。季家人上前，每一张脸上只有急切跟担忧2个情绪。孟杰一开口就是定心丸，2个小时后麻醉效果过去就会醒过来了，没什么大问题，多做些补血的东西就好。季归晚抱住孟杰，潸然泪下：“辛苦了。”郑恒洲也跟曾一燕握了手：“能麻烦曾医生能等老太太醒了之后再走吗？我怕出现什么突发状况。”真发生了，他又不在，那就难办了。曾一燕点了下头：“应该的。”季青云从头到尾都像个跳梁小丑。孟杰去吃饭的时候，不忘意味深长地看季青云一眼，不免有人想起季青云中气十足的那一句：“如果老太太醒过来，他就从季家爬出去。”打脸啪啪啪的。季青云不好说什么，沉着一张脸坐在沙发上。孟杰跟曾一燕在吃饭，2位是季家的救命恩人，自然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季归晚坐在孟杰旁边给他夹菜，别光吃菜，吃点肉。他是真的对孟杰好。看到这里，曾一燕就放心了，还担心他在这里过得不好呢。毕竟孟杰在并州可是被他们宠着的。季归晚时不时的用公筷给曾一燕夹菜，这让曾一燕受宠若惊，身子更是有些僵硬。季归晚放下公筷，在他看来，2个人不管再怎么优秀，终究是小孩子。而先前那个医生没有走，而是在曾一燕旁边请教问题。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2个小时后，老太太真的醒了。曾一燕进去检查过后，确定没有问题后就离开了。
季家人都感谢孟杰。季家季青云是老大，老二季晨宇很会做事。他跟孟杰说：“这是小杰吧？在你刚回来我就想去见你，可你妈妈怕吓到你，怕你拘谨，所以我没去。今后有什么事就找二舅舅，一般问题都帮你摆平。”他是真的喜欢孟杰这个姑娘，从第一眼见到就喜欢。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大哥对孟杰这么敌视。孟杰叫人：“二舅舅。”季晨宇笑容一出：“老太太没事了，他们才都离开。”本是周六周日，郑家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李夏跟自己的父亲登门拜访。季归晚看了一眼鼻青脸肿的李夏，眉头一挑，有点头疼，几乎80%又是孟杰打的。家里除了郑云彬，也就只有孟杰会动手，也不知道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不动手。季归晚亲自去厨房给李家人倒果汁，他放在茶几上，他刚坐下，还没问他们今天过来是要干什么，李父就跟机关枪一样说起来不停。郑夫人，我也不是一个多难说话的人，如果不是情非得已，我也不会带着夏夏上门说。季归晚笑得得体，是这样，您喝口果汁慢慢说。现在李父哪有什么心情喝果汁？他扶着李夏，就不用我说，你自己看看，看把我孩子打成什么样了。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脸，成了这样，万一脸上留疤了呢？季归晚看得仔细，确实挺狠。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那里坐着的是李夏，不过并没有破皮，只是肿了而已。季归晚闻声询问：“这是谁打的？”一句话触动李父发飙的开关：“郑夫人，我今天都登门拜访了，不是孟杰打的，还能是谁？郑家还有谁比他更没轻没重？”季归晚笑容不变，他猜对了。他看向一个不远处的女佣，去叫小杰下来。女佣赶紧上去叫孟杰。没过一会儿，孟杰从楼上下来，在家里他穿的随意，长发随意挽起，皮肤白皙。他拉着拖鞋下来，他双手插着都走到季归晚面前坐了下来。季归晚问：“这是夏夏跟他父亲。”他说：“夏夏这样是你打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李父对着孟杰没什么好脸色。孟杰坐在沙发上还挺乖巧，抬眸看了眼李夏，随即格外有礼貌地问了句：“能骂人吗？”季归晚太阳穴突突的跳，他还想骂人？他笑容不变，语气微重：“不能。”孟杰调整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着，好整以暇的开口：“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第65章，那你马上就不是了。客厅听见了的女佣不由得一笑，好不容易憋住。自从孟小姐来了之后，家里可是有意思多了。季归晚问：“为什么打人？”他该打。孟杰顺势拿起季归晚的果汁喝了一口。李父听得差点跳脚：“什么叫该打？”孟杰又说：“李先生过来之前不先问问你女儿做了什么吗？只是觉得打了你女儿就是我的错。”李父脸色难看，孟杰是在叫他做事，可在郑家他也不能蛮不讲理。他问李夏：“他为什么打你？”李夏嘴是肿的，眼神闪躲，含糊不清，说了半天都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李父正要发怒，孟杰插话，自己都心虚，哪里来的勇气来郑家质问为什么？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孟杰本想着在商场看 YG 线下服务怎么样，他进了店面看着衣服，导购员给他介绍，他开口：“我想自己看看。”而后导购就退到一边，完全尊重顾客需求。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导购立马迎上去：“你有什么需要吗？”孟杰退到一个角落坐了下来。另外一个导购端过来了水果，放在孟杰手侧。那个女人好像不想与人多交流，她随便指了指：“这些我都要了。”好，导购立马让人去装。很不巧，李夏跟自己的小姐妹从外面走了进来，几个人有说有笑。进来后，李夏刚好看上了先前的女人打算要的衣服，他阻止了导购包装的动作：“等等，这件衣服还有吗？”导购摇摇头：“不好意思，小姐，没有了。其他分部可能还有，您需要我可以打电话调过来。”李夏想了想，后天的生日聚会时间可能不够，他摇了摇头：“这件衣服我现在就要。”您也看见了，是这位小姐先要了。李夏竟然被一个导购拒绝了，当场就想发火，刚准备反驳，袁芊芊拉住了李夏：“我来。”袁芊芊上前说：“我是 YG 华国区的代言人，给我一件衣服，不过分吧？”孟杰抬头一看，当红小花，原来唐千亿眼光这么差。导购员态度始终如一：“管你是谁，就算今天天王老子来了，这件衣服也不能让。抱歉，袁小姐，这个我不能做主。”导购的态度仿佛把袁芊芊的脸摁在地上摩擦，他立马就火了：“我说了，我是代言人，你一件衣服都不给。”导购笑而不语。他好累哦，为什么 YG 会选这么一个人当代言人？李夏看得眉头直蹙，现在也没办法了，只能跟那人协商。他走过去：“给你双倍价钱，这件衣服让给我，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叫事。”那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女人冷声拒绝：“不好意思，不太方便。YG 的衣服他也很喜欢。”李夏有些烦躁：“3倍，不是钱的事。”
从小被众星捧月般长大的李夏，从来都没我快这么憋屈过。他越看面前这个女人越眼熟，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女人有明显的闪躲动作。李夏铁了心的想知道不给自己面子的这人是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扯了那人的头巾，顺带把墨镜也给摘了，一张清丽的脸露了出来。李夏没认出来，反而是袁芊芊眯了眯眼。我说是谁呢？原来是你啊！往嘴里送着瓜的梦洁看得有滋有味，还是熟人呢。谢宇轩赶紧低头去捡地上的头巾，没想到袁芊芊先他一步一脚踩上了头巾，蹲下的谢宇轩伸出的手指无意识蜷缩了下。我当是谁？这不是因为滥交被曝光的谢宇轩吗？一句话出了谢宇轩的逆鳞，他一下从地上站起来，瞪着袁芊芊，我没滥交。好，你没滥交，被爆出来的是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同名同姓的人。袁芊芊面色讥讽，羞辱谢宇轩。他咬着嘴唇，紧紧攥着的手青筋暴起。这样的人，李夏自然看不上。行了，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都凉透了。买这么好的衣服，有地方穿吗？谢宇轩转看着李夏，这样的眼神让李夏很不满，差点就动手了。他用手指着他，你最好别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导购也不好劝。李夏跟导购说，这衣服我要了，他意见不重要。导购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有些妥协的问谢宇轩，这位小姐，您的意思呢？李夏出声，我李家封杀一个已经凉透了的艺人，还是很容易的。谢宇轩咬着嘴唇，越发用力，最终认命的低声说，我不要了。这下李夏满意了，他想要的还没有拿不到的。孟杰瓜也吃得差不多了，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等等2个字把众人的眼光引了过去。一个导购员看着孟杰有些面熟，他进了品牌网的资料库，他没看错，里面果然有孟杰的照片，并且还是一个比唐千亿等级还要高的高层决策人。他赶紧给自己的同事打了声招呼，孟杰得小心待着。李夏啧了一声，今天是怎么了？不顺眼的都撞一块了。孟杰新长的身影停在了谢宇轩旁侧，他淡然看了导购一眼，小孩子都懂一个先来后到，顾客不懂，你们也不懂吗？没说太明白，可也没人听不懂。导购瞬间知道该怎么做了，手脚麻利的给谢宇轩包好了衣服。孟杰，你什么意思？字面上的意思。李夏算是袁芊芊想攀的关系，这时候不正是表忠心的时候？袁芊芊上前一步，吼着一个导购，我再说一遍，我是 YG 的代言人，如果因为你们的工作失误而导致品牌方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代言人，这样的后果你最好想想自己能不能承担得起。导购一想，脸都白了。谢宇轩没想到袁芊芊这么卑鄙，再怎么样也不能因为自己让导购丢了工作。想了想，他看向孟杰，低声细语地说，很感谢这位小姐帮我说话，不过这件衣服我突然不想要了，就让给这位李小姐吧。孟杰冷笑一声，摁住谢宇轩不让他乱动，目标直指袁芊芊，那你马上就不是了。袁芊芊大笑出声，哈哈哈哈，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还没天黑怎么就开始做梦了呢？可笑至极，真是什么东西都能乱叫。我告诉你，时装秀在即， YG 一时间根本找不到代言人，我不可能被换。第66章，他抽鞭炮我也喜欢。孟杰笑而不语，转身面向导购他们，衣服包好了。导购赶紧双手递过去，好了。孟杰接过衣服，拽着谢宇轩就走。李夏拦住他们，我同意让你们走了吗？接下来的一幕谁也没想到，孟杰直接握手成拳，朝着李夏的面门而去。李夏闷哼一声，捂着鼻子退到一边，指尖缝隙渗出血。很明显，这时候的孟杰已经忍到极限了，说着又是一拳头，脏话什么的也毫不避讳。给你爹逗笑了，真是还没完没了了。说着就又是一拳头。袁芊芊一下就给看傻了，像他妈做梦一样。李夏被打得抱头下蹲，就好像刚刚盛世凌人的不是他一样。孟杰跟看蚂蚁一样的蔑视，跟着郑冉一多了，就以为自己也是个人物了。没脑子的傻货。言罢，他直接从李夏身上跨过去的。事情就是这样，一直都是李夏不依不饶。孟杰喝了口果汁说，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李父的脸突然沉了下去，气氛瞬间落到了冰点。他瞅着不成器的李夏，实在是没脸面对季归晚，冷哼一声，直接起身走得干脆。李夏看看孟杰，又看看已经走远的父亲，什么也顾不上，赶紧追了上去。这边事情处理完，孟杰就想起来离开。季归晚咳嗽一声，他顿住脚步回头。季归晚凝视着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小杰，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郑家会因为赔医药费破产？一句话他就明白了，孟杰要多乖巧有多乖巧。我以后能不动手就不动手。季归晚煞有其事的点点头，我记得当初在冰冰病房的时候，你也说了这么一句。说难听点，孟杰说话跟放屁似的，不能信。季归晚也没有责怪的意思，没有太为难孟杰，去吧去吧，忙自己的事情去。自从孟杰回来，他什么事也没干，光给孟杰收拾烂摊子了。孟杰上楼后，
郑希婷穿着家居服从厨房出来，跟自己的母亲搭话，这样挺好的，挺有活力。季归晚揉着眉心，真头疼，谁家孩子活力四射的到处追着人打。郑希婷看着楼梯处，不应该让豪门条条框框的规矩束缚住他，他也惯了，这样一直下去就好了。你就宠他，也不见你这么宠冉一。也不知道怎么的，小时候的郑希婷对郑冉一就相敬如宾，孟杰出现了才像个哥哥。郑希婷没说话。孟杰回到房间的时候，周末已经在了。他说已经把谢宇璇签到尽责了，周末亲自出面签的。他坐下点头，然后问查出点什么了？滥交抽烟什么的是诬陷，子虚乌有，我们会找机会澄清。孟杰点点头，我就说从我第一眼见他就知道不是那样的人，眼睛太干净了，我很喜欢这种人，不像媒体传的那种，干净的不染世间污尘。周末问抽烟也喜欢？他抽鞭炮我也喜欢。就这么一句，周末就看出来孟杰无脑护犊子的属性了。周末的手机进来一条短信，他看过之后跟孟杰汇报，谢宇璇被灌了东西，送去了腾越酒店。孟杰蹙眉，马不停蹄的去了腾越。谢宇璇也醒了，他浑身软弱无力，他强撑着身子从床上坐起来，环顾四周，发现这里是酒店。他心咯噔一下，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半年前的新闻，那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他滥交的新闻跟热搜，群众的评论留言像一把把匕首，戳得他满身窟窿。自己才刚签约了新公司，那些人就闲不住了吗？身上传来阵阵凉意，他低头一看，不知道谁换的衣服，一堆破布只是遮住了重要部位。他咬咬唇，拿了床单把自己裹了个严严实实。他预想到自己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他下了床，长腿刚碰的就没力气的跪了下去。他喘着粗气，一点力气都没有。他用尽全身力气爬到门口，手好不容易摸上门把手，发现根本打不开，他心如死灰。门这时候被打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走了进来，色眯眯的上下扫视，果真是极品。他把地上的谢宇璇打横抱起。谢宇璇一阵恶寒，小美人，哥哥我垂涎已久，我们别浪费时间了。他把谢宇璇扔在床上，这下眼神就更露骨了，泛着绿光。谢宇璇冷声质问，到底是谁？人马上就是自己的了。男人说的明白，袁芊芊啊，他说今天让我爽个够事后把视频发给他就行，听说你还是那个。男人更兴奋了，他把谢宇璇压在身下，双手摁着谢宇璇的令人窒息的口臭窜入谢宇璇的鼻子，折磨他的嗅觉。男人咧着一嘴大黄牙，哥哥尽量轻点，你只要跟了我，我马上捧你为一线明星，签了一个新公司有什么前途？放开我！谢宇璇有气无力的，根本没力气挣脱。男人什么也不说，吻了下去。谢宇璇紧闭双眼，狠狠的抬头撞了上去。男人被撞得疼，直起身子捂住眼睛，小八腰子，老子跟你好好说话不管用是吧？他扬手就是一巴掌，谢宇璇被扇的耳鸣，眼泪无声没入黑发，绝望涌上心头。男人见他不再反抗，满意了，手摸上了裤带。孟杰一袭黑衣，气质凌厉，踩着黑靴进了酒店大堂，所有人都认识这是郑家的小姐，态度很好。他走到前台，摘下了墨镜，桃花眼没什么温度，给我3065的卡。前台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抱歉大小姐，这属于客户的隐私，我们不方便交。有什么问题我担着。前台还是婉声拒绝，抱歉，真的不行，交出去就是他们工作失职。那我就上去砸门了。孟杰转身就走，走得干脆，转眼间不见人影，极快速度的上了3楼，找准了门，一脚踹了上去。第67章，有意见爬出去住。听到声音的男人赶紧直起身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孟杰大步走进来，随手抡了个花瓶，直接砸了上去。啊！男人的头马上血流不止，倒在一边起不来，嫣红的血染脏了洁白的床单。孟杰脱下大衣给谢宇璇盖上，他走到窗户边，手拽上窗帘，眼睛笼了一层阴霾，直勾勾地望着一个方向。卧槽！高处等着拍照片的记者赶紧把眼睛从相机身上离开，怎么回事？他凑过去继续看，正好透过相机对上孟杰那阴厉的眼神，被吓得心脏一停，赶紧挪开。在记者的注视下，孟杰猛地把窗帘拉上。记者被发现了，赶紧收拾了装备准备走，刚起来转身，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个戴着金丝框眼镜的男人在自己身后一点动静都没有。你是？话没说完，周末直接给了他一拳头。砰！记者倒地不起。周末拿出一条帕子擦着手，身后的手下拖着记者离开。这边孟杰站在床前没说话，等谢宇璇缓过来。谢宇璇把头埋在厚重被褥中，小声抽泣，哭得人于心不忍。想着，孟杰又踹了床上那坨肥肉一脚。他缓过来后坐了起来，双眼红彤彤的，跟只兔子一样。他哑着嗓子道谢：“谢谢。”孟杰没说话。周末派进来个女服务员进来送衣服。孟杰把衣服放在床上，难得轻声细语地说：“
衣服放在这里了，你换好出来。说完，孟杰拖着男人出了房间，顺带丢下了在房间中搜刮出来的摄像头。出去后，孟杰都觉得手脏，去洗了个手。不一会儿，纯情小可怜从房间中出来，身上穿着孟杰给她买的衣服，可怜兮兮的。孟杰擦着手，我帮你报仇。他抬眼，有些迷茫，为什么帮我？刚说完，他就看到了周末，这是他的老板。他明白了，他90度弯腰，谢谢。原来是他在所有人都嫌弃他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容身之所。周末问，这人怎么处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送袁家家门口。周末明白，这是要给袁芊芊下药了。记得多拍2张照片，高清点的，别糊成马赛克都看不明白那是谁。孟杰说的轻松，不值一提。好。孟杰安排完了就要走，这时候2只软软的手握上了他的袖子。他回头看谢宇璇，谢宇璇小心翼翼的，我想跟着你可以吗？孟杰回头微微正色，有人跟着你？从他见了他第一眼，看他的小动作就看出来，从爆出丑闻到现在这段时间，他可能都在被囚禁监视。谢宇璇犹豫片刻，还是点了点头。然后孟杰就领了一个小尾巴去市中心的一处房子。在他领着谢宇璇进家的时候，唐千亿跟曾一燕是愣住的。2个男人穿的随便，一点都没有外人面前的那副谨慎模样。卧槽！曾一燕放下手中的可乐，用抱枕遮住自己的绿色短裤，警惕地看着门口的孟杰，你过来怎么不说一声？不说一声也就算了，你怎么还领女的回来？唐千亿默默地坐了下来，从一旁随便拿过来个外套套在身上，虽然也是掩耳盗铃。孟杰的随意程度就好像已经见惯他们2个这样了一样，领着谢宇璇进来。短时间内他跟你们住一块，这不好吧？不方便吧？平常意见时常不相符的2人，这时候却难得统一意见。孟杰微微颔首，我过来就是通知你们一声，没打算问你们意见。2人棒极了，是孟杰的风格，你们照顾着点。2人齐刷刷看了眼耸的跟只鸡一样的谢宇璇。女人啊，怎么？你们2个有意见？有啊。是的。孟杰没打算跟他们2个在这里弯弯绕绕，有意见爬出去住，自己找地方。没意见就住一起吧，反正这里房间够多。谢宇璇看着他们3个人相处的状态有些好奇，曾一燕跟唐千亿看着就成熟稳重，身份也尊贵，不过好像格外听孟杰的话也。不可思议。孟杰这次过来也没急着走，4个人坐沙发上就开黑。曾一燕看了眼谢宇璇，真没想到，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没想到游戏打这么好。谢宇璇甜甜的笑了下，孟哥是国服第1孙尚香，跟他比起来我不算什么。唐千亿随口一说，别跟孟杰比，孟杰就不是人。开了几把，不知不觉就天黑了，周末回来了，没想到身后还跟着尉迟。曾一燕嗷了一声，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快饿死了。周末瞥他一眼，手里面大包小包的进了厨房。尉迟看着孟杰，然而孟杰沉浸在游戏里，根本没时间鸟他。于是他们4个客厅打游戏，周末跟尉迟厨房忙来忙去，倒也和谐。吃饭的时候，尉迟一直给孟杰布菜，谢宇璇时不时的盯过来一眼。吃过饭，周末说那个记者抓到了，底细查了。圈子里大多数被迫官宣的情侣，之前都是被他拍到才官宣的。可以说他除了拍那些不三不四的绯闻，就是拍情侣了。想想今天自己也被拍到了，孟杰松了口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是单身。这孩子的逻辑一向清晰。空气有那么一瞬间的静谧，所有人都下意识看了眼尉迟。尉迟脸黑了。吃过饭后就都散了，孟杰跟尉迟回了学校。车上，尉迟压着孟杰低声问他，幸亏你是单身。孟杰莫名有点怂，不是吗？尉迟看他面部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由分说的吻上他的唇，动作也算轻柔，轻轻的吮着。孟杰呼吸有些乱。第2天公开课，因为孟杰来的迟了没位置，后面就是张菲菲跟郑冉一。从坐下开始，张菲菲就一直叭叭叭，她一直问，郑冉一一直出办法。怎么罢，冉一，我不是在学生会工作吗？可我男朋友是部长，我要不要公开啊？孟杰听得心烦，回头来了一句，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男朋友是国防部长呢。第68章，难不成等你头七再放假吗？噗嗤，一旁听得早就不耐烦的几个人一时没憋住笑出声来。张菲菲有些下不去面子，狠狠地瞪了一眼孟杰，没再说话了。郑冉一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孟杰这一搅和还挺安静。放学后，吴志清在学校门口等他，他这个学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放假了，而孟杰放假还在这个月月底。孟杰很久没见过吴志清了，刚见面吴志清还有些腼腆，不过2个人交流的多了，也就没那么尴尬拘谨了。孟杰带吴志清进了清北。吴志清从进了校门开始，眼睛就睁得很大。哇，原来清北大学是这样的，果然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专科完全就不能跟清北比。在专科1亩3分地，站在宿舍楼前就能看清楚整个学校的布局。可清北不一样，985院校，专科上课走路就能去教室，而清北得骑车，骑车都得用很长时间。专科的老师会占用学生时间，让他们去凑人头听讲座，可清北这样的学校就不会浪费学生的时间。这里的每个人都很优秀。果然环境不一样，人也是不一样的。进了清北，吴志清才接触到不一样的世界，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这么多。孟杰没有打扰他，一路走下来，吴志清信誓旦旦地说：“我决定了，我要专升本，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相信你。”孟杰领着他进了食堂，吴志清就又是一番赞叹感慨：“哇，食堂好大好亮哦，我们学校的食堂就不怎么样。”孟杰全程不发一言，听着这个少年逐渐改变自己的志向。打好饭之后，两个人就劲儿做。孟杰问：“你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吴志清这才想起重要的事：我们跆拳道社前2天跟隔壁专科打比赛，赢了。当初如果不是你，我们都不能继续坚持我们的梦想，想着应该告诉你一声。孟杰对于他来说就是恩人一般的存在。不错。正吃着饭，郑冉一过来了，他看了看吴志清，好吧，刚刚远远的看着，还以为是哪个长得帅的学长呢，没想到是他在专科的朋友。既然过来了，也得打声招呼。孟杰，介意拼个桌吗？介意。声音果断，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郑冉一挑起话头，这是。吴志清站起来，很郑重其事的介绍自己，该有的礼数都有，我是他专科的朋友。郑冉一狐疑了一下，这个时间专科不应该还在上课吗？吴志清挠了挠后脑勺，啊，我们已经放假了。啊，这样啊。郑冉一笑道，你们专科就是放假早。一句话让吴志清有点难堪，他不傻，能听出来郑冉一话语中的藐视。专科放假早就是正常的，而他们这种985院校放假会晚一些。一句简单的话把他的态度透露得明明白白。这下吴志清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听着二人交谈，孟杰放下筷子反问，难不成等你头七再放假吗？郑冉一脸上的笑一下就没了，这话说得很难听。最后郑冉一脸色不怎么好看的离开了。当然孟杰也没管，吃过饭后陪吴志清在学校里面逛了一圈，然后把他送走。因为张菲菲跟学生部长在一起，上课都一起，说话声音都变得嗲嗲的。中午吃什么呀？我们吃火锅好不好吗？人家还想吃雪糕。一些人听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张菲菲咋是个这呢？跟张青妍一个宿舍的女孩子听不下去了，笔记也不做了，抬头看向身旁的张青妍。本来低头做笔记的张青妍觉得不对，抬头对上她的视线，怎么了？女孩子拉住了她的袖子摇来摇去，人家想吃冰淇淋，想吃泡芙，想吃毛巾卷，惹了你给人家买给人家买吗？不能说跟张菲菲一模一样，至少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张菲菲都没说话了，看着这边。张青妍石化在那里，眼睛瞪大如铜铃，眼神就跟见了鬼一样，半天忍无可忍憋出来一句，你他妈给我好好说话。女孩子松开他，面无表情，你爹饿了。噗，身后的男生笑出声，这好汉哪儿找去？没过2天，张菲菲就被分手了。她哭得要死要活，郑冉一劝也不知道怎么劝，他能看出来他们两个不合适。张菲菲在能力方面确实跟不上部长，然而部长在分手第2周开始追孟杰，开始没有多少人知道，张菲菲开始闹才有人知道的。孟杰，你太不要脸了，你勾引完萧子舒就来勾引我的部长是不是？也不知道他是发什么疯。孟杰不想搭理，一些旁观的都看不下去了，我说你冷静一下，别被分手了第一个就找孟杰，孟杰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一直被你们骂。是啊，人家孟杰又没做什么，你这么不依不饶是真没意思。分手了不找自己问题，反而找别人的茬，我看分手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你自己，都大学生了，别无理取闹了，每天窜过来窜过去跟个智障似的找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帮孟杰说话的几乎都是男生。孟杰很有异性缘，游戏打得好，性格不扭捏。张菲菲本来心情就不好，这么一听更生气了。孟杰凭什么被这么多人喜欢啊？不就是会打个游戏？如果自己赢了孟杰，那以后自己身边也应该会有这么多男生帮自己说话。张菲菲把手机摔在桌子上，厉声厉色，孟杰，你不是打游戏厉害吗？敢不敢跟我 solo？ 有比赛看，男生自然感兴趣。不过还是有人看不上张菲菲。你说他想不开跟孟杰比什么？咱也想不明白，大学里面这么多人，他怎么就抓住孟杰不放了呢？诋毁本身就是一种仰望，这群人是柠檬精，见不得人家比自己优秀。怕孟杰不同意，张菲菲自报家门，我国服孙尚香排第6，知道国服第2孙尚香吗？打游戏的时候碰上了，被我吊打。你敢跟我打吗？第69章。忘了告诉你，我是国服第1孙尚香。
孟杰往后一靠，反正现在也无聊，他笑着，行啊，打一把。呜呼！男生们格外激动。张菲菲趾高气昂，二人坐在一起，打开了游戏，都选的是孙尚香。张菲菲满是得意，她已经能想到自己赢了以后这群男生的不可思议了。她很期待孟杰输了以后是什么反应。游戏开始，张菲菲看见孟杰也选的孙尚香，心中冷笑，真是自不量力。既然这样，那就等着被自己吊打吧。两个人周围都围了很多人，距离上课还有10分钟。游戏刚开始，看不出什么，看着的男生都看出来孟杰的走位很骚，张菲菲根本打不到他。孟杰的神走位完全摁着张菲菲在打，才过去1分钟，孟杰就起来了，追着张菲菲打，甚至格外挑衅的越塔杀，侮辱性极强。孟杰摁着他打的同时，还不忘推塔，最高纪录1分钟9个人头。5分钟结束了这个游戏，孟杰放下手机，望着尚且呆滞的张菲菲，他嘴角一勾，格外邪气，忘了告诉你，我是国服第1孙尚香。张菲菲崩了，彻底崩了，她在孟杰面前根本秀不起来。张菲菲目光呆滞，一些男生说，你说说你，好好惹他干啥？这下好了，崩了吧？张菲菲一时间接受不了，孟杰怎么什么都会？这个学期过得很快，几乎没什么事。放假了，郑冉一被郑光中安排进一家杂志社工作，趁着大学期间多累积经验，毕业出来了直接接手相关工作就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郑光中对郑冉一有多看重。瑞文杂志社本就底蕴深厚，已经有几10年的历史，每一期都能邀到当红明星，所以销量一直都是第一，是国内圈子里无法超越的神。郑冉一在这里面的工作就很轻松。这天总编找他，冉一，你是光中介绍过来的，我肯定尽心尽力的培养，所以新一期策划交给你了。郑冉一受宠若惊，我一定好好做。没想到才刚来就接了这么重的活。郑冉一很认真地对待最新的一期杂志，跟不少前辈学习，调查最近新起来的小花旦。2个人的资料放在他面前，燕青跟袁芊芊，2个都是颇受观众喜爱的演员，演技在线。郑冉一暗戳戳定下这2位。这位瑞文本身地位就在，所以很容易就邀请到了2位，宣传也很到位，不少粉丝都很期待。肖母觉得孟杰暑假闲着有点无聊，这天带他引荐了慕斯杂志社的总编。在去的路上，周末已经把资料发给了孟杰。这间杂志社本来挺火的，可从来都不邀请流量，尽管再好的内容没有流量也带不起来，所以日渐式微。在瑞文的打压下，这家杂志社情况更是惨不忍睹，已经快倒闭了。肖母知道孟杰的担忧，他语重心长，慕斯的总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别看现在慕斯快破产了，可你还是能在总编身上学到点东西。肖母生怕孟杰有什么不想见的心思，主要他是亲眼看着当初慕斯起来的，所以他知道孟杰能学到东西，他也是竭尽全力培养孟杰。虽然没有郑光中那么人脉，可也算是尽职尽责。双方约见在腾悦酒店，在孟杰他们到之前，文瑞跟慕斯撞上了。杂志社本就是以他们的名义命名的，文瑞这些年可以说是意气风发，裁剪得体的西装穿在身上格外精神。他看不上慕斯，哟呵，这不慕斯吗？真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碰到你。慕斯没搭理，听说你们新一期杂志跟我们撞一块了，我倒想看看什么魄力让你敢这么做的。文瑞句句带刺，慕斯被他逼得重，被迫回话，自然没有文总编发展的好。文瑞欣然接受他的赞赏，咱们2个也是熟人了，我也不妨告诉你，这一期我们请到了2位当红小花，如果你不想亏损太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重新定个时间发售杂志吧。慕斯不想在这里跟他虚与委蛇，我会考虑的。文瑞哈哈大笑出了酒店，还不忘跟郑冉一调侃，真没想他的那个破杂志社能撑这么长时间。说得很大声，慕斯听到了，他想解散杂志社的想法又一次浮现在脑海。吃饭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是一直重复播放文瑞的话，整场下来都心不在焉的，这让肖母有些尴尬，他叫了2、3声。慕斯这才回神，一脸歉意的道歉，真不好意思，我今天状态不好。孟杰说，因为被文瑞打压了10几年，没了信心，再考虑要不要解散。慕斯错愕的抬头，他都没有注意到，原来这就是郑家的那位千金。不得不说，一举一动都不像一个谦虚的求学者，反而是高高在上的主导者。他看的没错，孟杰下一句就是看在萧伯母的面子上，这一次的策划交给我，我让你销量反超文瑞。多么猖狂的一句话。慕斯笑了笑，终究还是看小孩子似的，生在郑家这样的环境自负是应该的。孟杰又说，反正都快倒闭了，随便让我试试吧。不说慕斯，萧母都觉得这话说得过分了。他给孟杰使眼色，小杰，情况再坏也不会比现在还坏了不是吗？慕斯脑子里面一堆乱麻，是啊，再坏又能坏哪里去？他闭了闭眼，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后，重新望向孟杰，一股子视死如归的感觉。好，你随便做。后续也没说什么，吃过饭后就散了。萧母有些担忧，文瑞这次邀请的是燕青跟袁芊芊，你有把握吗？我从不打没把握的仗。萧母听了微微动容。好。孟杰回了家，周末出现。孟杰坐下，让盛天派云以凡来拍杂志。云以凡从影以来塑造了无数经典的荧幕形象，戏路之广，可塑性之强，为电影界少有。先后斩获国际国内影后大奖数10个，这样的成就堪称第一人，在国际电影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被大家尊称为云皇。盛天签约艺人，是50个袁芊芊跟燕青都比不上的顶流云皇。这一次慕斯的销量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吊打文瑞已成定局。第70章，因为不喜欢，所以要针对。这样的人是孟杰的下属，周末立马去办。隔天，季晨宇登门拜访，季归晚从客厅站起来：“二哥，怎么没打招呼就过来了？”季晨宇一时兴起：“不欢迎啊。”“那不能的。”季归晚让下人去准备水果。季晨宇摆了下手，把衣服递给了女佣：“不用麻烦了。”他走到沙发处坐了下来：“小杰在家吗？”刚问完，郑冉一从房间出来，一脸惊喜：“小舅舅！”他跑过去，季晨宇站起来，笑着抱了下他。冉一还是跟小孩子似的。郑冉一问：“小舅舅今天怎么来了？”“来找小杰有点事。”季晨宇没有任何隐瞒，不让郑冉一多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话实说。郑冉一脸上有那么1秒的不自在，不过转瞬即逝。他在楼上，我去叫。季晨宇笑得宠溺：“好，麻烦我们冉一了。”“不麻烦。”郑冉一上去后，季晨宇看着自己的妹妹，两个人相处怎么样？还好，目前没什么出什么事。冉一心思敏感，多照顾下，别让他想多。既然在郑家跟你们生活了这么多年，那就是一家人。小杰我这边多照顾一些，不能让他出现心理问题，也不能自卑。听见自卑2个字，季归晚不由得沉思。孟杰跟自卑这2个字好像沾不上关系。不一会儿，孟杰下了楼，比起郑冉一无所顾忌的撒娇，他就要沉稳一些，走到这边来低了下头：“舅舅，坐吧。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慕斯最新的策划是你在管吗？”刚准备走的郑冉一瞬间挪不开脚。“是。”两个人面对面坐下。季晨宇开口：“我从好友那里听到，你承诺让这次慕斯的销量超越文瑞。”孟杰承认的不卑不亢：“是。”季晨宇不由得看了眼没走的郑冉一：“你知道文瑞是冉一在的杂志社吗？”“知道。”“那孟杰这是有跟郑冉一作对的意思了？”季晨宇想到了，可没有贸然张嘴。郑冉一问：“我是做什么让你不满了吗？你这不是公开在跟我作对吗？”谁知道孟杰扭头看他：“你配吗？”季晨宇被惊了一下，看向自己的妹妹。季归晚摊手，表示已经习惯了。孟杰回头继续跟季晨宇的话题：“我见过文瑞，那个人我不喜欢，只是因为不喜欢，所以要针对。”说得轻而易举，仿佛销量上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季晨宇开始劝：“小杰，你有这份心思是好事，但10几年了，慕斯一直在被文瑞打压，不是你一句话就能让慕斯销量上去。”孟杰没说话。季晨宇想了想：“我朋友有开娱乐公司的，我介绍你2个明星认识，不说销量反超文瑞，至少跟之前比起来有起色。”郑冉一听了心里不舒服。如果孟杰不在，小舅舅关心的是自己，可是现在孟杰分走了不少本属于自己的爱。郑冉一嗲嗲地说：“小舅舅怎么不问我呀？”季晨宇道：“文瑞这次有袁芊芊跟燕青2个当红明星，销量不成问题。”郑冉一撇了撇嘴。孟杰低声拒绝：“谢谢舅舅好意，不过不用了。”“真不用？”“见孟杰真没有那个意思，季晨宇也就没有步步紧逼了。“那我期待你的策划。”送季晨宇走后回来的季归晚叫住孟杰：“如果真的很难，不用觉得依靠家族是一件丢脸的事，家里永远是你的靠山。”他能看出来孟杰是有傲骨在的，一些事他自力更生，坚强的让他有点心疼。这一次是季归晚想错了，孟杰不是坚强，他是不屑。他自己本身就是财阀的代表，富可敌国，他的关系链错综复杂，救活一个杂志社不在话下。季晨宇托朋友暗中帮扶，不过好几次都被孟杰发现了，原封不动的被打回来。圈内的贵妇每天都没什么事做，能消遣时间的无非就是八卦。这天午后，几个人聚在一起，听说郑家的2个女儿的那个进了文瑞跟慕斯，然后呢，孟杰还放话说他来策划，这一次慕斯的杂志销量一定反超文瑞。一人听不下去的翻了个白眼：“真是在家里待久了，没见过大风大浪，还以为复活一个濒死的工作室有多容易。文瑞有10几年的底蕴了，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等着看呗。”孟杰有些太不知天高地厚了，有这个志向不错，可太自信就是自负了，反而会贻笑大方。那就等那天看看吧，反正也无聊。
孟杰的计划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同时进行的还有周末。公司的公关很给力，用了2天把谢宇璇滥交的事情澄清清楚，并且把之前谢宇璇演过却没机会播出来的戏全部买了版权，通过各大平台播放。一时间，谢宇璇这个名字霸占了热搜榜。哇，这个小姐姐长得很干净呀，看面相就不像是能乱搞的人。我女儿终于沉冤昭雪了，之前爆出来的时候我还到处找证据，现在真相大白天下，身为老母亲的我真是太欣慰了。袁芊芊目眦欲裂地看着平板，猛地把平板摔了，怎么会这样？助理劝说袁姐别这么生气，不管谢宇璇现在有多火，你依旧是前辈，你的地位不会那么容易的被轻易动摇。袁姗姗呼吸不平，胸口上下起伏着。郑冉一自然也看到了新闻，如果这一次的杂志谢宇璇也出面，可能会更稳妥些。想着，他也联系了谢宇璇，没想到直接被那边拒绝了。郑冉一看着被挂断的手机屏幕发呆，他还是第一个拒绝文瑞邀请的艺人。他有意想知道孟杰那边的动向，可那边藏得紧，根本什么都打听不到。这种脱离自己掌握的感觉并不好。慕斯杂志社，所有人都心不在焉的，做事也没有动力。孟杰坐在沙发上看平板，门外一阵引擎声的响动，不一会儿，从外面走进来个人，前台无精打采的：“你好，慕斯杂志社，小姐有什么事吗？”来人身形高挑，简单一站都气场十足。云以凡摘下墨镜，那双好看近乎魅惑的瞳孔斜他一眼：“我找孟杰。”前台望着这张侵略性极强的面孔，血液直冲脑袋，一时间激动的失声了。云以凡，这是云皇，活的云皇。第71章。那文总编等着看，看着前台激动的说不出话来的样子，云以凡很无奈。他挑眉，算了，我自己进去找。因为前台过度兴奋，他晕过去了。云以凡性格张扬，衣服大多数都是鲜艳的颜色，如今一身红色长裙，踩着高跟鞋，摇曳生姿的进了里面。他眸子一扫，一眼就看到了孟杰，没有犹豫，他走过去。孟杰甚至不需要动，云以凡就把他认出来了。云以凡是最早跟着孟杰的那一批老人，孟杰亦师亦友，二人关系斐然。当初他听到孟杰死了的消息，感觉天都塌了。前些天听到周末说孟杰让他来帝都拍杂志，他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见人来了，孟杰放了平板，慵懒起身，才刚站起来就被云以凡抱了个满怀。好久不见，孟爷。孟杰被他勒得有些紧，一口气出不来。因为云以凡现在地位已经够高，所以在外人面前他的情绪不容易外露。而此刻他泪眼婆娑。孟杰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久不见。云以凡松开了孟杰。这边的动静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看着云以凡那姣好的身姿，完美的容颜，不少人尖叫出声。云皇，有生之年系列，他们杂志社何德何能啊？太蓬荜生辉了。一个控制的还算好的主编上前，不知道云皇来这里。云以凡心情不错，待人有礼，拍杂志。云以凡说来这里拍杂志，要知道他现在的地位，文瑞邀请都不够格，他竟然来了慕斯，而他过来竟然是因为孟杰。主编感激涕零，握住孟杰的手，感动得无以言表。这一次真的感谢孟小姐。孟杰反应不大，带他去拍杂志。主编连忙点头，虽说是带，不过云以凡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拍摄开始了。原先气氛低迷的杂志社，在云以凡出现后，所有人开始干劲满满。云皇都出面了，看这次文瑞怎么猖狂。半个月很快过去，杂志印刷完成。孟杰喜欢在对方趾高气扬的时候，最后一把摁死，提前透露没什么意思，起不到他想要的效果，反而还让对方有反应时间。所以在文瑞已经开始宣传的时候，慕斯还没有动静，这才是让郑冉一慌的地方。他无端想起了 LK 跟季家那一次，完全如出一辙的走向。一个微博热搜悄然爬上前3，云皇现身帝都。不过除了粉丝，都没有什么业内人士关注。孟杰的安排，慕斯全然不知，并且文瑞在销售当天组了一场饭局。慕斯不想去，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没安好心。你去吧。孟杰说，我跟你一起去。慕斯亦不在此，有些着急。我想知道现在新一期杂志进度怎么样了。你不用担心，都安排好了，你安安心心去参加文瑞组的局就好。慕斯欲言又止，最后憋着一口气，还是决定去。不知道怎么回事，他问自己的员工，员工也不说。从头到尾，他都像个局外人一样。有那么一瞬间，他怀疑，现在杂志社的还归他管吗？孟杰跟慕斯准时出现在酒店门口，正好是今天出结果。季晨宇跟自己的朋友也来了，他想看看孟杰是不是在说大话。孟杰拖着慕斯独自坐在一桌，并没有亲人一起。文瑞就看准了他们在这一桌。文瑞看不上慕斯，可对着孟杰态度也得尊敬一点，毕竟今天有郑家人在场。听说这一次慕斯的杂志是孟杰小姐策划的。是。
我倒有些好奇最后出来的成品了。梦洁一点面子都不给，销量会狂撵你们。慕斯听了都不由得侧头看。文瑞再好的修养也装不下去了，眼中寒光乍现，太自大可不好。要知道慕斯现在在我面前都不敢这么说。那文总编等着看。梦洁丝毫不惧，稳重的可怕。文瑞冷哼一声，郑冉一越来越不安。几个同行过来恭喜，明明文瑞还没有开始发售，但他们好像认定了这一次的赢家是文瑞。不愧是行业的领头羊，我就佩服文总编。是啊，文总编风采不减当年。说着，一人看了慕斯一眼，也难为穆总编拖着那个没什么收益的杂志社苦撑这么多年，还是早些放弃被文瑞收购了得了。说的有道理，别硬撑了，趁现在还能卖个好价钱。哈哈哈哈！梦洁放在桌底的手摁着慕斯，不让他轻举妄动。慕斯听不下去了，他们你一句我一句，把慕斯跟他的杂志社贬低到了土里。季晨宇突然插了进来，笑嘻嘻的：“既然今天各位都聚在这里，不如开个赌局。”季晨宇都说话了，他们自然要听。哦，季二爷有什么想法？想法算不上，只是觉得无聊。今天人也都到了，不然就赌他们两家销量。一人爽快应答：“行啊，赌注是什么？”我季家3年的扶持，亏损了算季家的，盈利是自己的。众人兴奋了，赌注够大呀！文瑞胜券在握，好啊！众人开始压人，几乎所有郑家人都压的慕斯。郑希婷，我姓小杰。郑云彬，看不懂这些，我挺我姐。所有人的选择全程保密。做完这些后，所有人落座，大屏幕上除了有销量监视，还有微博等公众平台的实时监控。在文瑞杂志已经全部印好，线上已经开通预售渠道的时候，梦洁一发短信：周末有动作了。迎接文瑞的是铺天盖地袁芊芊的黑料，陷害谢宇轩的毒妇，私生活混乱，拍戏耍大牌，每一条都把袁芊芊摁得死死的。这一次波动直接性影响了文瑞的杂志销量。更丧心病狂的是，这种变数出现在今天在场的人的眼底。文瑞气急之下发短信训斥下属不会做事，怎么回事？邀请袁芊芊之前，你们没有查他的过往吗？底下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明明是郑冉一的锅。在文瑞兵荒马乱的时候，慕斯杂志社的宣传开始了，连同盛天娱乐官方还有旗下艺人一起宣传。第72章，奶奶给你办个比他们还大的。微博瘫痪了，热度更是沸，网友讨论激烈。卧槽卧槽，你们看见慕斯杂志社放出来的图没有？玄玄跟云皇一起拍的杂志，那几张照片太有质感了吧？有生之年系列，我们云皇的眼神好攻啊，两个人真的配一脸。故乡的百合花又开了，所有的多方状况一个不落的全部出现在头屏上。本以为又是销售冠军的文瑞，直接被慕斯反超。见证这一刻的郑家季家人皆有。梦洁再一次向他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慕斯还在震惊中难以回神，他震惊之余不忘去看梦洁，他并不意外，漆黑的眸子波澜不惊，就像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操控者在俯视这一切。戏看完了，梦洁也没有继续留下来的兴趣，直接就走。他路过文瑞的时候，好言相劝，文总编好好想想，今后对慕斯应该是个什么态度。文瑞猛地捶上桌面，同一桌的人吓得不轻。这一幕落入季晨宇的眼中，他突然一笑，我终于知道当初为什么大哥会输了。本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这一刻得到了解答。梦洁真让他眼前一亮。季归晚谦虚，这孩子是不错，有些强的无边了。梦洁总是出其不意的给人制造惊喜。季家老太太醒了，所有人守在床前。虽然老太太脸色还不怎么好，但好歹也算是醒过来了。老太太没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可真是都提心吊胆的。多亏了梦洁跟曾一燕。妈，你也太不当回事了，在家里怎么能磕碰到？季青云说，老太太不知怎么的就晕倒了，让你们担心了。好好的说这些见外的话干什么？是啊妈，我们都安排好了，旁人我们也信不过，从今天开始我们轮流看着你。季青云道，哎呀，你们忙自己的事情去吧，管我这个老太太做什么？季归晚也很担心，您说什么都没用，老太太头疼的不行，有人看着多不方便。一群人围在自己床前，逼着他答应。在人群之外的梦洁坐在一边，听着他们一人一句。他抬头就见郑冉一自告奋勇，反正我也放假了，我看着姥姥吧，不会出岔子的。郑冉一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老太太懂了，清了清嗓子，主动握住郑冉一的手拍了拍，冉一陪我就好了，你们都忙自己的去。几个人看向郑冉一，你一个人可以吗？郑冉一笑着说，可以的，几年前姥姥生病也是我看着，不会有问题的。几个人狐疑了一下，想想那段时间确实没什么问题，这才松了口。见事情商讨出个结果，也就都散了。季归晚跟梦洁一起出去的，梦洁全程没说话，
季归晚寻思他可能有点紧张，小杰是不是不太适应？还好。季归晚唇角微弯，见你进去都没跟姥姥说话。孟杰对这个倒是不怎么在乎，老太太大病初愈，就别动脑子认识新人了，等她好些了我再过来。孟杰又不傻，他回郑家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老太太今天也看见他了，没主动说话，那就说明有些排斥他，他何必自找不快的贴上去？季归晚想了想，是这么回事。他本是想撮合一下女儿跟母亲的感情，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最终还是要看他们两个。走着走着，季归晚突然兴奋：小杰，下个月就是你生日。被吓了一跳的孟杰，然后呢？他投去疑惑的眼神。这次你回来，我们郑家大办好不好呀？孟杰拒绝：不用了，只是一个生日。季归晚态度强硬：不行，必须给你大办。除了季归晚对这个生日上心，还有郑老太太，她也想大办。孟杰真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可是他说话就跟放屁似的，没人听。既然没人听，他们为什么要问他？季老太太大病初愈，郑老太太理应去看看，好歹是亲家。郑老太太在佣人的搀扶下坐在了沙发上，笑盈盈的，身体可好？季老太太摇摇头，不如从前喽。郑冉一亲自给两位老人去倒茶，尽管郑老太太看他没有孟杰亲，他该有的礼数也不能少。吃好喝好。郑老太太客套：我知道。季老太太应声。季老太太主动挑起一个话头：去年冉一的生日宴是你们办的，那今年就交给季家吧。郑老太太答应的爽快：行啊，那小杰就我们办了。季老太太跟孟杰不熟，闻言也只是扫了他一眼，也没有继续的意思。可以。两个老人也没什么好说的，本就不怎么熟。聊完后，孟杰扶着郑老太太准备离开，季老太太却突然叫住孟杰：孟杰。孟杰回头，二人的视线在空中对上，季老太太嗫嚅了下，终究没说话。孟杰也没深究。在回去的路上，郑老太太冷嗤一声：在我面前摆什么架子，好像他们季家不给你办生日宴，你能损失好多一样。没事啊，看不上他们，奶奶给你办个比他们还大的。孟杰发现老太太的竞争力总是无端的出现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上。奶奶好像对郑冉一不是那么喜欢。他问的直白，老太太回答的也直白，她心术不正。说完，老太太就继续兴奋地问他喜欢什么。孟杰既然劝说没用，那也就随他们去了。老太太回去一说，郑美珍就开始明里暗里诋毁讽刺，她那么厉害，还用我们给她办生日宴？老太太瞪她一眼：你给我好好说话。郑美珍撇了撇嘴。郑光中也找出来个问题：孟杰不姓郑，我们要以什么身份去给他办生日宴？本就是一家人商量，自然有什么说什么。郑光中锋芒毕露：你说呢孟杰？我就不明白了，既然回了郑家，不改姓是什么想法？你可知道郑这个姓含金量多高吗？孟杰听得头疼，就知道麻烦事一堆。郑光中晃过孟杰一眼，态度坚定：孟杰不改姓，我就不支持办生日宴。第73章，也就是这看不透你再利用他，针对之意满满。孟杰淡然颔首，嗓音幽冷：那就不办了。郑美珍说这话是真心的吗？知道郑家办生日宴的排场有多大吗？孟这个姓对你有那么重要？孟杰丝毫不领情：不是所有人都跟姑姑一样肤浅。一句话对的郑美珍一时说不出话来，小声逼逼：吃，真不知道心里是不是跟表面看起来一样的无所谓。郑光中也是觉得自己是不是逼得太紧了，松了松口：改个姓不是那么难的事。孟杰靠坐在沙发上：我不改，是奶奶准许的，更何况我父母亲都没有说什么，小叔是否干涉的太多了些？他们佛宠着你，觉得你好不容易回来溺爱你，这样就让你有错觉，从而把规矩都丢掉了。孟杰不想跟他吵，并没有什么意义。他顺着郑光中的话，既然小叔开口，那就不办了，本身就没多大意义。老太太怒了：够了郑光中，我还在这里坐着。郑光中何时在这么多人面前挨骂过？老太太声音加重，明显生气了：今天叫你们过来是通知，本来是商量生日宴怎么办，没让你们在这里挑三拣四说各种问题。生日宴是我要办的，我孙女回来了，我想给她个排面，还不行了？啪！老太太直接把桌子上的茶具扫到了地上，拄着拐杖离开了。老太太走后，郑光中还要为难，孟杰却先一步猜到了他的想法：小叔再怎么闹腾，今年给郑冉一办生日宴的都是季家。轻飘飘地丢下这一句后，孟杰就离开了。也就是在他离开后，老太太血压飙升晕了过去，被人送去了医院。孟杰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不过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还在帝都的曾一燕。曾一燕亲自给老太太看的病。郑美珍问：怎么样，曾医生？曾一燕对他没什么好感，连带着态度一般，没什么大问题。老人家就是气到了，做儿女的还是不要气他。虽然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我还是建议住院观察几天。郑美珍忙不迭点头，好，我知道了。郑恒洲安静一天了，难得这时候说话，空旷安静的走廊轻声说话都能听得清楚。妈平常在家也没什么事做，难得高兴一次，你们两个就非要扫他的心。这话说的郑美珍跟郑光中就不乐意了。郑美珍，如果要是给冉一办，我肯定尽心尽力，可梦洁这辈子都不可能。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以前是怎么待我的，他都不尊敬我，我凭什么为他着想？郑光中身为郑家的女儿，回来却不改姓，怎么？难不成梦这个姓比郑还厉害，让他如此恋恋不舍？行了，这件事别再提了，你们自家想给梦洁办就办，我是觉得没必要办那么大。郑光中低声道。季归晚也听了一路，线下开口，这件事不用你们操心了，我们自己的女儿自己会看着办。他很生气，任谁这么说自己的女儿，他都不开心。他的女儿又不是活给他们看的，自己宠着就好了。老太太倒了，想办生日宴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躺在医院3天2头想出去，出不去就心情不好，连带着看自己的儿子女儿都不顺眼了。只有郑恒洲进来才好一点。郑恒洲给老太太喂水，妈你放心，生日宴我们会好好办的，不会亏待了小杰。老太太脸色这才好点，喝着水都不忘瞅远处的郑光中一眼。郑冉一是季老太太亲自操办，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人脉什么都很广，到时候到场的都是些有身份的权贵，给足了郑冉一面子。而梦洁这边，郑恒洲年轻的时候在商场上凭着嚣张跋扈高高在上的态度，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除了那些看在郑家面子上的，一般都不回来。季归晚叹了口气，嗓音温和，都告诉你要待人有礼，你看看都没人来捧你的场子。郑恒洲这天，梦洁被张青岩拉着出去逛街，张青岩一路上念叨不停，你的衣服太少了，平常也不见你穿什么，今天说什么我也得给你看几件衣服。梦洁对衣服什么的都不感冒，在并州的时候 YG 一有新品都会亲自送上门，她随便穿，现在还得自己出来买，真是越活越回去了。两个人正看着衣服，张菲菲那刺耳的声音响起，我说远远的看过来是谁呢？原来是我们孟大小姐。梦洁听到了，不过没鸟她，帝都那么大，怎么偏偏就一直撞上他们呢？张菲菲没完没了，郑家的事情我可都听说了，梦洁我还真佩服你，你还挺有骨气，死活不改姓，这完全就是凭一己之力得罪郑家所有人吗？他故意炫耀，还是我们冉一深受长辈喜爱，这次的生日宴是季老太太亲自策划呢，到时候来的人也都是老太太的朋友，都是些平常你见不到的人呢。帝都乱不乱都是那些人说了算，郑伯父年轻时可是有不少仇人，我寻思了寻思，你生日宴应该没我们冉一排场大。张青岩冷冷地看过去，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郑冉一呢，这不就讽刺他是郑冉一的狗吗？张菲菲脸色一变，你什么意思？梦洁转身悠然自得，骂你的意思怎么？清北的高材生听不出来？梦洁转而看向郑冉一，自己没张嘴，想讽刺就自己说，别借别人的嘴来我面前猖狂，手段低劣，也就是这傻逼看不透你在利用他，心甘情愿地帮你叫唤。难得郑冉一这次没狡辩，而是承认了，他说的是实话，姥姥的人脉就是广，那也不是奔着你去的呀。张青岩道。郑冉一冷笑，装也不装了，不管是不是，他们终究是出现在了我的生日宴上。梦洁，有种你的牌面比我大。第74章道歉。梦洁也是醉了，在这种事情上面比大小有什么意义？梦洁脸色不悦，你活像个智障。说完他就拉着张青岩离开了。张青岩看着梦洁的眼神有些复杂，在外面都是如此，更别说在郑家的时候他的处境有多艰难。那个，如果你受了委屈可以来找我。梦洁看他一眼，双手抄兜，怎么看怎么邪，中午了去吃饭吧。张青岩点点头，他已经做好了去高档餐厅的准备，同时还担心兜里的钱够不够，毕竟张父平日里给的零花钱不多。直到梦洁带他去了一家大排档，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随便坐。梦洁举止随意的把菜单推给了张青岩。本来心事重重的张青岩顿时展颜一笑，今天我请客。好。张青岩点完餐后就乖巧的坐在那里，再看梦洁，一脚踩在一边的横杠上，坐姿豪迈，他情不自禁的就笑了。梦洁真是他这么多年见过唯一一个与众不同的。吃饭期间，旁边的一桌有响动，3个年轻人在起哄，为难一个老人。老人衣衫褴褛，颤颤巍巍的低头，慌乱的从兜里掏钱，对不起对不起，我赔钱给你。青年不耐烦的把老人手中的五角一角狠狠的扒拉开，你他妈知不知道我脚上这双鞋多少钱？不能被水碰到，知不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破旧的钱零零碎碎的掉在地上，老人赶紧低头去捡。青年满脸戾气，真他妈晦气，老子今天刚换的新鞋。
另外2个完全一副看好戏的模样。周围的人不断有人往那边看，不过没有一个人起来，只是当个笑话看。青年看一眼老人都觉得辣眼睛，脾气暴躁的一脚踩上了老人的手。老人一下跪在地上就没起来。看你身上穿的这么破，应该没钱赔我，我也不打算让你赔了，叫声爸爸放了你。另外2个笑着，你过分了呀。青年不敢相信，我过分？我够仁慈了好吧。他脚重重的碾了碾，句子是从齿间挤出来的，老子没时间跟你在这里耗。老人在地上卑微的很。张青岩看不下去了，把筷子摔了。你不觉得你这样会遭报应吗？青年踩着老人的手回头看他，发现是个小丫头，关你屁事，老子动你了，警告你谨言慎行，不然我收拾完他收拾你。张青岩听不下去的站了起来，你的破鞋多少钱？我赔你。青年好整以暇，行啊，你赔啊，2万。张青岩掏钱的动作机不可查的一顿，2万他拿不出来。很可笑，他一个千金小姐2万块钱都没有。他下意识地看向了正在喝啤酒的孟杰。青年捕捉到了他的这个小动作，切，没钱？没钱你逞什么英雄？他视线一转，落在孟杰身上，上下扫了一眼，又是个装逼犯。孟杰放下杯子，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向青年。青年好笑，看你表情是来打我的。孟杰诡异一笑，是啊，猜得真对。话音刚落，众目睽睽之下，孟杰一脚踹翻了他的凳子。青年连人带凳子倒了下去，整个人摔了个人仰马翻，后脑勺磕在地上，响起闷响，一听就是好头。孟杰往桌面一看，一把切羊排的刀放在那儿。张青岩很有眼色的过去，把地上的老人扶起来，带他到了一边。那边有孟杰就够了。青年极快速度的从地上站起来，摸了下后脑勺，没有血，他松了口气，就是脑子嗡嗡的疼。他龇牙咧嘴的，还真是小瞧你了。他抡起凳子直奔孟杰而去。孟杰一个后旋踢，凳子直接飞了出去。青年还想动，一只手握手成拳挥了过去。孟杰借力打力，抓着他的手摁在了桌面上，右手拿起先前看到的刀，直接垂直刺了下去。青年双眼紧闭，啊！一个大男人突然害怕的叫出声。另外2个看的也是倒吸一口冷气，真不敢相信光天化日之下有人敢拿刀。青年紧紧闭着的眼睛慢慢睁开一条缝，往自己手那边看，并没有意料之中的疼痛。他看过去，冰冷的刀刃就刺在他双指之间，入木3分。他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孟杰一脸漠然，并无波澜。他将刀拔了出来，青年的心为之一颤。才过去这么1秒，他汗如雨下。他大口喘气，犹如劫后余生。孟杰手中游刃有余地把玩着那把刀，声线平稳，听不出他的情绪。道歉。青年现在已经无暇顾及谁对谁错，连忙点头。他慌乱地跑去老人那边，孟杰咳嗽一声，他回头瞬间明白了，赶紧把地上的一堆零钱捡起来，弄得整整齐齐过去，给老人家90度弯腰。爷爷对不起啊。老人抖着手接过，没事。青年松了口气，直起身子，刚转身就见孟杰用纸巾擦着刀刃。他吸气，重新转身，把自己口袋里的几百块钱掏出来，尽数塞给了老人，这给您看守。说完他就跟自己的同伴跑着离开了。孟杰随手把刀一扔，刀插进桌面上还未吃完的羊肉中。他走向老人，垂眸查看了眼老人的伤势，已经发紫了，我送您去医院看看。孟杰跟张青岩带老人去了医院，包扎好买了药。出了医院，孟杰问，您家在哪儿？老人感恩地看着孟杰，今天谢谢孩子你了，不用管我了，我自己回去就行，这钱你拿着。他知道刚才是孟杰出的钱。孟杰拒绝了，我送你回去吧。张青岩，是啊，您一个人不行的。老人拒绝，张青岩就劝。最后孟杰看不下去，拎起小老头就往下走。小老头，孟杰把他交给了周末，送回去之后看下他的家庭情况，然后告诉我，需要送18区吗？送。18区是孟杰创的慈善机构。打理过这边情况后，跟张青岩逛街，买完衣服回家，发现有外人在。在他出现在大门口的时候，正在咄咄逼人的那人突然噤声。第75章，你最近挺浪啊。突然安静搞得孟杰愣了下。孟杰来之前，文父，郑夫人，你可看看吧，我家孩子被打成这样。我也知道你们大门大户的，我们只是想求个公道，这事儿没个几十万没完。孟杰来之后，我也没想着这件事要怎么样，只是来要个说法。说着，文父还看了看孟杰。孟杰没怎么听，倒了杯温水，看见郑云斌在一边时不时的看向沙发那边。孟杰问，你又打人了？孟杰斜他一眼，你最近挺浪啊，打人就打人，还被人家找上门了。文俊嘴不干净，我一时没忍住才动了手。孟杰挑眉，以前郑云斌打人，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
现在郑云彬打人，是啊，就打你怎么了？季归晚头疼。孟杰放下杯子，走向头疼不已的季归晚。他一过来，文父那嚣张的气焰瞬间灭了一半。他走过去，直接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嚣张跋扈一下就压文父一头。我听郑云彬说了，他打人了。孟杰一来，季归晚就开始看戏了，头也不疼了，现在头疼的是文父。明明是自家人的错，偏偏孟杰一副问心无愧的模样。文父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地说：“是啊，现在文俊在医院。”孟杰气定神闲喝了口水：“您想怎么办？”“赔钱。”文父问：“你们别是不想赔钱吧？”“赔钱是应该的，不过在此之前，我听说是您儿子口出狂言，嘴不干净才遭了打。在我们赔钱之前，你们是不是应该先道歉？等我儿子好了，我亲自带他上门道歉。”“不行，道歉了才能拿钱。”孟杰一口拒绝：“你这是在故意为难。”“是。”这下季归晚算是知道郑云彬那个鸟样是学谁了，想着瞪了一眼往这边看的郑云彬。郑云彬双眼无辜摊了摊手。孟杰不等文父给回答：“看来您还没有想好，那不如想好了再来。”台阶已经砌在文父脚下，再三斟酌，文父还是起来了：“是我今天冒昧了。”不等季归晚说话，文父就落荒而逃了。孟杰喝了口水，季归晚拍了下他：“管管你弟弟。”他算是看出来了，郑云彬现在就只听孟杰一个人的话。孟杰微微低头：“好。”说罢，季归晚上了楼。孟杰看了郑云彬一眼，这一个眼神足够警告。孟杰的生日，郑家每个人都很重视。孟杰回来的第1年生日，家里人每一个都不想错过。这下谁去郑冉一那边就是问题。郑希婷，这个生日是小杰回来的第1个生日，所以我不想缺席。郑云彬，我跟哥一个想法，这么重要的日子怎么能错过？郑冉一每年都有生日，今年可有可无。季归晚也不想过去，可是怕郑冉一想多，思索再三，还是觉得不妥。那孩子从小就心思敏感，我怕。郑云彬打断：“妈，不管怎么样，孟杰才是你亲生的，你先想着的也应该是孟杰。一些话不好说得太明白。郑冉一在郑家不管多少年，终究没有血缘关系，难不成要为了一个养女辜负自己的亲生女儿？郑家的家风纯良，没有大恶之人。所以季归晚亲自去找了郑冉一。郑冉一见季归晚来了，赶紧开门让他坐下。母亲。季归晚看了眼他的房间，住在这里还习惯。人应该知足，我很满意的妈妈，只要跟你们住在一起，住哪里都不是问题。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季归晚立马忘了房间的问题，说起今天过来的目的是这样的：你跟小杰生日是一天，而你们举办生日的地方是2个，所以郑冉一脸上笑容不变，眼里却没了笑意。妈妈是想说今天你不想陪我过了是吗？是这个意思。郑冉一不笑了，我已经长大了，应该体谅妈妈，孟杰是亲生女儿，您过去是应该的。季归晚连忙站起来解释：“冉一，我不是这个意思。没关系，我知道我的身份很尴尬，妈妈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季归晚还想说什么，郑冉一已经走到了房门旁边，眼眶慢慢红了，声音听起来有些哽咽难受：“我今天有些不舒服，妈妈事情说完了就走吧。”冉一，季归晚吐出2个字，看了看他不太好的心情，终究什么也没说的离开了。门关上的那一刻，郑冉一用纸擦了擦本就不存在的眼泪，脸色沉了下来。季归晚马不停蹄地去了孟杰那边。孟杰正跟郑云彬打游戏，见季归晚心事重重的过来，再加上刚刚郑云彬无意间说的话，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幕。季归晚什么还没说，孟杰看着手机屏幕：“母亲去给郑冉一过吧，我无所谓，我本就对生日没什么过的心思。”这下郑云彬不依了：“今年你刚回来，如果家里人不够，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自家的事为什么要管别人怎么看？”孟杰说的随意，相比郑冉一的在意，他倒跟没心似的。坦荡一点，别人就不好议论了，不是吗？做人是给自己做的，不是给别人做的。孟杰随意惯了，自然不会在意别人想法。如果这么些年一直为别人而活，他就要累死了，毕竟看他不顺眼的一只手都数不过来。季归晚不出席他的生日宴，他没什么，可如果郑冉一那边没有郑家人出席，那外人眼中可就难看了。郑家人心善，能想着郑冉一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孟杰实在觉得这么一件小事不必这么烦心。季归晚心疼地抱了抱孟杰，自己的女儿真让人心疼。因为这么一抱，郑云彬拿了个人头。白驹过隙，马上就到了生日这天。季归晚终究出现在了郑冉一那边的生日宴上。如郑冉一所想，到场的都是帝都权贵，一些人都是深藏不露的圈中老人。郑冉一很满意，想想今晚季归晚在自己这边他就高兴，孟杰不过如此。主人公是自己，一些年轻人不由得小声议论，还以为郑家那个真千金回来了，郑冉一就会失宠，没想到季归晚会在这儿。所以凡事不要那么早下定论，真是小看郑冉一了。看着挺有心机的，
不知道郑家的那个亲生女儿能不能斗得过他。这就是人家的家事了。郑冉一随着季老太太认识一些老人，他心中记下来，这些人都是未来能帮自己的。商场上的事，他们多多少少都听说了一点。之前郑家季家2次扶持郑冉一，结果都不怎么好，反而孟杰新起之秀。不管在哪里，他们欣赏的都是有能力的人。郑冉一也不小了，跟孟杰比起来，确实是不止逊色了一点。想着，一些季老太太的老友面上也敷衍了些，而这些郑冉一都没有察觉出来。这时候还想着怎么让孟杰看到这些人。听说孟杰在腾月办的生日宴，郑光中他们都没去，郑老太太也在医院，那边情况惨淡得很。再看季归晚一整晚都心不在焉的，他走过去，妈妈，不然我们去孟杰那边吧。一说孟杰，季归晚来了几分精神。生日本就是一天，我们一起过吧。季归晚想着也行，点头同意了。跟老太太商量后，老太太觉得胡闹，而他身边的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说，不然过去看看吧，本就是一家人，一起过吧，腾月离这里也不远。其实他们是想看看郑家的那个女孩，那人在圈中地位很高，所有人都得给他几分面子，所有人不觉得麻烦，一股脑的涌进腾月。跟郑冉一想的一样，惨淡的不行。季归晚见了有点心疼，因为真的除了自家人就没人了。进来的人有些好奇的看着孟杰，他们只在照片上见过，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呢。郑冉一上前，孟杰，我想了想，我们是一家人，生日不应该分开折腾，所以我让各位麻烦快点过来。话里话外都是高高在上俯瞰孟杰的态度。第76章，孟杰的关系网上，都能听出来挑衅的态度。孟杰云淡风轻的没接他的茶，只是淡然吩咐下去多加几桌菜，行为有条不紊。在不少好奇的注视下，孟杰站了起来，穿得随意，只是一次生日，本不应该这么劳师动众。既然各位来了，那我们自然得好好招待，菜已经吩咐下去了，各位不介意就落座多等一会儿。一言一行皆是大家风范。本来以观察孟杰为目的的人，看了这些还不够，走过去坐了下来。不得不感慨，季老太太的人脉很广。孟杰只简单的扫了一眼，就看到不少熟悉的面孔。郑冉一在自己家这一桌坐了下来。郑云彬话说的干脆，没有弯弯绕绕，他也没那个脑子。你把这些人叫过来是想干什么？你是想让姐看看你有多受季家看重？郑冉一倒着水，表情不变。你这么说就误会我了，我只是觉得我们2个分开办有些为难母亲。你要这么想，就不会在姥姥带你见了这些人之后才这么说。生日宴办之前你怎么不说？郑冉一放下茶壶，要不怎么说你太年轻，这是姥姥的心意，老人家难得有想做的事，我那么扫兴不好吧？一句话噎得郑云彬说不出话来。郑希婷在旁边听着，没有参与他们2个的谈话，在这里起争执一点意思都没。季归晚拉着孟杰也坐了下来，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小声问孟杰，你的朋友今天都没有来吗？偌大的一层，只有家里人，一张陌生的面孔都没有，难不成他们的人际关系已经差成这样了？孟杰来了帝都这么久都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虽然说这话不对，可季归晚就疑惑了，一个攀关系的都没有。孟杰看了眼时间，还早，一会儿才来。多吗？季归晚问。孟杰想了想，应该就张青岩跟萧母吧。他回答，不多，就2个左右。季归晚强颜欢笑，有2个朋友也是好的。想了想，也就不纠结这些了。罢了，孩子开心就好。不一会儿，张青岩到了，他看了一眼都傻住了，怎么这么多人，乌泱泱的，并且这里的人从穿着来看非富即贵，不愧是郑家，关系网就是大。孟杰一眼看穿他的心思，跟他并排往里走，别多想，那些人都是给郑冉一说生日快乐的。张青岩把手中提着的礼物递给一边的服务生，好家伙，给郑冉一说生日快乐的怎么出现在这里？你们2个不是分开办的吗？谁知道呢？孟杰把他领到座位坐下，放轻松点。哦，说着，张青岩又看看周围，再看看自己，怎么看怎么寒酸。他平生第一次觉得他给孟杰丢人了，他跟郑冉一的那些人比起来，太上不了台面了。萧母也走了进来，身旁跟着萧子舒。萧母问孟杰怎么回事，孟杰又不厌其烦的把刚才跟张青岩说的话又给他说了一遍，脸上并没有不耐烦的表情。他领着萧母他们去座位。萧母听了有些生气，早知道我给你多喊几个人过来了，如果不是孟杰说自己喜欢清静，现在也不会如此。萧母坐下后问，那些是你的人？孟杰指了指同桌的张青岩。萧母，没了。孟杰没让尉迟来，想了想，确实想不起来了，他记性不太好，没了。萧母，孟杰看了眼时间，应该没了。他也没叫多少，本来他对过生日也没多少概念。郑冉一扭着腰走了过来，你的朋友到齐了吗？菜快做好了，不然说2句就开始吃饭吧，我这边的人折腾一晚上了。孟杰睨他一眼，你在教我做事？
郑冉一委婉地劝着：“没有的。”孟杰闻声，孟杰回头，只见市长夫人带着女儿杜景走了进来。这一声让不少人往门口看去，不少人来了几分兴致。市长夫人，市长夫人丝毫不见外，我在门口就看见你了，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孟杰眯了眯眼，走了过去。他跟市长夫人熟吗？市长夫人拉着杜景，拍了下自己女儿，叫人。杜景很有礼貌，没有不满。孟杰姐姐，市长夫人说，还记得你之前送我的那套首饰吗？可是给我长了不少脸，今天你生日也没有邀请我，所以我就先斩后奏自己来了，你不会怪我吧？孟杰皮笑肉不笑，怎么会？那我就放心了。市长夫人拉着杜景找座位，期间跟一些人寒暄着。郑冉一那边的人，市长夫人来了，没有跟郑夫人打招呼，而是直接叫的孟杰，说明这是孟杰的朋友。厉害啊，孟杰真是让我大吃一惊，身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并没有吃家里人际关系，在帝都都是不多见的。这一番话直接把郑冉一给内涵了。他们今天过来，80%看在季老太太面子上，20%是好奇孟杰。孟杰以为这就完了，没想到后面还来了最近很火的慕斯，还有苏饶曼、王嫣然、门萨俱乐部的查尔斯，一下就坐满了一桌。苏饶曼，我来给你撑场子，听说今天到的都是帝都权贵，我也算半个权贵。王嫣然，我不算权贵，可我来给你撑场子。孟杰，虽然来的人身份不算低，但跟今天已经在场的资本家比起来，还是不值一提。肖母有些兴奋，你今天还有人来吗？孟杰带给他的惊喜可真多呀，他没想到他竟然还认识市长夫人。孟杰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兴奋，只是说没了，这次真没了，可别来了，真嫌场子不够乱。郑冉一走过来，没想到姐姐还是个深藏不露的，市长夫人今天竟然也来了，真让我大吃一惊。这下隔了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观察孟杰的人也适可为止，几个人闲着无聊唠着嗑。看来没了，不过孟杰已经很让我不可思议了。那几个人除了市长夫人，其他几个也都是最近兴起的势力，假以时日，可能会到跟我们一样的位置。正说着话，突然人群一阵惊呼，一些人不解地看向门口，走在排头的是以周末为首的财阀。第77章，孟杰的关系网下，一些年轻有为的财阀小姐镇定不了了，不能爆粗，他们克制着激动的心情，那才是真正的财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周末那群人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雷厉风行的风格，超前的想法，谨慎的性格，让他们地位居高不下。不少在场的老前辈都跟他们这些人打过照面，自然也知道周末他们从哪里来。滨州，一个神奇的地方，一些年轻精英所起家的地方，年龄尚小，却能跟他们这群老家伙面对面打成平手。周末为首，高定西装穿在身上完全契合，璀璨的灯光划过他的金丝框眼镜，整个人金贵异常，指骨分明且修长的手拿着一根手杖，给整个人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完美无缺的神颜，没有表情。唐千亿在他身侧穿着随意，是 YG 的最新款，这件衣服完全就是给他量身定做，把优点扩大无数倍，各处条件都格外优越，五官妖孽。曾一燕依旧一身白色，儒雅的气质完美的融于他们之间，破开了几个人身上的戾气。云以凡走在最后，简单的队列就能看出来身份高低。云以凡，众人熟知，云皇，一袭红色长裙飘逸似火，棕褐色长卷发散在身后，一颦一笑都勾人到极致。就这么几个位高权重的人径直走向孟杰，他们一举一动中就透出一个词：尊贵。尊贵谦逊，看的人都傻了。一个千金小姐怔怔开口，盛天的周末， YG 的唐千亿，国际上出名的名医曾一燕，影后云以凡，个个身家上千亿。他们在外人面前的时候的样子，他们在场的不少人都见过。而此时几个人在孟杰面前停下，统一90度弯腰。因为并州在帝都的人不多，所以目前就我们几个来祝孟杰小姐生日快乐。吃瓜群众，什么东西？什么叫并州在帝都的人不多？如果多了，那今天都会来了。仅仅是这几个就足够让人惊讶，如果全来了，我的天，那是什么场面啊！给孟小姐准备了点小礼物。说完，至少20多个人从外面走进来，个个西装革履，全部都面无表情，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个盒子，盒子中的东西让不少人都纷纷侧目。诸位千金小姐更是惊呼。周末微微一笑，一点小心意，孟小姐别嫌弃。孟杰看过去，一眼都望不到头，听着的人差点吐血。小心意，盒子中的东西自然贵重，随便一件拿出来都上亿，这他妈妥妥的来给孟杰撑场子的呀！卧槽！张青岩整个人都傻住了。卧槽，里面东西他都不认识，价值连城。这么一对比，郑冉一是个什么东西？想着，他看了一眼郑冉一，果然已经呆住了，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张青言舒出一口气，真是莫名的爽。郑冉一就跟个跳梁小丑一样，还带着这么多人过来看梦洁的笑话，没想到小丑是自己。梦洁眉心一跳，无语凝噎，摆了摆手，立马有人上来接过那些人手中的东西。周末好听的嗓音响起，不知道现在可还有我们的座位？唐千亿附和，路上有些堵车，来迟了。云以凡笑的张扬，应该有我们的位子吧，不然坐地上。众人又是一番震惊，尽管坐地上也要给梦洁过生日。我丢，梦洁什么身份啊？她不是村里来的吗？哪个村里来的认识这么多厉害的人？本以为梦洁回来是沾郑家的光，现在看看，明显就是郑家捡到了梦洁这么一个宝贝。那几个人在国际上地位都是举足轻重的。梦洁嘴角抽搐了下，他们几个人一唱一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梦洁看了周末一眼，自己找地方坐。周末笑容得体，挑不出什么毛病。好的，众人。于是几个人就在萧母旁边的那一桌挤了挤。一个年轻的女孩差点幸福的昏厥过去，云皇气场太强大了，呜呜。旁边的唐千亿也好帅。周末就坐在萧母旁边，萧母听力没问题。就在刚刚，他听到了周末是盛天的负责人。想想前段时间萧家所有生意不景气，几乎所有人都落井下石，突然有一天以盛天为首的企业出现，毫不避讳的扶持萧家，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萧家似乎跟盛天扯不上关系，现在人就在自己身边，他当然得问问。萧母问的委婉，先生是盛天的。此刻的周末并没有刚刚站着的盛气凌人，而是和煦如风。面对萧母，他也没有什么架子。我是盛天的决策人。萧母犹豫再三，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周末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漫不经心的随口提起，孟小姐是我老板。季归晚不可置信的看过去，老板掌管盛天，地位在周末之上。萧母接话，那前些日子盛天跟我们的合作，周末大方承认是孟小姐授意。萧母内心惊了一下，想到这里他越发感动了。萧子舒在一边听了全部，手无意识转动桌面上的水杯，脸色晦暗不明，不知道在想什么。季归晚默默地喝了口水压压惊，他第一眼看见周末就知道此人身份不简单，没想到果真如此。他的女儿到底是什么人？他对梦洁的关心太少了。郑冉一已经傻得说不出话来了。张青言少有的讥讽，现在的场面都是你自己造成的。你……郑冉一脸色不太好看。郑云斌嗑着瓜子，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在场的人表情各异。并州这几个人出现后，几乎吸引了场上不少人过去，成了今天的热门。不少求他们办事的，他们的说辞都格外统一。我们听孟小姐的。卧槽，简直了！郑云斌内心那叫个汹涌澎湃，暗搓搓的走到自家姐姐身边。可以呀，姐，深藏不露啊！完全把那边的人的脸摁在地上摩擦。特别是郑冉一的。季晨宇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可以啊，小杰真让我另眼相看。哼，装神弄鬼。几个人回头就见郑冉一扶着季老太太，老太太满脸不屑。第78章，他是私生子。闻言，季晨宇下意识地看了眼周末他们，如他所想，几个人脸色便都没有变，不管坐在哪里，视线统一落在了季老太太身上。不是惧怕，是轻蔑的打量。如此不可一世，不给好守苍颜的季老太太面子，却对上为年轻萧母和颜悦色。果然梦洁像谁，他们就像谁。他能看出来的，老太太自然能看出来，于是他的脸色就更不好看了。郑冉一拍了拍老太太的后背，轻声说：“姥姥切勿动气。”季老太太看了梦洁一眼，也真不会在今天这样的场合，在外人眼底给自家人难堪。服务生有条不紊的上菜，因为今天在场的大人物不少，他们不能出一点差错。有身份地位的人，周身萦绕着的气息都是骇人的，让人不由自主的屏住呼吸。梦洁跟周末他们坐在一起，周末侧头过去：“我今天做的可以吗？”唐千一看过去，周末俨然一副求夸奖的表情。看看梦洁的脸色，他这不是上赶着求骂吗？梦洁往嘴里送菜，玩世不恭，精致的面庞没什么表情。托你们的福，我成众矢之的了，就差发公告出去，他是并州梦洁了。周末用公筷给梦洁夹菜，只是看你在这里太憋屈，要是曾经，没人敢放肆。周末停了筷子，问：“你不开心吗？今天你生日。”梦洁往嘴里送菜的动作停下，她收了筷子，菜掉在餐盘上，她一本正经的扭头对上周末认真的询问，嗓音低沉，一脸冷寂：“没有啊，老子很开心，你看不出来吗？”周末，唐千一跟曾一燕对视一眼，恨铁不成钢的摇摇头。安静了一会儿，周末道：“严明可能在路上了，来送礼。”梦洁染了一丝戾气，让他滚，别让他进酒店的门。周末给暗处的手下使了个眼色，暗处立马有人动了，很快捕捉不到。另外一桌，一个喜欢郑冉一的人吃饭的时候见缝插针，虽说多个朋友多条路，
可我只看到了孟杰如今的成就是朋友堆出来的，背后有这么一群朋友，是个废物也能被扶持起来吧？郑冉一不由得抬头，这时候能支持自己的人可不多。郑西婷波澜不惊地驳了回去，此话差异，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一位老人刚收回视线，跟身边的好友交流，孟杰这么小的年龄，竟然能跟并州的那些人认识，真不可思议。听到这边两位老人在说，郑西婷不动声色地把注意放在这边。说起并州，今天到场的好像都是压清宫长老孟杰一脉。说到这儿，不管是说的还是听的，都停了一下。孟杰，长者就近拍了下郑西婷，你妹妹叫什么来着？孟杰。郑西婷如实告知。一个恐怖的想法油然而生，或者现在在那里坐着的就是孟杰呢？郑西婷说，我妹妹自小在乡下长大，没有那个只手遮天的能力。您刚刚说长老一脉，意思是说还有另外一脉？是啊，压清宫目前掌权人是陆茶白，出席一些明面上的活动也是他跟手下势力。而孟杰一脉就是今日所见周末等人，那些都是陪孟杰白手起家，举步维艰的走到今天的功臣心腹。压清宫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有孟杰。两股势力不会内部不和吗？郑西婷认真询问。这你就不懂了，压清宫对外称是陆茶白掌权，其实更多实权握在孟杰手里，陆茶白的手下势力可以被孟杰调动，而孟杰手下势力只听孟杰的。所以陆茶白有贼心没贼胆，明里暗里也会挣扎，不过都被孟杰打回去了。说真的，如果有一天压清宫真的出事，孟杰也不能袖手旁观。就目前来看，有长老一脉坐镇，也没人闹事。郑西婷听完，大脑中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静。老人喝了口酒，不过有人传孟杰已经死了。郑西婷拧眉，死了？不知道是真是假。长者好友白了他一眼，那么厉害的人，正值盛年，怎么可能死？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事谁又能说得清？整一层嘈杂难耐，孟杰正准备起身出去透透气，然后就看见尉迟信步走了进来。他转头看周末，不是让你拦着？周末无辜说，严明确实是拦在外面了。孟杰脸色晦暗不明的夸他，棒极了。尉迟不管看哪里都是优秀的存在，这么一出现，自然是惹人注目。那是谁家少爷？去查，我要联系方式。好帅啊！距离郑冉一跟尉迟见面已经过去很久，本来已经快淡出郑冉一记忆的尉迟突然出现，记忆犹新的画面重新出现在脑海里。不管第多少次看见这么优秀的男人，郑冉一的心还是一如既往的跳得快。他无意识抚上胸口，眼睁睁地看着尉迟走向孟杰。他紧紧地抓着衣服，眼里是控制不住的嫉妒。一个村姑怎么能那么讨喜？长辈对他另眼相看，优越的异性全往他那里钻。眼见尉迟越走越近，孟杰头疼地揉着眉心。尉迟亲自递过去一个盒子，一双眼睛只能看得见孟杰一人。礼物，谢谢。尉迟脸上有了笑意，客气。在尉迟路过孟杰的时候，他闻到了他身上不太明显的血腥味，其中融了点消毒水的味道。只一个眼神，周末就知道孟杰所想，立马安排下面的人去查。随着尉迟落座，一些千金丧气的不甘说，怎么又是孟杰？宴会结束，给我孟杰的联系方式。我看上那边的一个小哥哥，因为站着大唐的情况他一目了然，包括郑冉一那恨不得让他死的表情，无比狂怒。季老太太安抚他，看上哪个了？告诉姥姥，姥姥帮你。郑冉一明言，尉迟。季老太太知道他想都没想的拒绝，他不行。郑冉一投去疑惑的目光，为什么？季老太太声音不算低，以至于孟杰都听到了。他是私生子。第79章，我真觉得孟杰死得冤。一些对尉迟有心思的千金硬生生刹住了车。这私生子啊，难得见这么优秀的人，真是可惜了，竟然是个私生子。一时间不少人都闭上了嘴。季老太太就像是没注意到周边人的反应，继续跟郑冉一说，那样的人配不上你，上不了台面。周末一行人脸色一变，他们了解孟杰，他不是一个能忍气吞声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此刻跟尉迟并排而坐，一动不动。暴风雨前的平静。郑冉一不解，尽管是一个私生子，从并州出来，身价也不低吧？姥姥怎么这么看不起他？季老太太知道下面的话大声说不妥，降低音量跟郑冉一提醒，并州除了压清宫，另外一家势均力敌的就是尉家。知道尉迟为什么会在帝都吗？郑冉一不知道，因为他是被尉家赶出来的，一个被名门赶出来的私生子，根本无法在并州立足，所以才换了个地方生活。你离这种人远点，私生子能有什么光明前途？郑冉一心中盘算着，尉迟因为私生子这个身份想做事，肯定多方受阻。如果他雪中送炭，那他是不是就会钟情于自己？看着孟杰也有这个心思，他得抢先在孟杰前面得到尉迟的心。
日后万一因为自己的辅佐，尉迟掌控御家，那自己不就是名门的少奶奶？想想就开心。他面上顺从的应了下来，暗地里却想着怎么自己该怎么变得更强。看戏的艺人问旁边那人，知道为什么郑家能成为帝都第一大家，而季家不行吗？因为郑家掌权人理智向善，季家掌权人目光短浅。因为季老太太的缘故，生日宴没开始多久就草草结束，行业大佬们都坐车离开。孟杰送萧母上车，临近上车，萧母回头嗫嚅了下，郑重其事的道谢，谢谢，只丢下这一句便上了车。萧子书亲自递过去了个盒子，生日快乐。孟杰收下。晚上发生的事情多，他心情算不上好。第二天一早刚醒过来，周末就派人送来了消息，昨天半夜发生的事。季家损失惨重，对外传的是港口仓库无端失火，但现场明显是被炸过的。他没动手，动手的就只能是尉迟。他放下平板起身洗漱，洗漱过后他要去港口一趟，看看有没有被炸漏的，他过去补一弹。昨晚上周末已经现身，最近一段时间他跟着不太合适，于是老太太的保镖就派上了用场。车稳稳地停在港口，他刚下车，扑面来的就是暖风掺杂难闻的烧焦味。在场的有不少人，没人注意到这边。他回头，在这里等我，不用跟着。是。孟杰掏出手帕捂住口鼻往前走，视线之余扫过一片狼藉，地面漆黑，木炭混着水。他走着走着，发现他一动，暗处也有人动，牵一发儿动全身。他转身进了一个库房，才刚进去，猛地被人推到墙壁上，用棍子压着他。他面色不改，没动。暗处的人现身，几个身形干练的手下训练有素的分开站。他被压在墙壁上，看不到身后什么情况，不过听脚步声能猜出个大概。一个娇小的身影从门口走进来，娃娃脸上表情嫌弃。他走到孟杰面前，命令手下把他翻过来。孟杰表情一瞬间而变，害怕的不敢直视。陆茶白原本捂着口鼻的手握着帕子垂在身侧，狐疑的上下审视孟杰。是个废物。孟杰白皙的脸被蹭上了黑灰，格外狼狈，怎么也不看陆茶白。陆茶白亲自走过来，用力的擒孟杰的下巴，逼迫他直视自己。四目对上那一刻，陆茶白就知道这不是孟杰。他撒了手，周末唐千义他们就是为了这么一个废物来了帝都。手下用力，这个力度平常人早就不能忍。当然孟杰也相当配合，惨叫出声，尖锐的嗓音刺的陆茶白面露狠色，真想在这里把他结果了。孟杰想着见人应该怎么见的时候，脑海里一刹那就出现了郑冉一的模样，一举一动放慢了似的，让他看得清清楚楚。紧接着孟杰歇斯底里的反抗，你们到底是谁敢这么对我？知不知道我是谁家女儿？郑家。知不知道我奶奶爸爸妈妈哥哥是谁？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们一定逃不掉。陆茶白掏了掏耳朵，上去就是一脚，乱叫什么？再说话我把你嘴缝了。孟杰的白色上衣中间赫然出现了个不大的脚印。看着孟杰真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废柴，陆茶白也不至于在这里浪费时间，把他放了吧。陆茶白刚转身，只见从外面横着飞进来一个手下，他连忙躲开，手下摔在地上，还往后贴面摩擦了好几米。陆茶白往后退，手下赶紧挡在他的前面，警惕地掏出枪对着外面，精神紧绷。尉迟一身黑衣，一身煞气，他直接举起枪干到挡在前面的两个手下，立马给了陆茶白一枪。陆茶白闷哼一声，澄澈的大眼睛干净纯粹，此刻瞪着尉迟。几个手下被干脆的撂倒，包括抓着孟杰的那两个。他走过去，孟杰扑进他的怀里，开始哽咽抽泣。你终于来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群人进来就对我一顿折磨，都是受那个坏女人的指示，别放过她。埋在尉迟怀里的孟杰还抬手指了指陆茶白，严明眼角抽搐了下，孟小姐怎么这么母了？陆茶白捂着手臂，鲜红的血液不断渗出，霎时间整条手臂都红了。尉迟目光逐渐冷了下来，一手搂着孟杰安抚状，抬起另一只手还想着再补一枪。孟杰连忙摁住，慌乱之下挑衅地看了一眼陆茶白，模仿郑冉一模仿的淋漓尽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用了，他也不是故意的，别为了我伤人。听着他这么说的陆茶白白眼都快翻上天了。子弹穿过陆茶白的手臂，带出一些血肉，要是正常人早疼的受不了了。可陆茶白对着尉迟突然笑了出来，看来你也没有多深情，孟杰死后你的眼光就恶心成这样了，这东西你也能看得上？我真觉得孟杰死得冤。第80章，这东西你哪里来的？尉迟没有说话，就那么冷冷地注视着他。说完，陆茶白自觉无趣，还以为那个老太婆遮遮掩掩，帝都有什么东西呢，没想到来了就是这么个货色，同名同姓而已，很巧。孟杰两手叉腰，跟个骂街泼妇一样。你什么意思？你说的那个孟杰是谁？跟我同名同姓是他的荣幸，死就死了，你觉得
我不配跟尉迟站在一起。严明，好家伙，狠起来连自己都骂。陆茶白觉得真匪夷所思，他都多久没见过这么没脑子的人了。他没说话，眸底冷若冰霜，被手下扶着离开。路过孟杰他们的时候，孟杰深知贱人精髓，抬腿就是一脚。这事儿不能这么玩，你个小贱人之前那么对我，不能这么算了。反应很快的手下尽管再快，陆茶白还是已经摔到了地上，伤口被压倒，他闷哼出声，看来还是知道疼的。陆茶白的人立马拔枪，同样严明也是，双方一下对峙起来。孟杰立马躲进了尉迟的怀里，娇娇嫩嫩的说：“你看他吗？”陆茶白站起来，忍气吞声，不跟傻逼计较的脸，回头一笑，格外单纯。孟小姐回头上街多带2个人，我怕哪天你家里人就找不到你了。孟杰配合的又往尉迟怀里蹭了蹭，手下动作幅度不敢太大，扶着陆茶白往外走。手下问：“就这样？这口气就这么咽了？”陆茶白抬眸：“当然不。”盯着他，我怀疑是装的。前些天我记得孟杰抓了个人，是先前孟一的经纪人还是谁？好像是，这个没查到。我记得郑家那个养女是叫郑冉一，是跟孟杰不少作对。陆茶白眸光一闪，想办法让他跟郑冉一见面，想知道孟杰是否活着的，绝对不只有我一个。这是要借刀杀人了。如果真是孟杰，那就杀了吧。一山不容二虎，孟杰在的时候，他被压迫的不成人样，他好不容易死了。这些年，他也很快速度的掌权。如果孟杰真的没死，恐怕他好不容易拿到的权利就又会还回去。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陆茶白他们走后，看不见的地方清晰可见的多了一个人。孟杰头也没抬，用手帕擦着脸，再补2枪，别让他好得那么轻松。孟杰说过话之后，刚刚还在的人不见了，他看不见，所以擦了半天还是很脏。尉迟从他手里拿过手帕给他擦脸，边擦边说：“他过来干什么了？昨天阵仗太大了，引起陆茶白的注意了，想过来试探我，情有可原。他才刚过来没多久，身份倒报了个七七八八，他有预感不会再安稳多久。这时候距离开学还有1个月。”孟杰刚回家，就见郑冉一鬼鬼祟祟的回自己房间，手里提着一大包东西，没走电梯。上楼梯的时候没注意，从里面掉出来一张照片，郑冉一并未察觉，一心想着赶紧回房间。孟杰不急不慢地走过去，俯身捡了起来，在看清楚上面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瞳孔紧缩，手指骤然一紧。郑冉一上去之后已经满头大汗，他喘着粗气，打开房门把东西弄进去，转身想要关门，可孟杰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他做贼心虚，下意识的就想把门关上。他推着门，孟杰一手拍在门上，表情很厉。大白天的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郑冉一用力，可于事无补，没好气的骂道：“关你屁事！孟杰，你有病吧？我回我房间你也要管？”孟杰左手拿着照片，死死瞪着郑冉一：“这东西你哪里来的？”郑冉一看过去，发现照片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出来一张，他心下一慌，计划不能还没开始就结束，慌乱之下就更不发一言的急着关门。这时候还不忘把包裹往里面踹了一脚。郑冉一终究没有孟杰力气大，一下连人带门都被孟杰扇里面了。孟杰走进来，没管坐在地上的他，一眼看到地上的包裹，他俯身就要去拿。被撞得满眼金星的郑冉一心咯噔一下，这东西他绝对不能拿到。他慌不择路的在不远处的桌子上拿了一把美工刀，本以为孟杰会躲，趁着他躲开的时间自己赶紧拿回来就行了。可没想到的是，他躲都没躲，美工刀直接划过他的手背，血一下渗出，只眨眼的功夫手就已经满满的都是血了。血顺着手腕滴在地面上，郑冉一傻了，结结巴巴的：“你怎么不躲开？”他手抖得连美工刀都拿不稳，一下掉在地上。他靠着墙呼吸急促。孟杰就像个感觉不到疼痛的机器人一样，眼里只能看见那个包裹，看来拦是拦不住了。他把包裹拿起来，徒手拆开，里面都是照片。随着孟杰拆开一道，洋洋洒洒的照片如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一般尽数掉在地上。郑冉一紧张的咽了口水，如此压抑的场面他有些害怕。如果真跟那个人说的一样，这照片上面的女人是孟杰姐姐，他会不会给自己2耳光？孟杰蹲了下去，用全是血的手去拿照片看。照片上的女人什么都没穿，几百张照片尽是如此，女人一样，可男人一张一个。郑冉一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都惊呆了，怎么会有那么不知廉耻的女人？听说还是孟杰的姐姐，那孟杰也不是个好人了。毕竟身边周末、唐千亿还有尉迟都是男人，孟杰从小就跟着这种人活，能好到哪里去？孟杰眼睛逐渐赤红，地上的除了照片还有一个录音笔，除此之外还有合同、U盘，里面是什么东西孟杰不用看都知道。王妈听到动静上来：“哎呀，这是怎么了？大小姐，你在冉一的房间做什么？你是郑家的大小姐没错，可你也不能仗着身份如此无理放肆吧？”郑冉一看过去，
门口还站着季老太太，她赶忙装出害怕的样子，不敢说一句话。现在只希望梦洁赶紧发疯，这样老太太看她就会更讨厌了，被赶出季家指日可待。第81章，我问你呢，没听见？梦洁置若罔闻，扔了照片，抬手掐着郑冉一的脖子，手缓缓抬起，郑冉一被迫踮起了脚尖。季老太太没想到自己都站在这里了，梦洁还是这样，如此目中无人，不尊重长辈，这样的人不能在家里留着，不然迟早会出大事。老太太厉声呵斥，没长眼的东西，赶紧上去把这个疯子拉开啊！冉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两个还在看着的女佣此时如梦初醒，赶紧上去拉梦洁，口中不停地说着，大小姐，大小姐你清醒一点啊，大小姐，有什么话好好说话，干什么要动手呀？黑心的王妈还趁机掐了一把梦洁，报之前的仇。楼上声音太大，惊到了刚回来的季归晚，他鞋也没来得及换，马不停蹄地上了楼，就看见几个人撕扯在一团。你们干什么呢？好歹是郑家的主母，说话的分量还是有的。这么一喊，几个女佣赶忙撒了手退得远远的，这么一退就把梦洁掐郑冉一给显出来了。季归晚一下子目瞪口呆的，小杰。梦洁依旧没有反应，只是松了松手，让郑冉一能说出话来。我问你呢，没听见？郑冉一求救似的看向季归晚，一时分不清状况的季归晚并没有上前。梦洁不会平白无故的发脾气。梦洁的手用力，青筋暴起的同时，血就渗出来的更多了。她就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似的，一心扑在郑冉一身上，就好像今天她说不出个所以然，就不会放过她。郑冉一坑坑巴巴开口：“有人见了我，把这个东西给了我。”跟你说什么了？没说，只是把东西给我了。梦洁把他丢在地上，也没管门口站着的人，转身去收拾照片。期间他们什么都没看到。他抱着箱子撞开王妈往自己房间走，这状态让季归晚有些担心。都这时候了，王妈还想着在季老太太面前煽风点火，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留在家里，指不定哪天发起疯来会伤害到冉一小姐。哎，在她回来之前，家里可都是好好的，怎么现在成了这样呢？听着王妈的话，季老太太的脸沉了下去。季归晚则是直接制止王妈：“放肆！你也是家里的老人了，说话怎么还是如此不知分寸？我的女儿是你能背后嚼舌根的。”王妈惶恐不安地解释：“太太，我没有这个意思。”季归晚厉声厉色：“退下！”这一次，她是真的生气了。老太太面露狠色：“季归晚，谁教的你这么没规没矩？你吼什么？我看梦洁是真不能留了。”妈！季归晚有些匪夷所思，他从小都没有跟老太太起过冲突，可现在他为了梦洁跟老太太对着干，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管，您别管了。整个过程他看都没看地上的郑冉一。他走到梦洁的房间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再三斟酌语气：“小杰，方便让我进去吗？”里面没声音。正巧女佣也拿了医药箱上来，一言不发地递给了季归晚，就退下了。“小杰，你受伤了，妈妈先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好吗？”房间里面的梦洁听到了，睫毛颤动了下，下意识地看了眼血流不止的手背，原来除了姐姐，还有人关心她。季归晚询问了2、3遍都没声音，他想了想，还是推门走了进去。他在面前蹲了下来，梦洁还没说话，他倒说话不停：“进来之前我可是跟你打招呼了，只是你没出声，我也是担心你伤口才没经过允许进来。”说着说着，季归晚突然反应过来一个问题，拿酒精的动作一顿，豁达地说：“我是你妈，进你房间怎么了？蛮不讲理。”梦洁抱着密不透风的纸箱子，怎么也不撒手。季归晚劝说无用，也就任由他抱着了，就那么勉强的给他上药包扎。不说话又觉得太尴尬，季归晚随便找了个话题：“你二哥快要回来了，等他回来，宠你的就又多一个了。这些年我们没有在你身边，孩子你吃苦了，我们是你的家人，有什么事可以跟我们说。”梦洁抬头猛猛地重复了一遍：“家人。”季归晚给他绑着绷带：“家人就是不管发生什么都会跟你站在一起的人，有危险保护你的人。”他语重心长地说：“所以啊，小杰，你还是个孩子，解决不了的可以跟爸爸妈妈说。”梦洁，我20岁了。季归晚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越看他越可爱，在爸爸妈妈这里，你永远都是小孩子。随着最后一个字落下，季归晚也在他手上系了一个很完美的蝴蝶结。怎么看怎么娘们儿。季归晚收好东西，行了，你继续发呆吧，妈妈下去给你做饭了。季归晚走之前还拍了拍自己女儿的小脑袋，没等梦洁跳起来打他，他就跑了。季归晚从梦洁房间里出来，就钻进厨房跟厨师研究菜谱了。梦洁抱着箱子的手紧了紧，目光久久不曾从蝴蝶结上挪开。吃完饭的时候，难得所有人都在，气氛有些诡异。郑云彬好奇地看向梦洁：“姐，你手怎么了？还能有人把它伤了呢？”梦洁没说话，往嘴里丢着花生。季归晚放下筷子：“冉一，给个解释。”
突然被叫到的郑冉一慌了一下，筷子不小心掉在地上，王妈赶紧帮她捡起来，我给小姐换一双。面对郑希婷跟郑云彬还有郑恒洲投过来的疑惑，她强颜欢笑，从餐桌前站了起来，是我的错，梦洁想抢我东西，我情急之下不小心划伤了她。郑云彬不满，再怎么样你也不能用刀划人啊。郑希婷风轻云淡的跟了一句，小杰做事不会如此无礼。这时认定是郑冉一的错了。听着听着，郑冉一鼻子酸酸的，喉咙哽得有些疼，他们才是一家人，他就是个外人，他们在为了梦洁质问自己。1秒钟时间他就已经泪流满面，他不想在郑家待下去了。季老太太把筷子拍在桌面上，够了，不能好好吃饭，你们什么态度？梦洁是亲生的，那冉一就能随意丢弃了？这么些年谁陪在你们身边的？是冉一。我生病了，是谁衣不解带的陪在我身侧照顾我一晚上？是冉一。现在只为了这么一件小事，你们就对冉一咄咄逼人，我这么一个外人都看不下去了。既然是外人，如此插手我们家的事不妥吧？如此嚣张不留情面的话，只有梦洁说得出来。你们看看，这么一对比，谁更像你们的女儿，还看不出来吗？我严重怀疑当初 DNA 报告有人作假，郑家跟季家纯良的血统怎么能生出来如此嚣张不讲理的后代？给我再验一次。梦洁以前在并州有多意气风发，在帝都就有多不如意。在帝都待1天，她就能短命10年。第82章，全家被抓。妈，你别无理取闹了，这件事本来就是冉一做错了，道个歉，什么事都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对冉一也是掏心掏肺，我敢说问心无愧。我算是听出来了，就算梦洁把天捅破了，你们都宠着是吧？季老太太就见了鬼了，我女儿受了这么多年的苦，现在好不容易能享福了，我为什么不宠着？你们这样的溺爱会毁了她。郑恒洲握住季归婉的手，安抚妻子，随即抬头看老太太，妈，再怎么样也是我们的家事，我们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是谁的错就找谁的责任，您太过激了。他们每说一句，郑冉一的脸就白1寸。郑冉一的脸色也说不上好看，如果今天自己不道歉，恐怕这件事没完。他轻声拍了拍老太太，姥姥，可以了，您能帮我说话我已经很高兴了，不过这件事确实是我做的不对，所以我郑重其事的跟梦洁道歉。他深深的鞠了一躬，对不起。再一次直起身子，他委屈的不行。自从我知道我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我事事小心谨慎，我认真对待每一个人，我也想家里的每个人都好好的。不过现在我已经没有立场继续在这个家里待了。很感谢爸爸妈妈在知道我不是亲生女儿的时候没有把我赶出家门，而是继续对我好。人应该知道感恩，因为我在，所以家里矛盾不断。为了报答养育之恩，我从今天就搬出去。梦洁把他看得透透的，郑冉一以退为进，想草草把这件事了结了。他怎么能遂了他的愿呢？于是梦洁下巴一抬，郑小姐一个弱女子收拾起来肯定费劲。郑冉一不明所以，梦洁抬了抬手，没听到，赶紧帮郑小姐收拾东西。听梦洁的吩咐，郑老太太先前安排在她身边的保镖起了作用，直接闯进郑冉一的房间，训练有素的打开几个偌大的箱子，一窝蜂的给她装。仅仅过去1分钟，5个箱子就摆在了大厅。郑冉一都傻了，就算保镖时时刻刻守在外面，那行李箱怎么来的？梦洁格外贴心，知道你一个人拿不了，我把保镖借你。郑云彬喝了口水，觉得他姐做的有点过了。对，没错，梦洁就是在激郑冉一，他狠一点，郑冉一的恨就多一点，这样郑冉一才能丧心病狂地实行他的计划。他让周末去查，根本查不到，对方很谨慎，并州的势力并没有沾染帝都，所以这是劣势，查不到就只能引出来。季老太太看不透梦洁，只觉得她欺人太甚，看着郑冉一哭得梨花带雨，她更是心疼不已。她冷哼一声，行，你们不要冉一，我要。走，冉一跟我回去。梦洁就静静地看他眼，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郑冉一离了钱根本活不下去，所以现在跟着季老太太离开是他唯一的选择。郑冉一还挺有骨气，从箱子里找出来自己的银行卡，放在桌面上，我没理由再花你们的钱。说完，他就扶着季老太太离开了。保镖拎起箱子跟了出去。郑冉一离开，梦洁玩世不恭、漫不经心的表情消失不见，阴狠浮在脸上。桌下的手无意识紧攥成拳，还没完全愈合的伤口传来一阵一阵的疼。没有动静的过去了3天。就在1天凌晨，时间刚过12点，铺天盖地的新闻席卷网络。孟一燕门照，卧槽，这谁爆出来的？10年前已经被爆出来一次了，听说人都死了，不管生前有多肮脏，人都没了，不至于死者都不放过吧？哎，孟一好歹曾经也是个影后，娱乐圈的天花板，现在想想还是可惜。演戏好，人品不好有什么用？为了钱，什么没有下限的合同都签，这样的人良知都没有，用身体换出来的锦绣前途有什么可赞赏的？
网上说什么的都有，评论两极分化。周末给梦洁打了电话，这一次的梦洁没有小时候的声嘶力竭，也没有绝望的歇斯底里，她只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声音格外孤寂，别压了。电话那头的周末一时间没了动作，连呼吸都慢下来了。梦洁说：“我出面澄清，一直压着，总有心怀不轨的人出来作妖。”梦一死的时候，梦洁12岁，梦一用身体换的钱，换的前途，都是为了他。这边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处理，周末又是一个电话，郑家所有人都被抓了。梦洁一下站起来，他们不是那么没有脑子的人，怎么可能会那么轻而易举的被抓？周末沉吟了下，我们从窃听的记录中听到，是因为对方说你被抓了，他们只身一人过去，你才有的救，所以郑家人就那么坚信不疑的过去了，然后被一网打尽。梦洁把手机砸了，郑冉一没有直接对梦洁下手，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季归晚他们。不是梦洁同宝贝一样吗？那梦洁如果出事了，他们还能安安稳稳的坐着吗？当然不能。郑家二少爷郑如斯下了车，身旁跟着自己的好友，二人有说有笑的进了郑家宅子。郑如斯，我真羡慕你，伯父伯母他们见了你一定很开心，不过会不会不在家呀？郑如斯背着背包拨了拨自己的刘海，我刚下飞机就给他们打电话了，算算时间，他们应该都在家。他脚步轻快地进了主楼，郑如斯背着大包小包，满怀期待地推开了家门，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容，艾瑞巴蒂，我回来了。偌大的客厅空无一人，女佣都不见一个，整个郑家好像突然空了。凉风习习吹的人有点心冷。郑如斯不可思议地进去，不能吧？是不是为了给我惊喜啊？想着，他大声说：“我回来了，你们可以出来了。”鸦雀无声。他把背包扔地上，一屁股坐下，望着空无一人的客厅，有些呆滞。咋回事啊？人呢都？第83章，重新认识下，我是并州梦洁。好友提议，不然你打个电话。郑如斯挨个打了电话，郑恒洲不接，季归晚不接，郑冉一不接，郑希婷不接，郑云彬不接。郑如斯表情呆滞，看着黑屏的手机，迷茫死了。他们有什么要紧事吗？他回来难道不是他们的要紧事吗？一个穿得人模狗样的男人一边磨刀一边问：“郑家人全都抓住了？”是啊，没想到竟然这么容易，还以为大家族的人有个脑子呢。别放松警惕，成败就在今晚。徐飞已经被抓，如果一会儿那个郑家的千金真到了，确定是梦洁，就联系陆茶白，我们不用动手。徐飞就是在市长夫人生日宴上闹事的那个贵妇。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们也是看着梦洁死的，尸体都被谨慎一点，吃不了多大亏。走吧，我去看看郑家人。一家4口都被绑在一个仓库，嘴上贴着黑胶布，手跟脚绑在一起，4个人围在一边，听到有动静，纷纷抬头。这里应该是一栋废旧仓库。王莹抬了抬下巴，同行的男人走向郑家4个人，随便挑了个人，把他嘴上封条撕了。郑云彬行动不便，开口就骂：“就是你个王八蛋，绑了我姐！我警告你，把人给老子放了，不然我出去后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王莹好笑的随便搬了个凳子坐了下来，翘起2郎腿：“这么说就不怕我不让你出去？”郑云彬吐了口唾沫：“他奶奶个锤子的！”王莹故意气他：“实话跟你说吧，我没抓你姐，不过我告诉他你们被抓了，马上这里被绑着的就是5个人了。”郑云彬只觉得他卑鄙：“你真无耻！”是呢，郑三少爷说的没错，说的我都想让你脸上挂点彩了。命令一出，同行的人立马给了郑云彬一拳头，狠狠的一拳。可郑云彬是一点声音也没出，季归晚都担心坏了，赶紧发出呜呜呜的声音。郑云彬吐了口血：“我没事。”他转而朝王莹看去，有种今天在这儿你就打死我。王莹抹撒椅子的手一顿：“你以为我不敢？”呵。郑云彬看不上他，疯狂把王莹的权威磨在地上摩擦：“我就喜欢你这骨头硬的，打起来爽！”哈哈哈哈！给我打！一声令下，郑云彬被拖到一边，几个人开始对他拳打脚踢。郑希婷一个用尽全力一扑，整个人把郑云彬护在身下，任由他们的人动手，口腔内已然是一片血腥。郑云彬想把他弄开，可是不行，哥，你让开！你是不是傻？我没空看你们2个兄弟情深的戏码。王莹说话后，几个人停了动作。王莹仔细打量他们2个，觉得伤已经可以了，便命令手下人把他们拖回去。有些闲得无聊的扣了扣耳朵：“梦洁还没来，你说你们护在手心的这个会不会亲自来救你们？”没人说话。王莹不悦：“都说话呀，还想挨打？”同行的人看不下去了，不由得出声提醒，他们嘴都被封着。“哦，那撕了吧，陪我聊聊天，不然多无聊。”郑恒洲不怒自威，放过他们。那多没意思，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我也是为了你们家庭和睦啊。如果梦洁今天来了，你们不得感激涕零。
觉得自己没看错人。季归晚一双美目冰冷，尽管小杰不来，我们之间也不会出现嫌隙。况且郑家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们不见，你们下场会很惨。王莹不以为然，那就等等呗。对了，现在知道你们被绑的只有梦洁一个，我已经堵了郑家跟季家的消息通道，梦洁也没办法联系到他们。所以梦洁束手无策之下的选择到底是什么？你卑鄙无耻！果然有素养的人都说不出什么狠话，我听着真无趣。8点了，半个小时，如果梦洁不来，我就只能把各位不是那么完善的送回去了。王莹的状态完全没把郑家当回事。不惧郑家的只有2种情况，不是帝都人，身后背景不亚于郑家，这可不是个好消息。老大，外面好像来了个人。郑家4人齐齐抬头，心中无疑不再祈祷，来的千万别是梦洁，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千金小姐能有什么用？别把自己栽在这里。王莹大笑，有趣了。她拍了拍自己的裤子，走了出去。听到动静，众人从仓库涌出，王莹早有防备，避免计划出岔子，所以几乎自己的人都在这里了。200-300人站在空旷的场地，因为这里已经废旧很久，所以没有灯光，只有一排废旧大楼。而那一排废旧大楼面前站着一个人。郑家4个人被带出来，在看到梦洁只身一人站在那里的时候，都震惊地睁大眼睛。这傻子怎么一个人就来了？郑家季家人不能找，好歹找一下并州的那些人啊！王莹站在人群中，聪明的没去当那个出头鸟，就算有变数子弹也打不中自己。这里很黑，并且他们离自己的距离很远，如果是原来的身体，他能清晰的看到郑家人的脸，可他现在不行，他只能从他们略有踉跄的步伐中看出来他们被打了。王莹摩挲着腰间的枪，哟呵，郑家大小姐一个人来的，挺有胆量啊。梦洁没回他的话，而是反问，你打他们了？是啊，已经很久没动过手了，我还没打过财阀呢，细皮嫩肉的，就是手感好，线下郑小姐也不爱送人头。你堵了我的渠道，郑家跟季家人都联系不到，我不得一个人过来。郑家人心沉了下去，所以来的真的只有梦洁一个。既然猜到了我是逼你过来，你也真够老实。梦洁一手轻松背在身后，勾起的弧度斜4，嗓音优美有磁性，所以重新认识下，我是并州梦洁。狂佞，邪气，这一句话就好像是个信号，最后一个字落下的同时，是震耳发聩的螺旋桨的声音。自梦洁身后的一排大楼之下，几十台直升飞机倾巢而动，轰鸣而起，尘土卷得飞扬，众人眼睛都睁不开。第84章，你是不是贱啊？几十台直升飞机的声音不是说的，震得王莹有些耳鸣。在如此强劲的夜风中，梦洁的身姿岿然不动，王者姿态。几十台直升飞机把本就漆黑的天遮得如同蒙了一张不小的幕布，盘旋在他们的正上空。郑家人看得都傻了。郑云彬瞠目结舌，卧槽，我姐可真是个神仙啊，能在帝都这样的地方调来这么多飞机。他刚刚好像没听太清楚，梦洁说他是并州什么来着？等结束了问一问。王莹抬头看了眼，朝着梦洁大声吼道，你还真是天真，就凭几架飞机就想吓唬我？你以为我是被吓大的？话音刚落，他的太阳穴上就多了个红点点。他呼吸一滞，极其小心地转动自己的头颅，顺着红色的光线看上去，依稀能看见飞机上有人架着狙击枪对着下面几百个人。这些人有瞬间击毙的能力，杀他们几百人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这样的场合太过震撼，入眼尽是红色光线，带着嗜杀。从远处看，梦洁的身影孤傲，是毁天灭地的杀戮。久违的恐惧从鞋底窜到头顶。梦洁有能力护郑家人安全无虞，王莹也不敢放狠话了，万一一张嘴自己就被爆头了怎么办？梦洁转动手指上的戒指，就问一句，我姐的事是不是你们从中作祟？王莹怎么可能那么傻，在这样的地方承认呢？他刚准备张嘴否认，梦洁又说，不说真话，我现在就在你身上崩几个窟窿。他背后一寒，承认是。梦洁转戒指的动作一顿，低沉道，杀了吧。离得太远，没人看清梦洁说了什么，不知道从哪里窜出几个人，直接扛起郑家人就跑了。速度快的王莹都没有反应过来要绑架郑家人为要挟，人就没了。把他们扛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距离后，郑云彬还想说话，直接被梦洁的人一个手刀干晕了。剩下3个还没来得及问，也晕过去了。郑家人被带离这里，那剩下的就是击毙。砰砰砰，震耳欲聋的枪响声后，几百人没有一个是站着的。林中鸟被惊飞，一切恢复安静，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唐千义双手插兜默默出现，等梦洁的安排，查一下有没有没死的，处理掉，把这里弄干净。是。这边的动静立刻传到了就在附近的陆茶白耳朵里。王莹那里这一次怕是守不住了。陆茶白这时候还颇有闲情逸致地煮着茶，我听到那边动静很大，
直升机的声音。手下毕恭毕敬，是押清宫的飞机都在这儿了。周末调的。是。闻言，陆茶白放下茶杯，茶水洒了出来，所以那人就是孟杰无疑了。押清宫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狙击高手，不管距离多远，狙击环境多恶劣，他们都能照样击杀。除了他能调，剩下的就是孟杰跟他的心腹周末。周末不会这么多管闲事，那就是在帮孟杰了。可是怎么可能呢？孟杰不是死了？砰！一声巨响，门被踹了个稀巴烂，摇摇欲坠。陆茶白的手下第一时间掏枪出来，对准门口。陆茶白抬头去看，排头站着2个手下，之后是周末。周末脸色平静得很，没有多余的话，做了个邀请的手势，请吧。手下担忧的阻拦，主人不能去。陆茶白淡然地抬了抬手，示意他闭嘴，之后起身格外坦然地跟着周末离开了这里。他不知道要去哪儿，他全程都没有往车外看，风景飞快向后倒退，速度很快。他心中不由得一阵冷笑，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杀他吗？最后，陆茶白被带到了一个高级会所，跟着周末进去的时候，孟杰正在跟人说话。那4个人问题不大，下手也没有多重，不过10分钟就会醒过来。曾一燕口气淡淡的，见孟杰没什么话吩咐了，曾一燕这才走出房间。出去的时候撞上了门口的陆茶白，他停都没停的离开了。孟杰平退左右，周末推着陆茶白进了包间。陆茶白身姿娇小，看着是挺无辜可怜，人畜无害。他开口就是原来真的是你。他就说第一眼见到孟杰就有一种直觉。孟杰没发声，陆茶白还要继续说，下一秒直接被周末踹向了膝盖，他笔直的跪了下来。膝盖碰地的声音听着就疼，可陆茶白脸色都没变一下的，也是个狠人。可以说在孟杰身边做事的都狠。陆茶白知道这是要算账了。你想干什么？孟杰突然笑了，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陆茶白，眼睛毫无波澜。什么叫我想干什么？是你想干什么？我的心思不用猜。都到了这个时候还这么说话，也算是个有骨气的。孟杰俯身，手狠狠地抓住他的下巴。陆茶白，你是不是贱啊？我不回来，你好好在并州蹦跶就好了。怎么这么久没见，想我了？巴不得我回来收拾你呢。他在的时候，陆茶白呼吸都谨慎，干什么都被束缚。他不在的时候，陆茶白轻轻松松唯我独尊。就这，他非得找他。他真看不明白。陆茶白被抓着下巴，疼得他有脱臼的错觉，说话都费力。我没有。你没有？我看你快想死我了。孟杰撒了手，陆茶白才敢大口喘气。外人面前风光无限的陆茶白，只有在孟杰面前如此狼狈。外人不知道，可被孟杰虐过的都知道。孟杰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狠厉程度不亚于尉迟。2个人两面性严重的很。陆茶白尊敬地问：您现在回并州吗？不回，所以把在帝都发生的事情给我处理的滴水不漏一点，别把我活着的消息告诉别人。如果有一个人知道了，你命不久矣。陆茶白脸色难看的不行，这是在威胁他，也是在给他任务，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个人知道，尽管不是从他这里传出去的，他都得把命交出去。第85章，有爸爸妈妈哥哥们呢。是。说完，陆茶白被手下带了出去。今晚的阵势这么大，在权势通天也难免会走漏风声。周末，不然再从并州调些人手来。不用，让陆茶白做，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还有什么脸在押清宫待着？押清宫不留废物。孟杰的马甲今天晚上已经在郑家人面前爆了，可他还是想让人隐瞒他活着的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孟杰就像是知道周末心中所想，他没有隐瞒，玉家人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注意力不会在我这儿。等尉迟真的想对玉家动手的时候，我希望我是那张王牌。原来又是为了尉迟。不一会儿，外面进来个手下 ，Lord， 郑家人醒了。孟杰起身对上周末，别跟了，我去看看。是。孟杰跟着手下到了一个包间外，那人帮他打开门。郑家人整整齐齐地坐了一排，看他来了，都统一站起来朝他走过来。姐，你受伤没有？你是不是蠢？一个女孩子家乱跑什么？你不会去报警？看见你一个人过来，可吓死我了。4个人各说各的，虽然嘈杂，可他心里一暖。季归晚一脸苦相，这孩子怎么不说话呢？看来真是吓傻了。郑恒洲抱着季归晚，好了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回家。季归晚握着孟杰的手，也好。周末开了车在外面等着，见人出来下车，开了车门。郑家几个人眼神流转，也没有戳破。周末车技好的不用说，将他们平安送到郑家后才驱车离开。几个人进去就看见大门敞开着，灯火通明的主楼门口放着一个行李箱。郑如斯双手撑着脸，眼皮一合一合的，听到声音不容易的睁开眼睛，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因为坐得太久，本就腿麻，加上起身的速度太快，
一下就朝他们跪下了。本往前走着的几个人顿住脚步。郑云彬，二哥，何必行此大礼？郑如斯撑着站起来，咬牙切齿的：“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哥？你们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我今天回来，整个家就被扫荡了似的，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他往前走，一个一个的瞪过去，最后脸停在孟杰面前。孟杰看他一眼，直接伸手把他那张脸扒拉开了。什么东西？这人怎么跟个傻子一样？把他扒拉开后，他扶着季归晚往里面走。郑如斯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跟着就上去，抬手指着孟杰：“你谁啊？这么放肆？”郑希婷摁住他的手，有点礼貌：“大哥，那是妹妹孟杰，我短信里跟你说过，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妹妹咋了？妹妹就能没礼貌了？”郑恒洲斜他一眼，多大年纪的人了，还是这么不稳重。一句话生生把郑如斯震到原地动弹不得。许久未见，他爸好像越来越凶了。几个人就跟看不见门口的行李一样，看都没看的直接跨过去进了主楼。郑家人回来以后，女佣才都从各个角落出来。郑如斯声音都提高了几个8度：“家里有人。”女佣们赶紧低头。有人？为什么我喊没人出来？他就那么不值得欢迎吗？孟杰看了一眼周围，还有地面上处理过的鞋印，有人来过，很多。女佣吓坏了：“是啊，大小姐，不知道怎么了，老爷他们出门后进来一堆人，就是一顿搜查，我们也是害怕，所以才躲起来，二少爷饶命。”孟杰耳朵上戴了入耳式耳机，一直在跟周末保持联系。周末说，初步怀疑是陆茶白的人，不过什么都没搜到。行事如此猖狂的，也就只有并州上的，不把一切放在眼里。孟杰，赶紧收拾下。众人应声是。孟杰要赶紧上楼换衣服出去，没想到被季归晚拉住，他不解回头：“季归晚，小杰，我今晚被吓到了，你能不能跟我一起睡？”孟杰，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郑恒洲，这不应该是他的事吗？他想拒绝，他姐姐的事还没处理，可季归晚的眼神太过笃定，不松口。孟杰内心挣扎，还是同意了。好。洗漱过后，跟季归晚躺在了床上，陌生的床，陌生的人，陌生的气息，一切都让孟杰适应不了，被子下的身体僵得跟块石头一样。季归晚靠过来了，孟杰下意识的就往床边挪，身体一下悬空，直接翻下床。他脸黑了，妈的！季归晚赶紧起来，把他拽上来：“小杰，你是不是紧张？母亲还是跟父亲睡吧。”季归晚手用力的钳制着他，强迫他躺下：“不行，你得跟我睡。”孟杰哪看哪觉得他根本不像个受到惊吓的，他被季归晚抱着，强制性让他睡。孟杰头顶奔腾而过一群羊驼，季归晚轻轻的、有节奏的拍着他的后背，就像哄小孩子一样：“小杰，我说过有什么事别自己扛，有爸爸妈妈哥哥们呢。”孟杰被他抱着，抱得牢牢的：“睡吧，明天起来一切就都好了。”孟杰竟然就被这么哄睡着了。被子里面很暖和，妈妈的怀抱也很暖和。夜深人静，有的是人睡不着。云以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大半夜的，多数媒体记者顶着黑眼圈坐在座位上，闪光灯闪个不停，白光刺眼。坐在上面的云以凡面不改色，今天穿的简单休闲。下面有记者问：“云皇出道10几年，好像从来都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是什么让您破了这个想法呢？云皇今天是有什么想说的吗？”云以凡背后站了一排黑衣保镖，他抬手，下面立马安静下来。这就是云皇的气场，他性感红唇微起，声线很稳：“我来澄清一件事。”下面记者忙着拍照片，拿本记录，澄清孟一的事。记者记录的比一顿，这有什么好澄清的？就算要澄清，以前干嘛了？孟一是培养我的师傅，多年前背后人以同样的手法毁他名声，那时候我羽翼尚未丰满，说话轻言轻语，没能力澄清。而那些人现在又居心叵测的再来一次，这次我不会放过他们。同样，在网上诋毁我师傅的，我都带来了现场。您的意思是说，孟一陪老总赚钱图是假的了？第86章，家人。记者丢出的问题尖酸刻薄，对于这个我不否认。云以凡表情不变。那如此败坏风俗之人有什么好澄清的？记者冷笑。盛天、OCT、YG 等一系列名传万里的财团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是因为我师父孟一。下面的人皆是一惊，这些可都是大公司，怎么可能跟一个私生活混乱的小明星有关系？云以凡真能扯。云以凡点到为止，也没有透露太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他心里有数。师父有个妹妹，她们姐妹2人从小吃尽苦头，没有人知道她们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来有多难。师父努力挣钱让妹妹活下去，妹妹不负众望创了不少品牌。小时候的孟杰就知道钱有多重要，他用姐姐给他的钱疯狂生钱。他去学了画画，成了最著名的画家清末，用卖画得到的钱去创了 OCT， 成了最有名的设计师子木。他比谁都清楚钱生钱的操作。
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是想告诉大众，不要以你们肤浅的目光去否认一个努力生存下来人的选择，不要以世俗的目光去衡量一个人是否有资格活着；二是想告诉所有人，包括幕后的那些混蛋，这一次的事，财团绝不罢休。既然讲道理行不通，那就以权压人。在这个阶级层次相当分明的世界，只有站得高，你才有话语权。下面老一点的记者已经听出问题，你是说，现在这些财团背后的决策人都是梦一的妹妹？那身为妹妹，为什么不亲自出来为姐姐说话？到底是身份重要还是亲情重要？云以凡面庞冷若冰霜，他已经够苦了，以前只有一个人，现在有我们，这一次的事我们替他扛，她们姐妹之间的事也不用你们多嚼舌根。在媒体前如此不客气的，也就只有云以凡这样的明星了。剩下的时间，云以凡直接命人把在网上造谣生事的几个人带上来，媒体赶紧拍。那些人知道这件事很大，如果不道歉，下场会很惨。他们也不管这是什么场合，被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不应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污蔑人，我再也不敢了。这次之后，我好好反省自己。其中不只是成年男人，还有未成年女生、成年女人等，他们真的怕了。姐姐原谅我们，我们真的错了。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真的不敢了，不敢没有证据就说话了。云以凡无动于衷，面对痛哭流涕的几个人说，因为你们不负责任的言语逼死了无辜的人，你们不应该求我原谅。这些脸将通过直播让每一个人都看到，说话不过脑子的键盘侠，就是这个下场。云以凡猛地把桌子踹了，美目寒冰，是真的生气了。下面的人大气不敢出。云以凡的一些话说得云里雾里，没有听太懂，不过这个不是重点。记者发现，自发布会之后，无形的网默默展开，他们都在网里，而操控这张大网的就是云以凡口中所说的财阀。除了那些帝都郑家、陆茶白的势力，帝国城皆有参与。郑家凑什么热闹？记者们慌了，一夜之间，网上所有关于梦一的新闻全都没有了，干净如白纸。陆茶白没想到费尽心机弄的这些，最后还得自己来处理，心情不好的把平板砸了出去，屏幕一下就碎了。他坐在沙发上，任由医生给自己的膝盖敷药，揉着眉心，果然还是从前那个梦洁，手段很辣。手下走进来，给他端了点甜食进来，主人吃点吧。陆茶白回过神，扔了个葡萄在嘴里，咀嚼的同时想着两个人的名字，姐姐的名字温柔内敛，妹妹的名字锋芒毕露。他见过梦一，不得不说确实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就是太可惜了。主人，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今天下午吧。他不能在帝都久待，不然梦洁还找他麻烦怎么办？是，我立马下去安排。梦洁是在季归晚的怀抱中醒过来的，这一夜他睡得格外好。他是个杀手，所以警惕性要比一般人强，晚上睡觉也是浅眠。可在季归晚这里，他睡得很舒服。见他醒了，季归晚才揉了揉他的头，睡得还好，很好。早上刚醒，梦洁嗓音微哑。季归晚坐起来，现在还早，我去给你做早饭，你再躺会儿。他利落地下了床，就出了房间，之后还不忘把门轻轻关上。梦洁缓了一会儿，不忘拿过手机看新闻，发现已经处理干净了。网上唯一有的视频就是云以凡的采访，还有一些财团官方微博的公告。给记者跟平台施压的事例中，他看到了郑家，几乎一瞬间就想明白了昨天晚上季归晚死活要跟他睡到底是什么目的。季归晚说过的一句话在他脑海里无限循环，你还有爸爸妈妈哥哥们呢，没有什么事不能跟家人说的。他睡不着了，起身坐了起来，给周末打了电话，查一下帝国城背后的人，他好像从没听过。好。梦洁起来后，郑家人面色平常，还跟他打招呼。一家人坐在一起，季归晚给梦洁倒牛奶，喝牛奶会长高。郑如斯差点没喷出来，他都21了，还能长呢。季归晚瞪了他一眼，不想吃饭就爬出去。没有人权的郑如斯往嘴里塞了一口面包，他算是看明白了，家里人对梦洁真是溺爱到骨子里，就连他放的屁都是香的。郑希婷说，一会儿郑如斯要出去，反正你今天也没事，跟着他出去放松一下心情。郑如斯第一时间反驳，我啥时候同意的？现在2个字透着不容置喙。郑希婷难得对家里人施压，就算之前对郑云彬也没有这么严厉。郑如斯看梦洁一眼，一个纯洁少女跟自己混，别玩着玩着哭着回家找妈妈。第87章，滚一边待着去。行啊，想去就去。郑如斯爽快地应下。于是梦洁跟着郑如斯进了一家酒吧。郑如斯停在酒吧门口，今天的她穿得跟只花孔雀一样，骚里骚气的。她扒拉了下自己的发型，蔑视的神色，好声好气地说，听说你在乡下长大，来过这地方吗？梦洁又一次露出看智障的眼神。郑如斯吧唧吧唧嘴，上下扫视梦洁，
她穿得跟个良家妇女似的，他都不好意思领着她进去，进去也是丢人现眼。他可丢不起那个人，可都已经到门口了。孟杰看他一脸犹豫不决，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磨磨唧唧的。他双手插兜，睨他一眼，不进我就先进去了。他大步流星地走了上去，门口的工作人员刚想伸手拦，孟杰右手捏着一张暗黑色的金卡，掠过工作人员的双眼，就那么畅通无阻地进去了。郑如斯赶紧追上去：“你刚刚给保安看了什么？与你无关。”郑如斯气结：“你什么态度？别忘了今天是谁把你带过来的？”孟杰上楼，郑如斯就跟在他身侧，喋喋不休地吐槽，教他做人道理。他脚步不停，最后在3587的包间停了下来。郑如斯的声音戛然而止，惊愕地看着孟杰：“不进去？”他问。郑如斯憋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知道我要来这儿的？孟杰看他跟看白痴一样，好好一男的，就是没脑子。郑云彬都比他聪明吧？不在现场的郑云彬有被冒犯到，都到门口了，郑如斯也不会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上浪费时间，直接推门而入。里面空气并不好，抽烟的人很多，一开门扑面来一股烟味。包间里面云里雾里的，站在门口依稀可见几个年轻的男人，穿的价格不菲，怀中一人搂着一个年纪上小的女人，女人腻在男人怀里，一脸娇羞，神情享受。郑如斯也是一愣，他没想到里面是如此奢靡的一幕，他脸一下就沉了下来，拉着孟杰就往外走。里面有人出声叫住他：“郑二少，才来就要走？我们今天可是准备了很多好玩的，你这么走了多扫兴。今天不方便，改天吧，我带了妹妹。”郑如斯顿住脚步，没给他们甩脸色，不过是个聪明人，都能听出来他语气里的不满。妹妹也来了？来来来，把妹妹叫进来一起玩啊。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男人，咸猪手一下就搂住了孟杰的肩膀，还摩挲了2下。他低头：“妹妹穿的有点保守啊，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郑如斯把他的手弄开：“别动他。”富二代举起双手，妥协地说：“好好好，我不碰，进去吧。”仅是3言2语，孟杰就看出来郑如斯在这群人中地位并不高。郑如斯太嫩了。2人被推着进去，孟杰坐在郑如斯旁边。郑如斯低头跟他说：“是我草率了，你一会儿找个理由就走。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当哥哥的。”孟杰一进来，那群男人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这是角色啊。他们顿时就觉得怀里的女人不香了，都是些庸脂俗粉，哪里比得上孟杰？走走走，都出去！一个男人推了一把衣服在自己身上的女人，女人一下跪在了地上，柔弱无骨的手缠上了男人的腿。顾少，你摔疼人家，拉人家要呼呼。郑如斯听得一阵恶寒，下意识地看向孟杰，发现这个妹妹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沉稳些，几乎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一点都不怕。他莫名的有一种想法，如果今天过来的是郑冉一，指不定怎么嗷嗷乱叫呢。被称为顾少的男人并没有把他留下来，甚至是毫无兴趣，冲着门口就是一顿吼：“愣什么？赶紧把人带出去啊！”外面立马进来2个服务生，拖着不愿出去的女人就往外走。几个女人恨恨地看着孟杰，女人的直觉很准，都是因为孟杰抢了他们挣钱的机会。这个小婊子啊！女人都赶出去后，包间瞬间空了一大半，大门敞开，专业人士换着这里面的空气。在场的5个男人都对孟杰有兴趣。带人出去关上门后，顾少修长的手洗着牌，边洗边说：“光坐着有什么意思？玩起来玩起来！”孟杰看他洗，他的动作娴熟流畅，是老手了。郑如斯给他叫了果汁，来酒吧喝果汁，也就只有郑如斯能干得出来这事儿。顾少给在场的人发牌：“妹妹玩吗？我看着就好。”孟杰神情淡淡，顾少也没强迫，行，3张牌比大小。当郑如斯看牌的时候，孟杰看了一眼，很大。郑如斯喜色溢于言表。孟杰没动作，坐在一边抿着果汁，鼻子清秀，里面下了少许安眠药，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顾少自以为没人发现的看着孟杰喝完了那一杯果汁，唇角勾出一个得逞的弧度。顾少视线重新回到牌上，老规矩，没有赌注没意思。一个公子哥问：“你有什么想法？赌钱吧。”好。众人眼神流转，孟杰看着明显就是坑郑如斯的意思。众人亮牌，郑如斯信心满满的把牌丢出去。顾少笑容越来越大，把牌压在桌面上：“我最大。”郑如斯不可置信：“怎么可能呢？看来自己的手气不怎么样。”再来。重新开了几局，郑如斯身上的钱已经快输完了，他还在那儿一脸茫然的想不明白呢。不可能啊！几个公子哥跟看傻逼似的看着他。这么多年了，郑如斯一点长进都没有。又是一场。孟杰开口：“牌给我，我替你。”心态崩掉的郑如斯根本不信孟杰，不耐烦的把他手打一边去，去一边去，别闹。顾少吹了个口哨：“郑二少，可不能因为输了心情不好就凶我们妹妹啊。”“是啊，
自己输的，凶妹妹干什么？郑如斯握着牌的手用力到指尖泛白，她不可能一直输下去。旁观者清，孟杰又喝了一杯果汁，这一局你还得输。郑如斯瞪着他，闭嘴。几个公子哥面面相觑，撇了撇嘴。果然，他又输了。顾少也觉得没意思，不然让妹妹试试。郑如斯拒绝，不行，输了这么多，把他也隐隐感觉到不对。如果孟杰玩，一定会吃亏。他还没废物到把亲妹妹搭出去。孟杰没感觉有什么，行啊，我试试，看一晚上了，有点无聊。孟杰2个字从郑如斯的齿间挤出。孟杰没管他。郑如斯有点来气，行，不听就不听，到了最后哭的不行，可别怪他刚开始没提醒他。因为孟杰的叛逆，郑如斯也不管他了。看他做。顾少眼里激出绿光，妹妹，你玩赌约可就跟你哥哥玩的时候不一样了。你输了，你脱一件衣服，我输了，我也脱，怎么样？孟杰抬眸，黑白分明的眸子平静得很，就那么注视着他。你脱衣服没什么损失，给钱就好了。哈哈，行啊。顾少答应的爽快，脸上有着势在必得的得意，就好像他已经赢了。他发牌，孟杰拿了牌。郑如斯控制不住自己的看过去，牌小的不可置信。他握住孟杰的手腕，我们回去。几个男人瞬间不满地看着他。孟杰拨开他手，8成是觉得他蠢了一晚上，冷着脸开口，滚一边待着去。第88章，想不起来就好好想。郑如斯傻了都，他低头怔怔地看着被打开的手，随即生气地不理孟杰了。这个蠢女的，长了一张聪明脸，干的都是傻事儿。这一次可不是他不管他，是他不让管。郑如斯哼气鼓鼓地盯着他，一定会输，就这烂牌，凭什么赢？几个男人纷纷放牌，郑如斯越看心越凉，都比孟杰的大。只见孟杰随意地丢出去牌，郑如斯震惊地瞪大了自己的双眼，他一度怀疑自己看错了，这3张牌跟他刚刚看的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他记得很小，完了，自己傻了吗？记忆已经开始混乱了。孟杰的牌是最大的。几个公子哥对视了下，有着跟郑如斯同样的疑惑，应该是他运气好。顾少轻松一笑，妹妹赢了。几个人把钱推过去。下面一场，郑如斯睁大自己的眼睛，死死地记住了孟杰手里的牌，就差拿出手机拍一张了。而结果依旧出乎他们的意料，孟杰丢出去的牌依旧是最大的，就好像猜准了他们每个人手中是什么牌，刚好大过他们。郑如斯反射弧再长，反应再迟钝，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孟杰出老千，并且看不出一丝一毫的痕迹。老手，比顾少还牛逼的手法。郑如斯看孟杰的视线已然带了崇拜。几场下来，顾少用了很多方法换牌，不过都被孟杰控得死死的。一晚上下来，他们在郑如斯赢了多少钱，孟杰现在就拿回来多少钱，而且用了极短的时间还翻倍了。一晚上赚得盆满钵满。几个公子哥表情已经没了之前的轻松，他们也反应过来孟杰会玩。顾少笑得刻意，笑意不达眼底，还真没看出来妹妹是个老手。现在看出来也不晚。孟杰说的漫不经心，一点都不在意。他站起来，也不早了，我得带着哥哥回去了。看时间，下午3点。他起身的时候踉跄了那么一下，抱歉，我去个洗手间。这么一个小动作，顾少注意到了，看来要起作用了。郑如斯担忧的起来，我跟你一起去。孟杰看他一眼，眸中情绪让人猜不透。我去女厕所，你怎么一起？说完他便出了包间。紧接着顾少也站了起来，他从容地整理了身上的西装，我也去一下洗手间，晚上酒喝多了。几个男人别有深意的起哄。顾少瞪他们一眼走了出去。顾少尾随孟杰进了厕所，孟杰回头就看见顾少吊儿郎当的反手关上了门，笑得春心荡漾。妹妹，你想做什么？妹妹还是太单纯，一个男人跟女人进女厕所还想干什么？顾少微微正色，眼神露骨，干你！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眼中炙热不堪。他一步一步逼近孟杰，哥哥想你想的一晚上心都痒痒，终于让我逮到机会了。他很快到了孟杰面前，抬手抚向了他的脸，肤如凝脂，手感不错。今晚就从了哥哥吧，哥哥保证轻轻的。孟杰镇定的嗓音响起，知道我是谁家女儿吗？顾少不以为然，头一偏，唇离孟杰的脖子只有咫尺之距。他贪婪的准备要吻上去的时候，孟杰垂在身侧的手猛地擒住他的脖子，慢慢的把他推离自己的身体，力道很大。顾少眼睛逐渐清明，呼吸逐渐平复，语气近乎笃定，要对你不起效果。看来是他小看孟杰了。孟杰一脚踢向他的腿，他一个踉跄背靠后就要倒下去。孟杰借力打力，把他摁在了洗手台上。顾少腰部清脆一声没了知觉，那一刹那疼的他五官都皱在一起。听过谢雨璇这个名字吗？孟杰嗓音细水长流般响起，
就像在说今天天气如何。此刻顾少大脑一片空白，哪有什么闲暇时间去想什么谢雨璇？想不起来。梦洁摁着他，把他摁进洗手池，打开了水龙头。想不起来就好好想。顾少呛了几口水，水随着呼吸道进了肺，难受的他生不如死。我想起来了。梦洁关了水。就那个明星，多年前你为了把他囚禁在自己身边，污蔑他，滥交毁了他的前途。顾少想着，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又怎么了？他现在不是复出了，还挺火的，他也没什么损失啊。梦洁继续道，他誓死不从你，你就跟猫捉老鼠一样把他放出去，暗中派人跟着，等他在外面受尽侮辱，自己再及时出现，以为那样就能让谢雨璇动心。可你没想到他中途遇上了我。梦洁的出现毁了他的计划，他现在根本见不到谢雨璇。因为你见不到谢雨璇，于是想找新目标。今晚你看上我了是吗？顾少英智尽显，还算聪明。真可惜，你恐怕没命继续染指其他人了。梦洁松开他的脖子，不等顾少反应过来，他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抓住他的手摁在洗手台上，直直的把匕首插了进去。啊！顾少歇斯底里的叫了出来。厕所离包间不远，顾少的那群狐朋狗友听到动静坐不住了，冲了出来。郑如斯冲在最前面。梦洁别是出事了。众人出来就看见洗手间门口站着一个面容金贵、气息狠厉的男人，他旁边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是尉迟跟严明。尉迟亲自守在门口。严明，把他们给我抓了。话音一落，不知道从哪儿涌出的人蒙住那群男人的嘴，就拖进了包间。还剩下一个郑如斯。严明找人把他送回了郑家。梦洁处理完顾少后，出了洗手间就撞见尉迟。尉迟从严明那里接过湿巾，他动作轻柔，情绪不显地问，他碰你哪儿了？没碰到。梦洁如实说。尉迟跟严明说，废了吧，轻飘飘的，完全不把人当回事。梦洁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刚进酒吧，这里鱼龙混杂，不是什么好地方。你之前让我查的事情有结果了。尉迟说。梦洁点头，这里不是什么说话的好地方，我得先回郑家一趟，晚些时候去找你，不然郑如斯一个人回去，郑家人不知道会说什么。尉迟握着他的手不肯松开，黑眸深邃，语气不满，我还没郑家人重要。梦洁。最终尉迟还是妥协的放人了。夜晚时分，郑家人都休息后，梦洁悄无声息地出了房间，到了后院。她动作敏捷地翻上墙，刚跨过去，背后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响起，我给你讲个故事。梦洁一手扒着墙坐了上去，回头去看，郑如斯站在下面，负手而立。在极黑的夜晚，她笑起来牙齿森白。有一个女孩子大半夜的出门，然后就被7个男人拖进了小树林。第89章，大半夜的出去总不能是办正事。夜晚的风吹得闷热，带着一股烦躁。梦洁配合地竖了竖大拇指，好故事。郑如斯不理他这一套，所以你要去哪儿？大半夜的出去总不能是办正事。梦洁脸都不变一下地说，完了之后双指并拢，轻抚额头上，再见。他左手一撑，直接从墙上翻了下去。周末早就在外面等着。梦洁上车后，他开车去了尉迟所在的地方，是一栋私人别墅。周末在外面等着，严明早早等在门口，把梦洁送进去后，他自来熟的上了周末的车。周末没看他，面部弧度冷硬，我没让你上来，他们两个有重要事要谈，我在里面太碍事，你忍心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外面的楼梯上喂蚊子吗？他满眼闪烁星光，期待的看着周末。周末不忍心。严明松了口气，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周末一脚踹下了车。一个冷的没有感情的声音说，可我更不忍心我的爱车被玷污。严明站稳身体，指着车里面的周末一顿骂，周末我你个，还他们爱车。他车库的车少说也有上百辆，他挺博爱啊，他明天就把这破车的4个轮子给拆了。得意什么？啪！严明拍向了自己的脸，随即从脸上碾下来了一只蚊子。他脸黑了，最后妥协的坐在了楼梯上，整个人一动不动的，眼睛一眨不眨的就死死盯着周末。周末懒得看他，不过严明的视线太过狠毒，仿佛他已经在严明那里死了很多次了，真受不了他。周末低声呢喃，妥协的打开了车门，上来。严明扭头不屑，你让我上就上。周末也是醉了，这男人真是蹬鼻子上脸，你爱上不上？严明直奔那辆车，上车关门系安全带，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干净利落。周末看他一眼，不再说话。梦洁进去后径直上了2楼书房，里面漆黑一片，他正要退出去，就被尉迟扯了进去。无尽的黑暗包裹住两人。梦洁的后背抵着墙，正面是尉迟那温度不低的胸膛，体温高的有些吓人。尉迟的额头抵着他的，没什么想说的。梦洁知道他还在计较今天白天的事，叹了一口气。最近妈妈看得紧，一有不对他就会担心。尉迟惩罚性的含住他的唇，就是一番攻城略地。不一会儿，2人的呼吸都有些急。
放过你了。尉迟知道家人对于孟杰的意义，所以没有在这种事情上追究。他开了灯，书房整洁大方，纯色装修高档内敛奢华。当初你跟郑冉一报错，不是孟家人做的。尉迟如是说道。我以为两家孩子报错是孟家别有用心，家里穷，想让自家孩子过上好日子。现在看来，这件事远没有那么简单。别的暂时没查出来。孟杰随便从书柜拿了本书出来翻看，不急，他也不是那么关心，只是好奇郑冉一跟着季老太太走了之后，并没有跟孟家人联系，有些太过冷血了，对郑家季家人过于谄媚。孟杰突然想到什么，和尚书看向尉迟。对了，最近有一股势力极快速度的生长，跟你有什么关系？尉迟孟杰抵了抵脸颊，眼中的笑意是怎么也遮不住。你懂我，帝国城是我的势力。孟杰点点头，他猜到了，有能力让一股势力这么快起来的，也只有尉迟。孟杰在书房待了半个小时左右下楼。周末看向副驾驶座的严明，他从上车后10分钟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在打呼噜。他推了推他示意让他下车，没想到严明睡熟的程度比他想的还要深。他推了几下无果，忍无可忍地打开车门，把他踢了下去。卧槽！严明翻身下车，直到一屁股坐在地面上，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孟杰跨过他上了车，离开之前丢下一句：“严助理早些休息。”而后就是一股汽车尾气喷在了他脸上，他狼狈地跪地咳嗽。其实这些消息我们也能查到。周末不解风情地说，所以不用这么晚了还来尉迟这里。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目视前方，不经意地提起。孟杰低头玩着手机，手指灵敏，在屏幕上敲打字符。平常我跟尉迟见不到面，言下之意已经说得很清楚，借机见个面而已。尉迟最近很忙，他用了非常短的速度让帝国城在帝都这样的地方立足，后续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很多。周末不发一言，沉默地送孟杰回去。孟杰翻墙进去，发现郑如斯就站在下面等着。孟杰翻了下去，身体过于轻盈，落地都没什么声音，由此可以看出他身手不错。他略微诧异地问：“你一直在这里等着？”郑如斯臭着一张脸：“不然呢？不等着你回来我于心不安，万一你出什么事，我不能及时帮忙呢。你站院子里就能帮忙了，这是什么神奇的脑回路？不管这个，刚刚我看到母亲出来了，接了个电话。”二人往里面走，轻声轻语的交流。然后呢？孟杰问。听着像是姥姥出事了，明天应该会去季家。哦。两个人上了楼，郑如斯也没什么好说的，拘谨的来了一句：“那你早点休息。”你也是。郑如斯听得没错，他们果然去了季家。孟杰没什么表情的坐在后座。进了季家，平常嘴角弧度一直勾着的季晨宇此刻也没了笑。见孟杰来了，他3两步就迎了过去：“小杰，你能联系到曾一燕医生吗？”曾一燕神出鬼没，一般人根本就没联系方式。如果上次不是孟杰叫过来曾一燕，他们根本都见不到。这时候也是穷途末路了。他信不过别的医生。孟杰往里走，我进去看看。季青云拦住了他的去路：“你进去能帮得上什么忙？你既然认识曾一燕，就赶紧叫过来。你胡闹什么？大哥！”季晨宇拉了他一把：“上次就是小杰治好的，你别说话了。是，外人看着当然是他治好的，可跟他一起进去的还有曾一燕，我看就是曾一燕操刀的，他不知道说了什么，顶了人家地宫罢了。今天我不可能让他进去，不可能这么儿戏。”第90章，我先是孟杰的哥哥，而后才是你的外甥。郑冉一见缝插针：“是啊，孟杰，你不会是对姥姥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从而不愿让曾一燕医生过来吧？”孟杰口气张狂：“是啊，我就是这个意思。”他刺挠郑冉一后，又看向季青云，铿锵有力地说：“我不会联系曾一燕，他不是为季家服务的。今天要不然我进去，要不然你们另请高明。”态度如此强硬，季青云被驳了面子，脸色自然不好看。孟杰真是仗着自己认识厉害的人，开始狐假虎威。他看不惯这种人。季晨宇赶紧把他拉开：“你多大的人了，还这么幼稚？起开！”季晨宇也是真生气了，他没想到大哥如此分不分轻重，这时候了还找事。季晨宇捂着季青云的嘴，把他弄到一边：“小杰，你进去看看，别理你大舅，他脑子有病。”孟杰冷眼看着面前的这一出闹剧，什么也没说的换了衣服进去看人。门都已经关上了，他都能清楚的听到季青云在外面破口大骂：“你看看他是个什么态度，就是因为你们这么供着他，才助长他这种行事风格。”郑云斌听不下去了：“大舅，你这说话有够难听的啊，明明是求人家办事，你怎么能这样呢？一家人需要分得那么清楚，需要用求这个字，他看不是应该的。”郑家人都被季青云这一番言论气得说不出话。郑西庭一针见血：“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西庭，你怎么这么说话？孟杰有那么好，好到让你不知轻重的顶撞长辈？
季青云没想到，从小乖巧懂事明事理的郑西婷，这时候竟然敢反驳他说的话。大舅，我先是梦洁的哥哥，而后才是你的外甥，所以今天他是必然要护着梦洁的了。季青云气结，好好好，你们是一家人。他心情不好的扒拉开季晨宇抱着自己的手，气鼓鼓的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了。梦洁进去将近1个小时才出来，季青云注意到了，耳朵认真的听着那边的动静，整个人没动。老太太被下药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突然昏迷也是因为下药量太大了。什么？下药？季青云疼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不可能！老太太的1日3餐我都有盯着，没人搭理她。季归晚追问，能查出来是下的什么毒吗？知道什么毒就知道怎么下得了。设备不全，做不了全身检查。老太太年龄大了，经不起折腾，毒也有些深了，需要送医院换血。众人倒吸一口冷气，换血？老太太能不能撑住？季晨宇心里着急，先送医院吧，其他容后再说。季青云压着怒火问郑冉一：“冉一，这2天也在照顾你姥姥，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季青云的语气好了很多，并没有面对梦洁时的咄咄逼人。郑冉一认真回想，没有，我没发现任何不对的地方。这下季青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因为是外人，所以不好不客气的质问。客气向来都是对外人的。郑冉一也是想到这个才松了口气，想到的同时，心里不由得苦涩一笑。众人兵分2路，一部分人送老太太去医院，而梦洁跟郑西婷、郑云斌、郑如思留下来查看监控。果不其然，1天之中有些监控片段出了问题，被人动过手脚，毁坏的彻底，梦洁技术再高也恢复不出来，所以想从监控中看出些什么，怕是不可能了。郑云斌嘟囔着，难不成就没办法了吗？季家包括下人在内，少说也有上百人，鱼龙混杂，更调查不出什么。4人沉默。梦洁抬眸，一般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写遗嘱。3人看过去，不明白他想什么。梦洁开口，这件事交给我吧，你们去医院。大家族找的律师自然不是那么好说话。梦洁也没打算好说话，直接就让周末绑了人送过来。整个季家大厅清得干干净净，精英律师坦坦荡荡地坐在沙发上，说话格外用力。孟小姐，如果我给你看了遗嘱，就是我工作的疏忽，这要是传出去，今后哪个人敢用我？现在的梦洁还能好声好气地跟他说话，不会传出去。他修长的手用尖锐的刀刃削着苹果皮，优雅金贵，不急不缓。精英律师明显不信，不过也没表现太明显，双手抱着皮包不肯松手，除非老太太亲自答应，不然我不会给你们看。你这就给脸不要脸了。梦洁停了刀，随手把果子扔在桌面上，随手把刀一丢，刀身径直没入苹果。律师看得一阵心惊，这么一个小动作，一般人可做不出来。真看不出来梦洁还是个练家子。不可能，我不可能给你看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他吼得声音很大。季青云刚好回来取东西，刚进来就看到这么一幕。梦洁，你又在搞什么？你把老太太的律师找来干什么？他转念一想，你想沾染季家家产？这个狼子野心的。老太太不在，这时候把律师叫过来，威逼利诱改了遗嘱，那自然能分到东西。年龄不大，心思倒不少。说着，季青云就要冲上来，梦洁手一抬，周末的人便把人拦在了外面。你放肆！这是季家啊！梦洁直勾勾地看着律师，最后一次跟你用语言交流，把遗嘱拿出来。律师愣了下，看见周末把苹果里面的匕首拔了出来，他心一横，麻溜地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质遗嘱。周末递过去给梦洁。梦洁翻看遗嘱，最近老太太找过你几次？律师狐疑，他怎么知道？周末刀插他面前的茶几上，脸色晦暗不明，问你话呢？律师被吓得一哆嗦，最近1周找了3次。梦洁猜到了个大概，每次找你都是分配遗嘱。是，反正现在抵抗什么的都没用了，还不如梦洁问什么他说什么。梦洁一眼扫过，短短几秒钟他就看完了。他把遗嘱丢到桌面上，随意的靠坐在沙发上，姿态慵懒。那些变动的资产跟新家的资产都是给郑冉一的，是陈述句。第91章，郑冉一从哪儿来？律师不可置信地看着梦洁，你看过最开始的遗嘱，不然怎么可能这么清楚遗嘱变动？梦洁道，你可以走了。律师，这就能走了？有钱人做事都这么不着边际，莫名其妙的吗？见律师没动作，梦洁抬头看他，怎么不愿意走？律师赶紧把东西收拾好。不，我马上就走。季青云趁着律师出去，保镖变动的瞬间，他一把推开2个人就走向梦洁。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呢，梦洁就说郑冉一想杀老太太。季青云满脸黑人问号，眉头紧皱，什么？他突然就想明白为什么梦洁要看遗嘱。老太太的遗嘱跟郑冉一根本扯不上关系，线下里面出现最多的名字是郑冉一，
那他的心思昭然皆知。季青云一拳头砸在桌子上，真是没想到啊！孟杰只管告诉他们下毒的是谁，后续的事情不归他管。是夜，回声医院的 VIP 楼层没有人走动，走廊一眼望不到头。楼梯间陡然出现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身体轻盈地避过走廊上的所有监控摄像头，进了季老太太的病房。护工昏昏欲睡，郑冉一心下疑惑，怎么没有季家人看护？季家人一向孝顺，不应该没人啊。咚！走廊上不知道什么东西掉在地上，郑冉一被吓得汗毛一竖，赶紧躲了起来。过会儿，外面好像没动静了，他才走出来。管季家人在不在呢？他走到季老太太的床前，双眼漠然。这时护工好像要醒了，郑冉一掏出自己准备好的毛巾，过去蒙上了护工的口鼻。护工呜呜挣扎了2声头，便歪向了一边。做完这个简单举动的郑冉一已经汗流浃背，他把毛巾妥帖地收好，平复心跳。他重新把视线落在昏迷不醒的老太太脸上，沉默了会儿，终究还是伸出手去把氧气罩。他低声说：“别怪我，只有你死了，遗嘱才能生效，我才可能得到季家的家产。有了钱跟地位，他才不会那么容易的被人欺负。”氧气罩被拔，昏迷的老太太开始在床上扑腾，脸色逐渐发紫。就在郑冉一以为自己要成功的时候，大门从外面猛地被打开，他吓了一跳，赶紧后退。不过已经晚了，病房大亮，他无处遁形。进来2个医生赶紧查看老太太的情况，郑冉一则是被2个保镖带到了走廊。他的黑色口罩被人无情摘下，好看的容颜在看清楚走廊有哪些人的时候，一寸一寸的白了下去。他就说怎么病房没有季家人看护，原来都在这里了。季家所有人都站在走廊里，表情各异，看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什么污染环境的垃圾一样憎恶。孟杰在人群的最后方，他坐在走廊的凳子上，身着月白色衬衫，很温柔的颜色。他袖口挽起一截，手腕纤细，手中拿着一杯奶茶，他一边看戏一边喝。郑云彬坐在他旁边：“姐，你厉害啊，轻而易举就查出来下毒的是郑冉一，有脑子的都能想到。季家人没一个傻的，尽管他不说，他们也能想到，只不过时间有些长而已。”郑云彬望向那头被保镖抓着的郑冉一，真想不到他还有这么一面呢。孟杰咬碎叶果，懒懒散散地说：“身份敏感，想在大家族里立身，有这个想法很正常。不过他太急了，但凡不那么急，跟老太太打感情牌也能分到那么一点，更别说季家人对他有好感，也愿意培养。这一次算是把自己乱棍打死了。”郑冉一双腿一软，直直地跪了下来，双眼不敢看他们。季青云更没什么好说的：“郑冉一，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姥姥吗？我们季家有亏待过你吗？我们哪个不是当你是亲生女儿对待？哪个不是视你如己出？不说我们，你姥姥事事想着你，你就这么对她，你也下得去手？主意都打到遗嘱上了。”郑冉一没哭，只是觉得难堪，自己的计划这么多人面前被戳穿。啊，事事想着我，他根本就没把我当自己人，他对我就好像是一只小猫小狗，心情好了逗一逗，心情不好就丢到一边，他从来都没打算给我留一分钱。郑冉一怒不可遏地吼出自己的心里话，既然都没打算给他钱，那他自然也不需要有什么好脸色了。他这么做都是被逼的，没有谁生下来就是坏人。听着的孟杰挑眉，季老太太难得有脑子。季归晚失望地闭了闭眼：“你本来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你收拾东西离开季家吧。这样的祸害他们不敢继续留着。”郑冉一倔强地站起来，望着在场所有人的脸：“我会回来的。他会把这些人的脸记住，刻在骨血里，记住他们的所作所为，将来找机会报复回来。”他丝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越走越远，最后彻底消失在走廊的尽头。处理完郑冉一，季青云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十岁，整个人憔悴的不行。他穿过人群，走到孟杰面前，郑重地鞠了一躬：“对不起小杰，以前是舅舅错怪你了。”孟杰也压根没放在心上，毕竟一直被气的可不是他。郑冉一离开医院的那一刻，孟杰的人就跟上他了。发现好巧不巧，孟清风因为老毛病不改，又一次被催高利贷的砍进了医院。他迎面撞上孟仲伟，二话不说的就被拉走了。他进了一个小医院，一看就不是正规的，气味难闻，来来往往的人穿着都破破烂烂。他抑制不住地捂住了鼻子。孟仲伟注意到他这个举动，抿了抿唇，没说什么。事出突然，也没提前跟你打招呼。现在爸爸在里面做手术，大出血，我血型不一样，就只能是你了。孟仲伟说得急。郑冉一下意识的就要拒绝，不过想了想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地方可去，在孟家是唯一的选择。权衡利弊后，他还是跟着护士去抽血了。护士验血后蹙眉，血型不一样。而孟杰的人已经离开了小医院，取了郑冉一跟孟庆峰的血做了亲子鉴定。这时候报告单已经在孟杰手上了，不是亲生的。郑冉一跟孟家人没有血缘关系，那他从哪儿来的？第92章难父难子。孟杰看着报告，抬头问：“
中途没有其他人经手吗？没有。查一下吧，查一下郑冉一从何而来。是。二人低头闪身出了房间。小医院内争吵声不断。郑冉一跟孟庆峰的血型不一样，无非是给现在的自己雪上加霜。申翠华借题发作啊！我就说你这个狼心狗肺的进了郑家，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都不知道拿点钱孝顺你父母，没成想你根本不是你父母的血肉，真晦气！申翠华嘴里骂骂咧咧，还拿手中的东西砸郑冉一。既然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凭什么要养你？郑家不当冤大头，我们也不当。你给我消失！孟仲伟眼中不忍，对郑冉一也没什么感情，可也不能任由申翠华这么打人。他扶着郑冉一出了医院。我不知道会这样，很抱歉。多的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仅剩的300块钱，塞进了郑冉一手里。我身上钱不多，你也不容易，拿钱找个住的地方吧。他神色复杂，言尽于此。他转身回了医院。郑冉一站在人来人往的医院门口，夏天夜晚的风吹起来都是暖的，可他由内而外都是刻骨的冷。他克制住把那300块钱丢出去的冲动，不能丢，这是他的救命钱。他收好，望着车水马龙的市场，眼里是少见的茫然。他该去哪儿？世界之大，竟没有他的容身之所。为什么？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他？郑冉一不顾形象的歇斯底里的绝望尖叫。周围路过的人赶紧躲开，以为他是什么神经病。1个月的假期转瞬即逝，马上就开学。季归晚格外的舍不得，给孟杰收拾行李之余，还不忘说道2句：才放假多久啊，就开学？2个月怎么够呢？一边的郑云彬听着就不舒服了，放假短？我记得我放假刚第3天你就让我滚出去，还说什么谁定的放假2个月，放这么长时间干什么？真是看我不顺眼。这你都忘了？郑希婷忍俊不禁。季归晚瞅他一眼，下次放假别回来了，你瞅得我心情不爽。郑云彬，他可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优良基因啊，他要是丑，世界上就没好看的人了，好吧？他下意识地看向了郑恒洲。正在看公司财务报表的郑恒洲抬起平板挡住郑云彬的视线，别看我，你妈也经常看我不顺眼，真是一对难父难子。季归晚收拾行李，闲暇之余不忘给孟杰嘱咐，我不知道冉一那孩子最近去了哪儿，都没什么消息，你开学后小心着点。孟杰听着新奇，他会对我不利。季归晚停下收拾的动作，回想了下，那孩子心思重，是个敏感的人，我跟他生活的这么多年，多多少少了解一点。虽然这么说不对，可我觉得是个睚眦必报的，有些东西透过眼睛就能看出来。郑冉一的眼睛不干净，尽管压制得很好，不过对于他们这种经历过多的长辈来说，看清楚一个人还是很容易的。季归晚是真怕郑冉一给孟杰使绊子。孟杰双眸看向季归晚，您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没打算季归晚认真回答，没成想季归晚微微正色，看得很认真。小杰，有时候多为自己想想，你这性子容易吃亏。话没有说得太透。孟杰也是难得没有听懂。开学当天，季归晚千般不舍万般无奈的把孟杰送到了门口。郑云彬也是醉了，周六周日又不是不回来，学校离家还没有8公里远呢，您不至于吧？季归晚，别跟我说话，看你烦。郑云彬，孟杰自己的东西不多，可是季归晚怕他累着饿着，给他准备了不少东西。他面无表情地推着2个大行李箱往里走。2个26寸行李箱看着就笨重，可孟杰表情便都不变一下。张青岩从里面往外走，2个人正好碰上。孟杰，2个月假期过后，张青岩精神状态很不错，他过来帮孟杰推了个行李箱。我们新来了个舍友，原先宿舍只有3个人，这下就有4个了。孟杰喜静，对此没什么多余的反应。对了，院部主任给你下了个任务，开学有个演讲比赛，他点名让你上的。我？孟杰狐疑。是啊，就想着你会拒绝，所以让我转达的。张青岩一张嘴喋喋不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引起他的注意，不过你一看就是领导者的模样，你肯定赢，给院里争光呀。孟杰，明明是他的比赛，张青岩却激动得跟个土拨鼠一样，连稿子都给他写了。你随便看看，我随便写的，你挑着用。孟杰兴致不高，见他收下了，张青岩又在宿舍里蹦跶过来蹦跶过去。我连相机都准备好了，就打算那天拍你。他家孟杰的第1次舞台得收藏好，毕竟看他参加1次活动不容易。孟杰无奈的笑笑。距离演讲还有2天，孟杰只身一人在空无一人的教室看着稿子。突然他腹部一阵剧痛，他把演讲稿拍在桌子上，疼得背都直不起来。他中毒了。他仔细回想之前入口的东西，每一样他都没察觉出不对。正这么想着，他体下涌出一股热流。孟杰傻眼了，大姨妈？为什么这么疼？他以前没这么疼，在并州的时候他都没感觉，应该是这副身体太弱鸡了，
只是大姨妈就疼得死去活来。梦洁刚好进来的尉迟就看到她疼得直不起腰来，他扶着她的肩膀：“怎么了你？”“我肚子疼。”梦洁说一句话都疼得倒吸冷气，一阵一阵的，肚子里仿佛有个拖拉机蹦跶，还不如给她一枪来个痛快。尉迟没再耽搁，脱下西装搁在她肚子上，就把她抱起来就往外走。二人离开后，教室外进来个人，走到梦洁的位置，捡起了她的演讲稿。第93章，我不需要演讲稿这种东西。看过后，他重新扔在地上，跟原来没什么两样，就好像没人来过。梦洁被尉迟抱着，她能清晰地感觉到男人的紧张。我没事，就是别说话。尉迟表情很厉，很慌张。他被抱到他的办公室，中途路过2个学生，看到后跟见鬼一样，眨了眨眼睛，怀疑自己看到的。进了办公室后，梦洁被他动作小心地放在柔软的沙发上。不一会儿，严明就带了一位老中医来。老中医给他把脉，时不时地问1-2个问题。可一问问题，梦洁就很茫然，她并不了解这具身体的从前。尉迟察觉到了，一脚上去冷声打断：“你到底行不行？”老中医下意识咽了口水，之后也没再问了。身体虚得厉害，亏损较多，虽然平常有锻炼，但是外强中干，从小身体亏得厉害，经常在这种特殊时期干活，得慢慢调养。怎么调？尉迟黑着一张脸。老中医站起来：“我去抓药，就先按这个方子调吧，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好的。他现在很疼，就没办法缓解。”梦洁不舒服，尉迟心情自然不好。他从来都没见过他那么脆弱的样子。老中医束手无策地摇摇头，只能喝点热的，这个没办法缓解。先喝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吧。尉迟烦躁地看着严明，跟着去。严明赶紧跟上。里面气氛太恐怖。梦洁靠躺在沙发上，手捂着肚子，才这么一会儿功夫，脸色就惨白如纸，冷汗直冒。尉迟手忙脚乱的，赶紧拿出手机搜怎么办，上面一堆方法。尉迟抿了抿唇，他去外面灌了热水袋后走进来，掀开梦洁的衣服，将热水袋放进去，大掌压在上面，黑眸浸满担忧。热水袋一点用都没有，这点疼梦洁其实能忍，不能忍的是他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梦洁真想给自己2枪。尉迟拿了条毯子盖在梦洁身上，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办公室的空调开到最大，可梦洁还是感觉全身发冷。尉迟轻声问：“好点没？”梦洁看着他的眼神，实在说不出没用2个字，微微点了点头：“给我止痛药吧，疼的实在是心烦。”不能吃药，止痛药会让人产生依赖性，吃多了会有抗药性，总而言之对身体没好处。尉迟把他抱倒在沙发上：“你睡会儿。”梦洁，他根本睡不着。尉迟随之躺在他的身边，用厚重的毯子把他全身都裹得密不透风。他隔着毛毯把梦洁抱在怀里，跟哄小孩似的拍着他的后背。尉迟身上很香，不是香水的味道，是很干净的味道。不一会儿，他的呼吸就沉了下去。郑希婷拿了文档，准备找尉迟说这一次演讲比赛的事，敲了敲门。他听到里面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尉迟开了门，心长的身影挡在门前。什么事？尽管尉迟挡得再快，郑希婷也看到沙发上躺着个人，墨色长发散开，那人的长相看不真切，但他觉得眼熟。原来尉迟是这种人，前脚跟自己妹妹牵扯不清，后脚就跟异性在办公室做出这种事，果然长得好看都不是省油的灯。他得告诉梦洁离尉迟远点，这玩意儿不像好人啊。尉迟一开口，他也没在这种事情上多想，不动声色掩下自己情绪，有演讲比赛的事跟你。话还没说完，尉迟丢下一句：“你看着办。”就关上了门。门带上的风仿佛扇了郑希婷一巴掌。郑希婷拿着文件的手气得颤抖，立马拿出手机就给梦洁打电话，她一定要告诉自己妹妹当心。就这么个没素质的人，目中无人，她看着就烦。电话那头迟迟不被接通，反而熟悉的铃声从办公室里面响起。郑希婷这下也顾不上敲门了，直接推门而入，一下就看到尉迟手中拿着自己妹妹的手机。两两相对，郑希婷刚要张嘴，就被尉迟捂着嘴带出了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郑希婷一把拨开尉迟，她完好的教养在尉迟面前崩裂了个彻底。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你当郑家人都是死的？尉迟悠悠地看着他，你要再这么大声说话，我就拖着你再离远点谈话。郑希婷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本来就在气头上，现在也没什么好脸色，给个解释。你把我妹妹带到你的办公室是想干什么？对她图谋不轨？还真是看不出来，人不人样的，怎么不干人事儿呢？许是看在梦洁面子上，尉迟能对郑希婷和颜悦色的说话，谁都有可能对她不利，只有我不会。吃，这话我也能说，你爱信不信。2个身份尊贵的人在这里像极了小学鸡斗嘴，幼稚且无聊。严明抱着一堆药回来，就看见2个人在斗嘴，见他们2个男人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不由得出声打断，
跟尉迟汇报，爷，药我抓回来了，早晚服用2次。药？什么药？严明提了提怀里的中药，孟小姐痛经，疼得厉害，这是中医开的药，给她调理身子用的。严明开口才打消郑西婷的猜疑，也没有那么固执的一定要带孟杰走了。他也心疼妹妹。郑西婷瞪尉迟一眼，等孟杰醒了，给我回个电话。尉迟应了一声，看着郑西婷走出去好远又返回来，坚定而又惭愧地说：“照顾好她。”说完，这才离开。好在孟杰只是第1天痛经，第2天往后就好了许多。从第1天后，每天早上跟晚上，严明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笑得一脸殷勤的递上熬好的中药：“您先喝药，我看着您喝。”看着孟杰喝完，他才好回去交差。孟杰从未如此讨厌过一个人，他真烦。孟杰冰着一张脸把中药喝完，可以了。严明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淡黄色的糕点，也给您准备的蛋黄酥，尺寸刚刚好，正好一口吞，甜而不腻。很快就是演讲比赛当天，参赛者坐在下面，孟杰对这种场合无感，可张青岩紧张的压批：“小杰，一会儿上去，你别紧张。”张青岩深呼吸，他握着孟杰的手给他加油打气，可自己却抖得厉害。孟杰低头看他一眼：“你要是紧张，不如多喝点水。”“不，我不紧张。”他关注着台上的一举一动，待主持人简单的开场白后，挨个上场。张青岩看见张菲菲上台，翻了个白眼，真是什么热闹也凑。张菲菲丝毫不慌，发挥稳定，本来不愿意听的张青岩越听脸色越不好看。孟杰说：“这稿子是你的。”张青岩就要站起来：“我要上去揭穿他。你们2个的演讲撞了，他在前面无所谓，可你的顺序在他之后，吃亏的是你。怎么能有这么不要脸的人？”孟杰摁住他：“演讲这种东西不是随手拈来的吗？我不需要演讲稿这种东西。第94章，算计你，你配吗？”5分钟的演讲时间，张青岩黑着一张脸看着下面的评委，赞赏的连连点头。这一次张菲菲的演讲无非是成功的。演讲结束，她脸带笑意，自信地朝着评委席老师90度弯腰。下面开始配合的鼓掌，评委开始打分。趁着这个空隙，张菲菲不忘本心，路过张青岩他们的时候，态度趾高气昂：“你们输定了。”张青岩恨不得上去给他2耳光，偷来的东西还有脸这么得意。张菲菲完全不在意他说什么，冷哼一声往后走去，仿佛胜券在握。后续又上去2个人，并没有张菲菲出色，目前场上最高分还是张菲菲。张青岩咽不下这口气，有一种自己的稿子被玷污的感觉。再看孟杰低头玩着手机，张青岩瞬间有一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感觉。“你不准备一下？”张青岩还是提出疑惑。“不需要，小场面。”孟杰丝毫不慌。“好吧，孟杰都这么说了。”张青岩逐渐心安，他不会出错，从来不会。3人过后是孟杰。演讲比赛本就无聊，尽管 PPT 做得再精彩，演讲者不给力也是足够拉胯。终于到孟杰了。孟杰把手机递给了张青岩，张青岩握住拳头给他加油打气：“加油，不慌，不论什么结局都全力以赴。”看着张青岩这么可爱，孟杰轻笑一声上台了。上台过程中路过一个人，那人递给了孟杰一个 U 盘。孟杰上台之前去了后台，换了之前提供的 U 盘。郑西婷突然说起一句话：“这次演讲比赛的规则有一条隐性规则，不只是今年，往年也是，只不过没人敢。”张青岩赶紧竖起耳朵听。“是什么？”郑西婷合上文件：“演讲者用英文，分数会更高。”张青岩跟张菲菲都听得清楚。张青岩叹了口气，不愧是隐性规则，孟杰从小在乡下长大，肯定没接触过外语，尽管郑家人把他接回来，有心思给他上课，这么短的时间也不可能学得有多好，所以这条隐性规则对他完全没用。张菲菲没放在心上，如果郑冉一今天在，冠军肯定非他莫属。可惜的是他今天不在，既然他不在，那他张菲菲就勉为其难的拿下这个冠军。季归晚跟郑如思坐在场下，几乎每场孟杰所参与的活动他都会到场。他错过了孟杰的经历这么多年，往后他不想错过一次。听着下面人窃窃私语讨论的内容，郑如思不免问季归晚：“母亲没给他报外语班？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学不愿意学的东西，她开心就好了。郑家又不是养不起闲人，随她乐意。”郑如思摇摇头：“如果孟杰是个男孩子，早就被您宠成纨绔子弟了。我愿意。”郑如思无语凝噎：“行行行，千金难买您愿意。”孟杰准备就绪，信步上台，走到台子所在的位置，整个人状态随意，一举一动透着漫不经心。这样的状态是参赛者不曾有过的。孟杰开口就是英文，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开始介绍自己的演讲。身后的 PPT 配合的打开，细心的人就能看出他的内容没跟张菲菲差多少。张菲菲脸色突然就变了。孟杰想干什么？他不怕被人骂？他上去已经用过这个数据调研，
他还在继续，是为什么？台上孟杰丝毫不慌，就跟在自己家一样淡定从容，手中握着遥控器。他的英语好得让人以为他在国外生活过。这样的表现太过惊艳，不论是从谈吐还是举手投足间，尽是上位者的姿态，慵懒随意，严肃谨慎。同样的数据，在两个不同的人演讲下，差距很明显就出来了。这样的数据分析，在并州的时候，孟杰几乎每周都做。押清宫到今天的地位，绝对不是因为运气好意或者是偶然，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孟杰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换回来的。下面的人难得听到英语演讲，来了几分精神，更别说是非常标准的英语，听着完全就是享受。孟杰的演讲不跟前面的人一样，只是讲的表面，他还深入内里，夹带干货，足够大学生学习。清北大学的人不会出现听不懂的情况，之前没人用英文演讲，也只不过是没把握，不敢冒险。一整场下来，字里行间都过于惊艳。直到孟杰轻微点头示意自己的演讲已经结束，包括评委在内的几百人才意犹未尽的回神。顷刻间，下面掌声雷动，太精彩了！孟杰不愿意掺和这种活动，不是因为他高高在上看不下去，而是他跟他们本就不是一个高度。孟杰的高度迄今为止无人能超越，看这些活动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幼稚。他是觉得这种活动是在浪费时间，大学生能通过活动和学习增强自己，而他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季归晚用力的鼓掌，眼睛里星光闪烁，这是他的女儿，如此耀眼。郑如斯惊讶的下巴都快脱臼了，鼓掌也是发自内心的。孟杰的优秀是他所想不到的。张青岩已经被震傻了，等孟杰回到座位，他不知道用多少力才抑制住自己嗷嗷乱叫的心，他激动的语无伦次。你太厉害了，孟杰！我激动的想哭，呜呜！你真的每一次都在刷新我的世界观，原来世界上还有你这么优秀的人。张青岩眼泪横流，原来一个人在极度激动的情况下是会流眼泪的。他真的为孟杰高兴，你这么优秀，干嘛来清北啊？他激动的突然卡壳。清北已是国际上排名靠前的大学，而孟杰在这里，他都觉得有些屈才了。孟杰听得都累了，不过唇边依旧有淡淡的笑。孟杰在前，后面很难有惊艳的感觉。直到最后一个人结束，评委还在回味孟杰的演讲。评委老师交流，他优雅的不像个学生。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后的成功者的感觉。不说这些，打分吧。张菲菲跟孟杰的稿子没差多少，初步怀疑张菲菲抄袭，找人下去查一查吧。张菲菲不是抄袭，而是直接盗用，分数会在1周后公布。张菲菲的姿态几乎是落荒而逃。孟杰跟张青岩出了大楼，张菲菲扑上来，孟杰你是不是算计我？你早就知道我要盗你的稿子，所以今天故意设计我是不是？孟杰把他扯开，蔑视地盯着他，算计你？你配吗？第95章，夫人好大的官威啊！张菲菲还想再说什么，可眼看着门口的人越聚越多，草草丢下一句狠话就跑开了。因为人多，噪音大，张青岩没听清楚他刚刚说什么。孟杰跟他往下走，不值一提地说，他说这件事跟我没完。张青岩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有够不要脸的。不过很难得，之前跟郑冉一随影随形的，最近看他竟然都是一个人。正好被身后上来的季归晚听到了。孟杰回头，季归晚的僵硬一闪而逝，朝他笑得自豪，小杰今天表现得真优秀。张青岩礼貌叫人阿姨好。季归晚回以一笑，等有时间了到家里来玩。张青岩受宠若惊地看孟杰，会的，那阿姨就不占用你们两个人的时间了。跟张青岩说完，他回头摸了摸孟杰的头，眼睛欣慰，你成长得很好，即使环境很差，他也没有长歪，一如四季常青的松柏，傲然屹立的姿态惹人喜爱。张青岩懂事的自己先回去了，让孟杰送季归晚走。孟杰跟季归晚并排，郑希婷跟郑如斯在身后。郑家人的颜值普遍较高，走在人来人往的大学校园中格外瞩目。原来希婷教授是孟杰的哥哥呀，一家人长得真像，都格外好看，基因真强大。旁边那个小哥哥也好好看，我丈母娘也好看好吧。就这么听着一路的议论，走到了校门口。季归晚一路上都在关心孟杰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即将上车的时候犹豫不决。孟杰看穿他的想法，你想说什么就说。季归晚摸着车把手，妈撒着，小杰，自从冉一那天从医院离开就没了消息，你这里有他的消息吗？季归晚心里放不下郑冉一，尽管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还是担心。没有。孟杰诚实的应答，他话锋一转，我可以查，有消息了告诉您。说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别的情绪，淡然如水。他的反应无疑让季归晚松了口气，他真的怕孟杰想多，不过现在看来反而是他想多了。他能看出来自己女儿的格局很大，他自己都比不上。季归晚上了车，郑如斯走过去，遇上不上的，一肚子的话，
有点想为他打抱不平。妹妹，我从来都没见过你撒娇。他见过郑冉一撒娇，只要一撒娇，得到的宠爱都是双倍的。其实只要梦洁撒个娇，季归晚一定无法抵抗。梦洁说什么，他听什么。那样他会全心全意的心疼自己唯一的一个女儿，不会再分心给郑冉一。自私一点的孩子都不想把父母的爱分给别的孩子。可梦洁就跟常人不一样，有时候他都觉得他懂事的太过头了，太沉稳了。梦洁不急不缓的，没那个必要，赶紧回去吧。郑如斯叹了口气，跟着上了车，车子瞬间没影。周末无声出现在梦洁背后，郑希婷一回头就看见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人，尽管见得多了，可还是会被吓一跳。梦洁悠然转身，眉眼低垂，查到了，被一户人家捡走了。捡一个字从梦洁唇间而出，不是帝都人，我们的人已经跟着了，目前已经出了帝都。梦洁手里把玩着手机，垂眸若有所思，注意那边动向，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周末只是随口一问，没有质疑梦洁命令的意思。您对郑冉一好像格外上心。郑冉一太废了，掀不起什么大浪。我不想上心，不过母亲想知道他动向。梦洁歪了歪头，我怀疑带走他的那家人可能跟他有血缘关系。周末蹙眉，有些荒谬。梦洁停了动作，把手机揣进兜，所以先派人跟着吧，找时间了解清楚那家人，做一份 DNA 检测报告给我。是。梦洁说的话，周末一向都是照办。两个人说话完全不避讳着郑希婷。待周末离开后，郑希婷才走到梦洁身边，嘴角是止不住的上扬。你们说这种话都不避着我，看来梦洁都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梦洁瞥他一眼，半眯着的眼睛大了点。呀，你还在这儿呢？郑希婷还未到耳朵根的笑容一下就消失了，说他没存在感呗。郑希婷指了指刚刚自己所在的位置，我一直在这站着，你没看到？梦洁不想在这种话题上浪费时间，抬腿往校园里面走。没。郑希婷突然幼稚起来，你知不知道我这么优秀，在人群中足够让那些人一眼看到我？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别人巴不得多跟我说两句话，你也就是我妹妹才能这么放肆。你这态度不对啊，你怎么这么冷淡？我这张脸已经无法满足你的审美了。梦洁从未觉得他这么聒噪过，他好烦。郑希婷无比憋屈，我发现你真的是飘了，我不比尉迟好看吗？郑希婷不管旁人，追着梦洁问。在外人眼里，平常高岭之花的教授，此刻他就跟舔狗一样，跟在梦洁身后，强行让他苟同自己的观点。看不出来，教授还是个妹控。我太羡慕梦洁了，有这么好的哥哥宠着我都能上天，他怎么能那么淡定？说到尉迟，梦洁还真就认真的停了下来，双眼格外真诚的上下扫了他一眼。你没见过尉迟以前的样子，如果你见过，你就觉得自己都没脸说这话。郑希婷一脸匪夷所思，谁？尉迟？就他？我呸！郑希婷声音都高了几个8度，还没在一起，你就替他说话了。梦洁不耐烦地戴上了耳机，开了降噪模式，隔绝外面的一切，自顾自地往前走。一个男的怎么能这么烦？他尤其记得第一眼见到郑希婷的时候，他还不是现在这样。押清宫的情报机构效率很高，隔天 DNA 报告就已经到梦洁手上了。除此之外，还有陶家的详细资料，每个人还有他们经营的产业底细被查得干干净净。周末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郑冉一真的是陶家的孩子。梦洁翻看资料，陶家是京都的第一大家，陶家跟郑家的过往没有查到吗？关系挺不错的，两家的老爷子是好友，只不过郑老爷子去世后，两家的联系就少了，剩下的还得慢慢挖，陈年往事是最费劲的。梦洁看了2页资料就扔到一边，郑冉一踪迹查到了，就得回去告诉季归晚一声。手机发多少有点不重视，这种事当面说得好。于是本周六梦洁就回了郑家，被人告知季归晚去了郑家老宅。奶奶身体没事吧？梦洁问。女佣摇摇头，没有，只是听说今天有贵客，对方指明让夫人去的。行，知道了。梦洁自己开车去了老宅，刚进门就撞上季归晚，被对方扇了一巴掌。那人振振有词，你好狠的心啊，偌大的郑家容不下一个小孩子。你知不知道我找到冉一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跟狗抢吃的。多年前的事，我可以理解是有人调包2个孩子，因为这个你亲生女儿在外吃苦受累多年，你心中有恨，可你也是母亲啊。你女儿刚回来，你就可以把冉一赶出去了。我一想想我女儿身无分文的在外吃苦，我就想再给你一巴掌。说着那人还要再继续动手。梦洁一下就冷了脸，眸中带了厉色，在郑家的地盘动手，夫人好大的官威啊。第96章，那我心疼我母亲，一会儿给你一巴掌，是不是也是应该的？张美静，郑冉一的生母，陶振慈的夫人。她在资料上看过这人的资料，
孟杰3两步上前，单手把跪在地上的季归婉拽起来。季归婉站在孟杰身边，双目担忧地看着他。张美静毫不掩饰地打量孟杰：“你就是他女儿？大人还在讲话，你一个小辈没有分寸地冲进来，你到底有没有教养啊？你故意把老太太支开，说有事跟我母亲说，为的就是对我母亲撒气。如果我不进来，你就又是一巴掌。试问凭什么我母亲要挨你的打？你又有什么资格对她动手？”说到后面，孟杰已经面色很厉，丝毫不顾及陶家的情面，牙尖嘴利。张美静气得胸口起伏过大：“你不是说我凭什么打你母亲吗？行啊！”张美静甩给孟杰一个 U 盘，上面都是你们郑家对我女儿做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在把她往死路上逼，最后装都不装了，直接把她赶了出去。他又扔给孟杰一沓照片，厚重的照片砸在孟杰身上发出闷响。季归婉要说话，孟杰抬手不让他张嘴，他接住照片，只看了2眼就随手扔在地上，随之掉在地上的还有张美静的颜面。孟杰就是不给他脸，你是怎么有脸来这里兴师问罪的？孟杰准备充足，凭着女佣的2、3句话就推测出来今天来的人是谁，身份都明了了，来这里的目的也好猜，所以在路上就拿到了周末准备的资料。先前张美静是个什么态度，现在孟杰就是个什么态度。孟杰把资料砸在桌面上，桌身颤抖，桌子上放着的2杯果汁激起水波纹。同样，这里面写了你女儿的事，桩桩件件都是她被赶出郑家的原因。张美静看都不看一眼的继续跟孟杰争执：“你别想着转移话题，我让你看个证据就是转移话题了。陶夫人别是自己都不敢看自己女儿干的什么龌龊事。”孟杰咄咄逼人，气场3.8米，狂压张美静，让她产生了她一个长辈都比不过小辈的错觉，真离谱。张美静没想到郑家书香门第，季归婉养出来的女儿竟然是这么个蛮横不讲理的东西，真是不可理喻。张美静的五官气得扭曲，一点都没豪门太太的作风，可见被孟杰气得有多惨。你真没教养，你母亲就这么教你的？孟杰态度冷淡，对人我才有教养，您是吗？2人争吵的声音太大，郑美珍、郑光中都过来了。没进去，只是站在外面看。郑美珍看不下去了，这泼妇打我嫂子，真放肆！郑光中应声，平常见多了孟杰蛮横不讲理，此刻看着还真解气。不等张美静继续在郑家虐待他女儿的话题上狡辩，孟杰先他一步，郑家诸位长辈一有机会就会扶持他，是他自己烂泥扶不上墙，你又凭什么如此振振有词的说是郑家人亏欠他？张美静已经气疯了，她笑：“行啊，你倒是说说啊，夫人没心思看文件，我就浪费时间跟你说清楚，免得我善良的母亲都觉得欠你的。”张美静冷笑不止，父亲砸重金把他送进清北，为了让他接受国内最好的教育，想让他成才，可他在学校做了什么？你陶家这么大的势力查不到吗？一字一句都在针对嘲讽。郑冉一到底怎么进的清北没人知道，季归婉没想到孟杰竟然清楚。张美静心气高，不愿承认自己的女儿不如人意。你撒谎，我女儿那么优秀，自然是自己考进去的。孟杰笑容有点寒人，自己考进去的？他凭什么？凭高考抄都抄不好的490分。门口偷听的郑美珍仿佛听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什么？砸钱送进去的？哥你知道这事儿？不然他怎么一点都不意外？郑光中脸色凝重，哥为了保护冉一的自尊心，偷偷找人做的假后台，查成绩那天郑冉一的成绩是假的，并且找人砸钱把他送进了清北。按理说漏洞很多，但凡动一下脑子就能看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郑冉一什么都没察觉到。那有一次家宴，你还用清北的冉一嘲讽专科的孟杰。说起这个郑光中惭愧，太久了，我也就以为是真的了。郑美珍，张美静哑住了。这还没完，孟杰继续。郑美珍入股的回声医院，从小到大，只要郑冉一有个小病小伤，整个医院的权威医生都候着，生怕他出什么事。怎么，陶夫人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这个吗？郑美珍听着孟杰说话，越来越觉得自己的一片真心喂了狗。张美静臭着一张脸，身为长辈，这不是应该的吗？那我心疼我母亲，一会儿给你一巴掌，是不是也是应该的？郑光中培养他，把他送进了一档节目做评委，你敢说你没看过？季家的季节设计是季青云给郑冉一机会让他去做的，你敢说季青云跟郑冉一的采访你没看？后续季青云识人不清，差点把一个抄袭者扶持上位，你不知道？季家因为你女儿抄袭损失惨重，新品爆仓，你又不知道？揣着明白装糊涂，陶夫人真是信手拈来，如此淡定的把张美静丢过来的问题巧妙的打回去，并且把对方弄得失去理智，也就只有孟杰一个人能做到了。这么一听，他们2个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欠亲侄女的有点多。他们混账了那么久，对一个不是亲生的视如己出，没想到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是他们识人不清。孟杰点出来的所有事扑灭了张美静的火气。他凭什么起火？他有资格生气吗？
张美静把问题回到原点，所以又为什么把我女儿赶出郑家？是不是因为你吹耳边风？因为你女儿杀人了。孟杰说的云淡风轻，你女儿为了钱要杀季老太太，这么大的事情，尽管郑冉一隐瞒，陶家也是能查出来的。所以孟杰没说来龙去脉。张美静已经无话可说，可又不愿意这么算了，好处我们记着，将来我们陶家一一报还。可坏处……剩下的话没说完，郑美珍这个冲动性子听不下去了，大步走进来，盛气凌人。我们郑家不稀罕你陶家的报还，可你打了我嫂子，这事儿没完，不给个交代，你今天别想出郑家的门。第97章，一巴掌的赔偿。张美静看不上郑美珍，从来都看不上，能有如今的成就，不过是郑家家底够厚，加上2个哥哥在上面顶着，她刁蛮任性，实在不是好人。郑家人都不低，郑美珍这么一站，气场完全不输张美静，毕竟这么多年野蛮的性格都没改掉。张美静不想跟他撞上，只能说你要把这件事闹得这么难看。郑美珍眉眼低垂，不经意地看着手指上的戒指，钻石熠熠生辉，闹得这么难看的可不是我。她抬头，外人都知道我2个哥哥有多护我，如今你当着我的面打我嫂子，这事儿没完。他跟孟杰站在一起，2人表情没差多少，不说一句话，可连呼吸都在逼迫他道歉。今天不道歉，怕是走不了。做人应该圆滑一些，只是暂时吃亏，算不了什么。张美静深呼吸了下，低头对着季归晚，是我冒犯了，郑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的行为。孟杰跟郑美珍没说话，季归晚不在乎就放，他在乎今天就不让张美静那么轻松的离开。季归晚为人向善，表示理解张美静的行为，没关系，你也只是太着急了。张美静直起身子，那我就先走了。他转身走2步，发现郑美珍跟孟杰2个人一动不动，犹如一面墙挡得严严实实。张美静回头看季归晚一眼，季归晚语气软了软，让他走吧。他一放话，2个人才不耐地让开，让他走。从某种程度上，他们2个挺像的。郑美珍上前查看季归晚的脸，心疼地说，都红了，就不该那么容易的让他走。好了好了，没事。孟杰注意到张美静出门被郑光中拦了下来，距离太远听不清说什么，不过他能看清楚郑光中的口型，明显是在说我们郑家不是畏首畏尾的孬货，今天的事我会如实转告给我大哥，有仇不报非君子。郑恒洲很疼季归晚，当初一度是上层圈子所羡慕的爱情的模样。张美静说什么孟杰没看到，看背影怕是心情不好。孟杰转身发现郑美珍有意无意的偷偷看自己，眼神略带惭愧，想说话又不敢说。郑光中说完也从外面走了进来，嫂子放心，我们一定给你讨个公道，郑家不会任由外人如此放肆。季归晚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其实不用那么麻烦。不，这件事没完。郑光中跟郑美珍异口同声地说道。孟杰跟他们2个没什么好说的，妈妈现在回去吗？闻声季归晚说，我去跟你奶奶打个招呼，这就回去了。好。他走过去，伸手挽住季归晚的胳膊，神态亲昵地往外走。等他们2个回了郑家的时候，郑恒洲已经在家里了，他身上还穿着西装，刚回来不久。见他们回来了，赶紧起身，眉头不展，一双眼只能看见季归晚一人。此刻他的脸已经肿了老高，他心疼地问，怎么打成这样？你也没打回去？听着这么幼稚的话，季归晚失笑，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怎么可能动手打回去呢？郑恒洲有些恼，闷声闷气的道，平常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不跟陶家起冲突，这一下是没必要忍了。一边看着的孟杰低声说，不伤害郑家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动手。他知道郑家陶家的旗下公司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下斩不断，正有此意。季归晚笑，噗嗤，平常不见你们父女2个说话，这时候倒是同仇敌忾了。孟杰跟郑恒洲对视一眼，心中都有了主意。张美静刚进门就看到自己的老公在发脾气，你今天出去干什么了？她一脸茫然的站在门口，还没进去。怎么了？不仅郑家撤了跟我们的合作，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并州势力开始在行业内肆无忌惮的抢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帝国城放话，如果谁瞎了眼跟我们陶家合作，明天就让他们消失在京都。一个撤靠山，一个打压，一个施压，一夜之间多了这么多事，陶府头发都要掉完了。张美静心咯噔一下，想想白天给了季归晚的那巴掌，不会是因为这个吧？从那天开始，陶家的收入直接砍半的掉。孟杰还觉得不够，继续压，我要他们濒临破产。周末得了命令下去安排，于是并州的人就更肆无忌惮了。陶家底蕴不厚，虽然在京都地位为首，啃起来难啃，不过一时间这么多势力同时打压，在身后的家底也经不住这么摆，所以一般他们从不与人结仇。季归晚看到新闻去问郑恒洲，这都是你做的？喝着咖啡的郑恒洲无辜摇摇头，不啊，我只撤了合作，剩下可都是女儿做的。
尉迟不止女儿，还有女婿。季归晚马不停蹄地上了楼，去敲孟杰的门。小杰醒了吗？不一会儿，孟杰穿着深色浴袍打开了门，懒懒散散地站在门口，墨色长发还在滴水，不施粉黛的五官依旧妖艳。你有什么事？淡淡一问，都是上位者的姿态。啊！季归晚赶紧回神，抬了抬手里的报纸问：这是你做的？孟杰看了一眼报纸上面的字，随即抬眸，供认不讳：是。你这么做妈妈很感动，不过没必要呀，我们收收好不好？孟杰答应的干脆，一副好说话的样子。行啊。季归晚眼睛亮了一下，没想到他这么好说话，真的。等你脸上的红肿什么时候彻底下去了，我就收手。在此之前，陶家的损失都是给你这一巴掌的赔偿。孟杰开口说的云淡风轻，就好像搞垮一个陶家只是轻而易举的事。事实上也是如此。季归晚还要张嘴劝，孟杰打断：母亲有继续劝我的时间，还不如去拿2个鸡蛋滚一滚，赶紧消，肿来的实在，那样我可能就收手了。季归晚，这扑面而来的霸总气息是怎么回事？第98章清末的画展。您还有什么事吗？季归晚呆呆的，没了。好。孟杰把门关上，从头到尾季归晚都傻傻的，就那么呆呆的被孟杰忽悠的下楼了。季归晚被打了一巴掌，郑家跟季家一并施压，除此之外还有他女儿的势力，还有帝国城。他沉思，不出意外，帝国城的人别是看上他女儿了，不然这得罪人的差事他们凑什么热闹？周末在房间里面坐着，孟杰继续话题，狗急了还要跳墙，继续往下压，等他们有反应。好。孟杰猜的没错，3天都没过，陶家送来了邀请函，清末的画展，这都是他们珍藏的画。季归晚喜欢画，这么一邀请也有道歉的意思。季归晚把邀请函放在桌面上。郑恒洲说：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别让自己为难。季归晚深思熟虑过后说：我想过去看看，郑家跟陶家合作了这么久，不应该那么快闹僵。闹僵以后多不好看，以后在商场上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些事也不好做得太绝。你决定要去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去，是陶家求着你，你去不去都行。季归晚睨他一眼：你就是戾气太重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句话没听过吗？要不是你年轻的时候树敌太多，也不至于咱们女儿生日的时候没人卖你面子，都没人过来，那是何其惨淡的画面啊！他还是觉得与人为善比较好。他看出郑恒洲还想阻止，他说：正好，我也想看看冉姨过去生活的怎么样，好歹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也割舍不下。郑恒洲不想理他，反正我说什么你都要去呗，我说什么都没用。季归晚吃着苹果：是啊，我真的想去，不管是从哪方面看，我过去都是稳妥的选择。正说着，孟杰下来了，走过来俯身拿起来邀请函看了一眼，清末的画展。他之前的拍卖会好像没记得有画流来帝都。他合上邀请函，把东西扔在一边，完全不放在眼里。母亲别去了。季归晚点点头：好，女儿说什么就是什么。郑恒洲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直地看着季归晚，合着闺女一句话就行了？他刚刚说话在他那里就跟放屁似的。季归晚求夸奖地站起来：小杰，你看我的脸已经不肿了。他为了看起来与常人无异，还铺了好厚的粉。他化妆技术不错，孟杰肯定看不出来。孟杰看了一眼识破他的小心思，知道了，我去过画展后就收。这已经是孟杰最大的退让。季归晚一阵猛点头：好。郑恒洲也是醉了，看看他双标的模样。他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你姑姑让我问你画展想去吗？如果去了，他想跟你一起。他清楚他们之间的矛盾，不由得多说了2句开解。你姑姑没什么坏心思的，最开始也是傻，被人当了枪使。毕竟谁不希望家和万事兴呢？本以为孟杰会拒绝，没成想他听完脸色没变的点了下头，可以。郑恒洲脸带笑意的给自己妹妹发消息。画展那天，孟杰跟郑美珍坐在飞机上飞京都，2个人明明距离很近，可无形中他们2人之间的距离又好像远隔万里。郑美珍好几次都想搭话，不过扭头就看见孟杰在跟人聊天，丝毫没注意他，也没搭理他的心思。他又转过头看向窗外不吭声。半个小时，飞机便稳稳降落。一下飞机下面就等了2排人，全部正装，负手而立，排头站着一个男人，一看就精神。见孟杰他们下来了，赶紧上前，第一时间介绍情况：我是陶家派来专门接2位的秘书，我姓严，2位可以叫我严秘书。自我介绍这会儿，严秘书已经把2个人看得透透的，一个刁蛮任性不讲理，一个嚣张跋扈有脑子，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郑美珍摘下墨镜：车呢？在前面，2位跟我来。2人上车，车内东西准备齐全，吃的喝的都有。严秘书亲自开车送他们去画廊。他来之前，老爷亲自交代，这是贵客，得小心待着。
不能出一分一毫的差错。车停在画廊，张美静亲自在门口等着，见人到了，赶紧上来开车。她后面跟着郑冉一，很久没见，脸色是化了妆也盖不住的憔悴。还以为你们不会来呢。郑美珍先一步开口，本来是不打算来，不过嫂子向来喜欢这些话，所以才来。一番话说得明明白白，来了就是给你脸的意思。张美静僵了那么一下，想想家里现在什么情况，还是压下了这口气。她转而看向梦洁，瞧瞧这话说的，只是最近得到了几幅好画，才想着叫你们来看看。梦洁挑眉，笑容要多斜似有多斜似，是吗？我还以为是陶家扛不住多方势力压迫，碍于快破产，才忍不住举办这么个画展活动求饶呢。说得如此露骨，一点脸都不给。后面的郑冉一听了蹙眉，梦洁身上还是一股熟悉的味道，得理不饶人。梦洁，得理为什么要饶人？自然要得寸进尺。张美静被气得说不出话，强行压下想要骂人的心，扯出一抹僵硬的笑。不说这些，赶紧去里面吧。这下郑美珍跟梦洁不再看他，大步往里面走。郑美珍看着梦洁如此，真是越发觉得自己以前眼瞎脑残。这么优秀，他以前看不见吗？被郑冉一那个傻子三言两语就糊弄了。从长廊往里隔几米就有一幅画，而这些画梦洁再熟悉不过，都是他的风格。他随身带了验钞灯，随意的扫过一幅画，发现上面没有自己的印记。果然是假的，京都根本见不到他的画。郑美珍说：“怎么了？这画假的？”梦洁回应：“一看梦洁终于肯跟自己说话了，郑美珍郁闷一天的心情难得好了点。二人就这么简单的交流了两句，剩下的时间都在看画。郑冉一看不惯梦洁，所以找了人想给梦洁难堪。听说郑家的这位千金从小在乡下长大，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懂这话呢？不懂装懂，强以为自己是高雅之人就没意思了。孟小姐，你说呢？第99章，我是说整个画展只有那一幅是真的。郑美珍往前一步，挡在梦洁前面，没什么好脸的反问那个女的：“你还问她？”她上下打量那个女的，我看你还不如梦洁呢。谁给你的自信嘲讽别人？你家大人就教你肆无忌惮的评论别人家事的？少女一愣，被郑美珍逼问的说不出话，怎么回事？郑冉一不是说郑美珍跟梦洁关系不好吗？现在怎么还帮梦洁说话？识物者为俊杰，今天到的人不少，他也不想在这里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讨论对象。少女赶紧抱歉的笑笑：“是我错了，对不起。”郑美珍白眼都快翻到天花板上了：“你这声对不起是跟谁说的？”少女这才又对着梦洁道歉：“真对不起。”不等梦洁给出反应，她拉着身边的好友就离开了，跑到一个不见人的位置，刚刚的笑容俨然已经不在。我没想到郑冉一这么心机，看出来我家想攀关系，顺水推舟的利用我损梦洁，到头来梦洁被羞辱，我被算账，他倒是一身轻松干干净净。好友看了看梦洁所在的那个方向，多亏了梦洁没计较。是啊，我真看不上郑冉一这种人，从郑家那样的家庭出来还能长残成这样，我看陶家迟早会被他霍霍完。好友听了连忙捂住他的嘴：“嘘，人来人往的，你注意着点，被人捏住把柄就不好了。不论是京都陶家还是帝都郑家，都不是他们能得罪得起的。”郑冉一站在不起眼的角落，把二人的话一句不落的记在了心里。他们两个人离开，他看向梦洁，明明两个人都没表情，可是从远处看着，郑美珍有意亲近梦洁。他离开郑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两个不是一向对着干嘛？梦洁察觉到有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准确的找到那个方位看了过去。他看到有一个人影退了回去，郑美珍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没看到有什么。梦洁跟郑美珍气质太过突出，都是目中无人的角色，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猖狂，一看背景就强大。张美静刻意让郑冉一回避，毕竟起冲突的源头就是他，迎完了客人，他才有时间来找梦洁他们。那天是我对不住你母亲，我生气的没有理智才动了手。你母亲好些了吗？梦洁面无表情，托您的福，现在还没下床。身在帝都正在活蹦乱跳盼着梦洁早些回去的季归晚突然打了个喷嚏，被打了一巴掌，怎么可能下不了床？张美静知道他是存心气自己，可自己还得听着。他身后跟着的下人适时递上一个盒子，他拿给梦洁：“这是我从国外拿来的药，一般没人能拿到，我花重金托关系才得到了这么一瓶，对消除红肿很有效果，给归晚拿回去吧。”说这话的时候还带了浓浓的高高在上，给人一种平民不配用的感觉。郑美珍听他说话就烦。梦洁掀开盒子垂眸看了一眼，郑美珍凑过来疑惑地问：“咦，不是没人能拿到吗？我记得你前2天刚拿回来1箱，嫂子都用不过来了。”张美静表情凝在了脸上，端着那个盒子收也不是给也不是。郑美珍的一句话无声中抽了张美静一巴掌，看张美静表情难看，她气也顺了。梦洁把盒子合上，伸手拿了过来：“我替母亲谢谢你的好意。”张美静松了口气，
这个坎终于过去了。这边一轻松，就凑过来不少圈子里的贵妇跟千金，三言两语便把气氛调过来了。这些人都是张美静的好友，刚刚他们离得很远，三个人说什么没听清楚，不过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知道张美静吃亏了。况且他们看郑美珍他们也不像个好人，大人不好下手，那就从小的开始。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梦洁身上，殊不知梦洁比郑美珍更为难缠，段位更高。这位就是郑家的千金吧？我看着可面善，一看就是个心善的姑娘。梦洁突然就弯了弯唇角，她面善，这群人还真是无知啊。梦洁笑而不语，这群太太都捏不准了，郑家是帝都的第一大家，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好，水灵灵的，知书达理。不知孟小姐今天有没有看上的画？张美静附和，是啊，如果有看上的就给你母亲带回去，人虽然没来，可好画得带回去。张美静没别的心思，只是想让梦洁他们好好的来，好好的走，不想惹事，毕竟陶家现在已经经不起折腾了。可他的那群狐朋狗友就不这么想了，一心想着给他出气。所以孟小姐有看上的吗？一人问。一个乡下人懂什么话，再强装高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梦洁突然指向身后的一幅画，向日葵迎阳而生，光泽什么的都恰到好处，生机勃勃的一幅画。张美静心中一乐，你是觉得那幅画好吗？那是我女儿冉一画的，她的画技能以假乱真。她接着说道，我没想到我女儿的水平竟然能跟清末大师相提并论。我女儿听了一定很高兴。一些太太心中冷笑，果然是个肤浅的，今天的所有画都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清末大师的画，她一副看不上不说，还选了一个刚入门的画。也不是说郑冉一画的不好，只是跟清末比起来就有些小巫见大巫了。郑美珍就在一旁看着他们犯傻，好好的结束今天的画展不好吗？非得戏这么多，离得那么远就听到各位伯母在说我，你们在说什么呀？郑冉一嗓音甜甜的，很有辨识度，一边说着一边从远处走过来，身姿窈窕，格外恬静。张美静笑着把她拦腰带过来，我让梦洁选一幅画给她母亲带回去，然后她选了你的。郑冉一笑得乖巧，转头好笑的看梦洁，是吗？众人好笑的等着梦洁出丑，只见梦洁沉稳的摇摇头，不是，我是说整个画展只有那一幅是真的。郑美珍没忍住，哈哈，格外挑衅。第100张，我能让他濒临破产一次，也能让他有第二次。众人，张美静刚浮现的笑容就消失了。这画是我老公收藏的，怎么可能是假的？清末的画都会做标记，普通的验钞灯都能看到。说着，梦洁丢出去一根验钞笔，张美静不知怎么的，下意识抬手就接住了。夫人不信可以看，在场挂的所有画都没有清末的印记。张美静不信邪，就近看到一幅画，用灯照一下，如梦洁所说的那样，一幅画上上下下都没有印记。怎么会这样？张美静的一个好友不信的开口，这该不会是你说出来诓我们的吧？如果陶家这样的财力都拿不到清末的真迹，那还有谁能拿到？你说了在场的画都是假的，那你见过真的？既然见过，那么方不方便把真迹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如果拿不出来，就不要说这些话了，听着无知。那人火力全开，对梦洁有意见不止一点。人群开始响起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么年轻说些大话想出头可以理解，不过说这里的话都是假的就过分了。是啊，最近清末的徒弟安梦雨在京都，不然叫过来吧。清末清高，手下的人自然也无欲无求，凭什么把人家请过来？就说这里有人说他师傅的话是假的，他自然会过来澄清。你是不是傻？买到假画是你的事，关人家徒弟什么事？议论纷纷的时候，严秘书从外面走进来，低声跟张美静汇报，外面说有个叫安梦雨的想进来，不过因为没有邀请函给让保安拦在外面了，他让我进来问您放不放人。说曹操就到，放进来吧。张美静看着梦洁说的，她等着看梦洁一会儿如何收场。她见过安梦雨。不一会儿，严秘书领着一个女人从外面进来，那人化了淡妆，不卑不亢地走进来。安梦雨越过严秘书，就站在他们那边，拿出灯去看画，伸手摸了摸，什么话都不说，就好像今天过来只是为了看画是不是真的一样。不屑出席这样活动的安梦雨就这么过来了。安梦雨把灯收了，声线平稳，不用看，这里的所有画都是假的。张美静一时失控，这不可能，这里的所有画都是我老公的收藏，花重金拍下来的，怎么可能是假的？京都第一大家办的画展上被爆出里面的画都是假的，他们的脸往哪里放？人的悲喜并不相同。安梦雨双手插兜，这跟他没关系。人群中好不容易有个明白人问出众人想问的，不知道安先生今天怎么会来参加这种场合？来见我老师。人群中的人你看看我看看你，他老师在哪儿？在这儿。那请问你的老师在？安梦雨抬手，五指并拢指着梦洁，我老师。众人看过去，站在那里的赫然是梦洁。
郑美珍眼睛都比平时大了一圈。梦洁说这里的话是假话的时候，他就知道今天这群人必然会打脸，可没想到清末就是梦洁，看来自己的这个侄女身上还有好多惊喜。梦洁掏出手机给周末发短信：安梦雨你叫来的？是尉迟，能让安梦雨过来的，除了熟人就是并州上的。安梦雨的出现坐实了这里的话都是假的。郑美珍看着刚刚挑事的人，你说你好好惹他干啥？这下好了，打脸了吧？安梦雨补刀，还有那副向日葵的线条还可以再灵活点，比例不对，暗面画的不怎么样，有刻意模仿的痕迹，还没模仿好。我能理解陶夫人爱女心切，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女儿的优秀，不过我没想到画成这样您都好意思挂出来。您是觉得这里挂的都是假的，所以弄出来一副真的让我们看起来不那么尴尬吗？梦洁带出来的个个都是毒舌。张美静太阳穴突突的跳。梦洁嗓音磁性，画我也看了，实在没有可以值得带回去给我母亲看的，她喜欢我就给她多画几幅，不过还是谢谢陶夫人的好意，有这心思不如给令千金找个好老师。郑美珍挑眉，那我们就不叨扰了。言罢，二人身形干练的往外走，把人家场子砸了，他们两袖清风的走了。看来从今天开始，陶家跟郑家算是彻底杠上了。只要陶家有这个心思，郑家必然奉陪到底。因为这一次的画展，郑美珍跟梦洁的关系亲近了不少。季归晚盼了一天，看梦洁回来，赶紧迎出去。怎么样？京都是不是没地多好？他们有没有欺负你？换鞋的郑美珍闻言反问：谁能欺负得了他？我跟你说嫂子，今天你女儿把人家场子砸了，你是不知道陶家人的脸有多难看。反正我是没想到一个豪门大家做出来的事那么让人不齿，以前也是我识人不清，郑冉一我是越发看不上了。不是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偏偏就没那个自觉，可劲儿往前凑，还画画也不看画的什么东西。他真心疼季青云啊，明明没那个实力还硬捧，当初爆仓都是轻的。季归晚问：你们见到冉一了呀？他怎么样？郑美珍冷哼一声，好歹郑家养了他几十年，今天见了就跟陌生人似的，还想着给小杰难堪，不过被我们打回去了，他那小把戏我还看不上。郑美珍是真不屑。几个人坐在餐桌上，原本话痨的郑美珍在看见郑恒洲在那里坐着的时候突然噤声。季归晚没察觉到他的小动作。郑恒洲放下报纸，格外有兴趣地问梦洁：你收手了？他看到陶家的股市情况有所好转。闻言，季归晚也看向梦洁：收了。梦洁用女佣递过来的热毛巾擦手，风轻云淡地说。郑恒洲拿起筷子：你还真收了。郑冉一先前那么对他，他竟然都不计较。母亲让收，那就收。季归晚笑了，他女儿怎么这么可爱啊？郑恒洲说，这时候收手之前做的一些就会白做，会亏出去一大笔钱，其实可以乘胜追击。我能让他濒临破产一次，也能让他有第二次。